男人有个秘密，每次睡着后就会穿进小说里的大反派身上，还伪装成反派的第二人格。然而反派也有个秘密，他喜欢自己的副人格很久了。在又一次被饿醒后，温家然忍不住发出一声无力的怒吼：这个大少爷到底图什么啊？家里这么有钱，还能缺他一口吃的？为什么天天晚上不吃饭？最终还是抵不过饥饿，认命的爬了起来。刚一动就发现手边放着一张纸条，他疑惑的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明晃晃的3个大字：你是谁？我是谁？温家然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是的，没错，他穿越了。好消息是，他每天都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坏消息是，只要他在原来的世界睡着，就会穿越到小说世界里的大反派身上。大反派陆彦则是从小就被报错的真少爷，成年后被找回家，却被绿茶贾少爷处处挑衅陷害，最后落了个坠楼而死的下场。他因为什么坠楼的来着？温家然有些头疼的揉了揉眉心。这本小说里的一切剧情在他的脑海中都异常清晰，唯独陆彦则结局，除了坠楼而死以外，他什么都想不起来。我该怎么回答？随即冷冰冰的电子音响起，不能暴露您的身份和本系统的存在，其余随意。温家然撇撇嘴，好吧。温家然对自己这个系统不抱什么希望了。果然小说里写的系统跟宿主聊天什么的都是假的吧？每一次回复都是冷冰冰的。他想了想，在纸上写道：我就是你。哲学，太哲学了。温家然满意的将纸放在桌子上，打算下楼找吃的。此时已经是半夜11点，大部分人已经睡觉了。温家然蹑手蹑脚的来到楼梯口，还不等他下楼，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三哥，大半夜的你在干什么？是贾少爷陆彦安的声音。温家然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扭过头看他。说实话，陆彦安长得虽然称不上是大帅哥，但自小体弱多病，身材纤瘦，让他看上去格外惹人怜爱。要不是看过小说，也要被他骗了去。见温家然不吭声，他又问了一句：三哥，你还在埋怨我吗？只是短短2句话，陆彦安的眼泪已经落了下来，湿漉漉的睫毛轻颤，好似温家然欺负了他一样。温家然看得目瞪口呆，好一个清纯白莲花。他原本不想理他的，可不经意间却看到了楼梯拐角处有人影站在那里。现在剧情到哪了来着？温家然猛然想起来，自从陆彦泽回来后，陆父陆母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可谓是含在嘴里怕花，捧在手心怕掉。这惹得陆彦安心中极度的不幸，趁着家里人不知道，明里暗里的阴阳他，结果换来陆彦泽一顿暴揍，被当时刚从公司回来的大哥看了个正着，让这个贾少爷在大哥面前刷足了苦肉计。本来陆父陆母因为陆彦泽的遭遇，对陆彦安有些迁怒，私底下商量着想要让陆彦安搬出去，也因为这顿打，心疼占上了上风，打消了这个念头。温家然自然不能让他得逞，他学着原主的语气冷冷地说：你什么意思？陆彦安抽泣着拉住温家然的胳膊，我知道三哥对我跟你报错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可是爸爸妈妈养我这么大，从小他们就对我疼爱有加，我实在是舍不得跟爸爸妈妈分开，这才继续留在这里的。哥哥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闻言温家然垂下眼眸冷冷道，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寂寥。他们疼你就住着吧，关我什么事？反正也没人喜欢我，我就是个局外人。这让陆彦安想好的措辞一下子哽在了喉咙里，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陆彦泽怎么现在比他还茶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啊。温家然看他错愕的神情，简直要乐出了声，生怕被人看出来，一扭身噔噔噔的下楼了。刚好与从楼梯拐角处走出来的大哥碰了个正着，大哥神情有些复杂的拉住这个失而复得的弟弟。小泽，你要干什么去？温家然心中暗道一声成了，面上却冷淡的甩开了大哥的手，语气中带着不耐烦。不用你管。大哥不赞同的看向陆彦安，陆彦安还是第一次被大哥用这种眼神看着，眼泪当即就掉下来了，心中又给陆彦泽记了一笔，委屈喊着大哥。面对这个自小就体弱多病的弟弟，忍不住心软的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帕子给陆彦安擦脸。都是大人了，怎么还哭鼻子？被你二哥看见又要笑话你了。见陆彦安委屈的抿着嘴，还是没忍住说道：你今天不应该对小泽说这种话的，他本就刚回来，正是心思敏感的时候，现在心里肯定难受。陆彦安垂下眼，苍白的手拉住了大哥的衣服，带着哭腔说道：对不起大哥，是我说错话了，我就是害怕三哥会怪我，一时没有想那么多。大哥叹了口气，轻轻拍了拍陆彦安的肩膀，彦安你放心，这个家永远都有你的位置，小泽是我的弟弟，你也一样，我会处理好这一切的，早点回去休息吧。陆彦安乖乖的点头，眼中全是对大哥的仰慕，心里却在冷笑，才怪，要不是他听到大哥提议让他先搬出去，说不定还真信了他的鬼话，或许该给二哥打个电话了。此时楼下的温家然简直要饿死了，他将冰箱和厨房翻了个顶朝天，愣是没有找到可以吃的东西。不是，他们有钱人就不会剩饭吗？突然温润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小泽，你是不是饿了？温家然回头一看，就见大哥站在他身后，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有点。大哥笑了笑，他慢条斯理的将袖口挽起来，这个时间李阿姨应该已经休息了，你想吃什么？大哥给你做。温家然这次是真意外，大哥还会做饭，这还是他第一次见有爸总会做饭的。大哥打开冰箱看了看，询问道：太晚了，给你煮点面吧。温家然应了声好，忍不住好奇凑过去喊了声大哥。大哥正在洗菜的动作一顿，陆彦泽回陆家也有1个多星期了，这还是第一次喊他大哥，他的嘴角忍不住翘了翘。怎么了？温家然摇了摇头，没什么，只是感觉挺意外的，毕竟你们家这么有钱。大哥轻轻地叹了口气，小泽，这里也是你的家。温家然自觉说错话，讪笑2声不说话了。厨房里一时只有大哥做饭的声音，不多时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摆到了温家然面前，尝尝我的手艺。温家然点点头，默默地低头吸溜面条，起码这会儿的陆家人对大反派还是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关系能僵到那种地步。大哥坐了一会儿，也觉得气氛有些尴尬，他适时地站了起来，轻声道：
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休息了。温家然忙不迭的点头，他是真的饿坏了，一碗汤面很快下了肚，他满足的发出一声感叹，吃完回了房间，看着洗漱台上明显用过的牙刷，温家然罕见的迟疑了。虽然这个牙刷是属于他现在这个身体的主人的，但是实在是过不了心里那关啊。他纠结了半天，还是从柜子里拿出来一个新的牙刷，仔仔细细的刷完了牙。温家然想了想，又回到桌前，在纸上添加了一行字，随后才心满意足的上床睡觉。第二天，陆燕泽从睡梦中醒来，目光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敏锐的察觉到了一丝异样，起身走向了卫生间，目光瞬间凝固，洗漱台上多了一个杯子，里面还放着一把牙刷。陆燕泽的脸色沉了下去，他洗了把脸，默默地走到了桌前，看到了自己昨天留下的纸条，他拿起来一看，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透着一股孩子气，我就是你。下面还有一行字，像是在抱怨，你能不能按时吃饭，不要饿肚子，我今天晚上出来后差点饿死。陆燕泽冷着脸将纸条扔回桌子上，困扰了他几天的事情终于在此刻得到了证实。这几天他经常能察觉到身上不对劲的地方，每次醒来屋子里的东西似乎被人动过，就连自己身上的衣服有时也会莫名其妙的换掉。现在一切问题都有了答案，他好像得了人格分裂症。陆燕泽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那句话，我就是你。他烦躁地踢了一脚椅子，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楼下却突然的传来激烈的争执声，陆燕泽皱着眉走到楼梯口往下看，只见客厅里陆爸陆妈正和一个寸头少年对峙，他跟陆燕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但模样看上去比较凶狠。陆燕泽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他那个所谓的双胞胎哥哥。而他的身后的陆燕安看起来有些害怕，身子都在微微发抖。陆燕泽冷眼看着这一幕，下一秒他就听见他那好二哥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几分，带着明显的愤怒，你们怎么这么偏心？凭什么他一回来就要把安安撵走？我不管，安安是我弟弟，谁都不许赶他走，要走也是他。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他终于看见了站在了上面往下看的陆燕泽。老二的脸一下子就红了，陆燕泽冷眼看着他们，眼中带着一丝嘲讽，轻轻笑了一声就往楼下走。老二本来还有些慌乱，但看见陆燕泽走下来，他下意识地护住了身后的陆燕安，语气里带着一丝警惕，你都听见了？陆燕泽没有回答，他的眼神始终盯着他身后的陆燕安，声音冷地说，想让我走？陆燕安的身体微微一颤，他躲在二哥身后，眼神中满是恐惧。老二看着面前跟自己相差无几的陆燕泽，暗暗咬了咬牙，他的脾气就是这样，哪怕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但还是死活不肯低头。还是陆妈率先反应过来，快步上前，脸上堆满了温柔的笑意，试图缓和现在的气氛。她伸出手握住了陆燕泽的手，轻声说道，小泽，你醒了，你二哥说胡话呢，你别放在心上。说完便厉声让老二道歉。老二愣了一下，忍不住也恼了，他长这么大妈妈还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语气跟他讲话。他梗着脖子，我说的有错吗？安安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现在把他撵出去，他还有活路吗？再说了，他那对爸妈是出了名的惯犯，偷奸耍滑，吃喝嫖赌样样精通，3、5日便要进去一次，他们能养出来什么好货色？要我说，反正都已经错了18年了，不如就这么一直。话没说完，一个响亮的巴掌声突然响起，陆爸狠狠甩了老二一个巴掌，力道之大竟让他的身子都晃了晃。老二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后，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下意识地捂住被打的脸颊。陆妈此时也震惊地看着他，显然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种话。老大也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老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老二不敢吭声了，垂头丧气地低着头。在他身后的陆燕安心中暗骂老二真是个蠢货，把好端端的局面搅成了一锅粥。他眼眶通红地从二哥身后走了出来，声音细若蚊蝇，爸爸不要打二哥了，都是我的错，要不是我。他哽咽了一下，眼泪抑制不住地往下流，看着可怜极了。陆爸见状，愤怒而紧绷的脸色也缓和了许多，他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安安，别哭了，这件事也不怪你。陆燕泽的脸色不由更冷了，他垂眸看了一眼地面，慢条斯理地说，想让我走，你也配？这3个字还没说出口，就被大哥打断。不行！陆燕泽一愣，默默地将还没说出口的话咽回了肚子里。陆妈本来就对陆燕安有几分迁怒，现在一听儿子要走，更是彻底埋怨上了。她斩钉截铁道：“安安搬走！”老二一听马上就急了，他挣扎着想要上前争辩，却被陆燕安一把拽住了。他这会儿是真哭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二哥，别说了，我走。陆妈此刻正在气头上，她冷哼一声：“哭什么哭？都多大了，还跟个孩子似的。要不是你，家里能乱成这样吗？”说完，转身对一旁的佣人说：“去把安安的衣服收拾一下，他今晚就搬去别院住。”陆燕安听到这话，身体猛地一颤，泪眼婆娑地喊了声妈妈。到底是疼爱了10几年的小儿子，陆妈也忍不住想要心软。她咬牙扭过头去不看他，还不快点！佣人们这才反应过来，连忙上楼去了。陆燕安气得浑身发抖，眼前突然一黑，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险些栽倒在地。老二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急切地拍着他的后背：“安安，安安，你别吓我啊！”陆燕则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突然鼓起掌来，还真挺会演的，眼泪说来就来。怎么着？这会儿是要死了？要死出去死，别死在家里占便宜。客厅瞬间安静下来，陆燕安见状计上心头，喉间爆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猛地甩开二哥的手，踉跄着就往门外冲，却在迈出2步后彻底失去了意识，整个人向后仰去。老二连忙扑过去想要接住他，却没来得及，眼睁睁地看着陆燕安的后脑勺重重地磕在了大理石砖上。这蠢货接个人都接不着。意识昏沉间听到了女佣尖利的嗓音：“小少爷，小少爷流血了！”陆妈吓得花容失色，她扑到陆燕安身边，无措地看着他头下缓缓流出的鲜血。陆燕则挑眉看着在地上失去意识的陆燕安，嘴角扯出一丝嘲讽的笑，装的可真像，连晕倒都能掐着点，硬是没出这个家门。啧。
此时老二碰都不敢碰地上的陆彦安，他愤怒地看向陆彦泽：“你还有没有人性？安安都快死了，你还站在那冷嘲热讽。”陆彦泽耸了耸肩：“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让他死的。”眼看着战火又要升级，陆爸沉声道：“都别吵了，快打救护车！”佣人们手忙脚乱地围了上来，有人去取急救箱，有人去打电话叫救护车。陆爸、陆妈和二哥都围在陆彦安身边。不知道为什么，陆彦泽突然觉得没意思起来，他转身就要上楼，胳膊却被人拉住了。他回头看去，是大哥。大哥的神情看上去也有焦急，但还是温和地对陆彦泽说：“小泽，你别害怕，这事跟你没关系。”陆彦泽突然有些语塞，他轻轻挣脱了大哥的手，声音平静地说：“我没害怕，本来就不关我的事。”说完继续上楼，走到一半又忍不住停下来说道：“还有别喊我小泽，怪恶心的。”陆彦泽站在2楼的窗边，看着救护车渐渐远去，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躺回了床上。果然这里还是不适合自己。下一秒，他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坐了起来，一个少年清亮的声音在脑中回响：“咦，我怎么白天也能出来了？”这还是温家然第一次在白天出现，他嘀嘀咕咕了半天，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按照惯例，先是在脑海中回顾一下今天的经历，在看见贾少爷要被赶出去后，忍不住握拳赞道：“干得漂亮！”看到后面，温家然罕见的沉默了。好家伙，怪不得你后来跟家里人合不来呢，这谁顶得住啊？不过温家然非常理解陆彦泽的心情，在那种环境下长大，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却发现仇人的儿子被好端端的养在家中，搁谁心里能舒服？他叹了口气，真是个小可怜。你在说我？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温家然一跳，他一个机灵站了起来。谁在说话？温家然终于发现了声音的来源，好像是在自己的大脑里。他试探性地问道：“陆彦泽，不然呢？”陆彦泽的声音听起来懒洋洋的，在经历了最开始的茫然之后，他这会儿甚至觉得这一切有点意思。他可以听到少年在脑海中的声音，可以通过眼睛看向外面的世界，除了他不能再操控自己的身体。你是谁？他饶有兴致地问道。我就是你啊！温家然紧紧抿着唇，选择了装傻充愣，内心却如同尖叫鸡一般狂叫。系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还醒着啊？冷静点！系统冰冷的机械音响起。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总体来说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 bug 而已。你不需要这么紧张。温家然简直要骂人了。你现在要小心点，你在脑海中说话的话会被陆彦泽听到的。当然，有关本系统还有你的世界的事情，这边都已经做了屏蔽处理，你不用担心。温家然此刻一张脸涨得通红，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鸠占鹊巢的感觉。陆彦泽又笑了，我是说你叫什么名字？哪怕是副人格，不也应该有个名字吗？温家然，我叫温家然。陆彦泽没有再说话。温家然摸了摸有些发烫的脸颊，只觉得现在的气氛颇为尴尬。他想说些什么打破这个奇怪的氛围。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手忙脚乱地走过去。电话接通的一瞬间，对面先是一阵嘈杂的背景音，紧接着是一个男生撕心裂肺的吼声：“彦哥，江湖救急，那帮贱人又来了！”温家然愣了一下，他刚要说什么，电话已经被挂断了。他看了一眼通话记录上显示的名字，陈旺，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是陆彦泽的死党，在高中的时候资助了他不少。后面陆彦泽跳楼自杀后，还跑到陆家找陆彦安大闹了一顿，然后被陆家的下人们撵了出去，此后便销声匿迹了。书里并没有提他的结局，怎么办？他小声地问道。陆彦泽言简意赅地说：“走。”温家然不太想去，虽然书里没提这段剧情，但光从电话里就能听出来，恐怕不是什么好事。但现在自己占着人家的身体，这让他有些不好意思反驳什么。他转身走到衣柜前开始扒拉。陆彦泽有些奇怪：“你做什么？有点冷，找个外套。”陆彦泽无语，副人格都像你这么娇气吗？他是真的好奇，毕竟他从小到大就火力旺盛，这2天在他看来不仅不冷，甚至还有闷热。温家然既然是自己的副人格，难道不应该跟自己的体质一样吗？温家然觉得耳朵有点烫，但好在陆彦泽看不见，他吐出一口气反驳道：“天冷加衣，这不叫娇气，这叫正常好吧？”陆彦泽没有反驳。温家然很快找到一件黑色的外套套上，他站在穿衣镜前看着自己浑身上下清一色的黑，忍不住暗暗吐槽：衣服除了黑就是白，就你这审美。他还没想完，脑海中突然传来了陆彦泽低低的笑。温家然吓得手一抖，也不敢再想了。我审美怎么了？温家然哈哈讪笑2声。陆彦泽又道：“你喜欢什么颜色？”温家然随口应付了一句：“黄色吧。”陆彦泽哦了声就没动静了，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温家然没在意，他抓着手机就往楼下走，一边走还一边在脑海中跟陆彦泽絮叨：“我先说好啊，我可不会打架。”没事。陆彦泽漫不经心地说：“你往那一站就行，这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真打起来，我可打不过别人。”陆彦泽乐了：“打不过就跑啊？真的？”温家然狐疑地说：“但这会影响你老大的形象吧？这还不简单，下次我再去给他们打一顿不就行了？”他低声道：“你负责逃跑，我负责打回来，咱俩的配合万无一失。”温家然高兴了，但他顿了一下，又犹豫道：“能不打还是不打？不然受伤了会很疼的。”陆彦泽沉默了。温家然有些疑惑：“你还在听吗？”就在他以为陆彦泽不想搭理自己的时候，他听到少年低低的嗯了一声。不知道为什么，从温家然出现的那一刻起，陆彦泽就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和亲近。或许是因为温家然是自己的副人格，他跟自己是一体的，他们是天生的同盟。温家然没有再犹豫，他一步2、3个台阶的下了楼，推开门就要往门外跑，身后却传来了大哥的声音：“小泽。”话一出口，他就想起来了陆彦泽刚才说的话，有些歉意地说：“
抱歉，但是我觉得喊你小泽更能拉近我们的关系。温家然有些错愕地回头看去，大哥，他摸了摸后脑勺，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医院啊？大哥推了推眼镜，笑意温和地看着他，爸妈还有你二哥跟着去了，也不差我一个，总不能真把你自己丢在家里。温家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刚要说话，就听见陆燕泽有些暴躁地说，别理他，我们走。你干嘛啊？大哥对你。温家然话说一半连忙改口，大哥对我们挺好的，装模作样。陆燕泽冷声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没有我的记忆，但是你只要记住了，他们的宝贝疙瘩是陆燕安，根本没我们什么事，说不定今天之后，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就是把我们撵出去了。他很悲观，这是温家然的第一反应。陆燕泽虽然回到了陆家，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对陆家人抱有太大的希望，他从不觉得陆家人会真的疼爱自己，现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假模假样，所以他选择了对他们恶语相向，想让他们早点露出真面目，来印证自己的猜想是对的。温家然叹了口气，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并不觉得陆燕泽有什么错，但在他的上帝视角里，陆家人最开始也确实是真的愧疚和疼爱，这是无解的难题。所以温家然想了想说道，没关系，我会陪着你。陆燕泽原本还在喋喋不休的声音突然卡壳了一下，随后彻底没了动静。大哥见他站在那不吭声，忍不住奇怪地问，怎么了？温家然反应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道，大哥，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啊。哦，去吧去吧，要不要让司机送你？大哥轻轻叹了口气，他总觉得这个弟弟性格有些阴晴不定，但好在只要他还愿意亲近自己，自己迟早会让他融入到家里的。不用了，温家然挥了挥手，头也没回地往外跑，一直等他坐上车，陆燕泽的声音才再度响起来，你能看见我的记忆？那个啊，对啊，我在你身体里吗？连我洗澡上厕所也能看见。温家然卡壳了，怎么说呢？回想是能想到，但是谁会特意去想这个？他刚要说话，就被陆燕泽打断了。少年颇有些深沉地说，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温家然不禁嘟囔了一声，把脸转向窗外不说话了。出租车在一个小巷子口停了下来，外面下起了细细密密的小雨。温家然刚付完钱下车，一股垃圾的臭味就扑面而来，他忍不住皱了皱眉，要进去？是，从这里走出去就到地方了。好吧，温家然给自己壮了壮胆，这还是3好少年的他第一次进这种地方。你害怕？陆燕泽忍不住问道，他发现这个人格跟自己的性格还真是完全不一样，娇气又胆小。温家然嗯了一声，随后脸部红心不跳的为自己辩解，毕竟我才刚在你脑子里诞生不久嘛，换做人类的说法，我现在还是个宝宝。陆燕泽笑出了声，温家然说完就后悔了，他有些恼羞成怒地说，不许笑了，好吧。陆燕泽的声音里还带着浓浓的笑意，他小声道，就当你是宝宝吧。温家然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烫得他心里发慌，他忍不住揉了揉脸，还不等他调整好，陆燕泽的问题接踵而来，你还会害羞？说起来你到底几岁了？真的是从出现的那一天开始算的吗？我算算啊，1、2、3，你才几天大，那都不是宝宝了，那是个婴儿吧？你男的女的？不对，人格有性别吗？我还没有特意了解过这个东西。你长什么样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吗？闭嘴！温家然咬牙切齿地打断了他。好吧，陆燕泽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遗憾，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温家然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小巷，巷外是一条街道，周围坐满了摆摊卖蔬菜的小贩们。离得老远，温家然就看见了一个小卖部门口堵着4、5个人，他们看起来年龄不大，但都打扮得流里流气的，有点像以前在学校外面见过的小混混。被他们包围在中间的是一个寸头青年，他手里拿着一根铁棍，左眼角还有一道显眼的疤，整个人看上去十分凶恶。老大！忽然，那青年直直地朝着这边望了过来，随后眼睛一亮，挥着手喊道。其余几人也望了过来，他们警惕地看着陆燕泽，眼神中带着忌惮。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没有人说话，只是紧紧地握着手里的家伙。温家然默默咽了口水，硬着头皮走了过去。陈望见给自己撑腰的过来了，气焰瞬间嚣张起来，他用手里的铁棍指着那几个人叫嚣道：“怎么了？怎么不叫了？刚才不是叫得挺欢的吗？”他慢条斯理地将铁棍抵在了为首那人的胸口，嚣张地挑眉，一字一句道：“尤其是你。”温家然不语，温家然腿软，温家然觉得自己今天可能要交代在这儿了。为首那人面色很不好看，他后退半步，脖子上的青筋暴起，他抬手挥开了陈望的棍子，吼道：“陈望，你他妈当我们是被吓大的？我告诉你，今天这钱你要是交不出来，我让你们2个都吃不了兜着走。”他话音刚落，陈望突然笑出了声，他慢条斯理地围着对方转圈，呦呦呦，你可吓死我了！上次被我兄弟打得跪地求饶的也不知道是谁，啧，是谁来着？靠！王哥受不了了，他一把攥住了陈望手里的铁棍，陈望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铁棍就被甩了出去。陈望默默咽了口水，冲着陆燕泽挤眉弄眼。温家然觉得自己的腿在不受控制的发抖，尤其是王哥朝他望过来的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一种转身就跑的冲动。别怕，他们不敢动的。陆燕泽略带安慰的声音响起：“真的吗？”温家然看着朝自己望来的几人，怎么看怎么不像不会动手的样子。陆燕泽也说不准，但他见小朋友吓成这副样子，还是轻声安慰道：“相信我。”他话音刚落，就见王哥身后的一人手里悄摸地亮出了一把弹簧刀，朝着陈望就刺了过去。温家然瞳孔猛地一缩，小心！陈望立时反应过来，他一个侧身躲过，惊叫道：“我靠，你们玩真的！”王哥也吓了一跳，他们虽然打架归打架，但从来没有动过刀，一旦动刀，这性质可就完全变了。但还不等他说话，其余人就被这股气氛推动着冲了上去。温家然声音发颤：“这就是你说的不会动手？”陆燕泽一时无言以对。陈望被一堆人按着打，他龇牙咧嘴地喊道：“老大，别看了，救命啊！”温家然望过去，他也想喊救命了，跑！陆燕泽斩钉截铁道：“陈望皮糙肉厚的，能抗一会儿，你先跑，然后打电话报警。”
温家然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结果还不等他跑2步，一个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小混混拎着棍子就砸了过来。温家然只来得及发出一声闷哼，后脑勺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剧痛，他的眼前一片漆黑，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栽倒。那混混乐坏了，他朝着陆燕泽踹了2脚。什么嘛，这也不经打啊！他转身就要走，一只手猛地揪住了他的衣领，他回头看去，就见陆燕泽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起来，他的脸色阴沉的可怕，控着的一只手摸上后脑勺，那里湿漉漉的有些黏腻，应该是流血了。陆燕泽舔了舔后槽牙冷声道：“我说了你可以走了吗？”另一边，温家然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心有余悸地摸了摸后脑勺，刚才的剧痛似乎还在，他忍不住吐槽：“卧槽，还真是小说世界啊！正常人现在谁还打群架啊？”他小声嘟囔着，也不知道陆燕泽能不能打过。老天保佑，他少受点伤吧，不然遭罪的就是我的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翻身下床。咚咚咚，敲门声适时响起。温家然走过去，刚打开门，就被人猛地搂住了脖子。温家然挣扎了2下，没挣开，索性由他去了。来人是温家然的发小林然，他穿着一件宽松的卫衣，头发乱得像鸟窝，手里还拎着一袋炸鸡。称当当，这可是我特意跑到抚顺街买的，怎么样？老香了，你怎么过来了？温家然将炸鸡接过来，然后探出头左右看了看，林然笑嘻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吧，我来的时候藏得老严实了，阿姨没看见。那就好。温家然松了一口气，他爸妈对他管得比较严，这种油食品从来不准他吃的。说起来，林然有些奇怪地看着他，你平时不是不睡午觉吗？怎么今天还睡午觉了？这个，温家然讪笑一声，他这不是想试试自己是只有晚上才能穿越过去，还是只要睡觉就能？现在得出结论了，他只要一睡觉就能穿过去。想到这个，温家然忍不住发出一声哀嚎。林然更奇怪了，他围着温家然转了2圈，你到底怎么了？怪怪的。温家然没吭声，他化悲愤为食欲，捡起一块炸鸡就往嘴里送，烫得他直哈气。林然被他的反常行为吓得手里的炸鸡都差点掉地上，他正色道：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实话。也没什么。温家然说的有些含糊，他看着林然的脸，突然想到了陆延安。天无绝人之路，林然的爸爸前段时间再婚，那个继母带了个拖油瓶上门，成天在林然面前哭天抹泪的，明里暗里都是林然欺负他，搞得林然那段时间3天2头被他爸爸骂。结果没多久，就听说林然那个弟弟搬出去住了，逢年过节都没让上门。他挪到林然身边道：你那个弟弟，你是怎么给他撵出去的？给我讲讲呗。林然冷笑一声：装呗，天底下又不止他一个人会装。他朝着温家然眨了眨眼睛，被我爸骂了几次我就醒悟过来了，不就是装吗？我还能输给他不成？只要我爸在场，那可真是，那小子说什么我就应什么，一副好哥哥的做派。我爸不在的时候，嘿嘿。他突然笑出了声，我就骂他，可了劲的骂他，然后他被我逼急了，骂了回来。我把他骂我的录音往老头子跟前一放，当天就让他滚蛋了。所以重点是，温家然总结道：装柔弱，扮可怜。bingo。林然擦了擦嘴上的油，打了个响指。记住了，那种死绿茶最怕的就是被别人揭穿真面目。温家然的眼睛越来越亮，学到了。等送走了林然，温家然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躺回床上，被子被胡乱扯到胸口，可他用尽了办法都没能睡着，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嘟囔道：要不买点安眠药吧。他侧过身子打开了手机，寝室群里正聊得热火朝天，温家然看得津津有味，直到有人艾特他问家然什么时候回来。温家然想了想回复道：我明天回去。他的字刚发出去，寝室长的消息就过来了，在当地上大学就是好，不像我提前2天就回来了，生怕抢不到票，还附赠了一个泪奔的表情包。温家然笑了笑，没再理会，切出去打了2把游戏，这才渐渐感觉到睡意涌了上来。他不知不觉间睡着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病床上，刺鼻的消毒水味充斥着整个房间。陈旺垂头丧气地坐在他旁边，见他醒来连忙问道：老大，你可算醒了，怎么样？还难受吗？我去喊医生。等等。温家然拽住了他，然后下意识的了一声，他低头看去，就见自己的手上青青紫紫的一大片，身上到处都是疼的，他忍不住在心里问道：这是打输了？打赢了？陆燕泽言简意赅地说。温家然在翻看他不在的时候的记忆，因此没有说话。好半天，就听陆燕泽别别扭扭地补充道：打你的那个人比我们还惨。温家然一愣，随即笑了起来：好厉害。少年的声音清亮，带着真情实切的夸奖。陆燕泽觉得自己的心突然跳得厉害，这还是他第一次因为打架被人夸的，他不由狐疑地说：你认真的？温家然有些奇怪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对啊，你保护了我们，还把对方打得比我们更惨，说明你很厉害啊，我就不会打架。糟糕，脸好像也烧起来了。陆燕则有些慌乱，反倒是温家然，他皱着眉左右看了看，奇怪地问陈旺：房间里开空调了吗？陈旺面露惊恐地看着陆燕泽，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现在又问自己这种白痴问题，他忍不住上前一步，用手背摸了摸陆燕泽的额头。是有点烫。他一把攥住了陆燕泽的手，痛心疾首道：老大，你一定是烧糊涂了，你看看
你脸都红成什么样了？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喊医生。陈旺，陆彦泽声音听起来有些咬牙切齿。温家然连忙又喊住陈旺，小声道：没事，我没发烧，就是有点热。对了，我怎么会在医院？记忆的最后是陆彦泽给人暴揍了一顿，然后就视线一黑，什么都看不到了。说起这个，陈旺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老大，你当时打红眼了，给那几个人揍得哭天喊地的，我拦都拦不住。然后他小声道，然后你突然就晕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就打了救护车电话，就是吧，这中间出了点小插曲。怎么了？路上有人给你打电话，没备注，我就接了，好像是你这边亲哥的电话。陈旺越说越小声，他小心翼翼地抬眼看了一眼陆彦泽。老大，这会不会影响你在他们心里的形象啊？毕竟你才刚回去。温家然摇了摇头，没关系。你和他说什么了？我就说你被人打了，现在在医院，然后对方就急得不行，问我你受伤严重不严重，我怕他误会，就说你没事，只是受了点小伤，让他别担心，然后一到医院直接就给我们安排到这豪华病房了。没人过来。陈旺摇了摇头，你亲哥好像是有要紧事走不开，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是我接的，每次都是问你醒了没有，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温家然低垂着眼眸，睫毛在微微颤动。陈旺见他不说话，心中越发忐忑。老大，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没有，我只是在想一些东西。说完，他正色道：陈旺，你能不能帮我做件事？老大，你只管说。温家然招手让他过来，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陈旺茫然看了他一眼，迟疑道：这能行吗？那你就别管了，只管去做。陈旺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行，我现在就去办。老大，你有事的话给我打电话。温家然摆了摆手，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靠在床上，手里把玩着手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陆彦泽出声问道：我也不明白，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帮你报仇啊？温家然说的理直气壮。你不觉得陆延安很讨厌吗？他霸占了原本属于你的一切，现在又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我看了就烦。陆彦泽觉得温家然的办法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又不想说出来打击少年的自尊心。他漫不经心地想，少年会不会因为计划失败而哭鼻子，到时候自己去把陆延安打一顿，给他出出气好了。温家然察觉到了陆彦泽的坏心思，他叮嘱道：你什么都不许做，只管看戏就成。好吧，反正现在是你在用身体，你说了算，也不许再去打架。陆彦泽不乐意了，那是他们先动手的，又不是我挑起的。可是我用身体的时候会很疼，就像现在这样。温家然的声音低了下去，故意表现得可怜巴巴。陆彦泽没了声音，他觉得自己不能太顺着温家然了，这是他自己的身体，按理来说应该温家然听他的。你别以为装可怜就能让我妥协。好吧。温家然低垂着眼，睫毛轻轻颤抖，他吸了吸鼻子，小声道：你不愿意就算了。陆彦泽，这家伙不会哭了吧？他一咬牙，不打就不打，我还不屑跟他们打架呢，一群手下败将。真的吗？你人真好。温家然的声音里透着惊喜。在陆彦泽看不到的地方，他的嘴角突然扬起一抹狡黠的笑。嘿嘿，林然教的办法真好用，他对等会儿的表演越发有信心了。在陆彦泽身上实验了自己学会的新招后，温家然心情愉悦地拨打了大哥的电话。电话刚响了2声就被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大哥低沉的声音：小泽，你怎么样？感觉还好吗？温家然小声道：大哥，我没事，就是头有点疼。说完他顿了一下又道：你怎么没来医院？大哥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公司这边出了点急事，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开，不过爸妈应该过去了吧？温家然了一声，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可是爸爸妈妈没有来。大哥愣了一下，皱眉道：怎么会？他们没去吗？温家然的声音都低了下去，带着点委屈：我刚刚醒过来，这里只有我自己，他们是不是讨厌我了？怎么会？大哥的声音明显提高了不少：小泽，你别乱想，爸妈怎么可能会讨厌你？他们只是可能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可是他们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陆彦泽忍不下去了，他猛地提高了声音说道：你怎么这个语气跟他说话？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可置信。你先别打扰我发挥。温家然在心里回了他一句，陆彦则有些憋屈地闭了嘴。大哥那边许久都没说话，好半天才道：我之前给爸妈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后来我给安安打电话说了你的事情，让他转告爸妈你出事了，让他们尽快赶过来。他顿了一下，声音有些迟疑地说：可能安安把这事给忘了吧，你知道的，他也在住院，我等会儿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不用了。温家然说道：你告诉我安安的病房在哪，我去看看他。大哥皱了皱眉，他本想说不用了，但又怕这个刚回家的弟弟心思敏感，觉得是家里在孤立他，他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道：他在13楼1305病房。好，谢谢大哥。大哥想了想，还是忍不住叮嘱道：小泽，你也别太生气，安安也受伤了。不会的。不等他说完，温家然就打断了他的话，他带着笑意道：毕竟他只要还在这个家一天，就还是我弟弟嘛，做哥哥的哪能真跟弟弟生气呢？大哥卡壳了，他总觉得电话那头的弟弟说话怪怪的，但声音确实是小泽没错。他迟疑道：那好，你去吧，注意身体。
挂完电话，温家然起身下床，准备去见陆燕安。陆燕则有些不满地说：“你这个表现一点都不像个宝宝，倒像是学表演的。”他嘟囔着：“这也太破坏我的形象了。”温家然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住。天杀的，他怎么还记得宝宝这事？因为我有你的记忆啊，我连你小时候尿床都知道呢。这下轮到陆燕则害臊了，他狐疑地问：“怎么可能？我自己都不记得的事，你能记得？”“对啊。”少年的嗓音里带着笑，“你忘了是因为我替你记着呢。比如说你。”“好了好了。”陆燕则慌乱地打断了温家然的话，“我信了，我信了还不成？”温家然笑出了声，一路上插科打诨，溜溜达达的就到陆燕安的病房外。隔着玻璃，温家然看见陆燕安靠在病床上，苍白的小脸上带着笑意，陆妈正坐在他身边给他削苹果，母子俩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时不时的相视一笑，气氛十分温馨。不过现在自己来了，可就不一定了。温家然满怀恶趣味的想。他轻轻敲了敲门，陆妈有些疑惑的走过来。他一打开门，入目的就是穿着病号服的陆燕泽，一下子慌乱起来。他几步走到陆燕泽门口，抓住了他的手腕，上下打量着。怎么了？这是？温家然被他拉的一个踉跄，连忙扶住门框。妈，我没事，就是想来看看安安。谁问你这个了？陆妈性子有些急，她拉着温家然转了个圈。怎么住院了？生病了还是受伤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知道给爸妈打个电话？他一连串的问题让温家然一时不知道回那个，连忙拉住陆妈的手，趁着陆妈看不见，对着床上脸色阴沉下去的陆燕安挑了挑眉，嘴里却带着笑意说：“没事，就是受了点小伤。大哥说他给安安打过电话，让他转告爸妈我住院的事，省得你们担心。安安可能给忘了吧，我不要紧的。”他拉住陆妈的瞬间，也让手背上的淤青暴露在了陆妈眼下。他眼眶瞬间泛红，手指轻柔地放在那青紫伤口旁边摸了摸，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你这孩子怎么伤得这么重？是不是谁欺负你了？想到这孩子以前的生活环境，陆妈觉得胸口憋闷得厉害，像是要溺水一般喘不上气。她看向病床上的陆燕安，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带着责备道：“你哥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陆燕安的脸色瞬间煞白，他别开脸，闷声道：“我当时给忘了，哥哥过来我才想起来。”陆妈的怒气更甚：“忘了？你哥都被人打了，你都能忘？”他还想要说些什么，但看着陆燕安没有一丝血色的小脸，想到这孩子也是个病人，硬生生的将怒气压了下去。他拉住陆燕泽的手，哽咽道：“你们兄弟俩真是个顶个的不省心。”温家然看着陆妈发红的眼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不属于自己，这是陆燕泽的。他轻声在心里说道：“你看，你爸妈没有你想象中的不爱你。”陆燕泽没说话，好半天，温家然听到他轻轻的了一声。正当此时气氛正好的时候，一个讨嫌的声音响了起来：“你怎么在这儿？”是老二，他急匆匆的从电梯那边过来，手里还拎着一个食盒，看样子是给陆燕安买吃的去了。他走到温家然身边，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迟疑道：“你这是被人给揍了？”这下轮到老二惊讶了，他早就把陆燕泽里里外外都调查了个遍，他被揍了？谁信啊？对不起，哥哥。床上的陆燕安突然出声，他低垂着眼，紧紧抿着嘴巴，手指不自觉地缠着床单，像是在掩饰自己的紧张。都是我的错，我当时头太疼，就想着睡一小会儿，没想到睡醒后就把这事给忘了。老二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看到陆燕安的样子，突然就明白了过来。他警惕地看着陆燕泽，愤怒道：“你没事吧？安安都被你害成这样了，你还特意过来找他是？”陆燕泽嗤笑一声。温家然轻声说：“没有，我只是来看看他。”老二的眉头皱得更深，他下意识地护在陆燕安身前，将门堵得严严实实，一抬下巴：“那你现在看完了，赶紧回去吧。”温家然低垂着头，额前的碎发投下一片阴影，将他的神情遮挡得严严实实。好半天，他才轻声道：“好。”老二看着他落寞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他有些别扭地扭过头，下一秒就被陆妈狠狠地拍了一下胳膊。他惊叫道：“妈，你干什么打我？”迎接他的是陆妈的又一个巴掌：“你这是跟你弟弟说话的态度？他住院了，你没看见？”老二捂着胳膊，有些委屈地嘟囔：“又不是我让他跟别人打架的，他就是喜欢打架，关我什么事？”你，陆妈做事还要打。温家然道：“妈，二哥既然这么不欢迎我，我就先回去吧。”他的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讨论天气，眼神里却藏着不易察觉的失落。床上的陆燕安，怎么总感觉这一切有些似曾相识呢？老二看了一眼温家然身上的病号服，有些不自然地说：“谁说我不欢迎你了？我只是不想让你再欺负安安。妈妈这2天心里一直不舒坦，自己还是别给她添堵了。”似乎是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老二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他越说越起劲：“你看看你自己的胳膊，你再看看安安，他瘦得跟小……”陆燕则觉得有些丢人：“我怎么知道？陆燕安玩他跟玩狗一样。”温家然：“行吧，反正是你哥，又不是我哥。”又过了会儿，预想中的人还是没有来，温家然忍不住有些焦躁了，他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想到今天可能要无功而返，他就忍不住抱怨：“你朋友好慢啊。”陆燕则不敢置信地说：“这也能怪我？不然呢？怪我吗？”温家然理直气壮地反驳：“
陆彦泽，好半天他才咬牙切齿道：“你不可理喻！”就在两人斗嘴的时候，陆妈出去接了个电话。陆彦安大概是对老二有些烦了，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一副睡着了的模样。老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兴致盎然地凑到温家然跟前说道：“妈跟你说了吗？”“说什么？”“安安不用搬走的事啊。”“哦。”温家然此刻正烦着呢，压根不想跟他多说什么。老二一夜，他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温家然抬了抬眼皮。“为什么？”老二乐呵呵地呲着一口大白牙。他身体从小就不好，现在又受伤了，妈怕他自己住照顾不好自己，估计现在没跟你说。为什么？我现在觉得他挺有意思的，没事的时候可以逗两下。陆彦泽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含含糊糊地说会传染。啊，我说你跟他说话说多了会传染，你看他那傻样，你也想这么傻？温家然觉得他就多余接陆彦泽的话，他轻轻打了个哈欠，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老二就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盯着他看，看着看着自己也睡着了。陆妈接完电话回来，见三个孩子都睡着了，颇感欣慰。她轻轻地关上门，去给老大打电话，想要询问一下彦泽住院的事情。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病房门被砰的一声撞开，一男一女一进屋就哭嚎着扑到了病床上。我可怜的儿子啊，被那个畜生打成这样！女人的声音尖锐刺耳，带着歇斯底里的哭腔。她扑到陆彦安身上，眼泪鼻涕呼了一脸。我的儿，这日子没法过了。男人也跟着凑过来，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嘴里道：“你这孩子怎么被人欺负成这样？那畜生奶呢？我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在沙发上被骂作畜生的温家然，陆彦安被吵醒了，他看着女人伸到自己眼前满是黑泥的指甲，眼中闪过一丝嫌恶，但很快便换成了一副虚弱的样子。你们是谁啊？女人的哭声瞬间变得更厉害了，她几乎是压在陆彦安身上，嚎道：“遭天谴啊！做儿子的不认亲妈啊！”陆彦安脸上的表情都要绷不住了。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们。老二哪见过这动静啊？他噌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你们干什么的？那男人一看他的脸，也不管37、21了，他猛地站起来，冲过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嘴里骂骂咧咧的：“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啊！”现在老二被打得懵住了，他长这么大还从未被人这么打过，脸颊上火辣辣的疼。老二不可置信地说：“你们敢打我？”男人狰狞着脸，指着老二愤怒道：“你他妈才攀上有钱人家几天，就连你爹都不认识了？”沙发上的温家然默默地举了举手：“那个，你好像真的打错人了。”男人一愣，他看看温家然，又看看老二，两人长得差不多，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认错人了，脸色瞬间变得尴尬起来，原本挺直的腰也弯了下去，讪讪地看着老二陪笑。温家然嘴角轻轻上扬，他轻声说道：“你是不是该道歉？”男人面对着老二时低头哈腰的模样瞬间消失，他怒气冲冲地指着陆彦泽道：“你又欠收拾了是不是？”他一边说着，一边撸着袖子就想去拽温家然。老二见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毕竟才18岁，血气方刚的，又自认为刚刚才跟弟弟打好了关系，此刻怒气值爆表，他猛地窜过去，一拳打到了男人的脑袋上，嘴里骂骂咧咧的：“你平常就是这么欺负我弟的，还敢找上门来？当我们家都死了？”男人也彻底恼了，两人你一拳我一拳的打了起来。床上的女人见状，急急忙忙跑到门边，尖声喊道：“杀人了！杀人了！大家伙都来看看啊！这有钱人把我儿子抢走了，还打我们啊！我们老两口要活不下去了！”眼看事情彻底失控，陆延安的表情阴沉下去，他目光灼灼地看向温家然，对方笑眯眯地朝他眨了眨眼睛，怒火瞬间被点燃，他猛地掀开被子下床，走到温家然身边问道：“你干的？”温家然眼神中带着戏谑：“你猜？”陆延安只觉心脏砰砰砰跳得厉害，眼前一阵发黑，他咬牙道：“贱人！”温家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凑过去低声道：“陆延安啊，陆延安，这可是你的亲爸妈，他们也是关心你啊。”他笑了两声：“这么久了，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小少爷了吧？我告诉你，你的一切原本都是属于我的，我现在只是一点一点把它拿回来而已。这样的事情以后多着呢，咱们走着瞧。”陆延安的身子一晃，险些摔倒。这些年他撒了那么多谎，唯独身体不好这一条是装不来的。温家然没有理他，第一次演反派，让他激动的脸都红了。他脸上在心中问道：“我刚才帅不帅？”“帅得一塌糊涂。”陆彦泽的声音带着笑意，甚至还有一些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温柔。温家然的心跳加速，他下意识地摩挲了一下发烫的耳尖，小声嘟囔着：“有些犯规了啊。”陆彦泽笑得更开心了：“没有骗你，真的很帅，是我见过最帅的人了。”“好了，说一遍就行了，低调低调。”温家然被他说得越来越飘，心里美得冒泡。他抽空看了一眼老二，见他渐渐落了下风，想了想，夸张地大喊了一声：“哥！”他猛地冲过去，加入到了老二和男人的混战之中。病房里瞬间乱成一团，拳头在空中飞舞。温家然不会打架，在陆彦泽的指挥下，并没有真的冲进去，他站在外围，时不时地给男人一脚。男人气急败坏地想要揍他，每这个时候，陆彦泽就让温家然躲在老二身后，老二就像是他的移动盾牌，每次都能挡住男人的拳头。平白无故的脸上多了一堆伤。混乱还在继续，
女人的尖叫声却戛然而止，一个冰冷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你们这是做什么？跑到我的地盘欺负我家的人！”来人穿着一身剪裁合身的高领西装，硬是没出这个家门。金丝眼镜为他增添了几分儒雅的气质，却又遮掩不住他眼底的冷意。他站在门口，双手插在西装裤口袋里，微微眯起眼睛，扫视着一片狼藉的病房。男人和女人下意识地停止了动作，后退了几步。老二和温家然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哥。大哥的目光落在温家然身上，面色一沉，他声音冰冷地说：“你们这是在做什么？”男人弯着腰凑到大哥身边，给他递过去一支烟。大哥看了他一眼，没有动。他讪讪地笑了笑，随后指着站在床边的陆燕安道：“那个，我们可是安安的亲生父母，这不是听说他受伤了过来看看。”大哥的目光扫过脸色苍白的陆燕安，随后盯着男人冷声道：“看看，就是这么看的。”他嗤笑一声，女人却突然哭了起来，声音悲愤：“我们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啊！安安被别人欺负成这样，我们心疼啊！”才不是这样！老二愤愤出声，指着男人道：“这家伙把我认成了陆彦泽，上来就给我一巴掌。”他的脸上还带着红印，为他的话更增添了几分可信度。可见他们家平日里是怎么欺负陆彦泽的。温家然的嘴角悄无声息地上扬，他轻声对陆彦泽道：“我可算明白陆彦安为什么这么喜欢带着老二了。你看看，多好用的工具人啊！”陆彦泽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要知道，在温家然没有出现之前，他对老二很是厌恶，现在甚至有些怜悯对方了。大哥看向温家然，皱了皱眉：“小泽，你说啊？”温家然茫然地抬头看向大哥，迟疑道：“说什么？是不是你二哥说的那样？”温家然沉默了片刻，低垂着头，声音轻飘飘的：“没什么好说的，我早就习惯了。”病房内瞬间安静了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声轻轻吹过。大哥的目光落在温家然身上，眼神有些复杂。男人看着温家然这副样子，气了个仰倒。他这次上来就动手，本来就存了给自己报仇的心思，他可没忘这小子当初走的时候给他按在地上好一通揍，让他在邻居面前丢了大人。他咬牙切齿道：“你小子挺会装啊，当初你走的时候不是喊……”他话还没说完，老大已经开口了：“你们今天的行为我会让律师处理，如果再让我发现你骚扰我弟弟，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那男人被大哥的目光吓得瑟缩了一下，但想到今天来的目的还没办成，他硬着头皮嚷嚷道：“这事本来就是你们陆家做的不地道，我们是安安的亲生父母，凭什么不让我们见安安？”他眼睛转了转，补充道：“我们老两口就这一个孩子，你们都霸占着，我们老了以后谁给我们养老？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女人面露惊恐地拽了拽男人的胳膊，但没拦住，这跟他们来的时候说的不一样。陆延安此刻恨不得自己是个透明人，他嫌恶地看着面前的一男一女，这种货色怎么可能会是自己的父母？他这么优秀，生来便该是在陆家享福的。大哥笑了笑：“你想要多少？”有戏！男人眼睛都亮了，他搓着手嘿嘿笑了两声：“不多不多，我替你们陆家养了10几年儿子，500万，啊不，1000万，咱们两家一笔勾销。”温家然看得目瞪口呆：“我勒个乖乖，1000万，他还挺敢要啊！哦，只要1000万啊！”大哥慢条斯理地重复了一遍。男人一看，连忙摆手：“不，我说错了，2000万，起码2000万，你想多了。”男人一怔，随即有些愤怒地说：“你们陆家别欺人太甚，要是不给钱就……”他指向床边的陆燕安：“就把我儿子还我。”陆燕安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哀求地看向大哥：“哥。”大哥看了他一眼，正要说话，在门口听完全程的陆妈突然走了进来，她面若寒霜地说：“行，你接走吧。”这一下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住了，老二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妈：“妈，你说什么？”陆妈一个眼神都没给他，她走到陆燕安身边，用帕子擦了擦他汗津津的额头，冷声道：“既然是你儿子，那我们陆家就不管了，以前的花销我们陆家也不追究了，你把他这次住院的钱结了吧。”男人一愣，结结巴巴道：“这怎么行？”陆妈目光如刀，冷冷地扫过男人的脸：“怎么不行？他不是你儿子吗？现在要带走，我们陆家绝不阻拦。”男人恼羞成怒：“你们陆家太欺负人了，我们哪有钱付得起这个？”陆妈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欺负人？你们这些年我们小泽做了什么？真当我们不知道？现在还想来讹诈我们陆家的钱？做梦！”男人还想要说什么，被女人一把拽住吗？他低声说：“别说了，真让咱们领回去，咱们上哪要钱去？”男人想了想，油光满面的脸上缓缓挤出一个笑来，他对着陆延安道：“啊，你好好养病，爸爸妈妈等你好了再来看你。”陆延安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陆妈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背，触手冰凉，他的动作机不可闻地顿了一下，随后轻轻地叹了口气。两人灰溜溜地离开了，老二松了口气，他窜到陆妈身边抱怨道：“妈，你刚吓死我了，我还真以为你要让他们把安安带走呢。那夫妻两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幸好安安从小不是他们养的，不然也不知道会被养成什么样。”他刚说完话，就被陆妈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猛地反应过来，一把捂住嘴巴，心虚地看了一眼温家然。温家然此刻正跟大哥说着话，似乎是没有注意到这边，他心中这才稍稍松了。温家然的嘴角微微翘起，他闭着眼睛，满足地说：“那是可算是出了一场恶气，就是没想到竟然把老二也给弄出去了，我现在还挺喜欢他的。”陆彦泽的声音突然变得酸溜溜的：“喜欢他？他那副被当狗耍的蠢样子有什么好喜欢的？”嘶！
温家然倒吸一口凉气，他一个翻身坐起来，语重心长道：“陆彦泽同志，你这是对老二有意见啊？”陆彦泽，温家然接着说：“老二同志吧，确实脑袋有点不灵光，但是你要想想，他其实也有他的优点。”优点？他能有什么优点？陆彦泽有些不屑。温家然拍手道：“至少他对家人的心是真挚的。他今天不是还帮你打那对人渣父母了？虽然吧，他在你跟陆彦安面前确实有些偏心，但没关系。”温家然豪迈道：“现在有我帮你，早晚把他的心给偏回来。”陆彦泽的声音微微一顿，随即无奈道：“你心眼儿还挺多。”温家然甩了甩头发，自恋十足：“那是，谁让我现在用的你的身体呢？你长得有点凶，换做我的脸，咱们今天的小计谋的效果最起码能放大10倍。”这温家然可不是吹嘘，他自己的长相特别自信，从小到大那可谓是谁见了谁夸。就在他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时不时笑两声的时候，陆彦泽冷静的声音说道：“你的长相，糟了，说漏嘴了。”温家然讪笑两声，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他回想了一下自己研究的多重人格的表现，对啊，我跟你长得一点都不一样。陆彦泽有些愣住了，他好奇地问：“不一样？那你长什么样？”温家然想了想：“我的头发是栗色的，眼睛是蓝色的，鼻子高高的，嘴巴小小的，皮肤白白的。”他说着说着，自己也说不下去了，噗嗤一下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好奇怪啊！陆彦泽，他试图在脑中还原出温家然的长相，却发现完全无法想象。他无奈地说：“你这描述也太抽象了吧？”温家然的笑声还在病房里回荡，他趴在床上打趣道：“没办法，我这张脸实在是太特别了，要是画给你看，估计你也会惊艳到。”他越说陆彦泽要好奇，他觉得心里痒痒的，忍不住说道：“那你能不能画给我看看？”温家然闭上眼睛，一股熟悉的眩晕袭来，他知道自己要走了，连忙说道：“有机会一定给你看，不过现在我要先睡一会儿。你待会儿出来了，要是家里人上来看你，记得学我刚才的样子，别跟他们起争执，不然我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陆彦泽的心突然被这股柔软触动了。从小到大，他习惯了孤独，习惯了没有人关心，习惯了用冷漠和毒舌的外壳来包裹自己，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教他要怎么做。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里，突然有人递来了一杯热茶，又像是溺水的人突然抓住的那双手。他许久都没有回应。温家然不满地嘟囔道：“你听到没有？要是等我出来，发现你把一切都搞砸了，我一定饶不了你。”陆彦泽一顿，随即温柔道：“好，我知道了。”温家然没有说话，陆彦泽可以感觉到身体的呼吸在逐渐变得平稳。他试探性地动了动手指，身体的归属权已经回到了他自己。他枕着胳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黑暗中，他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睛中闪过一丝迷茫。他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按照温家然的描述去想象少年的样子，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脑海中被反复勾勒，这让他心跳加速，一股奇怪的情感在他的心底悄然涌起。陆彦泽皱了皱眉，他茫然地将手放在胸口，感受着胸腔中急促的心跳。温家然，他喃喃自语，声音中带着眷恋。突然，他轻轻笑了笑。温家然就像是在他灰暗的世界里绽放出来的一朵花，他鲜活还富有生命力。最主要的是，他是他的副人格，他完完全全的属于他，他们之间没有界限，没有距离，共用一个身体。温家然的一切都离不开他。这种感觉让陆彦泽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他有一个预感，在这个世界上，他可能会失去一切，但他永远不会失去温家然。温家然永远也不会背叛他，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人，是他孤独的灵魂中诞生出来的一束光。灵魂伴侣4个字突兀地出现在陆彦泽的脑海里，他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已经开始期待下次见面的时候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两个世界的流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改变。再次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温家然一睁开眼就要赶早八，他急匆匆地收拾了一下，就往学校赶。等结束忙碌的一天，他已然没了半条命。最后想了想，还是忍痛放弃了吃饭的决定，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寝室走去。还没走多远，肩膀就被人拍了一下。他回头看去，是同寝室的孙元，对方惊奇地围着他打转。啧，稀客啊，陛下是打算今天召我们几个侍寝。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双手捂住脸颊，做了个羞涩的表情。温家然，孙元属于心宽体盘的那种，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如今配上这副羞涩的表情，还真是让人有些没眼看。温家然揉了揉太阳穴，去，别闹了，我今天要累死了。孙元笑了笑，他用胳膊肘撞了撞温家然的胳膊，小声嘀咕着：“你爸妈终于舍得把你放出来住寝室了。”别提了，他妈也就算了，女强人，白手起家，不强势，一点也没办法在商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但温家然实在不理解他爹一个外国人，当初能为爱跨国入赘温家，按理说性格应该温和一些，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对待温家然比他妈还要强势。就比如他大学刚开学的时候，本来都已经说好了住校的事，可不到1星期，老两口就跑来给他的行李收拾搬回了家，说是温家然不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不放心。这事当初在他们那栋寝室楼可是大新闻，好在同寝的室友并没有因此疏远他，反而后面还偷偷帮他在寝室里重新铺了个床。想到这儿，温家然就忍不住叹了口气。有时候他真心觉得自己能长成现在这个性格，简直是他们老温家祖上冒青烟了。可惜在他爹妈看来，
他还是属于不够听话的坏孩子那一类。孙元怜悯地看着他，我觉得你还是跟你爸妈好好谈谈比较好，毕竟你都18了，他们还这么管着你。他委婉地组织着措辞，不太好。温家然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无奈，他苦笑着摇摇头，早就是过了，真的，我跟他们谈过好多次了，可每次都像是在对牛弹琴，我妈总是说是为了我好，我爸就更绝了，我一吵就说我还是个孩子，不懂他们的良苦用心。你说他一个外国人，怎么救？他将对父母的吐槽硬生生咽了回去。他没说出口的是，他房间的摄像头已经到他初中毕业才被去掉，哪怕是朋友，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孙元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温家然的肩膀，感慨道：你还挺不容易的。不过，他冲着温家然眨了眨眼睛，臣妾们今天晚上会好好伺候陛下的。温家然被孙元这突如其来的调侃逗得笑了出，原本有些沉重的气氛一下子就被打破了。两人一前一后的向着寝室走去。回到寝室，其他人还没有回来，温家然简单洗了个澡，出来的时候，孙元正坐在那打游戏，他站在后面看了会儿，实在是困得不行。温家然打了个哈欠，湛蓝的眼睛在半掩的手掌下微微眯起，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透着一股倦意。他拍了拍孙元的肩膀：你先玩着，我去睡了。对方摘下耳机应了一声，温家然爬回上铺，点开了只有他们一家3口的群聊，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了一下，还是在里面回道：爸妈，今天社团有点事，我就不回去了，直接在寝室睡了。发完消息后，温家然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然而没有人回复，应该是没看见。他抿了抿唇，嘴角微微上扬，心里既紧张又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兴奋。他将手机放在枕边，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他就睡着了。震刀，好震！耳边是打游戏的吵闹声。温家然缓缓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寝室的床上，他眼中闪过一丝迷茫，这次没有穿越吗？但很快，他根据床铺的颜色认出了自己应该是在陆彦泽的床上。他此时的姿势是坐着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他的名字：我是温家然。心头莫名涌起一股寒意。温家然刚拿起纸想要细看，陆彦泽的声音突然响起：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出现？温家然吓得手一抖，他疑惑地眨了眨眼睛，不就隔了1夜吗？陆彦泽没有说话，好半天才道：已经半个月了。半个月？这下轮到温家然意外了。陆彦泽还在继续说：我以为你不见了，或者说这一切都是我幻想的。最开始发现温家然不见的时候是在医院的第2天，当时陆彦泽也只是觉得或许他还在休息，可一连几天他都再也没有听见过少年的声音，这才慌了神。他上网查了许多关于精神分裂的案例，也了解到有时候有些副人格确实会因为某种刺激而暂时消失，但这种情况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温家然却像是彻底消失了。然后他就找到了这个方法，不断的在纸上写温家然的名字，暗示自己就是温家然。陆彦泽也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但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不过好在被他等到了。抱歉。陆彦泽突然听见了温家然的道歉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我来说我只是睡了一觉，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温家然的声音有些低。陆彦泽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有，这不是你的错。还不等温家然松口气，就听见陆彦泽突兀地说：你还会消失吗？温家然也不知道，他在心里疯狂地呼喊系统，系统，系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系统机械的声音响起：由于您完成了第1阶段任务，现在开始两边世界流速并不同步，这也是为了帮助您更好地完成任务。第1阶段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温家然有些迷茫，系统没有说话，只是在温家然眼前展现出一个面板。第1阶段任务，将陆彦安驱逐陆家，已完成。第2阶段任务，在学校揭穿陆彦安的真面目，进行中。第3阶段任务，待续。温家然目瞪口呆，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出来的？以前没有啊。系统冷冰冰地回复道。现在。温家然，行吧，你最大，你说了算。温家然，现在的时间流速是多少？你那边1天，这边15天。怪不得。陆彦泽说自己失踪了15天。温家然若有所思，突然他想到了什么，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里好几天才能回家1天。你可以这么理解。天杀的，温家然简直要昏过去了。这意味着他要在这里上完学后还要回去接着上学，上2遍学。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哀嚎，用手捂住了眼睛。这太不公平了。他忍不住抱怨，声音闷闷的从指缝中传出来。一直等不到，是不是你还会？他没有把话说下去。温家然深吸一口，让自己冷静下来，同时找了一个借口无奈的说：没事，我这几天应该都不会消失的。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你可以在外面待那么久，我只能出来一小会儿？这太不公平了。陆彦泽听到这话，猛地松了一口气。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只要你想，我可以把身体给你。啊？陆彦泽这段时间早就将多重人格给研究的透彻，他无所谓的笑了笑，语气里都是轻松。我查到过类似案例，有些副人格会代替主人格成为身体的主人，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只要你想。他很认真地说，我都会满足。温家然的心跳开始加速，他声音都开始打颤。你确定？我确定。陆彦泽有些愉悦地想，这样温家然就不会在他不知道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温家然是真的有些心慌，虽然他也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或许是因为陆彦泽对自己好像一点都不当回事，连身体都能随意舍弃，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让他有些难受。他看了看时间，发现已经到了饭点，于是将写满了自己名字的纸叠好，塞进裤子口袋里，翻身从上铺爬了下去，嘴里还嘟囔着：“我才不要接管身体，我才不想天天上学。”陆彦泽有些遗憾。温家然穿好鞋，习惯还跟在自己寝室一样，对着2个打游戏的室友喊了一声：“我去吃饭了。”其中一人连忙摘下耳机，有些不适应的应了一声：“好。”温家然歪着头看他们：“需要带饭吗？”“不用不用。”那人说完，有些迟疑的看了一眼另一个男生，然后又道：“那个，今天晚上寝室要聚餐，你来吗？”“好啊。”温家然干脆利落的答应了下来。他想要从记忆里找出这2个人的名字，结果发现记忆里压根没了。他忍不住在心里问道：“你竟然不知道室友的名字？”陆彦泽颇有些理直气壮地说：“开学才3天，记不住不是很正常吗？”3天？温家然那边已经开学1个月了，这里才3天，还真是挺错位的。温家然笑了笑，刚要出门，一直没说话的男生突然叫住了他，他有点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这2天有点忙，一直没有来得及加你的微信，要不加一个？好。温家然将2人一一加了好友，正愁怎么问2人叫什么比较好，就见他被拉进了一个群聊，群聊带上他只有4个人，大家的备注都是真名字。第一个说话的男生叫石从顺，后面说话的男生叫曹佐晨，还有一位叫李耀的，他还没见到，得来全不费功夫。温家然忍不住弯了弯眼睛，他扬了扬手机，说道：“那我先去吃饭了。”好。等温家然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曹佐晨忍不住用胳膊肘撞了撞石从顺：“喂，谁让你喊他跟我们聚餐了？”你看曹佐晨一噎，他嘟囔着：“这不是，我感觉他好像跟传言中的有点不一样。”石从顺叹了口气：“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他挠了挠头发，表白墙里都在传他是陆家的私生子，一上位就把陆家小少爷给逼走了，但我觉得他看起来不太像是那种人。曹佐晨叹了口气，到底是室友，处处再说呗。2人又重新打起了游戏。另一边，温家然刚到食堂门口就遇见了陆彦安，他身边还站着2个个子很高的男生，正围着他温声细语地说些什么。陆彦安的视线却穿透众人，直直地望了过来。温家然冲他挑了挑眉，没想到陆彦安直接朝着他走了过来。彦泽哥哥，他低眉顺眼地喊了一声。温家然被雷的直接向后退了2步，一脸警惕地看着他。站在陆彦安身边的2个男生不乐意了，他们上上下下将温家然打量了一下，嗤笑一声：“安安，这就是你们家那个私生子？”“私生子？我？”温家然疑惑地看向陆彦安，这是小说里没有的剧情，因为小说里陆彦安从始至终都没有从陆家搬出去过。陆彦安的小脸一下子变得煞白，他惊慌失措地拉住那2个男生的手，语气里带着哀求：“你们别乱说，这都是没有的事，你们别乱传。”那2个男生却不依不饶：“安安，你别护着他了，现在学校上下谁不知道他是什么货色？私生子就私生子，还能伪装多久？要我说，你就是脾气太好了。”温家然默默地等着他们说完，他看向陆彦安，语气轻松：“哎呀，安安，他们这是在说谁呢？我怎么听不明白了？”那2个男生显然没想到温家然会是这个反应，其中一个高个子冷一声：“还能是谁？当然是说你们陆家的私生子了。”温家然挑眉：“私生子？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个身份？”他看向陆彦安：“你知道吗？”陆彦安的脸色更加苍白，他低下头，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你们别胡说，这只是学校里的谣言，没有的事。”温家然看向那2个男生：“听见没有？他都说了，没有的事。”那2个男生看着陆彦安的样子，只觉得怒火中烧。其中一个安抚地对陆彦安说：“安安，你别怕，这种人你要是不给他一个教训，他就真的欺负到你头上去了。”说完，他瞪着温家然扬声喊道：“安安现在是不是从陆家搬出去了？你算什么东西？一个私生子还想爬到安安头上？”陆彦则嗤笑一声说道：“陆彦安还真是好手段，听他话的狗还真不少。”温家然有些无语地叹了口气，他实在不是不理解陆彦安做这些到底图什么。他没有理会陆彦泽，反而口袋里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在其余人疑惑的眼神里，电话很快被接通，那头传来了大哥熟悉的声音：“喂，小泽，怎么了？”温家然看了一眼陆彦安，清了清嗓子，平静道：“哥，是我。学校里现在有点乱，到处都在传我是私生子的事情。”大哥的声音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什么？谁传的？”温家然摇了摇头，眼睛盯着陆彦安，微微笑了笑：“我也不清楚，反正学校里现在到处都在传。哦，对了，陆彦安现在就站在我旁边，他的2个朋友看样子对我是私生子的身份意见很大。”陆彦安咬了咬牙，他以前用这个手段习惯了，学校里也到处都是捧着他的人，这还是第一次会有人直接戳破他的小手段。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神里满是慌乱，却又不敢发作出来，被人看出来。电话那头的大哥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你把电话给安安，我有话跟他说。”温家然笑眯眯地将电话递了过去。陆彦安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电话：“哥。”大哥的声音冷了下来：“安安，我知道你对妈妈让你搬出去住的事情意见很大，大哥也跟你讲了，会找机会跟妈妈再沟通一下的。你……”他顿了一下，又道：“学校里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陆亦安慌乱的摇头，尽管电话对面的人并看不见，他声音里带着哭腔：“哥，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是他们乱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传成这样，都是误会。”大哥对此半信半疑，若是在之前，他肯定无条件的相信这个从小在身边长大的弟弟，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他对陆亦安也产生了怀疑。他的语气软了下来：“是误会就好，是误会就要早点解开，晚上你跟小泽一起回来吃个饭吧。”好。陆亦安小声的应了一下，将手机递给了温家然。温家然接过手机看了一眼陆亦安：“哥，我晚上不回去了，我室友今天晚上聚餐，你们别等我了。”说完，他举起手机对着陆亦安扬了扬，笑眯眯的说道：“那就劳烦你跟你的两个朋友解释一下了。”说完，他转身就走。陆亦安垂下头，掩饰住眼底的阴郁，他总觉得眼前的这个陆彦泽有些不对劲。前段时间的陆彦泽看他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高高在上，宛如看垃圾一样，而现在的陆彦泽阴险狡诈，并且还把他那套学得淋漓尽致。如果把他们分为两个人的话，现在的陆彦泽更像是医院时候的陆彦泽。陆亦安有些焦躁地咬住嘴唇，有什么答案在他的脑中呼之欲出，可他却抓不住。那两个男生担忧地看着陆彦安，小心翼翼地问：“安安，你没事吧？是不是我们给你惹麻烦了？”陆彦安压住心头的异样，勉强勾了勾唇：“没事，哥哥他只是以为这些话是我传的，有些生气。”那两个男生愤愤不平：“怪不得他一个私生子能爬到你头上，原来是因为你家里人。”陆亦安轻声道：“你们别乱说了，哥哥他不是私生子，他只是……”他没有把话说完，目光紧紧地盯着陆彦泽的背影，好半天才轻声道：“他只是之前没在家里长大而已。”那两个男生对视一眼：“什么意思啊？没在家里长大，那不跟私生子一个意思吗？”两个人心疼坏了：“安安，你就是太善良了。”哎，陆亦安刚要说话，突然看见一张纸从陆彦泽的口袋里飘了出来，他快走几步弯下腰，将它捡了起来。只见那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5个大字：“我是温家然。”陆亦安的手一抖，猛地抬头看向了温家然消失的方向。这是什么？其中一个男生凑过来好奇地问道。陆亦安下意识地将纸条藏在身后，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那个从刚开始就让他感到困惑的问题，现在终于迎刃而解了。他的心跳加速，手指紧紧地捏着那张纸条，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低声道：“没什么，就是一张纸而已，可能是谁不小心掉的。”那个男生还想要说什么，但陆亦安此时已经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手里的纸条上，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他捏着纸条走得飞快，眼底满是兴奋，脑海中在飞快地盘算着，如果这张纸条是真的，那么陆彦泽的精神状态就很值得怀疑。陆家会承认一个有精神病的儿子吗？陆亦安走到角落里，小心翼翼地打开纸条，再次确认上面的内容。陆彦泽，你也有今天。他低声呢喃着，你以为你能轻而易举地取代我？你做梦。他冷笑着，将手里的纸条重新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咦，安安，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陆亦安的声音里带着急切：“二哥，你现在方便吗？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关于彦泽哥的。”温家然从进食堂档吃完饭出来，一直都显得很高兴的样子，连带的陆彦泽都觉得心情好上许多。你很高兴？温家然一愣，随即笑了笑，看他吃瘪，当然很高兴啊。他语重心长地补充道：“你就是太放纵他了，要不是我回来了，都不知道你会被他欺负成什么样。”虽然陆彦泽很想告诉他，他其实对这些并不是很在意，但听着温家然的话，他的心跳还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他喜欢温家然全心全意替他打算的样子。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陆彦泽突然说道，声音里隐隐有些期待。你画一张看看呗。温家然愣了一下，他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我不太会画画。没关系，就当是好玩嘛，反正下午也没课。温家然犹豫了一下，迟疑道：“那行吧。”他们先去文具店买了画笔和纸，随后找了一家安静的咖啡店。温家然找了个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将纸铺好，有些紧张的深吸一口气：“我尽力吧。”陆彦泽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温家然先是画了一张圆脸，然后是眼睛。他试图让画中的自己看起来跟自己更像一点，但画着画着，他就有些沮丧地放下了笔。不太行，有点不对劲。陆彦泽忍俊不禁地问：“怎么了？”温家然嘟囔了一句，指着画上4不像的小人说道：“我根本画不出我的半点美貌。”陆彦泽，温家然指着画上4不像的小人接着说：“这个鼻子画的有点太大了，眼睛又太小了，还有这个嘴巴，完全不像是我的样子。”他叹了口气，拖着下巴：“这也太丑了。”陆彦泽忍不住笑了：“我觉得挺可爱的。”温家然狐疑地问：“真的？”“真的。”温家然心情大好，他重新拿起笔，试图再修改一下。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笔，看着面前越改越丑的画，犹豫了一下，将画揉成一团，塞进了口袋里。他讪讪地笑了2声：“算了算了，还是别看。”下一秒，他皱了皱眉，原本在口袋里的纸条不见了。他犹豫了一下：“算了，可能是掉在哪个地方了。”他将这件事抛之脑后，没有太在意。温家然拿出一张新的纸，突然他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温家然！”他下意识的就要回答，
但这个声音太过耳熟，温家然心中一紧，硬生生的忍住了回答的冲动，低下头继续画画，装作没听见。老二见状，有些疑惑的对陆延安说：“安安，你是不是弄错了？”陆延安摇了摇头：“不会错的，我亲眼看着那张纸从他身上掉下来的。”老二皱了皱眉，这是要是弄错了也就罢了，万一是真的，还是要早些治疗，越耽误越严重。他有些烦躁的揉了揉头发，小声嘀咕道：“这都什么事啊？”看在陆延安眼里，这就是老两对陆彦泽可能有精神疾病的排斥。他悄悄勾了勾嘴角，随后状似担忧道：“哥，万一他真的是，那怎么办？”老二疑惑地看了他一眼：“那就有病治病呗。”陆延安一噎，他还想要说什么，就见老二大步朝着桌子走了过去。温家然此刻面上不显，内心已经慌成了一团。怎么办？他们是不是发现了？陆彦泽低声安慰他：“没事，我觉得他只是在试探，你不要慌，他们不会发现的。”老二此时已经走了过来，他一屁股坐下，然后一脸惊喜地看过来：“这要巧，你也在啊？”他顺势抽走了温家然面前的纸，见上面什么都没有，有些奇怪地问：“你干嘛呢？”温家然扬了扬手里的笔：“不明显吗？我在画画。”“你还会画画呢？”老二装作不经意地问道：“你以前学过画画？”陆彦泽：“我没有学过。”温家然抿着唇冷淡道：“没有，以前饭都吃不饱，没空学这些。”老二点了点头，招呼着一旁的陆彦安坐下：“站着干什么？坐啊！”温家然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二哥说的对，你也坐。”陆彦安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坐了下来。老二看着陆彦泽，眼神中闪过一丝探究：“老三，你都回来快1个月了，也没有见你跟我们聊过以前的事，咱们今天兄弟几个聊聊天呗。你养父母对你怎么样？我听说他们对你挺好的。”陆彦泽嗤笑一声，这蠢货连套话都套不明白。温家然也有些无语，这家伙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过也给了他机会。只见他的脸色猛地冷了下去，他看着老二冷冷道：“二哥这是什么意思？今天特意来找我茬的，给陆彦安报仇？”他讽刺地看了一眼陆彦安。老二有些懵，他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想通过询问看看他现在到底是不是陆彦泽。见他生气了，老二连忙摆手，尴尬道：“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关心关心你。”“关心？关心我？你会不知道我那对养父母是什么人？何必带着人家的亲儿子跑到我这边耍威风？”温家然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带着不耐烦。陆彦安最烦的就是有人提及他的亲生父母，他刚要说话，就被温家然冷冷打断：“我没空陪你们玩这些无聊的游戏，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们自便。”说完，温家然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就往门口冲。老二看着他的背影，好半天才对陆彦安说：“安安，你是不是搞错了？这就是陆彦泽啊？”他也有些不太乐意地嘟囔：“上次在医院好不容易关系和缓了一点，现在又闹僵了。他要是告状，我又要挨骂了。”陆彦安温声安慰：“哥，你也是为了彦泽哥好，而且我还是觉得他怪怪的，我们不能这么轻易下结论。”老二站了起来，难得的对陆彦安发了脾气：“我看他一点病都没有，你怎么老说他有病，就一副非要揪出什么不可的样子。我不掺和你俩的事了。”他说着说着，还有些委屈地撇了撇嘴。温家然一出咖啡店便一路小跑，他时不时地看他后面，生怕那两人追上来，一直到跑得自己气喘吁吁，才缓缓放慢了脚步。他有些激动地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刚才演的怎么样？”陆彦泽假装在思考，片刻后带着笑意说道：“很好，我都被吓了一跳。”老二肯定也被吓住了。温家然小小的舒了一口气：“那就好。”他忍不住抱怨道：“陆彦安也太敏锐了，他现在抓住了我们的把柄，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小声嘟囔着：“麻烦。”陆彦泽安慰道：“没事，我觉得老二没有发觉出异样，单单是一个陆彦安翻不起什么风浪，你只要保持冷静，他们就不会发现的。再说了，真要是被发现了，他们也不能拿你怎么样。”“那怎么行？”温家然反驳道：“我可不想你以后被人说成精神病人。”他的语气很认真。陆彦泽微微一怔，默默地闭上了嘴。温家然也没有多想，他的微信突然震动了一下，打开手机，是室友发来的消息：“我们回宿舍发现你不在，就先去了，这是地址，等你。”温家然回复了一个得嘞，马上到。他笑眯眯地对陆彦泽说：“走吧，吃大餐喽。”那是一个街边的小烧烤摊，因为离学校很近，再加上物美价廉，因此很受学生们的青睐。温家然到的时候，这里几乎被坐满了，他仰着脖子四处，人家可是陆家的少爷，会稀罕吃这种路边摊。曹佐成拿着烤串的手一时放也不是，地也不是，他心中已经有些后悔组今天晚上这个局了。原本是想着室友之间熟悉一下，现在反倒是弄得跟仇人见面一样。温家然没有搭理他，他面色如常的从曹佐成手里接过烤串咬了一口，哇，真的挺好吃的。曹佐成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笑眯眯的拍了拍温家然的肩膀：“我就说嘛，这家烤串几乎没有人说它不好吃。”李耀一愣，这倒是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温家然，但很快又恢复到了冷淡的态度，低下头不说话了。石从顺见状，悄悄凑到温家然耳边，小声嘀咕道：“彦泽，你别太介意哈，李耀这个人吧。”他顿了顿，犹豫道：“我们两个是一个高中考过来的，他平时人挺好的，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陆彦泽冷笑一声：“什么心情不太好？我看他就是针对你。”“是针对你。”温家然默默的在心中反驳。
然后就听见李耀冷不丁地问道：“学校里都在传你是陆家的私生子，还把叶安学长给逼走了，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紧紧地盯着温家然的眼睛，似乎不问出一个答案，绝不罢休。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突然这么问，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尤其是他不屑地打量了桌子一眼，然后道：“你那对好爸妈终于把你撵出来了。我早就说过了，你一根毛都比不过安安，那可是老子的种。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从陆家滚出来算了。”什么意思？石从顺和曹佐成面面相觑，不会是他们想的那个意思吧？不会吧，不会吧？反倒是李耀，他默默地放下了手里的烤串，藏在眼睛后面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面前的男人。温家然微微垂下眼，他轻声道：“你喝醉了，这里没你的事，请你离开。”男人却像是没听见一样，继续絮絮叨叨：“小畜生，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就凭你那副德行，还想在陆家混下去？别做梦了！”他越说越兴奋，声音也越来越大，周围吃路边摊的人纷纷侧目。温家然没有说话，少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半张脸藏在阴影里，让人看不清楚神色，但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寂寥气息。他的手指微微蜷起，又缓缓松开，看上去好不可怜。实际上，温家然正在心里对陆彦泽说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陆彦泽冷笑：“陆彦安呗。他们夫妻两个自从知道了陆彦安是自己亲生的后，一直指望着陆彦安从陆家拿钱给他们花泥。他以为自己有了一个靠山，实际上……”陆彦泽慢条斯理地补充道：“实际上，他那个好儿子可把他们当做自己身上的污点，恨不得他们马上消失呢。”温家然一阵无语。陆彦泽的声音轻了不少：“这种人不值得你生气。我不生气，但是我有点烦。”陆彦泽一愣，然后他就听见温家然有些轻快的声音响起：“我能不能揍他？”温家然是不会打架的。陆彦泽清楚地记得上次打架的时候，少年那副怕得要死的模样，他忍不住嘴角抽了抽，还是别去了，万一伤到你怎么办？没关系。温家然的声音里带着点跃跃欲试的兴奋：“你可以教我怎么揍他。”他强调道：“要帅一点的。”见陆彦泽一直没有说话，石从顺有些坐不住了。虽然他看不清陆彦泽的脸，但这不妨碍他脑补对方的脸上露出委屈的神色。他当即站了起来：“叔叔。”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见身边的陆彦泽也站了起来。他的个子很高，几乎比男人高一头，身材修长而挺拔，生得剑眉星目，眉宇间透着一股桀骜不驯的帅气，五官精致的仿佛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此刻居高临下，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男人。男人还在醉醺醺地骂骂咧咧，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悄悄来临。陆彦泽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他缓缓抬起手，扭了扭手腕，发出清脆的咔嗒声。石从顺默默咽了口水，在他惊恐的眼神里，陆彦泽慢条斯理地朝着男人走了过去，然后他猛地伸手，一把抓住了男人的衣领，将他猛地拽了起来。男人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酒意瞬间消散了一大半。“你敢动我？”他的声音有些发虚，但还是强撑着道：“我儿子是陆家的少爷，你敢动我一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陆彦泽歪了歪头：“就凭你？”他突然松开手，男人失去支撑，直接摔倒在地上。还不等男人反应过来，温家然已经在陆彦泽的指导下，抬起脚对着男人的肚子就是一脚。男人惨叫一声，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你！”他手指颤抖地指着陆彦泽，怒道：“你敢打我？我再说一遍。”陆彦泽的声音更低了：“你再敢说一句，我就让你再也说不出话来。”男人被陆彦泽的气势吓住了，酒意也彻底消散了。他看着面前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灰溜溜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并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因此谨慎地后退了2步，然后咬牙切齿道：“你给我等着！”温家然见状，立刻上前一步，双手握拳，做出一副还要打他的样子。男人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终于彻底怂了，转身撒腿就跑，连滚带爬地消失在了夜色中。石从顺松了口气，他看着陆彦泽那张酷哥脸，突然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想象了一下陆彦泽一脸委屈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那场面会把人吓死吧。他忍不住拍了拍胳膊上起的鸡皮疙瘩。曹佐成见陆彦泽望着男人的背影迟迟没有动作，忍不住上前一步道：“没事吧？”“没事。”少年似乎是不想多说，他低垂着眼眸，淡淡的摇了摇头。曹佐成抿了抿唇，自觉对方的心情应该是不太好，因此也不好再多打扰。而实际上，温家然此刻正在跟陆彦泽邀功。“怎么样，我这架势还可以吧？”陆彦泽忍不住笑了：“可以，非常可以。”他要吓死了。温家然有些得意：“那就好，这种人就应该这么对他。”陆彦泽看着他的样子，调侃道：“不过呢，你要是打完人之后手不抖就更好了。”温家然愣了一下：“行，吃你的。”温家然不语，他心齐盯着李耀的脖子，那里已经红透了。李耀有些急了，他咬着牙道：“你别以为我这是在跟你示好，我就是看你。”他卡壳了一下，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口的好。李耀看着垂着头坐在那里的陆彦泽，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一会儿恼一会儿笑的，这让他莫名的想到了一个词：疯了。李耀有些惊悚的看着陆彦泽，犹豫了半天，还是将桌上的烤串递了过去。说起来挺可笑的，他崇拜了陆彦安这么久，
对方在他的心中一直都是完美无瑕的存在。可是刚才那个男人说的话，李耀的眼神暗了暗，他竟然觉得十有八九是真的。那么陆叶安之前所说的一切，难道都是假的吗？李耀抿着唇，心里乱成了一团。温家然见他不吭声了，坏心思的拖长了声音道：哇，李耀，你这是害羞了吗？然后在温家然目瞪口呆的视线里，李耀的脸几乎是在瞬间红了一大片，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子后。他还是第一次看见人的脸能红成这样。温家然低头吃了一口烤串，忍不住抬头又看了一眼，吃一口，看一眼，吃一口，看。陆彦泽忍不住问他到底有什么好看的？温家然被陆彦泽的声音惊得回过神来，他赶紧把烤串往嘴里一塞，含糊不清地说：没什么。他对着面前默默攥紧了拳头的李耀讪讪地笑了笑。李耀深呼一口气，缓缓坐了下来。石从顺自觉经此一战，室友关系必定有所改善。他大大咧咧地往温家然身边一坐，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刚才那个人是……他话还没说完，温家然自然地接话道：我养父。纵然他们刚才从男人的话里就猜出来了，但是从陆彦泽嘴里说出来，还是让他们有些吃惊。石从顺看了一眼李耀，然后压低声音问道：那他说的安安，你觉得呢？温家然放下手里的烤串，他叹了口气道：既然你们都听见了，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只是你们听听就算了，可千万别往外传啊。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其实我跟安安从小就报错了，直到最近我们才换回来。他说的轻描淡写，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刚刚那个男人怎么能跟陆家比？李耀失魂落魄地坐了下来，嘴里还在喃喃道：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我知道你很难相信，但是我们已经做了 DNA 鉴定，一切已经确定了。曹佐成和石从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有关八卦的兴奋，尤其是石从顺，他凑到温家然面前小声道：那陆叶安为什么还在陆家？温家然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报错这件事也不是他的错啊。你也看到了他原本的父母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从小养到大的，怎么可能将他推进火坑呢？他说完低声道：这事也就你们几个知道，你们可一定要给我保守秘密啊。石从顺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又迟疑地说：可是学校里都在传私生子的事情，你就不打算解释一下吗？温家然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了，有些事情越解释越乱，而且我也不想再把这件事闹大了。石从顺沉默了一会儿，忍不住在心中感慨：瞧瞧，什么叫做格局？这就是格局。石从顺对他这个室友佩服至极，换做自己，明明是个豪门少爷，却阴差阳错的被地痞养大，长大回家后不把那个假少爷闹得天翻地覆，就算他不姓石，陆彦泽却一直帮助陆彦安瞒着，甚至都被别人误认成私生子了，都没有反驳过，反倒是陆彦安不感激就算了，还在学校里到处宣扬自己因为陆彦泽被赶出了陆家的事情，这让石从顺对陆彦安更多了几分厌恶。他看了一眼还在发呆的李耀，语重心长的拍了拍温家然的肩膀：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的，不过你也不能一直这样，毕竟大学这么多年，一直被人误会也不是个事，我觉得你还是要回去跟你爸妈商量一下。温家然笑了笑：不用这么麻烦，我爸妈准备举办一个晚宴，到时候你们可一定要参加啊。小说里晚宴是由大哥一手操办的，就是想要给弟弟一个惊喜，没想到却因为主角公的出现，将宴会搅成了一锅粥，给了陆彦泽好大一个没脸，他陆彦安反倒成了人人称赞的对象。算算时间，估摸着也就这几天了，他们这边和乐融融，陆家却已经闹翻了天。客厅里气氛紧张的几乎能掐出水来，陆父和陆母面色凝重的坐在沙发上，陆彦安惴惴不安的站在一旁：爸妈，你们真的打算在晚宴上公开这件事？可是陆父叹了口气：安安，这也是没法的事，小泽毕竟是我们的亲生儿子，我们不能一直将他藏起来，等后天的晚宴上我们会当众澄清这一切。不过你别还害怕，爸爸不会让你回到那种人家里的，到时你会以养仔的身份继续留在家里的。这些年爸爸妈妈跟哥哥们对你怎么样，你心里也清楚，就是个名义上的变化，实际上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怎么可能一样？陆彦安咬了咬牙，心中充满了不甘，他心中一紧，一时口不择言地说：可是爸妈，你们知不知道陆彦泽他有人格分裂？你说什么？陆福猛地站起身，看向陆彦安。陆彦安脸色苍白地后退了一步，随后深吸一口气，勉强挤出一抹笑道：爸妈，真不是我乱说。他将在学校里发现的事情一一讲给了他们听，他越说越激动，就好像是真的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说到最后，陆彦安也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些失态，他舔了舔嘴唇，将老二也拉下了水。不信你们问二哥，二哥今天下午是跟着我一起去的。众人的视线齐刷刷地落在了刚刚一只脚踏上台阶的老二。老二，他讪讪地笑了笑，心中哀嚎着，完蛋了。他属实是没想到陆彦安会把这件完全没有证据的事情放在明面上讲。他今天下午跟着安安出去这一趟回来后，心里很清楚，安安所说的证据其实根本站不住脚，那只是一张写了字的纸。虽然正常人应该不会写我是 XXX， 还写那么多，但那也不能证明陆彦泽有病啊。万一人家就是喜欢写呢？万一那张纸根本不是他的，只是被他装在了口袋里呢？可能性太多了，所以他压根没把这件事当回事，甚至不打算告诉爸妈。没想到
天要亡他啊！陆母的脸色难看得厉害。老二，你说。老二收回脚，看了一眼在场的几人，犹犹豫豫道：那个，其实……大哥不耐烦了，别吞吞吐吐的，赶紧说是。老二眼一闭心一横道：其实我也不确定，可能是我跟安安看错了。陆延安不敢置信地看着老二，老二有些心虚，他竟然生出一种自己是个叛徒的感觉。他连忙摇摇头，将这股感觉从脑子里驱赶出去。陆府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在两人身上扫了一圈，随后严厉道：安安，有些话不能随便说的，一旦传出去，会对小泽的声誉造成很大影响。陆延安低垂着头，聂如琢想要说些什么，却被老二高声打断了。爸，你也别怪安安，当时安安发现这件事后，只是觉得奇怪，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那不是想着他以前生活的那么不好，万一他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也好早点想办法解决。老二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是我提议一起去看看的，安安只是陪着我。大哥和陆府对视一眼，两人都没有说话，别人他们不清楚的性格，他们还不清楚吗？他压根想不起来要去亲自看看燕泽这种话。隐晦的视线落在了陆燕安身上，他身子一僵，却强撑着自己的身体，没有抬头去看。他紧紧地握着拳头，努力保持着镇定。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心也跳得厉害。不能慌，陆燕安，不能在这个时候露出破绽。陆府在心中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安安曾经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身体还一直不太好，因此得到了全家人的特别疼爱。小时候稍有不适，全家人都会围着他转，生怕他受一点委屈。然而他现在看着安安的背影，陆府突然觉得这个孩子似乎变得很多。曾经那个在他印象里柔弱善良的安安，如今却显得有些陌生。陆父的脑海中无端闪现出了那对夫妻的脸，有些嫌恶地皱了皱眉头。或许是因为别人的孩子终归是养不熟的，他叹了口气。陆母看出情况不对，连忙站出来打圆场。他们兄弟两个说的倒也没错，如果小子真的生病了，我们早点发现，早点治疗。陆府点了点头，没有接话。他转头看向自己的大儿子，沉声道：老大，你去给燕泽打个电话，告诉他晚宴的事，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朋友想要邀请的。另外，小泽现在住在学校，我总是不太放心。他沉吟片刻，缓缓说道：算了，反正晚宴的事也就这2天了，没必要麻烦他搬来搬去。等到晚宴结束后，给他说一声，以后就不要住校了，住家里吧。上下学家里也有司机可以接送他。大哥知道父亲的意思是想要将小泽留在家里，好好观察一下。他轻轻颔首：好，到时候我会亲自给他说的。陆叶安站在客厅中央，眼底闪过一丝怨毒和不甘。他紧紧咬住下唇，目光在父亲和大哥的身上扫过，心中暗暗发誓，这次晚宴一定要让陆燕泽出丑，他一定要让他们看清楚，意识到自己才是他们最完美无缺的孩子。陆父最后看了一眼陆燕安，他轻轻地叹了口气，随后起身上了楼。不管陆家闹得如何鸡飞狗跳，温家然这2天过得倒是挺舒心的，跟室友相处得越来越好。学校里有关他私生子的消息，也在大哥雷厉风行的操作下，直接被删了个一干二净。纵然有些人依旧会私底下议论，但总算是没有人敢直接舞到他面前。挂断大哥的电话后，温家然心情颇好的一边穿鞋一边哼曲儿。陆燕泽的声音突然响起：你看起来很高兴。那当然，马上就要到他期待已久的剧情了，他能不高兴吗？温家然语气轻松地说：当然高兴啊，晚宴到时候咱们就能当众澄清自己的身份了。陆燕安的谎言不攻自破，他看起来有些兴奋，仿佛已经预料到了那时的场景。陆燕则浅浅地笑了笑，他了一声。实际上他有很多疑问，为什么上次在烧烤摊的时候，温家然就已经知道了晚宴的事情？要知道，大哥可是刚刚才打电话通知的他们，按理来说，温家然不可能提前知道这个消息。然，陆燕泽的声音很低沉，带着一点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温柔。温家然的动作猛地顿住了，他的手指僵在半空，脸颊瞬间变得滚烫。太犯规了吧？他努力让自己看上去镇定一点。怎么了？下一秒，他听见陆燕泽说：你前几天是怎么知道家里要办晚宴的事情的？宴会当天，整个陆家被装饰得富丽堂皇，巨大的水晶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照亮了整个宴会厅。庭院里、大厅里已经来了不少宾客。陆父正带着老大和自己失而复得的小儿子跟宾客们寒暄。温家然穿着一套裁剪得体的黑色西装，跟在他们2个人后面，只觉得自己的脸都笑僵了。谁能来救救我？自从上次陆燕泽在宿舍问出那句话后，温家然就单方面的跟他减少了对话。他不是不想和陆燕泽说话，而是因为他实在是有些心虚。他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啊？不过好在陆燕泽似乎看出来了他的难处，后面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温家然一边暗戳戳的想着，一边随意的将目光落在了门口，随后目光一凝，救星来了。他悄悄躲到大哥身后，小声道：大哥，我朋友来了。大哥的视线在门口转了一圈，微微皱了皱眉，面上却丝毫不显，轻声道：去吧。门口，曹佐臣和石从顺正一左一右的拉着有些不情不愿的李耀。李耀这个人实在是别扭，明明早就准备好了礼物，偏偏等到了地方，突然就死活不肯进去了，这把曹佐臣他们2个气得够呛。3人一边拉扯着，一边往里面走，迎面就跟一个看起来的很凶的小混混撞了个正着。那人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寸头、
脸上还带着疤，看他们的眼神中透着凶狠。三人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那小混混的视线落在他们身上，从头看到尾，然后有些不确定地说：“你们也是来参加晚宴的？”石从顺咽了咽口水，硬着头皮说：“对，我们是陆彦泽的朋友。”他话音刚落，就见那小混混一皱眉，石从顺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双手抱头蹲在了地上。“别打我！”他喊得声嘶力竭，引起了保安的注意，眼睁睁地看着几个人高马大的保安朝着这里走过来。陈旺，他看上去真的这么吓人吗？他有些讪讪地摸了摸自己的寸头，然后拍了拍石从顺的肩膀，随后一把将他从地上拽了起来，一副哥俩好的样子。那么激动做什么？老大的朋友就是我陈旺的朋友，你们……他的看向身后抱团的两人，豪情万丈的一挥手，以后你们三个就是我罩着的了。石从顺、曹佐成、李耀三人默默地盯着他不说话。陈旺疑惑地说：“你们怎么不说话？”下一秒，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他动作有些僵硬地回头看去，就见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一脸严肃地站在他的身后。陈旺的笑容僵住了，他正准备解释，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等一下。”温家然从远处走了过来，脸上带着笑：“他们是我朋友。”保安恭敬地应了一声，他看向陈旺说：“原来是少爷的朋友，抱歉。”陈旺目视着对方远去，随后兴奋地捶了一下温家然的肩膀：“老大。”温家然被他捶得微微一晃，然后就听到陈旺说道：“这里可真漂亮，我还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温家然笑了笑：“那你以后常来找我玩。”“包的。”陈旺哈哈一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石从顺等人站在一旁，看着陈旺的表现，三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曹佐成走过去，轻声道：“那个彦泽，我们是不是穿的有点太随便了？”他刚才就注意到了，这里的人都穿的西装革履的，只有他们几个。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等人身上的休闲装运动鞋，与这里格格不入的样子，突然担心会给陆彦泽丢脸。陈旺疑惑地看着他们：“随便？怎么随便了？我看你们几个穿的挺好的啊。”他们抿着唇没有说话。温家然反倒是笑了笑：“没事的，你们不用担心，这里的人都是朋友，不会在意你们穿什么的。再说了，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无论穿什么都没有关系。”石从顺和曹佐成对视一眼，表情终于轻松了下来。他们将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递了过去：“祝你回家快乐。”温家然笑眯眯地将礼物接过来，轮到李耀时，他却磨磨唧唧地站在那里不动。石从顺忍不住推了他一把：“李耀，快点啊！你不是早就把礼物准备好了吗？别磨叽。”李耀脸上的表情有些怪，他低下头，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包装简单的礼物，递给温家然，低声道：“对不起。”他的声音很低，几乎听不见。温家然没听清，忍不住问了一遍：“你说什么？”李耀的脸瞬间红了，他抬起头，眼神乱飘，就是不去看温家然。“我说对不起。”他的声音突然提高，吓了众人一跳。温家然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李耀低下了头，声音更低了：“抱歉，之前因为误会你，对你。”他没有说下去，只是顿了一下，继续道：“对不起。”温家然定定地看着他，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还是朋友。”李耀抿着唇没有说话。石从顺和曹佐成在一旁看着，心里都松了一口气，有些矛盾还是早点解决的好，不然憋在心里对双方都不好。陆延安早就注意到了这边，就在他们三人说话的时候，他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神情倨傲的少年，他有着一头耀眼的金发，穿着西装却故意露出里面的黑色衬衫，五官精致，却透着一股子倨傲。他的眼神扫过面前的几人，嘴角缓缓勾起一个嘲讽的笑容。他站在众人面前，双手插在口袋里，微微仰着下巴，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说道：“你就是陆彦泽。”温家然瞳孔地震，天杀的，这个人怎么跟他表哥长得一模一样？温家然试探性地问道：“你谁？这下敢这么跟我们老大说话？”他本就长得高，又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对方本能的身子一顿，但很快恢复了傲慢。“我是谁？你还不配知道。”他一边说着，一边故意的抬高下巴。温家然硬生生的从他身上看到色厉内荏的模样，他沉默了一下，拉了拉陈旺的胳膊：“算了，别跟这种人一般计较。”他话音刚落，脑海里传来了陆彦泽的声音：“傅明堂，富家独子，平日里一直生活在国外，近几年才刚刚回国，为人倨傲，谁都不放在眼里，唯独对陆延安青睐有加。”温家然愣了一下，他和陆彦泽已经许久没有这样交流过了，此刻听到他的声音，他竟然觉得有些安心。陆彦泽还在说傅家在商界很有影响力，陆延安又一直巴结着他，他能出席并不让人意外。温家然想了想，还是轻声道：“我知道了。”他神情怔愣地看向傅明堂，眼神飘忽不定。这个身份，怎么连名字身份也一样？他在心中狂叫系统，系统却像是死了一样，没有一丁点的回应。而傅明堂，他被陆彦泽的眼神看得心里发毛，忍不住挪动了一下脚步。“你这是什么眼神？”他试图用挑衅的眼神掩饰住自己心中的不安。“难道我说的有错吗？你不就是一个土包子吗？没被接回来之前，你见过这些东西吗？还有你那些朋友，一个个穿的要么土，要么跟街边小混混似的，还敢来参加这种场合？”
傅明堂的话就像是一把刀，直直地刺进了曹佐成等人的心里，他们的脸上带上了些不自在。周围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里，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温家然的脸色瞬间冷了下去，他沉声道：“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你一下，这里是我家，我想邀请什么人是我的自由，我的朋友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傅明堂嗤笑一声，他平日里嚣张惯了，不管做出什么事情都有家里人给他摆平，所以尽管今天是在别人家，他依旧不懂得收敛。他轻蔑地看了一眼面前的几人，然后缓缓说道：“你这种出身的人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么多年都是在外面长大的，就不要回来肖想不属于你的东西。”温家然没有搭理他，他看向了站在傅明堂身后的陆延安身上，陆延安的脸上带着一抹不自然的潮红，瞳孔微微放大，看上去有些兴奋。他看着眼前人，缓缓扯出一个笑容：“是挑衅。”傅明堂的声音还在继续：“我要是你，就老老实实的滚回自己的泥窝里去，不在这儿碍我们安安的眼。”此话一出，周围瞬间安静下来，就连有些跟着傅明堂一起来的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点不忿。说到底，陆延安的身份在圈内早就不是秘密了，之所以没有人疏远他，也是看在他没有被陆家扫地出门的份上，后面又多了傅明堂回国，想要巴结傅明堂却没有渠道的人，纷纷选择了从陆延安这里迂回一下。只是说到底，陆延安现在只能算是个养子，对面的陆燕则是陆家正儿八经的小少爷，从今晚的晚宴就能看出来，陆家对他很重视。这傅明堂脑子到底怎么长的？怎么会觉得陆家会放着自己亲？他一边说着，一边挥着拳头就朝着傅明堂的脸砸了过去。金尊玉贵的小少爷哪里见过这个，直接吓傻了，下意识的抬起手去挡，但陈旺的拳头还是结结实实的打在了他的脸上。傅明堂的脸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他捂着脸，疼得直叫：“你敢打我！”陈旺可不管他这少爷那少爷的，他只知道面前这个人侮辱了陆彦泽。他瞪着眼睛不屑道：“你他妈的再骂一句试试，打的就是你！”傅明堂简直要气死了，他朝着陈旺就扑了过去，而陆彦安也被这一幕吓傻了，一时之间竟然忘了去拦。陈旺的身手显然不是傅明堂能比得过的，他轻松的就躲过了他的攻击，还抽出空又给了他几拳，打得对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看上去狼狈不堪。温家然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这一幕，对方虽然不是他表哥，但架不住跟表哥长得一模一样，他还从未见过表哥的脸上会出现这种表情，就是有些可惜，这里的照片不能发到他那边的世界去，不然他高低要拍几张照片。他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此时陆延安已经反应过来，他忍不住喊道：“陈旺，你住手！这里是陆家，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温家然的目光一凝，他狐疑的目光落在了陆延安的脸上。陆延安还不自知，他现在的注意力全放在了陈旺身上，若是真让他把夫家独子打出个好歹来，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陈旺根本不在乎他的威胁，他冷冷的活动一下手腕：“陆家？什么叫你们陆家？你跟这里的人又没有血缘关系。”他指着陆彦泽道：“这才是陆家的正牌少爷，这里是他家，你从哪冒出来的？赶紧给我滚回去，轮得到你管我！”陆彦安被气得脸色铁青，几乎是瞬间就失去了理智。他离陈旺有些距离，但离陆彦泽还是挺近的。一时间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陆彦安猛地上前一步，抓住陆彦泽的手腕，用力一推。温家然毫无防备，身体失去平衡，直直地向着池塘坠了下去。他不会游泳，这个池塘的水还颇深，水一下子没过了他的头顶。温家然开始拼命挣扎，双手乱抓，试图抓住些什么，可却什么都没有抓到。岸上的其余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纷纷围了过来，惊呼声一片。陆延安站在原地，看着温家然在水中挣扎，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低下头，眼神里满是阴沉。他知道，他完了。陈旺第一个反应过来，但他并没有很着急，因为陆彦泽的水性极好。然而1分钟过去，陆彦泽没有一点游上岸的动静。陈旺开始担心了，他不再理会傅明堂等人，走到池塘边，一个猛子扎了进去。他迅速地潜入水下，然而池塘的水并不清澈，如今又是晚上，水下一片昏暗，视线极差。陈旺一时半会还真没看到陆彦泽的身影。与此同时，温家然在水中挣扎着，冰冷的水淹没了他的口鼻，肺部开始剧烈的灼烧，仿佛撕裂一般的疼痛。他听到了有人下水的声音，因此想要呼喊对方自己在这儿，但水灌入了他的喉咙，让他没法发出任何声音。他的四肢逐渐失去了力气，身体在水中下沉。温家然，温家然，是谁？谁在喊他？温家然迷迷糊糊地想起了这个声音是谁，是陆彦泽。一股难以言喻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他现在用的是陆彦泽的身体，他要是死了，陆彦泽会死吗？大概会吧。温家然鼓足了劲，又向上滑了几下，但他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彻底变成了一片黑暗。陆彦泽简直要急死了，他感受到了从温家然身上传来的深深绝望的感觉。他猛地一咬牙，凭借着直觉，灵魂的力量开始在身体里拼命挣扎，试图冲破桎梏，重新掌控身体。不能死，求你，一定不能死。下一秒，他感受到了什么？那是水流划过身体的触感，肺里是因为吸入了太多的水而带来的剧烈的疼痛。陆彦泽立马反应过来，他向着水面上游去，途中遇见了来寻他的陈旺。陈旺来不及多想，
一把拽住陆彦泽的手腕，带着人来到了岸边。一上岸，陆彦泽的身体就不受控制的瘫倒在地，他开始拼命的咳嗽，大口的喘着气，视线逐渐变得清晰。从他落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去通知了陆家人。此时，陆彦泽可以看见大哥、二哥、陆父陆母正朝着这里赶来。他的目光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停留多久，很快就落在了站在一旁的陆彦安身上。陆彦泽面无表情的收回视线，随后缓缓站了起来。他的身体刚刚经历了溺水的折磨，全身上下哪里都是疼的，面上却丝毫不显。他一步步的走到了陆彦安身边，陆彦安仰着头看他，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下一秒，一只手猛地掐住了陆彦安的脖子。你怎么敢推他的？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陆彦安，眼神冰冷，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陆彦安惊惧地看着面前的人，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喉咙里只能发出微弱的咯咯声。他开始拼命地挣扎着，双手将陆彦泽掐住自己脖子的手挠得鲜血淋漓，但是陆彦泽似乎铁了心的想要他死，那只手如铁钳一般，根本挣脱不开。你知不知道他刚才差点就死了？陆彦泽此时像一头暴怒的雄狮，没有人怀疑，如果不去阻止他的话，陆彦安绝对会被他活活掐死。但是周围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是没有一个人敢来。就连傅明堂此时此刻也是脸色发白的站在一边，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懵。好在陆家其他两个儿子来得很快，大哥一把抓住陆彦泽的胳膊，安抚道：小泽，你别太激动，先把手松开一点好不好？陆彦泽没有说话，他在脑海中拼命地呼唤着温家然，可是对方毫无动静，这让他开始感到焦躁。他死死地咬着牙，嘴巴里逐渐泛起了铁锈味。老二情急之下，直接抱住了陆彦泽的腰，试图将他跟陆彦安拉开，可是没有用，根本拽不开。陆彦安的眼前开始发黑，就在他觉得自己要死了的时候，陆彦泽突然放开了手，他身子一软，就跌在了地上，双手捂住已经青紫的脖子，劫后余生的大口大口的喘气。大哥和老二以及赶来的陆父陆母都松了一口气，只是还不等他们彻底放下心，就见陆彦泽居高临下的冷冷地看着陆彦安，紧接着他抬起脚狠狠地踹在了陆彦安的腹部。陆彦安发出一声尖叫，疼得蜷缩成一团。陆彦泽并没有停手，他的脚一次次地落在陆彦安的身上，愤怒让陆彦泽失去了理智，他的动作越来越狠厉，就连陈旺都看不下去了，唯恐老大当着这么多人面把人活活打死，他连忙上前一把搂住了老大的脖子。陈旺对天发誓，他还从未用过这么温和的声音说过话，可惜没有用。陆彦泽根本不听他那一套，直到老大老二都反应过来，三个人合力才将陆彦泽从陆彦安的身边拉开。尽管如此，陆彦泽还是挣扎着想要过去接着打。就在这时，地上一直不吭声的陆彦安身体突然僵硬了一下，随即缓缓地瘫软下去。他的脸色苍白的吓人，嘴唇也开始发紫，额头上全是冷汗，双手紧紧捂住胸口，表情看上去十分痛苦。陈旺脑子里的那根绷紧的弦彻底断了，怎么办？老大不会真的把人打死了吧？啊！陆母惊恐地大喊起来，她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她心脏病犯了，快叫救护车！老大老二此刻也顾不得陆彦泽了，两人纷纷跑到陆彦安身边查看情况。与此同时，已经有家庭医生赶过来对陆彦安进行急救。陆府重重地叹了口气，整个人看上去苍老了不少，他一个接着一个的将宾客送走。石从顺、曹佐成和李耀三人面面相觑，他们谁都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种局面，一时间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后还是石从顺一锤定音的表示，接下来是别人家的家事，他们留在这里也不好，先回学校再说，等到外人都走了个干净。大哥站起身，他有些烦躁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也没点燃，就这么夹在手心里。随后他走向表情冷淡的陆彦泽旁边，解释。他的额角青筋暴起，不难想象他此刻究竟是用了什么毅力，才将暴怒的心强行压下。陆彦泽冷冷地看着他，解释什么？大哥的手不自觉地握紧，将那只可怜的香烟在手心里揉成一团。他深吸一口气说道：安安差点就死了，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陆彦泽盯着他，我也差点死了。说完，陆彦泽的嘴角微微翘起，再说了，他死了不是正好吗？看着不远处赶来的救护车和医生，陆彦泽可惜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半张脸一半在灯光下，一边隐藏在黑暗中。光与暗的交错间，大哥听见陆彦泽轻声说道：来得真快，可惜了。陆彦泽被禁足了，学校那边请了几天假，大哥让几个保安轮流守在陆彦泽的房间门口，不许他出这个房间。陆彦泽曾从窗户里向下看过，对他来说这个高度不算什么，他要是想跑，随时都可以从窗户离开，但他现在也没有那个心思，因为温家然不见了，他像是从陆彦泽的身体里消失了，不管陆彦泽怎么喊怎么做都没有一丝回应，就跟之前他消失的情况一模一样。陆彦泽学着之前的法子，在纸上写下了一句又一句：我是温家然，我是温家然，我是温家然。只写满了一张又一张，陆彦泽觉得手指磨得生疼，但是没有用。温家然好像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但经历过之前那一遭，陆彦泽还勉强能保持冷静。他记得上次然然是消失了10几天就出现的，这次会不会也是这样？他舔了舔后槽牙，默默地计算着时间。这场禁足并没有持续多久，不过3、4天的功夫，大哥回到别墅，打开陆彦泽房间门的刹那，他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只见屋内的地上到处扔的都是被撕得七零八落的纸。他弯下腰捡起一张看了一眼，只见上面写满了5个字：我是温家然。大哥艰难地吞咽了口水，他缓缓抬头看向了躺在床上的陆彦泽。陆彦泽静静地看着他，眼底是化解不开的浓郁的黑色，随后缓缓地露出一抹笑。怎么，要放我出去了？他嘲讽地说道。还是说陆彦安死了？大哥的脸色微微一变，拿着纸的手都有些颤抖起来，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你们知不知道陆彦泽他有人格分裂？陆彦安之前的话再度在他耳边响起。大哥看着面前的人，突然想到了那天晚上，那个乖乖的坐在桌前等他做面的陆彦泽。巨大的荒诞感袭上心头，他忍不住想，那个时候的陆彦泽跟现在的这个陆彦泽真的是一个人吗？大哥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尽量语气温和地说道：安安已经醒了，他身子弱，估计还要再住一点时间院。哦，陆彦泽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那是一种毫不在意的冷漠。大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房间里一时安静下来，许久，久到大哥觉得自己站的腿都有点酸了。他活动了一下腿脚，然后走到了陆彦泽身边。小泽，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爸妈决定将安安从户口里迁出去。他的语速很慢，一边说一边仔细地观察着陆彦泽的表情。日后他就不是咱们陆家人了，他想回他亲生父母那边也好，亦或是不认他们也罢，都跟咱们家没有关系。只是，他顿了一下，又道，只是到底有了这么多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爸妈会给他一些公司的股份，也算是全了这么多年的感情。陆彦泽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抿着唇冷声道：跟我说这些做什么？大哥弯了弯眼睛，伸出手想要摸一摸陆彦泽的头，被对方警惕地躲开。他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小泽，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虽然你从小没有在我们面前长大，但你永远都是我们最亲的人。既然你跟安安无法和平相处，那么家里人只会放弃他。说起来，这事也让老大很是意外，做出这个决定的人不是父亲，而是一直对安安表现得十分疼爱的母亲。当他说出要把安安从户口里迁出去的时候，就连陆父都震惊地看着他。可是母亲只说了一句：安安与小泽关系不好，如今又出了这样的事情，既然要断就断干净吧。而这次，即便是之前最是护着安安的老二，竟然也抿着唇一言不发。陆彦则沉默地看着面前的男人，他的喉咙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在他的心中，一直都觉得自己现在的这两个所谓的父母对陆彦安的疼爱远远大过于自己，不然为什么在已经找到他的情况下，还继续养着陆彦安呢？还让他们维持着那可笑的兄弟关系。没有人知道陆彦泽在最开始知道自己是报错的时候有多么的欣喜，不管是谁也好，不管贫富也好，只要能让他脱离那对恶心的夫妻就好。可等他真的见到了人，还是难免生出一丝贪心来。爱我吧，接纳我吧。直到他看见了陆彦安从楼上走了下来，怯生生地喊他三哥。一盆冷水将他躁动的心浇了个透心凉。当他在那对夫妻手里受尽折磨的时候，眼前这个人却在这个家里享受着属于他的一切。即便是现在他回来了，他依旧还在这里。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和嫉妒几乎填满了他的心。凭什么？可他又能做什么呢？所以他只是绷着脸，什么也没说。小泽，大哥的声音将陆彦泽从记忆里拉了回来。他有些怔愣地看过去，就看见大哥小心翼翼地看着他，轻声道：小泽，我知道你最近心里不好受。他委婉地想着措辞，大哥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医生。陆彦泽的表情忽地冷了下去。我不去。温家然从床上猛地坐了起来，他小脸煞白，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液浸湿，他的身体还在不由自主地打着颤，连带着牙齿也磕碰在一起，发出咯咯的响声，心跳如肋骨般急促。温家然深呼吸了好几次，勉强让自己平静下来。系统，系统，他在心中焦虑地呼唤着。好在系统这次没有再装死，熟悉的机械音传来。我在那边死了吗？没有。温家然猛地吐出一口气，身体一软仰面躺在了床上。没死就好。如果真的连累着陆彦泽跟着他一起死了，温家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都过不太好了。他没有再说话，只是躺在床上，双眼无声地望着天花板。他在等自己的心跳逐渐平缓下来。过了不知道多久，温家然又问道：陆彦泽后来怎么样了？没死。温家然多说几个字会死吗？他想了想又问：为什么那边会有跟我表哥一模一样的人？系统没有回复，温家然就这么静静地等着，一直等到他都有些不耐烦的时候，系统才冷冰冰地回复：那边是书中的虚拟世界，有时候会选用现实世界的人物样貌投放在里面扮演 NPC， 宿主可以放心，那个人与现实中的人没有任何关联。温家然半信半疑，但也没有证据来反驳。他缓缓坐起身，宿舍里静悄悄的，室友们都不在。他皱了皱眉，拿起手机一看，随后发出一声哀嚎：我的走吧。他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换好衣服便往外冲。好在勉强赶上，温家然气喘吁吁地坐下，将学习以外的事情抛之脑后，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整整一天，温家然都心神不宁的。他在想，那个让他差点丧命的溺水事件，陆彦安这次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他推下去的。
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惩罚。陆父陆母应该没有理由再包庇他吧？他暗暗的想着。只是温家然想到一个最为关键的事情，他们这两边的流速不一样，这里1天，那边就过了15天，陆燕泽会怎么样？想到自己上次回来后再返回的时候看见的那张写满了自己名字的纸，温家然无端打了个寒战。陆燕泽他一定会很崩溃吧？他要快点回去。想通了这点，温家然索性逃了下午的课。他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试图让自己快点入睡，以便于返回那个世界。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温家然拿起来一看，是表哥的视频电话。他想了想，还是接了起来。表哥，怎么了？傅明堂的脸就这么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温家然的心瞬间一紧，只见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看上去像是被什么东西暴打过一样。也没什么。傅明堂有些犹豫的指了指自己的脸。你发现什么了吗？温家然沉默了片刻，迟疑道：你跟人打架了？傅明堂摇摇头，他叹了口气，语气温和的说道：没有，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今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脸上多了这些伤口，还有这里。镜头不断的往下，落在了傅明堂的膝盖上，那里又黑又紫的肿得老高。傅明堂还在抱怨，我妈现在怀疑我们家里不干净，今天还张罗着驱邪呢。温家然的心在不断的下沉，他想到了另一个世界被陈旺暴打的傅明堂，当时陈旺打的好像就是脸吧。想到这里，温家然也没有了说话的心思，他勉强挤出一抹笑，没想到小姨还信这个。对啊，你是不知道。傅明堂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温家然心里焦虑的不行。系统明明说过两个世界并没有牵连，可是表哥身上无缘无故出现的伤根本就是跟那个世界一模一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在心中疯狂的呼唤系统，系统却开始装死，一言不发。温家然摸了摸狂跳的心脏，心一横，将手机给按了关机。等表哥问起来就说手机没电关机了吧。他现在要去找到这件事的真相。他一边想着，一边将手机放在床头，自己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进入睡眠。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迷迷瞪瞪的睡了过去。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坐在椅子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而他的对面坐着一个文质彬彬的医生。他看见医生拿起桌上的病历本，轻轻翻了几页，然后抬起头，目光温和地看着他。燕泽，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心里不太舒服？比如情绪低落，或者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温家然有些怔愣，因为他发现他根本控制不了这具身体，身体目前的主人还是陆燕泽。他听见陆燕泽嗤笑一声，然后吊儿郎当地说道：没有。医生并不为此感到生气，他抬了抬眼睛继续道：可以跟我聊聊温家然吗？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陆燕泽的声音忽的就冷了下去。温家然？那是谁？我怎么知道？医生直直地看着他，像是要看透陆燕泽的伪装。他轻声道：既然你不知道，又为什么在纸上写这3个字，还写了那么多？陆燕泽不耐烦了，他猛地站了起来，身后的椅子在地上发出一道尖锐的摩擦声。我都说了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写着玩吧，你们管我呢？我说了我没病，我也不需要看病。他说完后便摔门走了出去。陆父陆母在外面就听到了里面的争执声，他们有些担忧的看了陆燕泽一眼。如果温家然没有看错的话，陆母的眼中甚至有着星星点点的泪光。夫妻2个走了进去，不知道在跟医生交流着什么。陆燕泽百无聊赖地坐在椅子上，他垂眸盯着地面。7天了，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温家然还是没有出现，他会不会不出现了？这个念头就像是扎根在了他的脑海里，他越不想去想，便越要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陆燕泽有些头痛地揉了揉眉心。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那个陆燕泽。陆燕泽的心猛地一颤，他强装镇定，从喉咙里挤出一声：那个你为什么会在医院里啊？少年问得小心翼翼，生怕听到自己不想要的回答。没事。陆燕泽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沙哑，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不想让少年为他担心。还是因为之前那件事？温家然当然知道是什么事，他忍不住道：会不会把你关在这儿？他以前去过一次精神病院，那里的人们有的被束缚在床上，有的被关在房间里砸门，这让温家然的心中开始不安起来。你想什么呢？陆燕泽轻轻笑了笑。温家然跟他在一个身体里，看不清他的神色，他也觉得自己想的太多了。陆家家大业大的，怎么可能将陆燕泽丢在精神病院里？他松了口气，声音都轻快了不少。那就好，我就是有点担心。陆燕泽没有说话，他垂下眸子盯着地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温家然原本想问问他，那天他离开后，后面都发生了什么。他喊了2声陆燕泽，对方都没有反应。温家然突然觉得气氛有些尴尬起来。陆燕泽不会是嘴上不说，心里怪他吧？要不是他也不会被带到精神病院。温家然越想越心塞，甚至还有些委屈，他默默地闭上了嘴，不吭声了。然，就在温家然独自生着闷气的时候，陆燕泽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他闷闷的了一声。怎么了？陆燕泽的左手死死地握着右手，胳膊上青筋暴起，但他的神色静静的，语调慢慢地说：你以后不要再离开我了。温家然心间一颤，陆燕泽看着地面，
那里有一小滩不知道是谁洒在地上的水。透过水滩，他看见了自己的脸，一张虚伪的带着温和笑意的脸。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明明温家然出现在他生命里并没有多长的时间，但他的情绪总能轻易地被对方左右。他消失的这几天里，陆燕则觉得自己的心脏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煎熬。他总是一边安慰自己温家然会出现的，一边又忍不住地在想，要是他离开了呢？再也不会出现了呢？这种恐惧让他变得越来越焦虑，甚至有些偏执。不过幸好，温家然又出现了。陆燕则坐在椅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椅子的扶手，他声音低沉地复述了一遍：我说，你以后不要再离开我了。还不等温家然说话，他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我不懂副人格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让你一直操控身体？为什么你会时不时的消失？还是说是我的病太轻了？陆燕则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他声音低了下去：一定是我的症状太轻了，所以导致你不能一直出现，对不对？如果我的病情加重一点，你别这样，冷静一点。温家然的声音打着颤。他到底消失了多久？最多也就10几天吧，怎么陆燕则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他到底错过什么了？但是不能让陆燕则再说下去了，他要是真的因为自己真的变成了精神分裂，温家然只是想想就觉得要命。陆燕则久久没有说话，好半天，他突然向后一靠，嘴里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抱歉，吓到你了。温家然没吭声，陆燕则也不在意，他轻声道：或许这个地方有些仓促，或许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会感到震惊，甚至害怕，但是请你相信我，在你消失的这几天里，我已经想了很多遍，我很确认我接下来说的话是认真的。温家然，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连忙出声打断：等等。与他的声音一起响起来的是陆燕则的声音：我喜欢你。温家然被这4个字砸得晕晕乎乎的。如果他现在有实体的话，陆燕则就会看见他整个人瞳孔地震，震惊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你别害怕，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可能有点惊天骇俗。陆燕则尽量语气温和地安抚着少年的情绪。但是我这几天查过很多资料，主人格爱上副人格的事情虽然少见，但并不是没有，甚至还有很多人写这种类型的小说呢。他们称之为……他卡壳了一下，随后迟疑地说道：水仙。虽然他并不觉得他跟温家然是水仙就是了，但是这不妨碍他用这个来迷惑引诱温家然就是了。你……温家然艰难地发出了一个音节。就听陆燕则自顾自地说道：最近爸妈以各种名义给了我不少钱，而且我已经18岁了，如果你害怕被人发现强行治疗的话，我们可以搬出去，去别的城市也行，我的钱足够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可以买一套房子，你喜欢什么风格都可以，还要买一个大大的衣柜，可以放下我们2个的衣服。在温家然被震惊的说不出来话的时候，陆燕则越说越兴奋，末了他突然顿了一下，就是那个证还没有办法。眼见着他都开始畅想结婚证的事情了，温家然忍无可忍的出声：谁要跟你结婚了？陆燕则面不改色的改口：不结婚，先谈的恋爱。温家然，他脑子里晕乎乎的，有些迟疑的想：好家伙，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他咬牙道：你想都别想。陆燕则也不生气，这种事情一般人都很难接受，他要给然然足够的时间去消化他今天说的话。只要他的病没好，然然还在，那么一切都来日方长。终于将憋在心里许久的话说出口，陆燕则看上去心情颇好，他掏出手机在绿泡泡上划了许久，最终点开了陈望的对话框。陆燕则：陈望，陈望，你谁？警惕猫猫头。陆燕则：陈望。下一秒，陆燕则看到了陈望打过来的视频电话，他皱了皱眉，一下将其挂断。陈望，不是误触。陈望，你谁啊？等等，是不是老大的手机丢了，被你捡到了？你可以告诉我你在哪，我去拿。陈望，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不会是偷手机的吧？陈望，我跟你讲，我老大这个手机很贵的，你最好乖乖放回去。陆燕则，他沉默了许久，最后缓缓地发过去2个字。陆燕则，本人。陈望，你觉得我会相信？我老大从来不会发上面那种无聊的信息。陆燕则，视野只能跟着陆燕则的视野移动的温家然不可避免地看到了这段消息，他一下子笑出了声，但随即想到自己正在跟陆燕则生闷气，连忙闭上了嘴。陆燕则有些无奈，他知道陈望向来一根筋，今日这事要不说清楚了，恐怕他能一直闹下去。他想了想，打过去了一个视频电话，几乎是秒接，陈望的大脸出现在了屏幕里。他看着陆燕则，狐疑道：不会是 AI 换脸吧？陆燕则，他深吸一口气，冷声道：陈望，你的限量版球鞋没有了。电话对面立马传来了陈望鬼哭狼嚎的惨叫：不要啊，老大，不要啊！只是不等他惨叫完，陆冷酷无情燕心狠手辣的已经挂断了电话。陈望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球鞋，我之前答应了要给他买。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对温家然解释，随后歪了歪头问他：你喜欢球鞋吗？温家然：喜欢，他可太喜欢了，但身为当代新青年，不受控嗟来之时，他会自己买。下一秒，他就听见了陆燕则口中缓缓吐出一个品牌。这个牌子的呢？温家然瞳孔地震，
这个牌子的球鞋根本不是可以用喜欢不喜欢来形容的，他在现实世界里一次都没有买到过，主要是他根本不对外出售，他在现实世界里一次都没有买到过。可恶，太可恶了！陆彦泽竟然拿这个东西来诱惑他。久久没有等到温家然的回复，陆彦泽以为对方并不喜欢这种东西，他有些遗憾地说，既然你不喜欢，那就喜欢。温家然冷酷无情地打断了他。陆彦泽轻轻笑了笑，温柔道，那买2双。温家然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但还是装作扭捏地说道，那倒也不用那么多，他们1季度就出一个款，用不着2双一模一样的。你1双我1双，情侣款。温家然突然不是很想要了呢。从医院回来，陆父陆母提了一袋子的药，由陆母打头温声细语地劝陆彦泽吃掉。陆彦泽起初反抗了几次，但陆母几乎是下一秒就会落泪，他沉默了一下，然后答应了吃药的事情。但他看起来阳奉阴违的事情没少干，每天都将药片给神不知鬼不觉地丢掉了。陆父陆母也不知道，只以为儿子在积极配合治疗，心里欣慰的不行。除此之外，日子与从前一样，只是这次操控身体的变成了陆彦泽，而他则只能待在陆彦泽的身体里，这让他时常觉得无聊。另外，他也发现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陆彦安的存在似乎被陆家整个抹去了。原先属于陆彦安的房间，此刻已经被整理了出来，当做了客房使用，甚至就连一扇刻着从小到大的身高变化的门也被换成了别的。据说这一切都是陆母要求的，她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之前舍不得陆彦安，让他与陆彦泽做兄弟的是他，如今醒悟过来，直接狠心将陆彦安的一切痕迹都从家里抹除的也是他。而学校里，温家然也没有见过陆彦安的身影，根据曹佐成他们的说法，陆彦安似乎是办理了休学，不过这些已经跟温家然没有关系了。他的任务完成了，但是后续的任务却迟迟没有发布，这让他有些心急，但又无可奈何。日子就这么平静的过了几天，中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那就是他故意将声音放得很大，沙发上的2位家长都适时的看了过来。温家然懵了，表弟？谁？不会是我吧？不去。陆彦泽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想也没想直接开口拒绝。傅明堂不死心，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而且我表弟这个人可有意思了，你们一定会玩得很好的。他精得很，说完这话还冲着旁边的2个大人喊道，我说的没错吧妈？父母笑着点点头，扭头对陆母说道，我那个外甥从小在国外长大，对家里不是很了解，不过人是个好孩子，他们能在一块玩，我也放心。陆母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彦泽，你就去吧，你们年纪小，能玩到一起去，多认识些朋友也是好事。陆彦泽皱眉，他看了一眼傅明堂笑得贱兮兮的，就觉得准没好事，但双方家长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陆彦泽也不好当众下母亲的面子。他淡淡的说，好吧，别去。温家然惊慌的声音响起，陆彦泽一怔，剩下的话在舌尖上滚了一圈，硬生生的咽了回去。他也没想面不改色的说，好吧，那我也不去，我对这种东西没兴趣。傅明堂，他本来想喊上陆彦泽，就是想着到时候到了他的主场要好好收拾一顿他，给自己出口气，但现在人家都说到这份上了，他也不是死缠烂打的性子，因此也冷了脸，不说话了。父母见状，适时站了起来，脸上还挂着温和的笑意。好了，陆太太，今天打扰你们了，既然2个孩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们就先回了。陆母起身相送，她的脸上还带着一点歉意。彦泽这孩子有时候脾气倔得很，让您见笑了。都是当妈的人，懂的，就不说我家这个，只说我外甥，平日里可乖巧了，前段时间不知怎地跟他妈吵了架，硬是自作主张的订了机票，非要回国，他妈忙得很，没法子就把他托付到我这儿了。说着他叹了口气，现在的孩子啊。不等他说完，傅明堂就不乐意，他嚷嚷着，什么？明明就是小姨的错，他都跟我说了。他后面说了什么，陆彦泽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家人，他的心头一跳，一个荒谬的想法涌上心头，他一把拉住了傅明堂的胳膊，急声道，你表弟叫什么？傅明堂有些莫名其妙，他使劲动了2下胳膊，想要将手从陆彦泽的怀里拽出来，但他力气太大了，他拽了2下硬是没拽出来，急了，我表弟叫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不去吗？他一边说着，一边去看陆彦泽，然后整个人都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他看上去情绪有些激动，黑黝黝的瞳孔死死地盯着他。他犹豫了一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温家然。温家然这个名字在陆彦泽的脑海中回荡，他怔愣地松开了手，有些迷茫地看着傅明堂，你确定他叫温家然？傅明堂点点头，当然确定啊，我表弟的名字我怎么会记错？你到底怎么了？你认识他？他狐疑地看着陆彦泽，随后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可能啊，我知道你的事，而且我表弟常年都生活在国外，一共就没回来过几次，你们怎么可能认识？但陆彦泽根本听不进去傅明堂讲话了，他在脑海中喊了温家然好几声，但对方都一声不吭。温家然早就慌了，从刚才傅明堂说自己表弟的时候，他就一直有种不好的预感，没想到还真是叫温家然，千算万算没算到这里还有自己的事，早知道当初就直接编个假名字了。怎么办？怎么跟陆彦泽解释啊？重名重姓也不是不可能对吧？他
他想来想去，自己心里也没底，索性装死。陆彦泽见他不说话，觉得自己那个荒谬的念头很有可能是真的，他猛地看向傅明堂道：“我去。”傅明堂，这人神经病吧？眼看着两位妈妈走在前面，离他们有些距离，他暗戳戳地白了陆彦泽一眼：“你有病吧？一会去一会不去的。”他说完便警惕地后退了几步，生怕陆彦泽揍他。那天陆彦泽在泳池暴揍陆彦安的场景，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抱歉，陆彦泽从善如流地改了口，他眉眼低垂，一脸诚恳地说：“我是真的想去。”傅明堂一脸狐疑地看着他，这家伙不会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坏点子吧？他犹犹豫豫的没有说话，结果就听见陆彦泽叹了口气说：“算了，我不去了，估计也没意思。”岂有此理！傅明堂想都没想，他一把抓住想要转身的陆彦泽的胳膊，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怎么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存心给我难看是不是？去，必须去。”他已经想好了，不管这家伙到底有什么坏心思，到时候也是到了自己的地盘上，自己还能怕了他不成？他心里已经暗戳戳地盘算着到时候都请谁去现场的事。傅明堂心里存着事，也不跟陆彦泽多说，撂下一句：“到时候地址发你手机上。”说完便生怕陆彦泽反悔，急匆匆地追着前面两人去了。陆彦泽站在原地，神情晦暗不明。“那个，你真要去啊？”温家然吞吞吐吐地问道。最近也没什么事，有些无聊，不如出去找点乐子。”陆彦泽的嘴角缓缓翘起，声音轻柔，却如巨石一般重重地落在了温家然的心上。绝对不是因为他的表弟叫温家然，然而你就放心吧。温家然，别以为他听不出来，这货就是在光明正大地试探他的吧。陆彦泽见温家然不说话，听说他是混血呢。与他外表上的平静不同的是，陆彦泽垂在身侧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荒谬，太荒谬了！他怎么会觉得一个在现实中活生生存在的人会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呢？他甚至都没见过那个人，但是直觉告诉他，或许这么荒谬的事情切实发生在了他的身上也说不定呢。陆彦泽每一根神经都在兴奋地跳动着，他咬了咬牙，将那股莫名的躁动压制下去，舌尖尝到了点点散开的铁锈味。然，我只是好奇而已。他的声音轻柔，但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温家然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他已经逐渐冷静了下来，他大脑转得飞快。哪怕他觉得这个世界或许真的跟他所在的世界有所牵连，但是他并不认为一个世界里会存在两个自己，所以他并没有回答陆彦泽，反而平静地问向系统：“系统，这个世界真的还有一个温家然吗？”沉默，长久的沉默后，温家然终于收到了系统的回复：“理论上没有。”但是，沉默寡言的系统小姐看着不断弹出来的数据错误的信息，罕见的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她的脑袋开始高速运转，试图找出这些错误的源头。但这些错误信息像是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系统小姐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开始发烫。如果她有的话，数据错误，数据错误，数据错误，一连串的消息出现在温家然的脑海里。温家然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系统崩溃，系统即将关闭，请等待重启。系统小姐没有了声音，而陆彦泽对这一切一无所觉，他还在安静地、虔诚地等待着脑海中的那个人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但一切都被某个没有一点眼力见的金毛给毁了。傅明堂上了自家的车后，才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压根就没有陆彦泽的任何联系方式。此时的他正臭着脸站在陆彦泽身前，举着手机，言简意赅道：“加我。”陆彦泽的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用舌尖顶了顶腮，神情阴郁地看了一眼傅明堂，然后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傅明堂，他感觉脖子后面凉飕飕的，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阴晴不定成这样，也不知道他家里人怎么受得了他的。怪不得听说这话题转得实在生硬，温家然被问懵了，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十分给面子地说道：“喜欢。”两人看起来都不想在之前那个话题上继续了。陆彦则轻轻笑了笑：“这是我的拿手菜，晚上我可以做给你尝尝。”尝尝？怎么尝？他现在又不能掌控身体。温家然有些气鼓鼓地想，但嘴里却莫名其妙地回答道：“好。”当然，到了晚上，这道红烧茄子温家然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因为从陆彦则进入到厨房的那一刻起，家里的所有人就像是打开了什么神秘开关，一个个惊慌失措地看着陆彦泽。负责做饭的两个阿姨轮番上前劝说陆彦泽离开厨房这个危险重地，但陆彦泽死活不肯。两人一合计，便去楼上找了陆母。陆母急匆匆地从楼上下来，看见陆彦泽穿着围裙的那一刻起，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温家然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道陆母为什么反应这么大。他记得大哥也会做饭啊，还给他下过一碗面条。殊不知陆母此时此刻简直要心疼坏了。他知道他这个小儿子从小就过得不好，孩子刚找回来的时候，午夜梦回间，他时常能梦见一个小小的身影被人欺负，被人嘲笑，却只能蜷缩在角落里默默哭泣。这些画面总是让他从梦中惊醒，所以他一直觉得对不起这个孩子，根本见不得他现在干一点活。陆彦则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他在陆母的眼泪中沉默了半天，最终还是妥协，游魂一般的回了房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不过是做道菜而已。陆彦则躺在床上，
出神地看着头顶的天花板。他有点不习惯这种别人将他当成易碎的玻璃瓶的感觉。温家然也不懂，但他试图理解。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在他身边长大。陆彦泽的声音陡然低了下去。温家然沉默了，他觉得这个样子的陆彦泽看上去有些可怜，他犹豫着想要安慰。下一秒，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条胳膊，那是陆彦泽的胳膊，那上面有一个圆形伤疤，疤痕的表面有些粗糙，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了。那是一道明显的烫伤痕迹，而且这是陆彦泽修长的手指伤口处划过，低声道：“被人用烟头烫的。”温家然顿了一下，犹犹豫豫道：“那个男人。”陆彦泽将举在眼前的手放了下去，声音平静道：“他有酒瘾，喝醉了之后就会这样。我那时候还小，打不过他，所以被烫，这不是应该的吗？”温家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他诧异地问出了声。陆彦泽一愣，随即用手捂住了眼睛。温家然的视线陡然陷入了一片黑暗，黑暗中，他听见了陆彦泽突然低声笑了起来，笑得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昏暗的包间内透着一股子奢靡，陆彦泽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盯着角落里的小型吧台，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沙发扶手，发出轻微的声响，显得有些不耐烦。调酒师正手法熟练地调制着各种鸡尾酒供这群大少爷享用。傅明堂坐在沙发上的另一边，正与几个人聊天，时不时地笑成一团，衬得陆彦泽这边更加冷清。温家然有些不高兴，他们就是故意的，故意孤立你。无所谓，真要是都来跟我说话，烦都烦死了。陆彦泽懒洋洋地应着，他能感觉得到暗地里时不时的有人偷看自己的反应，但他觉得无所谓，他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又不是真的为了跟他们交朋友。想到这儿，陆彦泽看向那群人道：“傅明堂，你表弟还没来。”傅明堂正因为陆彦泽的反应郁闷着呢，见状皱了皱眉，语气也不好起来：“你急什么？他刚跟我发消息了，还在路上呢。”说完，他就开始后悔，生怕陆彦泽突然发疯，忍不住偷偷地打量对方。昏暗的光线下，少年低垂着眉眼，睫毛在脸上投下了一点阴影，整个人出神地盯着眼前的一小块地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傅明堂信心大增，只以为对方也知道现在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没了之前嚣张的气焰。几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一想到等会儿可能有的场面，傅明堂的嘴角就压不下去。实际上，陆彦泽正在听温家然讲话，少年声音清脆，喋喋不休地在他脑海中回荡：“要我说，这群人这么看不起我们还不如走了拉倒，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当笑话看啊。”温家然说的义正言辞，实则心里发虚。如果等会儿出现的温家然真的跟他一模一样的话，那么他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想到这个世界的傅明堂受的伤会投射到现实世界的傅明堂身上，温家然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那是自从系统关闭后一直被他隐藏在心底的恐惧。他害怕系统再也不出现，那就意味着他会被困在这里，永远都只能跟陆彦泽分同一具身体。恐惧的加深让温家然有些失态，他看着陆彦泽还坐在那的样子，无端烦躁起来，忍不住急声道：“你到底有没有听见我说话？这里究竟有什么好待的？”少年的声音尖锐，陆彦泽敲击着沙发扶手的手指猛地一顿，他恍然惊觉少年似乎是在害怕，还不懂他说什么。温家然已经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抱歉，不是故意吼你的。”陆彦泽的呼吸乱了一瞬，他猛地站了起来。这一刻什么怀疑？什么表弟？都被他抛到了脑后。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个让冉冉感到害怕的地方。好，我们不在这儿待了，我们现在就走。他声音温柔地安抚着温家然的情绪，长腿几步就走到了门口。与此同时，包间的门被人从外面拉开，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响起：“就是这里吗？”陆彦泽的瞳孔猛地一缩，温家然也听出了那个声音简直跟他一模一样，他的心猛地一跳，紧接着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系统修复完毕，重启中，重启中，已启动。”系统小姐冷漠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检测到未知错误，正在进行修复。”门开了，一双纤细白嫩的手伸了进来。修复中。透过陆彦泽的视角，温家然可以看见栗色的发梢一闪而过。修复中。一双蓝色的带着笑意的眼睛出现在众人视线中。修复完成。世界就像是按下了暂停键，周围的一切都静止在了原地，一动不动。温家然看着门口那张与他一模一样的脸颊，正在飞快地发生着变化。原本栗色的短发，蓝色眼睛变成了黑发黑眸，五官并没有改变，只是简单的动了几下位置，就变得跟他完全不一样。如果两个人站在一起，充其量只是会让人觉得他们长得有些相似。一切修复完成后，周围又恢复了正常。傅明堂笑眯眯地冲着门口黑发黑眸的少爷挥了挥手：“家然，这里。”温家然的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声音温和地冲着傅明堂点了点头道：“表哥。”说完，他有些疑惑地看着紧紧地盯着自己不放的陆彦泽：“你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陆彦泽骤然反应过来，他低声道：“没事。”说完给温家然让开了一条路。“啊，就是我觉得毕竟来都来了，我们就这么走了，会不会太不礼貌了？”他说的牵强，陆彦泽也不揭穿。好，他说的斩钉截铁，对面那人却等得有点不耐烦了。高大的男人随手撩了一下额前的碎发，有些不耐烦的了一声：“
皮笑肉不笑地说：“陆少爷不是要走吗？请便。”陆燕则目光沉沉地看着他一动不动的胳膊。如果他现在真的要走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男人的胳膊下钻出去。他的目光一点一点的上移，最后落在了男人的脸上。陆燕则没有说话，他的手轻轻抬起，随后落在了男人的胳膊上，动作看着轻柔，但力量却大得出奇。男人挡在他面前的胳膊被他掰了下去，对方眼中露出点惊讶。陆燕则看看他，淡淡的说：“无聊。”说完，他转身走了回去，在沙发上坐了下去。原本想要上前拦人的几个人对视一眼，也默默坐了回去。温家然原本提起来的心缓缓放了下去，他的手指尴尬的微微蜷缩。他之所以想要让陆燕则留下来，是因为他刚刚收到了系统的提示，第3阶段任务已开启。陆延安身上似乎有什么秘密，找到他，并在崔文周面前揭穿他，从而让对方发现陆延安的真实面目，并与之分手。此为最后阶段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宿主可返回现实世界。任务期限1个月。注意，因系统检测到本世界正在发生未知变化，为保证宿主安全，任务期间宿主将暂时无法返回原世界。崔文周，温家然知道这个人原本应该出现在晚宴上的主角宫，与陆延安青梅竹马，早早的就暗恋陆延安。在原小说里，两人分分合合了好几年，一波三折的终于在一块后，没多久就发生了陆燕泽跳楼事件。温家然的记忆里，对于陆燕泽为什么跳楼这件事十分模糊，不知道会不会跟眼前这个人有关。那天的晚宴上，他并没有见到过崔文周，也不知道是对方来了，自己没发现，还是说因为自己的介入，导致现在的世界跟小说里发生了偏差，以至于那天晚上崔文周压根没有来呢？温家然有些头疼的叹了口气，陆燕则捏着杯子的手不由自主的紧了紧。突然，一个温热的身躯紧挨着自己坐了下来，陆燕则皱眉，不动声色的向旁边挪开，随后看向来人，黑发黑眸，是温家然。想到对方也叫这个名字，陆燕则就无端的有些烦躁。他冷声问：“有事？”温家然的脸露出了个尴尬的笑容，声音轻柔的说道：“抱歉，但是那边坐满了，只有你这边还有空位。”陆燕则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那边的傅明堂正与几个人坐在一起，头凑头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打些什么坏主意。而陆延安坐在沙发的另一侧，崔文周的手搭在他的腰上。等等，陆燕则瞳孔地震，这两人不会是他想的那种关系吧？他忍不住看了一眼又一眼，一直被若有若无的视线打量着的陆延安早就忍不住了，他猛地一扭头看过来，直直的与陆燕则的视线撞了个正着。黑暗中，陆燕则看不清他的神色，他默默的收回了视线，眼神毫无焦距的落在脚下的地面上。好半天，他才晕晕乎乎的对温家然说道：“他们。”他支支吾吾的开口，又不知道怎么说，就那么蹲在那里。温家然有系统的任务，早就知道对面那两人现在是恋爱关系。他郑重地说：“就是你想的那样。”陆燕则，好怪。再看一眼，温家然，你干什么呢？他是真的奇怪，不就是小情侣之间的正常行为？陆燕则到底是在看什么？还是说，他其实恐同？温家然将心里涌起的那点不自在压了回去，鬼使神差的来了一句：“我是男生，你知道的吧？”陆燕则迷茫的用鼻音发出一个啊，他的视线终于完全收了回来。我知道啊。温家然放心了，但随后还是不满的说道：“你一直看着他们做什么？”陆燕则可疑的脸红起来，他深吸一口气，我只是在想。他的声音有些低沉，如果是你在我身边的话，我会怎么做？温家然一怔，呼吸微微急促，眼神不由自主的落在了陆燕则放在腿上的双手。他咬牙切齿道：“你变态啊！”陆燕则爽了，他轻咳一声，脸没做好，欲盖弥彰的解释道：“我就是想想也不行。”温家然冷酷的拒绝。而坐在他们旁边的温家然脸上的假笑都快要维持不住了，他怎么总觉得身边的这个人怪怪的，一会儿脸红一会儿笑的，像个神经病。温家然原本是听他哥的话过来跟陆燕则聊天的，但现在也没了说话的心思，礼貌的朝着对方笑了笑，便急匆匆的站了起来，往另一堆人那里去了。陆燕则盯着他的背影，觉得对方颇有一种落荒而逃的感觉。他心情颇好的再次拿出手机，熟练的找到陈望的对话框。陆燕则111111111111111，随后不等对方回复，关掉对拉黑，一气呵成，看得温家然叹为观止。他迟疑的说：“我上次就想问了，你这是一种表达高兴的方式，陈望会理解的。”陆燕则理直气壮的说。温家然、傅明堂等人并没有让陆燕则他们等太久，很快一群人就从另一边浩浩荡荡的走了过来，将陆燕则围了个严严实实。角落里调酒的酒保都忍不住手一抖，脑海里已经开始天人交战了。要是这群大少爷打起来，自己是报警还是不报警？陆燕则倒是冷静得多，他抬起眼皮看着面前的人：“你又搞什么？”傅明堂一扬下巴，将手里的东西重重的拍在桌子上：“来玩这个。”温家然顺着陆燕则的视线看去，发现那是一副牌，上面写着明晃晃的几个大字：真心话大冒险。两人罕见的沉默了起来。游戏规则很简单，桌上的酒瓶转到谁就由谁来抽取真心话或者大冒险。前面几轮都进行得很正常，到了后面许是酒瓶迟迟转不到陆燕则，傅明堂看上去有些着急，额头甚至都渗出了点汗珠。
这跟温家然此前看的小说里的富家子弟完全不同。在他的印象里，这群人欺负人不应该是利用家族的势力打压对手，或者在背后使绊子，甚至直接动手打人。总之，在温家然看的小说里，豪门子弟间更多的会在社交场合里故意制造尴尬，或者在背后散播谣言，让对方在圈子里抬不起头，而不是跟现在这样。温家然欲言又止，这种打算靠游戏来欺负人的法子已经够弱智了，没想到还能有更弱智的，那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握酒瓶会赚到陆彦泽爱。眼看着对面几个频频中招，将自己搞得格外狼狈的几个人，温家然由衷的称赞了一下自己的表哥，果然不管在哪个世界，他的脑子都不太灵光。游戏都不知道进行了多少轮了，在场的人都转了个遍，独独没有赚到陆彦泽。他嗤笑一声，要不算了吧。不行！傅明堂的声音猛地提高，他咬着牙，眼睛都红了。看样子今天转不到陆彦泽，就势必不肯罢休。陆彦泽早就想结束这场闹剧了，只是一直碍着温家然的意思，才在这里坚持了那么久。他在心中问道：我们能走了吗？温家然有些犹豫，说实话，他本来留下来是想要观察一下崔文周的，结果发现这货除了粘着陆延安以外，连句话都没有说过。与其说他是来玩的，倒不如说是他是来给陆延安站场的。陆延安从陆家化名的事，圈子里的人都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还能带着他玩的人，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想要看他笑话的，一种是真心把他当朋友的。温家然认为傅明堂是后者，至于其他人，那可就不一定了。见温家然一直不说话，陆燕则轻轻叹了口气，直接伸手将桌上还在旋转的酒瓶对准了自己。啊！他的声音平稳的没有一丝波动。转到我了，你们给我准备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实在不行，都来一个吧。在场的众人齐刷刷的沉默了下来。傅明堂恼羞成怒，不行，你这是作弊，我今天就不信转不到你了。陆燕则耸了耸，那就是你为什么要介意？少年冷淡的声音截断了崔文周马上就要问出口的话。崔文周一愣，随即笑了笑，那我没什么要问的了，你们随意。他懒洋洋的向后一靠，凑到陆燕安耳边小声道，这可不能怨我。陆燕安面上乖顺的点了点头，目光在陆燕泽和温家然身上打转。说来也怪，他跟傅明堂当朋友当了这么多年，竟然从来不知道他还有个表弟，这个表弟还叫温家然，跟陆燕泽身上掉落出来的那张纸上的名字一模一样。这个表弟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可如果说陆燕泽是暗恋温家然，那也说不过去。他借着崔文周调查过，温家然从小就在国外，总共没有回过几次国，而陆燕泽又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在此之前两人根本没有任何交集。难不成真的只是同名同姓吗？他还是有些不甘心，陆燕泽将他的一切都毁了，凭什么他现在过得那么滋润？陆延安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嫉妒和不甘，垂下来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阴霾，但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他缓缓吐出一口气。与此同时，温家然也看够了这场闹剧，他小声说道，要不咱们走吧。陆燕泽就等着他这句话，闻言站了起来，没意思，我先走了。他没走两步就被人拦住了去路，拦住他的少年看着连18都没有，整个人又瘦又小。陆燕泽觉得自己一只手都能打死他，他有些欲言又止地看着他。大人目光落在陆燕泽身后的傅明堂身上，随后艰难地咽了口口水。老大说了，你不许走。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不少人都站了起来。陆燕泽挑眉对着傅明堂道，你又想挨揍了？傅明堂觉得今天要是不给陆燕泽一个教训，他的面子里子都要掉光了。他也不管37、21了，直接喊道，给我揍他。话音刚落，包间响起了敲门的声音，随后大门缓缓打开。来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门口温文尔雅地说道，你们好。包间里的人面面相觑，一个两个都抿着嘴不说话了。来人是陆家大哥，他在他们圈子里一直都属于别人家的孩子的存在，别看着他表面上温文尔雅的模样，背地里做的事可比他们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事要狠厉得多。大哥的神情寡淡，脸上带着不达眼底的笑意，温声道，你们要打谁？方才站起来的几人齐刷刷的后退几步，将他们身后的傅明堂露了出来。傅明堂也有些慌，他耷拉着脑袋没有说话。大哥也不为难他，他的目光落在了站在后面的温家然，问的小心翼翼，不用管他，谁知道他生什么气。可是陆燕泽不喜欢他一直提别的人，他巧妙地转移话题道，然然可以告诉我之前为什么突然又不走了吗？温家然想到了自己的任务，他慢吞吞地解释道，你不觉得陆延安很奇怪吗？温家然也不知道陆延安哪里奇怪，他硬着头皮说道，他一直针对你的行为就很奇怪，按理说你回家了，他身为被报错的孩子，理应跟你打好关系，生怕自己被换回去才对，可他反而一直针对你，一副要将你赶出去的样子。温家然越说越觉得真像那么一回事，除非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还跟你有关，所以他才千方百计的想要赶走你，以防这个秘密被发现。所以我们要调查真相啊。温家然说的义正言辞，陆燕则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跟陆延安过不去，但还是顺着他的意思道，好。车里又安静下来，陆燕则靠在那里，脑袋里不知道为什么又想到了崔文周揽着陆延安腰的那个画面。男人跟男人之间会是什么样的？他记得温家然说过自己很白，蓝色的眼睛，栗色的头发。陆燕则的思绪逐渐放飞，
一个白得晃眼的少年缓缓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他猛地一闭眼，将少年的身影打散，随后做贼心虚一般的喊了2声冉冉冉冉。对方没有声音，可能是睡着了。陆彦泽松了一口气，他偷偷地掏出手机，小心翼翼地在搜索框上打出了一个问题。他越看越脸红，只觉得身上哪都是热的，心跳加速，呼吸变得急促，滑动着屏幕的手指都开始有些颤，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屏幕上的几个字浸润，喉咙滚动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简直有点那个了。就在这时，温家然的声音突然响起：“你在看什么呢？心跳声大的都将我吵醒了。”他抱怨道。陆彦泽的手一抖，手机差点被他丢出去。大哥皱着眉看过来，随后对司机道：“开慢一点。”司机应了一声：“快拿开，快拿开。”温家然觉得自己的眼睛都脏了。陆彦泽出了一脑门的汗，他有些尴尬地蜷缩了一下手指，手忙脚乱地将屏幕按灭，然后小声道：“那个，我就是看看。”对方没有声音，陆彦泽有些慌：“冉冉，冉冉，你生气了吗？”温家然依旧没有说话，他此刻脑袋发晕，整个世界都开始在他的眼前旋转，耳边回荡着陆彦泽喊他的声音。他想回，但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下一秒，他眼前一黑。大哥本来正在闭目养神，忽然感觉到一个脑袋靠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睁开眼睛低头看去，小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身体依着惯性倒了过来。他想了想，伸手想要将他的姿势换一下，手指刚刚落到对方肩膀的一瞬间，陆彦泽忽然睁开了眼睛。小泽你……大哥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小泽此时此刻的表情与先前完全不一样。温家然没有意识到大哥的异样，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冲对方笑了笑，然后坐正了身体。大哥的瞳孔猛地一缩，这个表情，他将心中掀起的惊涛骇浪牢牢地压了回去，随后轻咳一声，一脸平静地说道：“家然，坐好，快到家了。”反应过来的温家然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一路上温家然都惴惴不安，哪怕有陆彦泽时不时的安慰几句，也不足以让他焦躁的内心平静下来。车辆很快行驶进陆家，大哥先行下了车，随后绕到温家然这边打开了车门。温家然犹豫了一下，才缓缓走了下来。他像个做错事的小孩，耷拉着脑袋跟在大哥身后，一声不吭。大哥时不时的扭头看他一眼，欲言又止。家里现在没什么人，大哥想了想，直接将温家然带进了自己的书房。坐吧。他声音温和的指了指一旁的椅子，等温家然坐好后才道：“我叫你家然，你没有意见吧？”温家然摇了摇头，大哥这才又说：“很早之前有一次晚上，是你出来找吃的是不是？”温家然的声音小小的，眼睛紧紧的盯着地面。大哥见状轻轻叹了口气，他早该想到的，当时小泽才回家没多久，对所有人都表现得很冷淡，怎么会在那天晚上突然软了性子，还破天荒的喊了自己一声大哥。温家然听到对方的叹气声，身子都僵了，他真的很难应对现在这种场面。陆彦则察觉到异样，虽然他总觉得温家然并不只是自己的副人格那么简单，但他还是安慰道：“没关系的，我们是一个人，他是我大哥，就是你大哥，你不用害怕。”新房间？温家然疑惑的反问，脑海中已经想起了陆彦泽烦躁的声音，拒绝他。毕竟你们算是2个人，理应该拥有各自的房间吧。大哥也摸不准他们这类人的想法，只能事先跟他们确认，然后就见对面的少年将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一样。不用，我们住习惯了。说完，他还讪讪地笑了一下。大哥这才松开手，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喜欢黄色的衣服？”对面的人眼睛瞬间瞪大：“你怎么知道？”原来是这样。大哥笑了笑：“没什么，只是有一次偶然在小泽的房间里，看见他的衣柜里塞满了黄色的衣服，而他从未见小泽穿过这些颜色的衣服，现在看来小泽应该就是给家然买的，只是不知道他们现在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大哥越想越担忧，将温家然放走后，他关上门，这才缓缓吐出一口气，有些心烦意乱地揉了揉眉心。虽然之前有心理医生给他打过预防针，但弟弟当着自己的面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还是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了想，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很快被接通，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老板。”“是我让你办的事最近查得怎么样了？”“抱歉，从目前调查出来的证据来看，当年报错的那件事可能真的只是个意外，但是……”“什么？”“我最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对夫妻虽然对小少爷酗酒家暴，但从未阻碍过小少爷上学，街坊邻里还表示，这2人时常炫耀小少爷学习好，日后能赚大钱，带他们夫妻享福。直到几年前。”电话那头的人停顿了一下，补充道：“直到几年前，小少爷初中毕业后，他们家里去了一个陌生人，此后这对夫妻便频频阻止小少爷上高中。”大哥的脸冷了下去，握着手机的手不由自主地紧了紧，心中的怒火越演越烈，简直要喷涌而出。查？是，还有找人查一下小泽，看看他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我要详细的。是。对面回答得干净利落。挂断电话后，大哥眯着眼睛想了想，父母年龄大了，还是暂时先不要将小泽病情恶化的消息告诉他们。他垂眸盯着手机的页面，随后还是拨通了一个电话。“喂，你好，李医生，我这边有些事想要咨询您一下。”温家然一愣，没理他。陆燕则不死心的又问了一句：“你为什么只说大哥好？那我呢？我不好吗？”
温家然不理他，他就一直在温家然的耳朵里絮絮叨叨，吵死了。他一咕噜从床上坐了起来，视线扫到了房间里的衣柜。温家然突然想到了大哥刚才说的话，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下一秒，修长的手指抵在衣柜上轻轻一拉，原先除了黑就是白的衣柜里，此时此刻挂得满满当当各式各样的黄色的衣服。温家然愣住了，他爸妈管得严，就连审美也是严格把控。他虽然喜欢黄色，但家中还真没几件黄色的衣服。他也没想到陆彦泽竟然能记住他当时随口的一句话。少年眼睛亮亮的看着眼前的衣柜，不管是谁都能看出他的好心情。他语气欢快地说，陆彦泽，我现在觉得你更好，比大哥还要好的好的好的好。原本絮絮叨叨格外不服气的陆彦泽突兀地闭上了嘴，好半天他才听到对方带着点别扭的了一声。临安市是一个很喜欢下雨的城市，温家然身一脚浅一脚的走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每一步都显得格外艰难。他的裤脚已经完全被泥水溅湿，湿哒哒的贴在身上，显得格外狼狈。在来之前，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城市里，竟然还会有这么脏乱破的地方。四周的房屋低矮又破旧，地面坑坑洼洼的满是泥泞，街道两旁的排水沟已经被堵塞，污水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恶臭。温家然皱了皱鼻子，低声问道，还要多久呀？到前面拐个弯就到了。温家然伸手抹了一把眼睛上的水珠，然后重重地吐出一口气，语气轻快地说，终于快到了。陆彦泽应了一声，他有些拿不准温家然为什么非要去他之前的家看看。就在几天前，他们被大哥发现后，温家然和陆彦泽在家里老实了很长的时间，大哥似乎有什么顾忌，也没有提出带他们再去看心理医生的事，这让陆彦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要知道，就在暴露的第二天，他经常扔药的地方就被安装上了监控摄像头，看样子是暴露了。陆彦泽不想跟他们起冲突，但是要是绝对不吃的，因此这事能拖得越久越好。就在今天早上，他们收到了陈旺的消息，说是陆彦安今天来了这里，并且到现在都没有离开。温家然对此表现出来强烈的兴趣，强硬的表示一定要来这里。不知道为什么，陆彦泽的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然他似乎一直对陆彦没有。陈旺摇了摇头，进去好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动静。他欲言又止。温家然，或许他只是来见一下自己的亲生父母。不可能。温家然想也不想地说道，陆彦安这个人为人蠢笨又自私，他现在肯定恨死他们了，不可能会专门过来只为了跟他们续那可笑的亲子关系，一定是有什么事。见他说的笃定，陈旺也不好反驳，他挠了挠头，走吧。温家然看着对方大步流星的背影，有些疑惑。陆彦则适时在脑中提醒道，是一栋只有我跟陈旺知道的地方，那栋楼烂尾了，一直没有人居住，但是从里面往外望，刚好能看见那对夫妻的房子。温家然了然，连忙跟了上去。等到了地方，他看着面前几乎2米高的墙，陷入了沉默。陈旺3两步便爬了上去，见老大迟迟不动，忍不住急道，赶紧上来啊，再耽误一会儿，人可就真走了。温家然，想我死就直说。他硬着头皮声音发虚地说，那个能不能拉我一下？陈旺，他惊疑不定地看着温家然，愣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老大，陆家虐待你了。他将温家然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遍。衣服穿的好像是名牌，鞋子好像也是，不仅如此，看上去还高了些，胖了些，怎么也不像是被虐待的样子，怎么现在连这堵墙都爬不上来了？难道是？他痛心疾首地说，果然富贵使人堕落。老大，我不允许你这么堕落下去，以后你放假了就出来跟我训练，我保证给你练回去。陆彦泽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温家然恼羞成怒，咬牙切齿道，不许笑。陆彦泽心里痒得不行，哪怕看不见温家然的神情，他却觉得对方很可爱，心脏鼓鼓囊囊的全被温家然给填满了。好可爱啊，怎么会有人这么可爱？他晕晕乎乎地想。陆彦泽，你完蛋了。温家然拽着陈旺的手，艰难地爬了上去。陈旺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两人很快便来到了这栋楼的顶楼。边缘是由水泥砌成的围栏，两人偷偷摸摸地蹲在那里。陈旺指着不远处的小破房子道，还在那呢。温家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他们这个角度刚好能看见那对夫妻的院子和小半边客厅。院子里，陆彦安正和那对夫妻面对面站着，他们看不见陆彦安的脸，但能将那对夫妻的神情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上有些激动，男人的脸上还带着点奇奇怪怪的笑。紧接着三人开始拉扯起来，然后就见陆彦安将背包取了下来，从里面掏出了1摞钱扔在了地上，瞧着那厚度，少说也有不知道。温家然回了陈旺一句，他眉头紧皱地看着那对夫妻捧着钱，看起来欣喜若狂的样子，然后就见女人进了屋子。约莫几分钟后，他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出来，交到了男人的手上。陆彦安见状伸手就夺，但被男人躲开。三人好像再度争执了起来，这不比电影好看？陈旺发出一声感慨。温家然顿了一下，喃喃道，这群家伙到底在干什么？看样子陆彦安是为了那张纸。陆彦则低声说。温家然若有所思，而且他的视线落在了院子里，只见处于下风的陆彦安愤怒地摔门而出，然后那对夫妻抱着那张纸亲来亲去，只看他们两人癫狂的模样，就知道那张纸上绝对有着什么拿捏陆彦安的东西。
要是能知道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就好了。老大，你说什么？温家然不知不觉间将这句话说了出来，陈望没有听清。温家然摇了摇头，没什么，走吧。他率先站了起来，陆燕安都走了，也没啥好看的了。得嘞。陈望早就蹲得腿脚发麻，巴不得现在就走。两人晃晃悠悠地往下走，陆燕则冷不丁地说，我们可以去把那张纸偷出来。温家然脚步一顿，偷？以我对他们夫妻两个的性子，拿到这么多钱，他们不可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要是真的想要，我们就去把它偷出来。陆燕则说得轻松，温家然微微皱眉，有些犹豫，会不会太冒险了？只要是你想要的话。说完，他可疑地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不过在那之前，我们需要想办法让我出来。你说的对，这的确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家然是有自知之明的，以自己的身手，别说偷了，恐怕连那个院子都翻不进去，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只是该怎么让温家然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的陆燕泽，后者就这么坐在泥水里，也一脸怔愣地看着他。天杀的，他的视角怎么从第一人称变成第三人称了？两人大眼瞪小眼。片刻，系统小姐发出了有史以来最尖锐的报名声，他怎么把你的灵魂挤出来了？快回去，快回去！还不等温家然反应过来，陈望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他好像崴到脚了，一瘸一拐地走到陆燕泽身边问道，你没事吧？陆燕泽没有说话，一脸专注地盯着面前的一团空气。陈望疑惑地将手放在陆燕泽的眼前晃了晃，对方没有一丁点反应，他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惊恐起来。怎么回事？摔一下摔成傻子了。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想要拨打急救电话，被陆燕泽眼疾手快的一把按了回去。他的声音还有些飘忽，我没事。就在刚刚，他好像看见了一个人，不是好像，他就是看了一个人，一个漂浮在半空的少年。他有着一头乱糟糟的栗色短发，看上去有些自然卷，五官精致，脸蛋小巧，一双如同大海般深邃的蓝色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红艳艳的嘴唇因为吃惊微微张开。最重要的是，他竟然没有穿衣服。陆燕则怔愣地看着面前皮肤白到发光的少年，视线不受控制地缓缓下移。一瞬间，他的脸红了个彻底，仓皇地扭过头去，心跳如擂鼓般剧烈震动，脸上滚烫的厉害。喉结上下滚动间，陆燕则没忍住偷偷地朝着那边瞄了一眼，却发现对方已经消失不见。他心中一紧，下一秒身体的控制权就被人抢了去。温家然此时简直要冒烟了，他几乎是语无伦次。怎么回事？我怎么还能出去？我衣服呢？这个世界现在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所以系统小姐冰冷的机械音可疑地停顿了一下。所以当他有强烈想要掌控身体的想法时，身为外来者的宿主便有几率被他从身体里赶出去。至于您的衣服，灵魂是没有衣服的。温家然，所以这个世界出现了什么问题？系统小姐没有说话。温家然想了想，换了一个问题，陆燕泽为什么能看见我？沉默，长久的沉默。温家然觉得自己的手心开始出汗，他强装镇定地问道，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再出现刚才那种情况会死吗？不会。这次的回复斩钉截铁，我会保证宿主的安全，并在您完成任务后将您安全送回原来的世界。温家然紧绷的身体稍稍放松，这才有心思注意自己现在的处境。他现在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脸上身上刚才怎么了？就是我看见。你看见什么？温家然不等陆燕泽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势必要将装傻充愣进行到底。陆燕泽脑一抽，来了一句，粉色的，很漂亮。温家然，他慢吞吞地说，什么意思？陆燕泽不吭声了。温家然巴不得他不再追问，因此也不多说，他扭头看向陈望，想要问问对方的脚崴的严重不严重。就在这时，一大片阴影投射了下来，将淅淅沥沥的小雨隔绝在外。温家然抬头看去，只见他的头顶撑着一把伞，一个男人一只手拿着电话，一只手举着伞，静静地站在他的身后。叶话很难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本来只是按照老板的意思在这展开调查，没想到就撞见了曾经的安安少爷在跟那对夫妻做着什么交易，最后还不欢而散的炸裂场面。他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不能拖延，便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给老板汇报情况。没想到一转弯，就看见被老板捧在手心里的小少爷狼狈地坐在水坑里，他的身上全是泥水，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脸上更是有着一道一道的泥痕。在他旁边坐着的人更是重量级选手，坐在地上，脚踝肿的老高，看着又高又壮，一脸凶相，此刻却眼圈泛红，捂着脚，一副要死了的模样。叶话诡异地沉默起来。电话那头老板的声音还在继续。叶话悠悠地说道，老板，我怀疑我出现了幻觉。大哥，这都什么跟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叶话没有回答，他默默地走到小少爷身后，给其撑了一把伞。小少爷，你们这是？温家然见过他出入陆宅，知晓他大哥身边的人，因此讪讪地笑了笑，慢吞吞地说，我说我们在踩水，你信吗？叶话一脸复杂地看着他，随后将手机放在耳边，平静地说，我看见小少爷跟他的朋友浑身是泥的坐在水里，还说自己是在踩水。说完他看了一眼地上的二人，又补充道，我现在严重怀疑，我最近因为劳累过度，精神出了问题，
我申请加工资。大哥，他深吸一口气，心平气和地说，把电话给他。你还能走吗？不是他不想背对方，只是陈旺看着实在壮实，自己细胳膊细腿的还是不逞强了。陈旺咬着牙站了起来，还行，走到巷子外，问题不大。温家然原本是想要陈旺跟着自己一起回陆宅的，他脚伤成那样，多多少少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所以温家然对此十分过意不去。但陈旺本人死活不同意，只说夜不归宿的话，怕他妈妈会担心。这话一言假，陈旺从小到大都不是让人省心的主，夜不归宿更是常有的事情。温家然还想再说，陆燕则开口道：“别逼他了，他不会去的。”说着他还半开玩笑道：“你要是真的逼着他去了，恐怕到了半夜他就要单脚蹦着从那里逃出去了。”温家然见状不再多说，等叶化将他们分别送回家后，他痛苦地看了一眼爱车的后座，默默地给老板发过去一条消息：“我还要报销洗车费。”批了。对面几乎是秒回复，叶化几乎可以想象到老大冷着脸就等着小少爷回去挨骂的模样。他心满意足地将手机放回口袋，默默地给小少爷来了句隔空祝福：“哎嘿，自求多福吧。”叶化想的没错，大哥的确存了想要斥责他们的心思。这几天陆燕泽和温家然的表现的确让他放松了警惕，他倒也不是想将他们关在家里，只是自从得知了燕泽的这个病后，大哥就总是控制不住的担心，尤其是在得知这个病有时候还会诞生新的人格的时候，这个担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大哥希望两人以后出门的时候可以跟他说一声，他会安排人跟着他们，不会影响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没想到这两人表面上答应的很好，背地里竟然偷偷跑了。当他在听到叶话说小少爷在踩水的时候，心脏猛地下沉。踩水？小泽生性冷淡又格外成熟，压根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家人虽然不知道年龄多大，但看着平日里交流的样子，大概与小泽年龄差不多，应该也不会做这事。他想到了一个恐怖的可能性，不会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来了一个新的小孩人格吧。大哥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心里已经酝酿了100种批评两人的句子。只可惜这些话在他看见了来人的那一刻起便被抛到了脑后。因为温家然发烧了，别墅里又是一阵兵荒马乱。等家人看了病，吃了药睡下后，大哥这才松了口气。陆燕则眯着眼睛看他，不说话。大哥顿了一下，迟疑道：“小泽。”大哥。陆燕则的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大哥精神一振，这些日子都是温家然在掌控身体，大哥已经很久没有跟小泽说过话了，但有些话只能跟陆燕则说，他也摸不准他们什么时候就又会换回去。大哥想了想，一把握住了陆燕则的肩膀，急声道：“家然能听见我们的对话吗？”陆燕则一怔，缓缓地摇了摇头，他睡着了。大哥见状语速飞快道：“小泽，你再不治疗是不行的，我给你安排了周6的心理医生，到时……”等等。陆燕则打断了大哥的话，他黑黝黝的眼珠眨也不眨地盯着大哥，沉声道：“谁说我要治病了？”大哥表情严肃：“小泽，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状态很危险？如果不尽早接受治疗，我不会去看心理医生的，也不会吃他们开的药。”陆燕则说的斩钉截铁：“因为我喜欢他，我不想他消失。”大哥的手一抖，原本还想要劝说的话被噎回了肚子里。陆燕则丝毫没有感觉自己说了多么惊世骇俗的话，他表情平静，语气淡淡的说：“别在我身上多费功夫了，你们应该都发现了，之前的药我也没有吃过。”他虽然现在觉得温家然肯定不只是他的人格那么简单，但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陆燕则有时候会想，万一呢？万一然然真的只是他的一个人格，他吃完那些药，然然就消失了怎么办？即便是今天，当他看到那个身影时的第一反应是病情好像加重了，不过无所谓了，如果能一直看见然然的话，重一点也没关系。大哥一脸震惊地看着陆燕则：“小泽，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他神色镇定。大哥被气得说不出话，他望着陆燕则的脸，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以及对那对夫妻的滔天怒火。他的弟弟好像在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时候悄悄地坏掉了，这不是他的错，他只是生病了，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既然生病了，只要病好了就好了。他默默地在心中开导着自己。陆燕则看着大哥不断转变的表情，想了想，自认为善解人意道：“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很麻烦，或没有……哦。”陆燕则安静下来，片刻后他又说道：“如果你们害怕我们的话，可以告诉我，我会和然然离开这儿。”大哥钳制住陆燕则肩膀的手微微一紧，随后低声道：“不会害怕你们，小泽，你只是生病了。”他的声音越发的低了。生病是需要看医生的，只要治好了就没事了。陆燕则没有听清他后面的话。等到温家然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他舒服的伸了个懒腰，只觉得身心舒畅。他试探性的在脑海中喊了几声陆燕则，对方一声不吭，显然是还没有醒。温家然踩着拖鞋打开了门，门外的走廊静悄悄的，偶尔会有几声交谈声从不远处传来。那是大哥的书房。温家然没有打扰大哥办公的意思，他刚要回房间，书房的门却打开了，从里面三三两两的走出来了7、8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而大哥紧随其后。在看见温家然的时候，他明显怔愣了一下，神情也有些不自然。大哥，这是……温家然好奇的伸头往这边看，大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平静地说：“你不是生病了吗？”
我多找了个几个医生会诊一下。温家然震惊地看着他，不就是发烧吗？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医生？还是说我的病很严重？不会是白血？见他越说越离谱，大哥连忙打断他的话，不是，是大哥不放心，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普通的发烧。温家然狐疑地看着他，有些不相信，但此时客人们还没走，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是礼貌地冲着他们点点头，乖巧道，那就好，那我先回房间了。砰！卧室门被关上，温家然一阵风似的跑到窗边，顺着窗户往外看，院子里停了不少的车，看样子这些医生还是大哥专门派人接来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发烧，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吗？饶是温家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他连忙又喊了几声，陆彦泽，陆彦泽，醒醒，出事了，醒醒。怎么了？因着陆彦泽在温家然睡着后便主动控制了发烧的身体，所以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很疲惫。温家然指了指远处的车道，你看，别墅里来了好多医生。陆彦泽的困意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温家然的视线向下看，很快便锁定了一个认识的人，那是之前给他，我们现在必须走，等我们把一切都处理好了，到时候再回来。见温家然依旧在犹豫，陆彦泽忍不住又道，如果现在不走，到时候我们一定会被关起来的，到时候想走就没办法走了。温家然微微皱眉，他还有陆延安的任务要做，不能被关在这儿，但是他之前完成的帮助陆彦泽融入到陆家的任务，一旦他们离开，这个任务会不会失败，他不敢赌。陆彦泽简直要急死了，就在他想要不管不顾的强行掌控身体的时候，卧室门被人敲响。温家然犹豫了一下，小声说，那个，要不我们先开门，看看门外是谁。好。温家然松了口气，走到门边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老二。自从陆延安不在家里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老二了，原本跟他样貌相似的脸，此刻黑了点，也瘦了，两人看上去竟不像是双胞胎了。老二的表情有些古怪，他的眉毛死死地拧着，挑剔的视线将温家然从上到下打量了个遍，语气也是硬邦邦的，你现在是谁？陆彦泽？还是那个什么温家然？温家然和陆彦泽俱是一愣，但老二压根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强硬地从门外挤了进来，然后一把关上了门。他抬着下巴，双手抱胸道，大哥都已经跟我们说了你生病的事情了，爸妈都在回国的路上了。他轻哼一声，你现在可真是出息了，回来不到1年，给家里惹出这么多事。还有，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那些医生都会怎么对待精神病人吗？他们会把他捆在床上，会。你到底想说什么？温家然不想听他的废话，忍无可忍地问道。老二脸一红，但还是梗着脖子道，那什么，我就是想着你到底也是我陆家的人，真要是被关进精神病院，丢人的也是我们陆家。那什么，你要是想……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温家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便又问了一遍。老二，他眼一闭心一横，我说，你要是想走，我可以带你走。温家然一脸莫名其妙，陆彦则已经开口道，让他带我们走。你还真信他的话？不信。温家然，所以为什么不信还要跟着他走呢？因为他是个笨蛋，而且他们已经露馅了。露馅？什么露馅？温家然陷入思考，绞尽脑汁，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想了个遍，也没有什么头绪。他神情莫名地看着老二，索性不想了，干脆利落道，好，不过你要是……你说什么？老二还在那嘀嘀咕咕的，猛然听到温家然的声音，他一怔，紧接着便露出一个不可置信的眼神。你还真想走？他的嗓音猛地提高，温家然吓了一跳，眼疾手快的将他的嘴一把捂住。你喊那么大声做什么？被听见了怎么办？温家然低声道，你保证不喊了，我就放开你，同意你就眨3下眼睛。老二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但最终还是慢慢的眨了3下眼睛。温家然见状，缓缓松开了手，黏糊糊的口水粘在了他的手心里。他有些嫌弃的在老二的衣服上蹭了蹭，眼看着老二又要发火，温家然抢先说道，不是你说要带我们走的吗？好二哥，现在大哥就在外面，我们怎么走呀？老二被那句好二哥给砸懵了，他眨巴着眼睛，身子僵在了原地，好半天才喃喃道，这绝对不是陆彦泽能说出来的话。你了半天，硬是没说出什么有用的。温家然也没理他，他随手从桌上抽出一张湿巾，仔仔细细地擦拭着手心，连带着指缝都没有放过。他倒也不是这么仔细的人，只是陆彦泽一直在他脑子里絮叨着让他擦手，更是给他罗列了一串人类口水中可能夹带的细菌，直说的温家然汗毛直立，连忙叫停。老二看着温家然的动作，面容稍显扭曲了一下，大哥还有的忙呢，你要是真想走，现在就跟我来，我开车带你出去。好，温家然毫不犹豫地说，他甚至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这么空着手跟在老二的身后，两人一前一后鬼鬼祟祟地乘着电梯来了地下车库。这还是温家然第一次来这里，颇觉新奇的左看右看。老二见状了一声，超绝不经意地说，你要是不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治病，这里的车随便你开，但你要是跑了，那可就说不准了。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神情也有些复杂起来。你真想好了？温家然觉得这人别扭得很，要带自己离开是他自己提出来的，现在又百般劝说，他默默地停下了脚步，一脸真诚地看着老二。二哥，说话就说话，别乱喊。老二脚下动作一顿，
随即转过身来，面对着温家然，眼神乱飘，脸上却是一脸的不耐烦。温家然老老实实的说：“你不是很讨厌我吗？现在我走了，你可以劝说爸妈将陆延安接回来，到时候你们一家还是跟以前一样。”他说这话只是想试探一下老两对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倒不是真的觉得自己离开后陆家会把陆延安接回来。哪知老二听见后脸色一变，表情难看的看着温家然，好半天撇下一句随便你，便噔噔噔的朝着前面大步而去。温家然留在后面，觉得他莫名其妙，他怎么又生气了？他不是一直跟陆延安关系好得很吗？陆燕则趁机挑拨道：“他那人就这样。”老二依旧臭着一张脸：“放歌，我现在不想听了，我要睡觉。”老二，谁说放给你听了？我自己要听，你不能自己放。我要开车，没时间放歌。温家然沉默地看着他刚才一直拨弄自己的手，老二后知后觉得有些尴尬起来，他手指蜷缩了一下，随后厚着脸皮说：“放歌啊。”温家然不语，他身心俱疲地打开了车载音乐。老二像是完成了什么心愿一样，接下来的一段路都不再作妖，老老实实的开车。温家然将头抵在车窗玻璃上，静静地望着外面，城市的灯光在他眼中闪烁。他后知后觉地发现，这里压根没有属于他的家，就连现在用的这具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他突然有些想家了。车子驶进了一档高档小区，很快就停了下来。老二带着温家然往楼上走，边走边解释道：“这房子是我用零花钱买的，以前是我的秘密基地，家里人都不知道，你可以先住在这儿。”温家然点了点头，跟着他进了屋。屋内装修的很简单，但却显得格外的温馨，可以看得出来老两对这套房子很用心，这让温家然有些惊讶。老二竟然会将他带到这里来。他默默地跟在对方身后，听着对方介绍完屋内的设施，随后打开了一扇门：“你住这间，我住隔壁。”温家然茫然地抬头看着他：“你也住这里？”老二的脸色又难看起来，他咬牙切齿道：“这是我家，我不住这里住哪里？”温家然，好有道理。他垂下眼，轻轻的了一声，不说话了。视线落下时，可以看见老二一直站在他身边没有动，紧随而来的便是陆燕泽的吐槽声：“他怎么还不走？”随着陆燕泽的话音落下，温家然感到自己的肩膀被人给按住了。他抬眼看去，是老二，他的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我没有很讨厌你。俗话说得好，老大宠，老三娇，中间加个受气包。”用这句话来形容老二再合适不过。尽管他跟老三是双胞胎，在报错的事情还没有揭露出来之前，陆燕安就是家里的小少爷。他生来体弱，与身体健壮的老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陆父陆母下意识的都对陆燕安更偏疼一些。从小到大，老二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哥哥，你要让着点弟弟，你要宠他，爱他，护着他。”老二毫无疑问的将这句话完成得很好。身为哥哥，从小到大他都是安安身后的跟屁虫。安安但凡有个头疼脑热，总是他第一个发现。只比陆燕安大几分钟的他，已经可以很熟练的给陆燕安擦汗、喂药，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他本来以为这的生活是很正常的，是可以一直这么下去的，直到陆燕泽的出现。没有人会对一个陌生人这么好，这是不正常的，不合逻辑的。所以安安就是他的弟弟。这样的想法在陆燕泽的到来后达到了顶峰，因为陆燕泽跟他想象中的弟弟完全不同。他健康、冷静，又带着点对这个家所有人的漠然。如果从一开始他的弟弟就是陆燕泽这样，那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是个笑话。所以他刻意忽略了陆燕泽悲惨的过去，只一味的排斥他，满心寄希望能恢复到以前的日子。直到后面那些事的发生，他突然意识到安安或许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孱弱和可怜，陆燕泽也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冷漠和坚强。血缘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哪怕他心中对此在排斥，可还是忍不住频频将目光落在陆燕泽的身上，总是试图用自己的理解来替陆燕泽的所作所为做辩解。这是他的弟弟啊，双胞胎弟弟。他陷入了矛盾的漩涡，所以在妈妈提出将安安从陆家的户口上迁出去的时候，他可耻的选择了逃避，破天荒的没有帮安安说一句话，同样的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陆燕泽，所以他离开了家，搬了出去，直到今天。老二神情复杂的看着陆燕泽，一字一顿的重复道：“我没有很讨厌你。”温家然愣住了，但紧接着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自己动了起来，一双手将老二给推开了。“是陆燕泽。”他沉声道：“别挨这么近。”老二歪了歪头，突然道：“你现在是陆燕泽？”他耸了耸肩：“我不是很能分得清你们两个。”陆燕泽同样臭着一张脸：“别把你对陆燕安那种可笑的关心投射在我身上，我不需要。”“喂，他好像是在找你和好哎，你怎么这么跟他说话？”温家然有些不知所措。陆燕泽在心中小小的叹了一口气，他轻声说：“他刚才那个样子简直就跟在陆燕安面前没什么两样，可我跟陆燕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而且……”陆燕泽的声音里带着点咬牙切齿的意味：“我们是双胞胎，我凭什么是弟弟？说不定我才是哥哥。”温家然，没看出来啊，陆燕泽，你表面一副酷哥样，内里原来还在乎这个呢。老二罕见的没有生气，他甚至还笑了笑：“你说的对，你跟安安完全不一样，或许我该试着找一些新的方式跟你相处，比如……”他摸着下巴了一声：“比如你可以试着喊我哥。”
陆燕泽冷冰冰地说：“老二。”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下一秒，他就被陆燕泽以一种强硬的姿态从屋内推了出去。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紧接着传来了锁门的声音。老二张了张嘴：“出事了！”大哥的声音听上去很疲惫。老二原本想要抱怨的话被堵在了喉咙里，他沉默了一下，心中默念：“不跟病人置气，不跟病人置气。”他深吸一口气，又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然后走到了阳台上，这才低声道：“没有，很顺利。他现在在我这里睡下了。”那就好。大哥松了口气，在爸妈回来之前，你把小子看好，别让他乱跑。说完，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你别跟他吵架，顺着他点。医生说了，他现在不能受刺激，这就只需要你这2天，到时候爸妈就回来了。”老二不乐意了：“哥，你什么意思啊？在我这儿你还能不放心？在你那我确实不放心。”大哥往椅背上一靠，他今天中午被陆燕泽说的话吓了一跳，晚上的时候的确存了给小泽治病的心思，所以找了很多医生来家里。但后来经过讨论，所有医生都一致认为，现在不能让小泽受刺激，治疗也需要循序渐进。没曾想，送他们离开的时候，反倒是被小泽看见了。以小泽的聪明劲，肯定能猜到他想要做什么。他几乎是不用想，就能想到小泽会计划逃跑。可他又不能直接将他关在家里，这对他的病无疑是雪上加霜。就在大哥头疼的要死的时候，老二刚好回家，所以这个漏洞百出的计划就这么出现了。大哥也不知道小泽究竟信没信，但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就在老二听到大哥的话怒不可遏的时候，突然有人按响了门铃声。他皱了皱眉，这大晚上的会是谁啊？胡乱应付了大哥几句就挂断了电话。老二走到门边打开了门，映入眼帘的是陆燕安，他浑身上下都是湿透了，水滴顺着他的头发和衣服滴落，很快在他的脚下汇聚成了一小片水洼。此时他的脸色苍白的吓人，身子也哆嗦的厉害。在看到老二的那一刻，陆燕安勉强挤出一抹笑容，声音打着颤道：“二哥，救救我！怎么回事？你怎么搞成这样了？”老二吓了一跳，下意识女朋友？不可能。在陆燕泽回来前，老二几乎每天都跟他在一起，他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有女朋友的事。陆燕泽回来后就更不可能了，家里天天闹得鸡飞狗跳的，他不信老二会在这个时候谈恋爱。陆燕安越想越不对，眼见着老二的身影逐渐消失在眼前，他去了阳台。陆燕安想了想，试探性的将一只脚迈了进去，下一秒他听见了开锁的声音，只见对着入户门的一间卧室的门缓缓打开了一条缝隙。透过这条缝隙，他看见了一个让他厌恶至极的人影，是陆燕泽。陆燕安的瞳孔猛地一缩，垂在身侧的双手猛地攥紧，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死死地咬着牙，眼中闪过一丝不甘。陆燕泽轻轻笑了笑，冲着陆燕安缓缓做了一个口型。陆燕安只觉全身的血液都朝着大脑冲去，眼前一黑，脑袋一阵阵发晕。他看清了，陆燕泽说的是滚出去。他身体不受控制的踉跄着退后一步，在抬头看时，卧室门已经被关上，就好像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他的错觉而已。此时老二已经找到了车钥匙，因为担心陆燕安身体不好，衣服又都是湿哒哒的，再为此感冒就不好了。他转身回到卧室，拿了一件外套出来。你先把这件外套穿上，别着凉了。陆燕安点点头，将衣服披在身上。他现在有满肚子的话想问，但同样的，他很清楚，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他需要冷静，需要保证将接下来的事情顺利的进行下去。所以他将一切情绪都压了回去，抬头冲着老二浅浅的笑了笑。二哥，还是你对我最好。老二一愣，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看见安安，总是会想起来那天晚上他将陆燕泽推下水的事情。他有些无措的抿了抿唇，仓皇的躲开了陆燕安的视线，嘴上却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你说什么呢？我说过的，哪怕你现在。他刻意将中间的话引了下去，然后道：你也还是我弟弟，我当然会对你好。陆燕安抿着唇笑了笑，就像是小时候那样搂住了老二的胳膊。老二的身体微微一僵，他不着痕迹的将胳膊从陆燕安的怀里抽了出来，然后小心翼翼的将入户门给关上，随后低声道：走吧，车子就在楼下。好。陆燕安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低眉顺眼的应了一声。老二突然又有点愧疚了，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让他很难忽视陆燕安的情绪。他犹豫了许久，还是抬手在陆燕安的头上轻轻的拍了拍。等到外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慢慢的没了动静，陆燕泽这才将卧室门给打开。他压根没有睡觉的意思，衣服整整齐齐的穿在身上。温家然此时有些兴奋，你刚才看见陆燕安的表情了吗？他肯定没有想到我们竟然会在这儿。陆燕泽了一声，低头去系鞋带，末了又感觉自己的回复有些冷淡，连忙又加了一句：我看见了。你怎么想到吓唬他的？我还以为你对这些不怎么上心。陆燕泽没吭声，他的目光轻飘飘地落在了床头柜上摆放的照片上。照片上是一个小孩，瞧着也就4、5岁的模样，怀里抱着个娃娃，笑得见牙不见眼。温家然忍不住感叹一声，刚才就见你一直盯着这张照片看，是不是也没想到老二小时候这么可爱？陆燕泽简单的应了一声，是没想到。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啪的一声将照片给扣在了桌面上。然不清楚，但他跟老二是双胞胎，
怎么会看不出来这张照片是不是自己小时候呢？这根本不是老二。他漫不经心地想，这张照片是陆燕安。陆燕安以前在这里住过。这个房间里的一切突然都变得难以忍受起来。陆燕泽低头将外套的拉链拉得严严实实，然后轻声道：他们都走了，咱们也走吧。去哪啊？你不是想知道那张纸上有什么东西吗？咱们现在就去把它偷出来。他说的理所当然，温家然却有一瞬间的沉默。这种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好半天，陆燕泽才听见温家然小小的说了一声好。他悄无声息地咧开嘴笑了笑，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几乎是在瞬间就将他的心脏给填满。他轻轻的、慢慢的将斟酌了许久的话缓缓地说了出来。然然，等搞清楚了那件事后，我们就不回来了，好不好？不好，一点都不好。如果他们离开了，那他的任务怎么办呢？他不可能永远留在这里。这里是假的，是虚构的，只有他才是真实存在的。他不属于这里，他要回家的。更何况，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可能，他们的确离开了这儿。可一个18岁，甚至连大学都没有毕业的少年，又能干什么呢？温家然不希望陆燕泽这么任性，他能感受得到，他的家里人很爱他，他的父母也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他不应该因为一时的冲动，将这一切都抛之脑后。不，因为那张照片。陆燕泽一愣，随即抿紧嘴巴，好半天才冷硬地吐出一句：不是。温家然没搭理他的否认，他自顾自地说道：那张照片是谁的？陆燕安的。抱歉，都是我的错，我早就应该发现你的不对劲的。他的声音里有些懊恼。陆燕泽有些不自在起来，他抬头摸了摸自己烧得通红的耳朵，嘴里嘟囔着：我说了，不是因为这个。但下一秒，他的胳膊自己动了起来，在陆燕泽有些怔愣的目光下，修长的手指缓缓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很快被接通，那头传来老二刻意压低的声音：喂，怎么了？温家然在陆燕泽的脑海中一字一句道，问他。陆燕泽，他难得的耍起了小脾气，抿着嘴一言不发。你要不说，我就永远不理你了。脑海中少年的声音低沉，暗含威胁。陆燕泽，他艰难的开口道：房间里的照片。老二一脑袋问号：什么照片？那个小孩。他生硬的丢出了4个字，凡是开头难。在经历了艰难的开口后，陆燕泽明显顺畅了很多。他语速飞快的说道：我房间里有个小孩的照片。老二都惊了，他家里怎么会有小孩的照片？他冥思苦想了半天，突然想到了什么，老脸一红，下意识的小心翼翼的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坐在后面的陆燕安，然后小声道：我想起来了，你说那个是意外，我回去跟你解释。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先扔掉吧。他说完，又觉得这些不足以让陆燕泽专门给他打了电话。他想了想，惊了：你不会以为我给你住的房间是别人住过的吧？没有的是，我那套房子除了我就没住过别的活人。你那间房还是第一次住人呢。他边说边偷瞄陆燕安，见对方有所察觉，疑惑的投来目光，老二心中一紧，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安安面前跟陆燕泽说话，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虚感。他慌乱的说道：我先挂了啊。电话被挂断，陆燕泽绷着脸将电话装进了口袋。温家然轻声道：把那照片扔了。陆燕泽的手指蜷缩了一下，没有动。既然那么在意，就要主动去问，不要什么都憋在心里。你看，这事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把照片扔了。温家然苦口婆心地劝他。少年的嘴巴巴个不停，陆燕泽也不知道听进去多少，他脑中只有3个字：好可爱。就连教育人的样子都好可爱。陆燕泽突然觉得自己很像传说中的妻管严，那然然岂不是？他的脸疼得一下就红了，整个人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左脚绊右脚，险些摔倒在地。听了。陆燕泽稳住身体，有些慌乱地应道：我刚说了什么？你让我把照片扔掉？陆燕泽一边说，一边同手同脚地走到桌边，看也不看，随手将桌上的东西拿起来丢进了桌角的垃圾桶里。温家然，他震惊地喊道：陆燕泽，你扔你手机干什么？陆燕泽，他沉默地看着安安静静地躺在垃圾桶里的手机，随后默默地将其捡了起来。紧接着他缓缓抬起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感觉不是很想见人了。另一边的车上，陆燕安轻声说：哥，刚才打电话的是谁？你女朋友？怎么可能？你别胡说，就是个朋友。老二支支吾吾地应付了一句。关于那张照片的事，说起来实在是丢人的很。他当初跟父母吵架，离家出走，半大少年第一次单独住一套房子，到了晚上又害怕又想家，躲在被子里偷偷的哭，偏偏他又倔得很，死活不肯低头。当时跟他关系最好的就是陆燕安了。但一个正常人卧室里放着弟弟的照片也太奇怪了。他思来想去，将小时候的陆燕安的照片给打印了出来，放在了自己床头。后来他习惯自己一个人住后，那照片就没什么用了，他就将照片给扔到了客房。这么几年下来，这事都要忘了。没想到今天被陆燕泽发现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他决定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绝对不会告诉陆燕泽的，绝不。这时坐在后座的陆燕安又开口了：朋友，以前倒没有听说过二哥会带朋友去那里住，我离开这段时间，看来真的发生了很多事。他声音落寞，老二有些不知所措，多年的习惯让他的神经开始紧绷。他连忙转移话题道：先别说我了，先说说你吧，
你今天晚上怎么回事？为什么一身的水？因为二哥，那对夫妻，我爸妈，他们好像……透过后视镜，老二看到陆延安抬起头，面容平静地说：“他们好像想杀了我。”老二的手一抖，脊背上无端涌起一层冷汗。温家然，爱。陆彦泽 OS： 老婆说什么呢？好可爱，亲亲亲亲。求求5星好评和小礼物，感谢。深夜，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会有几辆小车匆匆驶过，带来片刻的热闹，但很快又恢复平静。少年正双手插兜，慢悠悠地走在空旷的道路上，衣服上的帽子被他拉了起来，遮住了大半张脸。他走到了巷子口站定，漆黑的眸子紧紧地盯着巷子口，随后甩了甩手，身形一闪，少年的背影消失在了巷子里。如果说陈望住的地方是城中村的话，那么这里就是彻彻底底的贫民窟。漆黑的没有一点光亮的巷子里混合着酒气、烟味和垃圾的腐臭味，时不时的还能听见远处传来醉汉们的争执声。陆彦泽在其中闲庭信步，温家然却对此有些紧张。他上次来的时候是白天，就已经让他难以忍受了，没想到夜晚这里才露出他的真面目。他忍不住小声吸气：“你小心点。”陆彦泽带着笑安慰他：“没关系，你不用怕，我可是在这里长大的，这才多长时间没回来，他们总不至于忘了我。这里对我来说可都是老熟人。”“可不就是老熟人吗？”一拳一拳打出来的老熟人。温家然只当他是真的熟人，想想也是，毕竟在这生活了10几年，街坊邻居的大概都认识。他慢慢的将提起来的心放了回去。好在这一路上都没碰到过什么人，只遇见一个在地上睡觉的醉汉，若不是他翻了个身，恐怕陆彦泽他们就要一脚踩到他的头上了。有惊无险的到了那对夫妻的家，院子里黑漆漆的，不知道人是睡觉了还是家里没人。陆彦泽嗤笑一声，这个时间点他们不会在家的，要么在外面鬼混，要么就是在赌钱喝酒。他一边说着，一边抬手直接推开了院门。这房子竟然连门都没有锁，院子里堆满了垃圾和杂物，看上去有段时间没有人打理过了。他们没有理会这些东西，径直穿过院子进了屋内。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陆彦泽面不改色地打开灯，只见客厅的桌子上放了4、5个纸碗，里面的剩饭已经发臭腐烂。他轻车熟路地将那些东西装在一个袋子里，顺手扔进了院子。温家然犹豫半天，还是说道：“看样子他们很久没回来了。”“陆彦泽轻声回了一句，估计是从陆彦安给他们钱后就没回来过。”“估计是。”温家然透过陆彦泽的视线望着桌面，有些嫌恶地说：“你快别看桌子了，怪恶心的。”陆彦泽听话地移开了视线，他直接朝着卧室的方向走去。眼见着他将手机上的手电筒打开，然后就往地上一趴，温家然忍不住问他：“你知道东西在哪？”“大概知道。”陆彦泽趴在地上，修长的手指朝着床底奋力的一捞，一个手电筒被他抓在了手里。他刚要退出来，就听见温家然冲着他喊道：“那里面好像还有东西。”他下意识地看去，就见床底的侧面，一堆破烂鞋子的后面似乎有着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个箱子。他想了想，将手电筒从身侧丢到床外，随后勾着那个箱子缓缓从床底爬了出来。他们的身上满是灰尘，两人也没计较那么多，顺势坐在地上打量着手里的箱子。那箱子小得可怜，与其说它是箱子，其实更像是一个大盒子，上面布满了厚厚的灰尘和蛛网，显然已经被主人遗忘在床底很长时间了。陆彦泽将箱子放在地上磕了2下，灰尘漫天。温家然忍不住叫道：“别磕了别磕了，直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吧。”陆彦泽乖乖地停下手，然后将箱子打开。等看清里面的东西后，两人都愣住了。里面的东西很简单，薄薄的2张纸，一张照片，还有一朵已经风干了小花。温家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就见陆彦泽抿着唇将小花给捏了出来，许是时间太久的缘故，那朵花在半空中便化作了粉末，飘飘扬扬地洒了下来。这是我4、5岁的时候送他的母亲节礼物。陆彦泽的声音很平静，温家然却猛地闭上了嘴，不知道该说什么。陆彦泽没有多说，那2张纸拿了出来，一张是他的出生证明，另一张是他幼儿园得到唯一的一张奖状。温家然不敢吱声，见他不说话，陆彦泽耸了耸肩，这好像是我童年唯一的照片，我记得好像是那天他赌钱赢了不少，一进屋就给我拍了照，还破天荒的给洗了出来，我以为早就扔了，没想到在这儿。他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就像是在细说平常的一件事，温家然却觉得心里难受的厉害。他忍不住在想，当4、5岁的陆彦泽拖着严重营养不良的身体给那对夫妻做饭的时候，陆彦安在干什么呢？他在被陆家人捧在手心里宠爱。他想得出神，陆彦泽已经嗤笑一声，手一松，照片轻飘飘地落在地上。这算什么？说明他们是爱我的。别太搞笑了。鞋子毫不犹豫地踩上了照片，将惊恐的小男孩彻底的掩盖。其实陆彦泽依稀记得他的那位妈妈在很久以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她甚至可以说得上温柔，脸上总是带着疲惫和被家暴的伤口，在陆彦泽挨揍的时候也会扑上来护住他。只是后来一切都变了，贫穷的家庭，家暴的丈夫，扭曲的环境，让他也逐渐融入其中。这导致陆彦泽原本只需要挨一个人的打，后面逐渐变成了2个人。最开始2人还会买东西回来让他做饭，后面逐渐连家也不怎么回了。的要死的小孩挨家挨户的去求那么一点吃的。陆彦泽不想再想这个，
他将目光落在了他扔出来的那个手电筒上，随后弯腰捡了起来，慢条斯理地将手电筒缓缓扭开。手电筒被打开，里面的东西被掏空了，一张被塑封袋包裹着的纸出现在两人的视线。温家然迫切地想要转移陆彦泽的视线，他连忙说道：“看看是什么。”陆彦泽了一声，将袋子取出来。那张纸看上去也有些时间了，两人没有将纸拿出来，就这么隔着塑封袋看了一眼。那上面赫然写着亲子鉴定。温家然的心脏开始猛地跳动起来，直觉告诉他这张纸绝对隐藏着大秘密，并且跟陆彦泽和陆彦安都有关系。但想到陆彦泽刚才的发现，温家然有些犹豫起来。他不想再伤害到对方，但不等他说什么，陆彦泽已经沉着脸将纸彻底摊开。那是温家然的瞳孔猛地一缩，那竟然是一张结果明确指出双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子鉴定报告。上面的那个名字温家然不认识，但这不难猜出那是陆彦泽以前在这个家的名字，日期是几年前。这说明很久之前他们就知道了陆彦泽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联想到前不久撞见的陆彦安抢夺这张纸的场景，温家然的心猛地一沉。陆彦安，他是不是也早就知道？他的声音都带着颤意。陆彦泽。陆彦泽没有说话，他默默地将纸上的字一字一句地看完，随后将纸往自己口袋里一塞，没什么感情地说：“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高中后他们就不愿意给我交学费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扭头向着屋外走，嘴里说道：“然然，东西找到了，这里估计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咱们先回去吧。”他表现得越平静，温家然就难受。他忍不住道：“那个，你钥匙。”怎么了？少年微微侧了侧头，黑漆漆的瞳孔在月色下深不见底。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不像是他现在应该拥有的样子。然然，我们回家吧。温家然抿着唇，好半天才说道：“好。”陆彦泽的脸上露出了笑，甚至哼了点小曲。他们慢悠悠地走在巷子里，一路上温家然都没有说话。眼看着两人就要离开这里的时候，陆彦泽的脚步却突然顿住了。然然，他轻声道：“我还是想做点事，你能不能陪我一起？”明明他们是同一具身体，温家然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可他还是站在那里，温声细语地询问着温家然的意见。温家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此时此刻他觉得陆彦泽的状态不对，所以他点了点头，好。末了又补充道：“不要做太坏的事，我会害怕。”他着重在害怕两个字上加了重音。不会的，我会乖乖的，不会让你害怕的。陆彦泽明显愉悦起来，他身形一转，朝着巷子的深处走去。巷子深处的一间民宅里热闹得很，烟雾缭绕间，人们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牌。陆彦泽走进去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画面。他面无表情地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人，走到他面前站定。男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眼中露出一丝惊讶。他刚要开口说话，下一秒陆彦泽已经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将他的脑袋死死地按在了牌桌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长时间的经历让这些赌鬼们甚至连找麻烦的人是谁都没有看清，便急匆匆往外跑，生怕被卷入到这场冲突中。你干什么？陆彦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声音冰冷地说：“你们早就知道这件事。”男人剧烈地挣扎着：“什么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张亲子鉴定，我看见了。男人挣扎的动作一顿，陆彦泽继续道：“你们早就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陆彦安，跟他没有关系，主要是你长得跟我们越来越不像。男人的话还没有说完，陆彦泽一拳捶在了他的脑袋上，他脑子一阵发晕，一句话也说不出了。陆彦泽慢慢地说着，这个时候倒是想起来护着他了。哼，你们早就知道了一切，却把我蒙在鼓里，留在这个烂透了的家里，让我……他的喉咙哽了哽，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拳头一下接着一下的落下。温家然吓坏了，生怕他将人打死，连忙出声阻止。陆彦泽，你冷静一点。陆彦泽没有说话，只是扬起的胳膊停顿在了原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抱歉，是不是吓到你了？”“对，你吓坏我了。”温家然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一点。“我们先回家好不好？”“好。”陆彦泽回答的毫不犹豫。他将男人甩开，低声道：“我们回去。”在众目睽睽下，陆彦泽面无表情地离开了这里。他并不担心这些人会报警，因为这里本身就属于灰色产业，报警无异于自投罗网。回到老二的住处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屋子里，他轻声道：“你会陪着我吗？”“当然。”温家然毫不犹豫地许诺：“我一定会陪着你，让他们付出代价的。”他简直要被今天晚上的事情给气坏了。陆彦泽许久没有说话，镜子中的少年眼眶一点点地泛起了红。好半天，陆彦泽的声音响起：“好。”在温家然不明所以的视线中，他看见陆彦泽微微弯下腰，亲吻了一下右手食指的指尖。紧接着，还不等温家然反应过来，陆彦泽已经自愿将身体的控制权让给他。不，他并没有完全将控制权给让出来。温家然怔愣地看着镜子，他感觉到自己的右手不受控制地抬了起来，印着陆彦泽的吻的指尖轻轻地落在了他的唇瓣上。那是一个湿漉漉的带着水汽的吻。事情是怎么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呢？温家然脑袋发晕，意识模糊，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镜中少年的指尖顺着唇瓣一路往下，划过喉结，落在颈窝。
动作轻柔而缓慢，带着若有若无的水痕，手法却毫无章法。被指尖触碰过的皮肤像是被火焰灼烧一般，几乎是在一瞬间，温家然便能感受到了什么。他低声呵斥陆彦泽，手指的动作疏忽地停在了原地，似乎有些难耐地蜷缩了一下。抱歉。陆彦泽只觉得心脏被塞得鼓鼓囊囊的，此时此刻跳得厉害，一种说不清道不清的感觉逼得他几乎想要发疯。在温家然毫不犹豫地说出当然2个字的时候，这股感情瞬间喷涌而出，让他都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泄，想要冉冉感受到他心中那股强烈的爱意。心跳加速，呼吸急促，陆彦泽望着镜子中脸颊泛红的自己，突然感到茫然。可是该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冉冉感受到呢？他像是被囚禁在名为温家然的监狱的囚徒，焦躁地在里面走来走去，四处碰壁，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宣泄的出口。不应该是这样的。冉冉，他微微弓起身子，低低地喊了一句。温家然没有回话，他的大脑一片空白，镜子中熟悉的脸对着自己的身体，给他带来的刺激远远大过于指尖划过的感觉。抱歉。陆彦泽说出了今晚的第2句抱歉。他最后看了一眼镜子中的少年，2双黑黝黝的瞳孔隔着镜子对视。陆彦泽仓皇地扭过头，没有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对着自己的脸完成那些事，所以他操控着身体一点点地向着卧室挪去。你做什么？温家然是真的有点害怕了，他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抓住了洗手台，但很快那双手便不受自己控制起来，缓缓地松开了手，直到身体砸进了大床上，温家然才惶惶然地剧烈挣扎起来。如果此时有外人在的话，就会看见一幅诡异的画面，一个少年用一只手强行按住自己的另一只手，表情变来变去，就像是2个灵魂在争夺同一个身体。陆彦泽轻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别怕，这具身体是我们2个人的，我不会做什么的。他的声音有些蛊惑地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不是吗？如果不管，会坏掉的吧。冉冉，求你。温家然挣扎的动作逐渐慢了下去，他好像被陆彦泽给蛊惑了，又或是因为今晚的陆彦泽好惨，惨到他突然有些不忍心再做出任何拒绝他的事情，又或者他也不知道。温家然茫然地盯着天花板，下一秒，一个枕套被陆彦泽慢条斯理地放在了自己的眼睛上，视线陷入一片黑暗，感官被无限放大。好乖，洗手池的水不要前世的放着。温家然红着眼睛，将手对着水狠狠地搓着手。陆彦泽温声细语地劝着，再洗皮就烂了。你闭嘴！温家然恶狠狠地说。陆彦泽愣了一下，小声嘟囔了句，好，我不说了。他默默地闭上了嘴巴。温家然却觉得心里更堵了，他刚才一定是被鬼迷了心窍，才稀里糊涂地答应了陆彦泽。这家伙这会儿这么听话，让他不说话，他就真的不说话了。刚才怎么不听话呢？温家然越想越气，忍不住手一甩，都是你的错。陆彦泽，他好脾气地说，抱歉，都是我的错，下次不会了。下次还敢？温家然冷酷无情地拒绝，不会有下一次了。等他完成任务就会回家，这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刻意忽略了心底深处涌上来的异样，在将双手揉搓得发红后，默默地关掉了水龙头。温家然严肃地想，必须要跟陆彦泽好好谈一谈了。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他走过去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温家然想也没想，直接挂断了电话。那头锲而不舍地打过来。温家然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起了电话。喂，是我。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熟悉，但是温家然根本想不起来对方是谁。他本来心里就烦，嘴上也没留情。你谁？对方被噎了一下，声音里也带上了点不耐烦。是我，崔文周。崔文周。温家然又挂断了电话。陆彦泽一声都不敢吭，安静的像个鹌鹑。对面似乎被温家然的操作给惊到了，缓了半天才又将电话打了过来。温家然烦不胜烦，接通的一瞬间便没好气地说，你在哪找到的我的电话？有事说事。崔文周深吸一口气，沉声道，王文翠死了。王文翠？谁？不认识。跟他有什么关系？温家然刚要发问，陆彦泽低声道，问他怎么死的？他怎么死的？溺水，没救上来，淹死了。崔文周的声音里没什么起伏。温家然还在冥思苦想这人到底是谁，一时没有说话，直到对方疑惑地说，你之前的养母死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轰隆！温家然心头炸起一声惊雷，他手一哆嗦，茫然地说，谁？我养母？王文翠？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他怎么可能会死？原小说里根本没有出现过陆彦泽养父养母的名字，所以温家然也不知道王文翠究竟是谁。可是小说里这对夫妻不仅活到了最后，还因为陆延安的缘故过上了人人羡慕的富贵生活，怎么可能突然死了呢？陆彦泽，你在听吗？温家然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着平静，他沉声道，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崔文周沉默了一下，说道，因为我现在就在打捞现场，时间倒回到几个小时前。某酒店，陆彦修也就是老二正坐在床头，手里端着一杯热饮，而床上陆彦安哆哆嗦嗦地披着被子，手里捧着一个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着，眼见着杯子见底，
陆彦修眼疾手快的又给他填满。陆彦安实在是有些喝不下去了，他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陆彦修，低声道：“二哥，我喝不下去了。”“不行，你必须喝完。”陆彦修一边说着，一边又给他拢了拢杯子。陆彦安，他憋着一口气，咕嘟咕嘟的将杯子里的水全部喝完。不等陆彦修再给他添，他一个侧身用手死死的捂住杯子口，真的喝不下去了。陆彦修见他脸上好了不少，便没再强求。他绷着一张脸，将陆彦安手里的杯子接过来放到桌上，随后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陆彦安微微抿着唇，重重的点点头，面带委屈的说：“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悄无声息的拉住了陆彦修的衣摆：“二哥，你帮帮我，我真的不想上他们家的户口。他们家什么样子，你是知道的呀。”陆彦修盯着他瘦弱的、苍白的手腕，一时间陷入了沉默。安安是那对夫妻的孩子，户口上到他们家本身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安安已经是个成年人了，现在又是自己的户主，他们没道理因为这个就把安安推下水啊。陆彦修狐疑的看着他，就这一件事，没有别的了？二哥，现在你也不相信我了吗？陆彦安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说着便将被子一掀，就要下床。陆彦修连忙拦住他：“我这不是就问问，你别急啊。”他正了正神色，一脸认真的对着陆彦安说：“安安，如果你还瞒着什么，一定要告诉我，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帮你解决？”陆彦安沉默的站在原地，好半天才小声道：“他们还问我要钱，我已经给了他们好多钱了，我现在手里真的没钱了，所以就……”他说的吞吞吐吐的，陆彦修已经明白过来，他早就调查过那对夫妻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遇到了安安这个香饽饽，不趴在他身上吸血才怪。他越想越气，眉毛一挑：“你先去床上躺着，生病了怎么办？那边的事哥哥给你处理了。”他大包大揽的态度让陆彦安心中稍稍放松，最起码在陆家他还有老二可以用，更何况他并没有说谎，不是吗？虽然隐藏掉了大部分他主动挑衅的话，但他说出来的依旧是事实。陆彦安再赌不到鱼死网破的时候，那对夫妻不敢将那份亲子鉴定拿出来，一旦拿出来，那么一切就都完了，陆家不会放过他们，同样也不会放过自己。与之对应的，如果自己失去了陆家的照拂，那么他们就同样没有办法再从自己这里拿到一分钱。陆彦安甚至有些恶意的想，如果他们真的敢将那份亲子鉴定拿出来，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将这件事甩在他们的身上，毕竟几年前他也不过是个高中生，不是吗？陆彦安兴奋的手指都开始颤抖，他看向坐立不安的陆彦修，轻声道：“二哥，你一直站着干什么？坐啊！”陆彦修此刻终于想起来了大哥交给自己的任务，陆彦泽自己一个人在家，万一他犯病了怎么办？没有人在身边，弄伤了自己怎么办？他越想越害怕，几次张口想要离开，但都被陆彦安用各种话题打断，导致没能说出口。他开始坐立难安，就在他打算直接离开的时候，大哥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大哥的呼吸声很重，好半天他听见对方说：“小泽的不，安安的妈妈去世了。”陆彦修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看了一眼床上对此一无所知的陆彦安，忍不住离远了些，低声道：“怎么回事？叶话说是溺亡，你先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小泽，他生着病，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也不好。”后面大哥还说了很多的话，陆彦修却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怔愣地举着手机，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陆彦安，眼前乖乖坐在床上歪着头看他的人，与他今天晚上打开门一身是水的人逐渐重合。陆彦修艰难地挂断了电话，他看着陆彦安轻声道：“安安，你妈妈去世了，溺亡。”他一边说着，一边细细地看着陆彦安的表情，见对方猛地一震，眼睛中满是不可置信和惊恐，他反而慢慢地放下了心。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就好。他快步走到了陆彦安身边，对方的身体都开始颤抖起来。怎么可能？陆彦安是真的意外，他厌恶他们是真的，想要甩掉他们也是真的，但是他从未想过对方会死。而更让他出乎意外的是，他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恐惧和难过，甚至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心底的深处悄悄涌起一抹庆幸。如果他们都死了，那份亲子鉴定就永远不可能出现了。这样的念头吓了陆彦安一跳，他好不容易有了血色的脸肉眼可见的苍白了下去，但很快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把戏演下去。他惶惶然地看着陆彦修：“二哥，你能陪我去看看吗？那毕竟是我的。”眼泪一滴一滴的滑过，他说不下去了，只是一味的哭。然而下一秒，他不敢置信地抬头看向了陆彦修，因为他听到的不是陆彦修毫不犹豫的答应，而是：“抱歉，安，但是我现在真的有事。”陆彦修撇开头不去看他，语气郑重地说：“我现在必须要回家一趟。”陆彦泽还在家里。尽管大哥嘱咐着陆彦修不要告诉陆彦泽，但陆彦修比大哥想的还要多。他毕竟在那里生活了18年，不可能没有一个熟人吧？如果这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不能让一个病人独自面对这个。陆彦修难得的态度强硬了起来，他撇开安安的手，迅速的离开了这里，一路飞驰，迎接他的却是空荡荡的房子。陆彦泽不见了，求评论，求5星好评，求小礼物，超级感谢。陆彦泽此时此刻正坐在出租车上，朝着事发地赶去，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身体的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温家然手中。温家然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所以也不敢贸然说话，
今天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多的哪怕是温家然都觉得心力交瘁，更何况陆彦泽。两人都没有说话，车内只有两人共频的心跳。温家然有些困了，他将头抵在车窗玻璃上，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再睁开眼，身体的主人变成了陆彦泽。他沉默地望了眼车外，车窗上映照着一个立发的男生，正弯着眼睛朝他笑。陆彦泽出神地看了他一会儿，在眼睛眨动间，男生就这么消失了。他随即低头抚摸着自己的手指，之前的温热柔软的触感似乎还在。陆彦泽的嘴角缓缓勾了勾，他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了。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够苦了，所以神灵降下了温家然，从此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共享同一具身体，享受同一颗心跳，永远都在彼此的身边，就像现在这样。感受着少年在脑海中浅浅的呼吸声，陆彦泽嘴边的笑容逐渐加深。想通了一切的他，甚至有点想让司机掉头回家。如果说他之前对王文翠的死还有些在意的话，现在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但是不行，然然对这些东西总是格外在意。如果他现在回去了，等然然睡醒了会生气的。他百无聊赖地看着车窗外升起的太阳。天亮了，刚下出租车，电话被不要命的打了进来，爸妈打，大哥打，就连老二也是一个接一个。陆彦泽想了想，还是选择了接通。陆母惊慌失措的声音传来：“小泽啊，你现在在哪？”陆彦泽清了清嗓子：“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出事了，我来看看。”那有什么好看的？陆母的声音有些勉强：“真是的，他们跟你一个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小泽，你在那等着好不好？你哥哥们已经在过去的路上了，妈妈跟你爸爸一会儿就要上飞机了。”他话还没说完，陆礼貌地打断了他：“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然然想来，我们就来看看。”陆母一下子没了声音，哪怕心里早就有了准备，但是真正的从陆彦泽的口中听到这个名字，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妈！陆彦泽疑惑的又喊了一声。陆母艰难的笑了笑：“然然啊，我听你哥跟我说了，但是……”他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用词，听人说溺亡的人都吓人的很，你们俩孩子再被吓到了就不好了。那个你们看归看，别乱跑，等哥哥们来接你们好不好？陆彦泽简单的应了一声，随后挂断了电话。他已经看到了不远处的事故地了，周围大部分看热闹的人都被警察拦在了外面，就连陆彦泽也根本挤不进去。好在他的个子足够的高，脚下踩着一块大石头，陆彦泽的视线轻松地透过一个个人头看向了岸边。王文翠已经被打捞上来了，医生们正在给他盖白布。陆彦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想了想，低声在脑海中说道：“然然，然然，我们到了。”温家然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紧接着落入视线的便是一张苍白的浮肿的脸。他吓了一跳，还不等他反应过来，那张脸已经被白布给笼盖住了。吓到你了？陆彦泽慌忙移开视线。温家然摇了摇头，还好，之前还见过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哪怕这里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小说世界，温家然依旧有些接受不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跟小说里不一样了。他失去了未卜先知的能力。陆彦泽，你觉得他是怎么死的？会不会跟陆彦安有关？陆彦泽沉默了一下，没有说话。温家然自顾自地说道：“陆彦安来找老二的时候，衣服都是湿的。”他的声音猛然提高了不少。他找老二干什么？不会是想要拉他下水吧？如果真的跟他有关，那他也太可怕了。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尤其是你。他说的郑重。陆彦泽却并不认为陆彦安会做出这种事，这对他没有一点帮助。哪怕是想要掩盖住那份亲子鉴定，可是只杀掉一个人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但看着然然为了自己惊慌失措的样子，陆彦泽突然有些恶趣味的没有将自己的猜测说出口。他很喜欢并且享受这种感觉，所以他只是低低的应了一声：“好。”没什么好看的了。他想要从石头上跳下去，一转身就与身后的人直直的对上了视线。是崔文周。高大的男人双手环胸，不知道在他身后站了多久。陆彦泽有些烦，他的脚步顿住，居高临下的看着对方。有事？崔文周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视线在陆彦泽的脸上转了一圈。你怎么一点都不难过？一听这话，陆彦泽就完全不想理他了。他换了个方向，从石头上跳下来，从崔文周身边走过，被对方一把拉住了胳膊。陆彦泽是真的不耐烦了，他舔了舔后槽牙，嘲讽地看着他：“你说话一直都这么没脑子吗？”崔文周被他骂得有点懵，他从陆彦泽的表情上逐渐琢磨出点未来。陆彦泽跟他养母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很好，这跟安安告诉他的事情有些出入。他原本想着告诉陆彦泽他养母去世的消息，换对方一个人情的事情全部泡汤。不过那不重要，可能安安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就是了。现在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他清了清嗓子道：“我们可以合作。”陆彦泽，他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崔文周，实在是搞不懂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长相偏凶的男人被他看得有些不爽，但他还是压抑住了自己的脾气，缓声道：“你不喜欢安安不是吗？我不一样，我很喜欢他，所以我们可以合作。我保证他不会再出现在你生活中。同样的，你也要保证陆家不会再给他任何支持，包括……”他左右看了看，声音低低地说：“包括资金。”温家然，瞳孔地震，天杀的，现在不只是剧情崩坏这么简单了，怎么主角宫的人设都变了？毫不夸张地说，
温家然觉得现在的崔文周分分钟可以转到变态那一卦上，那他跟陆燕安原本的暗恋成真小清新闻，岂不是要变成虐恋情深了？陆燕泽也被他这番话镇住了，他沉默了半天，丢下一句没兴趣。说完，生怕再被崔文周给拉住，他直接快走几步，后面甚至像是在跑。陆燕泽，你猜今天晚上安安去找谁了？身后崔文周的声音猛地提高，陆燕泽当然知道，所以他头也没回。妈的！崔文周低低咒骂了一句，他朝着陆燕泽跑了过去。就在他指尖刚刚碰到陆燕泽的一刹那，对方猛地停下了脚步，下一秒，拳头已经朝着他的面门袭来。然而就在拳头即将落在他脸上的时候，却猛地停住了。崔文周不明所以地看着他，陆燕泽的喉咙滚动了一下，瞳孔猛地一缩，死死地盯着崔文周的身边。那里，一双带着笑意的蓝色眼睛静静地看着他。眼前的少年跟他上次看见的那个长得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他现在穿着一件印着小熊的黄色卫衣，栗色的发丝在晨光下显得格外柔软，白嫩的脸颊上带着明亮的笑意，两颗小虎牙若隐若现。然然，活生生的然然就这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也顾不得崔文周了，径直朝着然然的方向走了过去。那是一个他奢望了很久的拥抱，但很可惜，这个拥抱扑了个空。他直直地穿过了少年的身体，险些摔倒在地。陆燕泽错愕地回头，少年已经再次消失在了空气中，耳朵里是温家然迟疑的声音：你怎么了？他眼睁睁地看着陆燕泽突然往一处空地上扑，连阻止都没能来得及。幸好陆燕泽反应速度够快，才没有将身体摔在地上。陆燕泽耳朵里轰鸣声不断，他艰难地在其中分辨出然然的声音，然后低声道：没什么。被他吓到的不只是温家然，崔文周也被陆燕泽奇怪的举动吓了一跳。他疑惑地看着他：你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对待他，陆燕泽可就没有那么好的态度了。崔文周也不恼，他接着说：安安今天去了温堂小区，那是一个高档小区，不过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二哥就住在那里，他是去找你二哥的。他笑眯眯地看着陆燕泽，等着看他不敢置信地反问他，结果只换来对方轻飘飘的一眼，似乎一点都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崔文周咬牙：你就不想说什么？说什么？说你跟踪他，还是在他身上放了定位器？当然是后者。崔文周在很早以前就对陆延安很喜欢，他善良又可爱，柔弱又可怜，就像是他小时候养的一只小兔子，颤巍巍的，只能靠主人的滋养下才能长大，没了主人一刻都活不下去。当时他就对这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很可惜的是，当时的陆延安不是可怜的小兔子，而是整个陆家的心头肉，他只能无奈地将这个想法死死地压在心底。直到想到这些，崔文周便忍不住扯出一个笑。小兔子主动送上门，那就别怪他了。虽然他也不知道他对陆延安到底是对人的喜欢，还是主人对宠物的那种喜欢，但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对他很感兴趣。但现在还有一件让他很烦恼的事情，那就是兔子之前的主人并没有完全遗弃他，这让崔文周完全无法忍受，所以他主动地联系上了陆燕泽。他笑着说：都有吧，不过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竟然到现在还在偷偷联系你的家人，你对此就不感到生气吗？我说了，我们可以合作，大家各取所需。你像个变态。陆燕泽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一点，他对他的提议完全没有兴趣，拒绝的话已经到了嘴边。温家然突然说：答应他。陆燕泽一愣，话锋一转：不过我答应你。崔文周笑了，他拍了拍陆燕泽的肩膀：我就知道我们会达成一致，合作愉快。陆燕泽没有说话，他也不恼，将自己的联系方式跟陆燕泽交换了一下，便走开了。陆燕泽望着他的背影，甚至都没有问温家然为什么要答应他。那不重要，不管然然想做什么，他都会陪着他一起完成。温家然此刻的心在砰砰跳，他的任务是要让崔文周看清陆延安的真实面目，然后与之分手。没想到现在是他们先看清了崔文周的真面目。本来他还苦于不知道该怎么跟崔文周搭上线，如今机会这不是自己找上门来了。他深吸一口气，觉得还是要跟陆燕泽解释一下。然而还不等他话说出口，一条胳膊从他们的身后猛地伸了过来，陆燕泽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然后皱着眉回头。入目的是西装革履的大哥和老二，那个胳膊就是老二伸过来的，他眼眶有些红，扶着腿低低的喘气。大哥看上去比平时苍老了好几岁，他推了推眼镜，将陆燕泽仔仔细细的上下看了一遍，然后才无奈地说：现在我的弟弟是家然还是燕泽？陆燕泽。他一时之间哽住了，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哥见他这副模样，对，不用猜了，这副表情一看就是陆燕泽。他沉默了下，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话想问，但最后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拍陆燕泽的肩膀：没事就好，跟大哥回家吧。陆燕泽没有接话，他的视线落在了大哥身后的陆燕修身上。你昨天晚上跟陆延安去哪了？陆燕修扶着腿喘气的动作一顿，一时之间甚至连头都不敢抬了。大哥不明所以：安安，他来找你二哥了。大哥皱眉，他拍了一下陆燕修弯着的腰，沉声道：安安找你干什么？陆燕修本来就心虚的不行，被突如其来的这么一拍，身子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他忍不住嚷嚷道：陆燕之，你打我干什么？陆燕泽看着这一出闹剧，突然觉得没意思的很。他低声道：算了，不想说就别说了。
他原本是想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可还没走2步，便被人抓住了。这已经是惊天地不知道多少次有人拦着他不让他走了，一晚上没睡，再加上刚才发生的事情，陆燕泽整个人都烦躁的厉害，太阳穴一股一股的胀得生疼。你到底想干什么？陆燕修被大哥推了一把，他搓了搓手，小声道：我没有不想说，是因为安安找我的时候看上去很吓人，身上到处都是水，我怕你们2个见面会，所以。他支支吾吾的，看天看地，就是不去看陆燕泽。陆燕泽冷眼看着他，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质问的老二。哪怕陆延安现在不在陆家，他们10几年的感情真的只会因为自己回来这几个月便轻而易举的搁置吗？不可能的，他心里很清楚，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此感到恼火。大哥站在一旁，光是看陆燕泽的表情就知道要糟。他刚想说话，就听见陆燕泽突然开口了：上次落水，冉冉溺水了。所有人都愣住了，就连温家然都有些懵。他从来没有想过从陆燕泽的口中能说出这种话，他总是强硬的将所有的不满憋在心里。陆燕之率先反应过来，他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忍不住又问了一遍：你说什么？陆燕泽垂眸，黑色的碎发微微遮住了他的眉眼，让别人看不清他的神色。陆燕泽面无表情地复述着温家然在他的脑中说的话：如果不是我后来出现，冉冉就淹死了。他说的轻松，但在场的几人都知道冉冉淹死意味着什么。大哥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攥紧，他从来没有听小泽提起过这件事，所以那天他那么生气是因为这个吗？陆燕泽还在说着，所以我很不高兴你们接近陆燕安，你能懂吗？黑黝黝的眸子静静地盯着陆燕修，陆燕修哑口无言地看着他，他的双胞胎弟弟就这么执拗地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他一个回答。沉默间，陆燕修小声嘟囔着：好吧好吧。陆燕泽却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高兴，对方只是皱了皱眉，匪夷所思地看了他一眼：你为什么答应？陆燕修也不知道，或许是一时的情绪上头，他纠结的不行，眼看着就想开口说话，大哥眼疾手快的一把拽了他一把，他沉声道：你们都一晚上没睡了，先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有什么事等睡醒了再说。陆燕泽跟老二都没有说话，他们就像是较劲一样站在原地。陆燕之心力交瘁，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眼，随后对老二沉声道：把你手机给我。老二愣了一下，但自小便对长兄习惯性的服从，让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递了过去。密码12345。大哥叹了口气，他找到老二的绿泡泡打开，在里面找到了陆燕安，当着陆燕泽的面删除拉黑，然后又换到通讯录删除拉黑。老二抿着唇，一句话都不敢说。做完这一切，大哥又拿出了自己的手机，重复了1遍以上的全部操作。做完这一切后，他看着陆燕泽，诚恳地说道：抱歉，那天的事我们都不知道，甚至在那之后还……他自嘲地笑了笑，我这个大哥当的是有点失败，但我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你能原谅我们吗？陆燕泽愣了一下，他静静地看着面前这个比他们仅仅大了10岁的男人。自从他回家起，在他和陆燕安之间，他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维持一个平衡，可现在天平的一端终于彻底偏向了他。温家然此刻连呼吸都不敢大声，他屏气凝息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好半天，他听见陆燕泽说：我原谅你。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只有大哥叹了口气，只是原谅你啊。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他笑了笑，拍了拍陆燕泽的肩膀：我们小泽还是很宽宏大量的嘛。陆燕泽有些不习惯，他无措地移开了目光，在对上老二视线的一刹那，他又冷着脸扭了回来。我还有件事，他低声道：在他们家我发现了这个，而且之前陆燕安在跟他们抢这个。陆燕泽将口袋里用塑封袋封好的纸递了过去，大哥疑惑地打开，等看清楚上面写的什么的时候，他脸色大变。老二好奇的不行，又自觉的不敢去打扰大哥，他左看看右看看，自觉陆燕泽已经跟他和好，便凑了过来小声道：你给他看的什么？陆燕泽看了他一眼，没搭理他。大哥沉着脸将纸装进了口袋，他神情复杂的看着陆燕泽，千言万语化成了一句话：我会搞清楚这件事的。末了他又补充道：如果真的是安安。他顿了一下改口道：如果真的跟陆燕安有关的话。他没有将话说完，陆燕泽也不为难他，他只是点了点头，便向着巷子外走去，身后是大哥的嘱咐声：司机就在外面等着，你可以先回去。陆燕泽摆了摆手，头也没回的走了出去。等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大哥的脸突兀的沉了下去，他恨铁不成钢的看了一眼身边的老二，深吸了几口气，将憋闷在胸口的郁气压了下去，随后拨通了叶华的电话：你现在在哪？带我过去。老二还在纠结刚才大哥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忍不住问道：什么跟安安有关？他给你的是什么？大哥，让我也看看呗。陆燕之忍了又忍，忍无可忍，他沉声道：你能不能先离我远点？我现在看见你有点烦。老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大哥，委屈的不行，但大哥已经没心思再跟他说话了，因为他看见了叶华。叶华大概率一直就在这附近，接到电话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凑到陆燕之身边小声道：那家里没人，里面的东西一样都没动，老板，我建议你还是亲自去看看的比较好。陆燕之点点头，带我们过去。末了他又看着陆燕修沉声道：你跟着。老二不明所以，但还是应了一声。
两人跟在叶华的身后，一路上大哥都没有说话，老二便也闭着嘴。陆燕之此时此刻心里十分复杂，他之前一直觉得被报错这件事，安安也很无辜。他在这个家里生活了18年，突然被告知自己是被报错的，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个很沉重的打击。在小泽回来后，他虽然向父母提议了让安安搬出去住的事情，但对此其实有些愧疚的，所以他想方设法的想让两个弟弟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最好能和睦相处。可当他真的跟燕泽相处后，他才发现他这个弟弟经历的远比他们调查出来的结果更加严重，这让他开始逐渐向着小泽偏移，同时又尽可能的对燕安做出了补偿。直到如果那份亲子鉴定是真的，不可能不是真的。小泽不是那种人，叶华也曾跟他汇报过，亲眼目睹了安安跟那家人争执的现场，这意味着安安并不是无辜的，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他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那他们呢？他们在助纣为虐。破败的小院依旧保持着陆彦泽之前来过的样子，叶华守在门口，以防男人突然回来。陆彦之带着陆彦修走了进去，这里实在是太脏了。之前调查的人只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小泽以前生活的环境，拍了一些外面的照片，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真的踏足进这。大哥还好，陆彦修却是第一次见这种地方，他皱着脸，嫌弃的不行，但还是跟着大哥走进了里屋。杂乱的屋内到处都是被翻找过的痕迹，而在靠近床的地面上静静地躺着一张照片。陆彦之走过去将其捡了起来，那是一个小孩的照片，照片上小孩的脸的位置被踩了一个脚印。老二，过来一下。老二一愣，连忙走过来，怎么了？然后他就看见他的好大哥掀起他的衣角，用他的衣服仔细地擦拭着一张照片上的脚印。他不理解，他大为震惊，他张嘴就想要说话，被大哥一句闭嘴凶了回去。行吧，不就是个衣服吗？他倒要看看这照片上到底。他愣住了，照片上的小孩虽然瘦弱，但不难看出来跟他小时候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这是陆彦泽小时候的照片，只存在于文字上的虐待被一张照片给具象化。老二突然感到不知所措起来，照片上的陆彦泽才多大，看起来那么小，他跟安安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在干什么？他恍惚记得他跟安安小时候光是保姆就有3、4个，吃的喝的都是顶尖，更别提家里专门给他们打造了各种供小孩玩乐的房间，那些房间直到现在他们长大了几乎不怎么去了，还在为他们保留着。老二抿着唇，大哥的手指细细地抚摸了一下小孩消瘦的脸庞，随后低声道，是我们搞错了，他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应该加倍对他好的。他拍了拍老二的肩膀，他知道老二向来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他也没有藏着掖着，将亲子鉴定的事情仔仔细细地给老二讲了讲。陆彦修当场愣在原地，大哥沉声道，这件事我会调查，你不要再跟安安联系，安安他斟酌了一下用词，或许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还有他亲生母亲落水这件事跟他也不一定完全没有关系，不然为什么会这要巧？一个浑身是水，一个就恰好溺死了。末了他又补充道，你要为之前的事跟小泽道歉，至于他原不原谅你，那就看你自己了。老二心里慌得厉害，也不管大哥在说什么，只一个劲的点头。大哥只当他听进去了，颇觉欣慰。他将这张很有可能是小泽小时候唯一的一张照片给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犹豫了一下，连同地上的奖状和出生证明一起收了起来。另一边，陆彦泽一坐上车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他是真的困得厉害。温家然原本有很多话想说，最后还是默默地闭上了嘴，陪着他一起进入了浅眠。司机见状，体贴地放缓了速度，到了陆家后也没有贸然地叫醒陆彦泽，而是在车里开了温度适宜的空调，自己一边刷手机一边等着老板家的小孩自己睡醒。打工人的摸鱼方法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但很可惜的是，车内的环境并不适合睡觉。陆彦泽没一会儿便醒了过来，他冲着一脸遗憾的司机点了点头，默默地下了车，一路如游魂一般找到自己的房间，一头栽进了床上。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下一秒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睁开，然没有人回他。陆彦泽的心开始砰砰跳，脑袋也有些晕，他又问了一句，然。屏气凝神间，少年带着朦胧睡意的声音响起，怎么了？啊，到家了。砰砰跳的心终于落回了原地。陆彦泽翻了个身，双手枕在头下望着天花板，抱歉，打扰到你睡觉了，你接着睡吧，不用管我。温家然有些懵，他觉得陆彦泽不是那种莫名其妙吵人睡觉的人，所以他关切地问，你是有什么事想说吗？没关系，我已经不困了。这种随时随地都在身边的感觉，心脏像是被泡进了蜂蜜水里，甜得他不知所措。陆彦泽突然笑了起来，他声音温柔地说，好喜欢你啊，温家然。陆彦泽盯着天花板上熟悉的身影，愉悦地又重复了一遍，真的好喜欢你。他说完还觉得不够，将2只手举在眼前，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然后一个翻身从床上爬了起来。自从时间不一样后，温家然就无法看到陆彦泽的所思所想了，他只能疑惑地看着他一通翻箱倒柜后，用剪子拆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温家然，他试探性地发问，你在干嘛？陆彦泽没有说话，他一脸认真地从毛衣上拆下来一根红色的毛线，仔仔细细地绑在了左手的小指上，将另一端系在了右手的小指上。随后他将手高高举起，对着灯光照了照，满意的不行。
那是月老精心编织的红线，两端红线的尽头是同一颗跳跃的心脏。陆燕则带着这种诡异的满足感回到了床上，他蜷缩成一团，逐渐陷入了梦乡。温家然却彻底没了睡意，但他没有尝试去操控身体，给了这具疲劳的身体一个休息的时间。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中，温家然终于意识到了一件足以让人感到惊悚的事情：陆燕则他好像真的生病了。该死，他早该想到的。从他对他表白的那一刻起，他就该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可以做出的事情。而现在很明显，陆燕则的病情在逐渐的加重，这些都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里只是个书中世界，所以他从来没有将这里的一切放在心上，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会给陆燕则带来多大的麻烦。直到现在，这些麻烦逐渐开始显露，可他不能说，也说不出来。系统的存在让他没办法告诉陆燕则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不能放任陆燕则继续这么下去了。他迟早有一天会走，甚至这一天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不到1个月的时间，真的太短太短了。该怎么办呢？粗重的呼吸声从温家然的喉咙里溢了出来。陆燕则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皱了皱眉，翻了个身，双手缠绕的毛线让他的动作变得有些艰难。温家然下意识地放缓了呼吸，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陆燕则今天到底有多累，他不想吵醒他。等到对方终于再次睡着后，温家然这才悄悄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他双目无神地盯着面前的一片虚无，突然轻轻地问了自己一段话：温家然，你以前真的没有意识到陆燕则的不对劲吗？你真的没有把这里的一切当过回事吗？还是说你是刻意的不去想呢？他也不知道，陆燕则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从中午睡到下午，又从下午睡到晚上。在这期间，已经乘坐飞机回到家中的陆父陆母几次担心的上楼，想要查看一下陆燕则的情况，但又在敲了几次门后，只得到对方带着不清醒的睡意的嘟囔。循环往复几次后，两人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决定不再打扰这个可怜的孩子休息。等到陆燕之带着老二回到家中的时候，客厅里甚至没有开灯，老两口坐在沙发上，对面的电视上播放着一段视频。那是在家里的草坪上，阳光在镜头中投射出一道温柔的彩虹，四周几乎被制作成了孩子们的大型游乐场，几乎市面上有的没有的，凡是小孩子可以玩的东西都被他们搬进了这个院子里。画面中逐渐出现了2个4、5岁模样粉雕玉琢的2个小孩子，稍显壮实的那个鼓着脸含着泪生着闷气，另一个瘦弱的小孩子见状歪着头想了半天，一脚踩上了对方崭新的小皮鞋上。大孩子一愣，眼泪再也忍不住的往下掉，小孩子见状也跟着哭，边哭边伸着手让录像的大人去抱。陆燕之记得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录制的，那是陆燕修和陆燕安4岁的生日会，因为陆燕安的身体问题，陆父陆母很少给他们举办这种活动，视频里的这次还是陆燕修撒泼打滚给闹来的，但相对应的这场生日宴很冷清，因为他们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宾客，所以陆燕修对此很不高兴。画面还在继续，镜头外陆父陆母的声音明显年轻了不少，陆父陆母围着陆燕安温声细语的安慰着，还是当时10几岁的陆燕之走过去给陆燕修擦眼泪，小孩子一边哭一边挤着眼睛往父母那边瞧，小孩子真的是很会看眼色的一种生物。很快他甩开了大哥的手，跑过去拉住了陆燕安的手，尽管他并不知道明明是他踩了自己的皮鞋，为什么他还哭得那么伤心。陆燕修对这段视频压根一点印象都没有，但直觉告诉他这里的气氛不太对，他讪讪地摸了摸头，直接按下了客厅的开关。齐刷刷的灯光亮起，陆父陆母，陆燕之，老二谨慎地后退了一步，怎么了？都看着我干什么？没什么。陆母一边将电视关掉，一边站了起来。陆燕之注意到桌上似乎放了不少东西，有胶卷有相册，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什么。陆父沉声道：那个亲子鉴定。陆燕之上前一步，将那份亲子鉴定递了过去。陆父打开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他艰难地说：确定是安安？不确定，但是我觉得8、9不离10了。大哥叹了口气，他轻声道：爸，你还记得以前的安安是什么样子的吗？陆父陆母一愣，连带着老二都看了过来。陆燕之自嘲地笑了笑，安安以前被家里人惯得不成样子，平日里最喜欢是小性子，动辄就生气，家里人都要围着他转，谁要是惹他不高兴了，那可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了，家里最起码能3、4天都没有清静的时候。他顿了一下，补充道：什么时候他变成后来的样子，乖巧懂事，嘴也甜得不行，以前我们只当他是长大了懂事了，直到我看见了这份亲子鉴定。陆燕之边说边抬头看了一眼楼梯的拐角处，一个身影逐渐显现，他理了理思绪，脸眉轻咳一声道：安安的变化是初3下半年开始的，这份亲子鉴定的时间是离高中开学不到1个月的时候，同时叶华告诉我，那家人不肯出资给小泽上学的时间也恰恰发生在这段时间里，所以他本想要用一个不那么强硬的词来表达他的想法，但很可惜，在绝对的事实面前，陆燕之根本想不到任何可以用来美化这件事的词，所以他斩钉截铁道：这件事跟安安脱不了关系，他很早之前就知道了。陆燕之没忍住，又看了一眼拐角处的身影，小泽的存在了。尽管陆父陆母对此早就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现在事实摆在他们眼前的时候，还是让他们看上去苍老了好几岁。陆父挺了一辈子的腰，慢慢的弯了下去，他将头埋进手掌心中，手指紧紧扣住额头，
即便是向来心大的老二都注意到了父亲的肩膀在微微颤抖，他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了大哥。大哥冲着他微微摇了摇头。不知道过了多久，陆母率先说道：“将桌上的这些东西拿出去丢掉吧。”他的声音显得格外冷静。很显然，在陆彦之还没有回家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桌上收拾出来的东西就是铁证，那里全部都是陆彦安从小到大的照片和录像。大哥冲着老二使了个眼色，好在对方也不是无时无刻都在犯傻。他找来一个垃圾桶，将桌上的东西一股脑的丢了进去，但那远远不够。桌上与陆彦安有关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哼哧哼哧的抱着垃圾桶跑了不知道多少趟，才将桌面给腾干净。做完这一切，老二满意的擦了擦额头的汗，再回头看去的时候，发现爸妈早就从沙发上给挪开了，他们与大哥三人围站在一起，压根没有给他留任何可以挤过去的空间。他有些气闷的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全当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与此同时，陆彦之犹豫了半天，还是将口袋里的3样东西递了过去。那是陆彦泽的出生证明、幼儿园的奖状，还有那张可怜的照片。陆母看清照片的瞬间，眼眶立马就红了。她用手轻轻摸索着照片，声音有些哽咽。这孩子明明跟老二长得一模一样，看着竟然比……她将陆彦安的名字咽了下去，还瘦。陆彦之没有说话，陆父没忍住，咬牙道：“将股份收回来。”下一秒，他们听见了陆母有些尖锐的嗓音道：“我要他把名字也改了。”最初知道陆彦泽过得不好，从而对陆彦安产生的迁怒，又因为2个孩子相处不来，无奈将陆彦安牵出去的愧疚，与此时此刻得知真相的怒。几种不同的情绪将陆母团团包围，她觉得自己几乎要窒息了，手指将照片捏得死死的。陆母仓皇地移开视线，竟是不敢再看一眼。房间里一片死寂，只有陆母急促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陆父的脸色也变得铁青，他紧握着拳头，努力的让自己不至于像妻子那样失态。而就在这时，楼梯上穿着黄色外套的陆彦泽缓缓走了下来。陆母看见他愣了一下，眼泪终是落了下来，他步伐急促地朝着对方走了过去。下一秒，一个重重的拥抱将陆彦泽紧紧地拥入怀中。这是一个名为母亲的拥抱。陆彦泽有些手足无措起来，他能感觉到母亲的脸颊贴在自己的肩膀上，泪水无声的滑落，浸湿了他的外套。我觉得你可以抱回去。就在他正愣的时候，他听到了冉冉镇定的声音。陆彦泽下意识地抬起了手，可这个拥抱最终还是没有落下。他抿了抿唇，轻轻拍了拍母亲的背。小泽，我的小泽。陆母紧紧地拥抱着他，就像是害怕自己一旦松开手，眼前的孩子就会再次消失。对不起，对不起，都是爸爸妈妈的错，都是。他泣不成声。陆彦泽的身体猛地僵住了，好半天，他轻轻地、别扭的、小心翼翼地回抱住了他的母亲。等到陆母哭够了，他有些难为情地从陆彦泽的怀里挣脱了出来，然后拉住陆彦泽，仔仔细细地将面前的人看了一遍。在看清对方的衣服时，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样，有些慌乱地问道：“你是佳然？”陆彦泽摇了摇头：“不是。”陆母悄悄地松了口气，她用纸巾擦了擦有些红肿的眼睛：“你睡了一天，饿了吧？妈给你做点吃的。”他转身就想走，却被陆彦泽给拉住了。“不用了，我们打算出去吃，刚好有点事。”我们……陆母心里又难受了，但她还记得大儿子的嘱托，所以对着小儿子勉强挤出一抹笑：“这么晚了，你们2个单独出去也不安全吧？要不让你大哥或者二哥陪你们一起？”陆彦泽还是摇头，他盯着面前的母亲想了想说：“可以让司机跟我们一起，刚好送我们。”陆母松了口气，连忙打电话去安排。等坐到车上，陆彦泽看上去还是有些恍惚，他歪着头，将手在肩头上摸了摸，那里湿漉漉的一片，那是他的妈妈掉的眼泪。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这么多眼泪。温家然已经忍不住了，他带着笑意地说：“你看上去很高兴。”“很高兴？真的假的？”陆彦泽茫然地眨了眨眼睛。车窗上映照着一个黑发黑眸的少年，他的嘴角微微翘起，原本冷漠的神情都看上去柔和了许多。而在他的身边，穿着小熊卫衣的冉冉笑眯了眼睛。陆彦泽忍不住笑了，他小心翼翼地将指尖落在了那柔软的脸颊上。冉冉的身影立时消散了，他的指尖在车窗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圆。好半天，温家然听见他小声地说：“我很高兴。”司机将他们送到了街上，便依着陆彦泽的意思将他们放了下来。双方约定好了来接的时间。温家然没有说话，他张着嘴，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在他的视线正前方，一间毫不起眼、油腻兮兮的小吃店在一瞬间变成了一间精致的糕点房。然而这还没完，就像是世界出现了 bug， 那里开始频频地在小吃店和糕点房之间来回转变，2种截然不同的画面在温家然的视角里交替出现，让他看得眼花缭乱，大脑一片空白。最终那里定格成了那间糕点房。温家然的心跳开始加速，喉咙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那间糕点房他见过，那是他家附近他从小吃到大的店。出分了，求求好评，求求免费小礼物，感谢感谢。前排提示，这张我写的好爽，但是感觉会创到一些宝宝，建议接受不了直接跳过，去看正文，不要骂我。感谢。这张与正文没有关系。淅淅沥沥的小雨轻轻敲打着窗玻璃，昏暗的室内将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青年皱了皱眉，他翻了个身，
用被子将自己的整颗脑袋蒙得严严实实，伴随着雨滴的沙沙声，他再次进入了梦乡。然而不到1分钟的时间，青年突然睁开了眼睛，他慢慢的坐了起来，被子从身上滑落，青年看上去也就27、8的模样，黑发黑眸，眉眼间带着一丝冷意。他赤裸着胸膛，被子胡乱的堆积在腿间，露出一截劲瘦有力的腰身，皮肤在昏暗的室内显得有些苍白。陆燕则打了个哈欠，胡乱的抓了抓头发，便翻身下床，察觉到然然还在睡觉，他尽量让自己的动作保持安静。他从衣柜里扒拉出一件 T 恤给自己套上，简单的洗漱过后，便开始了每天必备的流程，做早餐。事实上，陆燕则是从来没有吃过早餐的，原因无他，那就是然然似乎是吃这种事情有很大的兴趣，但他们只有一具身体，如果他吃了的话，等然然睡醒便吃不下去东西了。所以陆燕则基本上每次都会将吃饭这个任务交给然然来完成，今天也不例外。简单的做好早餐后，陆燕则便坐在餐桌前静静等到然然吃完饭，他们便要出门了。门口的鞋柜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们全部都是鸳鸯鞋，这是独属于陆燕则的小癖好，他很喜欢这种秀恩爱的方式。尽管大多数人都不会将他脚上那2只不同的鞋子想象成情侣鞋，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此乐此不疲。在超市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大哥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小女孩嗲里嗲气的声音，询问着他们今天什么时候回家。那是大哥4岁的女儿，叫糖糖。陆燕则面无表情地听着然然柔声细语地跟小女孩说着今天中午绝对回家的话，默默地捏紧了手机，心中将大哥与阴险2个字画上了等号。无他，自从他们从陆家搬出来后，陆燕则便很少带着然然回去。他比所有人都清楚，他跟然然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是令人害怕的，所以他的人际圈子一直很小，小到除了然然好像就没有别的人了。直到陆家人发现了一个 bug， 那就是糖糖。然然似乎很喜欢小孩子，每次糖糖打电话过来，他都会跟他聊上很久，并且对糖糖的要求几乎是没有不答的。所以从那以后，每次家里想让他们回去的时候，便会让糖糖给他们打电话。今天也不例外。陆燕则暗暗咬牙，将心里的不爽全部压了下去。他将从超市里购买的食材装进了后备箱后，便开车去了陆家。一下车便能看见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一边尖叫着，一边张着手朝他们扑过来，然后被陆燕则冷酷无情的给拒绝。尽管会换来然然不赞同的嘟囔声，但这并不妨碍陆燕则选择性耳聋。今天中午的陆家格外的热闹，因为老二带了未婚妻回来，那是一个很温柔的女生，她或许已经从老二那里知道了她跟然然的情况，所以对陆家人聊天时口里时不时出现的温家然的这个名字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但这并不妨碍她面对他们的时候会刻意的让自己表现的镇定，表现的毫不在意。陆燕则不喜欢这种感觉，但这并不是这个女生的错。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变好，包括她跟然然也是，尽管很多人并不理解。从陆家出来回到家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彻底黑了，他们是用完晚饭才回去的。陆燕则看着桌上包粽子的食材犯了愁，他有些遗憾的想，看来包粽子的计划是彻底泡汤了。他将东西收拾进了冰箱，或许是他的失落表现得太明显了。很快他就听到了然然犹犹豫豫的声音，或许我们可以做点别的。陆燕则愣住了，然然对那种事并不是很喜欢，换句话说，有时候甚至有些抗拒，所以他很少会提出这种要求。兴奋躁动的神经很快在他的全身蔓延开来，让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陆燕则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丢下了手头上所有的东西，走进了浴室。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浴室，浴缸上方的天花板上欲盖弥彰地蒙着一个帘子。温家然的心里突突地跳，他很清楚那后面是什么，所以他有些难耐地移开了视线。浴缸里的温水很快将他们包裹，陆燕则看上去十分亢奋。温家然仰着头发出低低的喘息，情到深处时，他感受到自己的下巴被人给捏住了。陆燕则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然然然然，他一声接着一声的喊，温家然不厌其烦的一声一声的应。然后他听见陆燕则说，睁开眼睛。温家然迷蒙地看着天花板，帘子不知何时移到了两边，一面巨大的镜子镶嵌在上方。温家然几乎是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但很快眼皮便不受控制地睁开。那是陆燕则的杰作。他在水汽缭绕、雾气朦胧的浴室里，从镜子中看见了自己泛红的脸。然然，陆燕则的声音黏糊的像是一条缠着主人的狗，满腔的爱意，浓烈到溢出来的爱意，让他几乎没有地方盛放。所以在这些爱意中，陆燕则甚至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恨。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就在这里，我却无法触碰到你呢？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是你，都是因为你，都是你的错，因为我爱上了你。但没关系，你是我亲手创造出来的爱人，就连死亡，我们都一路同行。陆燕则，温家然的声音有些飘忽的响起，陆燕则的眉头不由皱了皱，他低声问道：怎么了？你看前面是什么？陆燕则疑惑地望着自己眼前的那间糕点店，不明白这里有什么特殊的。他想了想，你是想吃蛋糕了吗？陆燕则总觉得然然的声音怪怪的，但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也没有想那么多，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走进了那家店。门口的风铃传来清脆的声响，店内甜得发腻的气味让陆燕则稍显不适。他将手里的东西放在门口的地上，走到柜台前，仔细打量着里面造型精致可爱的小蛋糕，一边在脑海中询问着：然然，
你想吃哪一种？没有回应。然依旧没有回应。陆燕则有些慌了神，他总是这样患得患失，只要温家然不回应他，他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中。他的手指不自觉地在柜台上轻轻敲打着，想要借此让自己保持冷静，但是完全没有用。那股熟悉的恐惧还是在他的心底涌了上来。陆燕则的心跳得越来越快。然，你还在吗？说话的声音中都带上了急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觉得自己要做些什么。陆燕则慌乱地一回头，对上了一双蓝色的像是大海一样的眼睛。温家然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自从陆燕则踏入这家店的那刻起，他的眼前就陷入了一片黑暗。等到那黑暗逐渐褪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脱离了陆燕则的身体。他站在原地，有些发愣地看着自己的双手。透过橱窗，他看见了此时此刻自己的模样。简简单单的白色 T 恤和牛仔裤是他平日里最喜欢的穿着，但此刻带给……但很快，温家然的期望便落了个空，因为陆燕则的视线仅仅在他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钟，便突然转移了视线。他面无表情地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温家然惊诧地瞪大了眼睛，他下意识地想要伸手去拉陆燕则的胳膊，但对方走得很快，他的指尖只碰到了对方身上的一点点衣角，柔软的布料很快从他的指尖划过。温家然的手僵住了原地，他难以置信地喊道：“陆燕则！”陆燕则的身影陡然顿住，但紧接着他就头也没回地继续向前走去，步伐比之前更加急促。温家然的心猛地一沉，心中的恼怒终究是被对陆燕则的担心占了上风，他也顾不得什么了，朝着陆燕则的背影便跑了过去。他跌跌撞撞地不顾一切地抱上了前面的那个步伐匆匆黑发少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此时此刻大脑下意识的反应战胜了理智。温家然的手臂紧紧地环绕着陆燕则的腰，脸颊贴在了对方的后背上。陆燕则的身体彻底僵住了，他停下了脚步，但却没有回头，直到温家然逐渐平缓了呼吸，有些羞涩的想要松开抱着陆燕则腰的手。但他的手刚刚一松，下一秒陆燕则突然转过了身，他的脸色苍白的吓人，鼻尖还带着点汗珠，但他的眼神却异常灼热。他将手搭在了温家然的手背上，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将他的手重新放回了自己的腰上。紧接着，一个紧紧的、急切的、热烈的拥抱将温家然紧紧地包裹在其中，那是陆燕则压抑许久的渴望。他将下巴轻轻地搭在了温家然的头顶，呼吸紊乱，带着一丝颤抖。温家然的脸疼得一下就红了，他的脸颊紧紧地贴在陆燕则的胸口处，耳朵里全是对方急促的心跳。好半天，他听见陆燕则喃喃的声音，竟然是真的。这次，温家然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他挣扎着想要将陆燕则的声音听得再清楚些，却被对方误以为他想要离开。环住温家然的腰的手突兀的收紧，高大的少年微微弓着腰，将头埋进了怀中人的脖颈处，额前的碎发轻轻拂过温家然的脖子，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肌肤，又酥又麻的痒，让温家然难耐的向后仰着脖子，试图躲避这种奇怪的感觉，却被陆燕则按住了后脑勺，一点一点的重新压了回来。那是一种不容抗拒的温柔。温家然内心剧烈的挣扎，但最终他不再挣扎，缓缓地收紧了环住陆燕则的腰的手，手掌下是对方紧绷的肌肉和颤抖的身体。在这间温馨精致的糕点房中，两个少年相拥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温家然的耳边响起了系统尖锐的报错声：数据错误，数据错误，数据错误。紧接着，周围的世界开始闪烁起来，光影交错，现实与虚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尝试修复中，温家然能感觉得到自己的身体在一点点的变为光点。仓皇间，他突然抬手捧住了陆燕则的脸，胸口被一种陌生的情绪给堆满。他急切的想要表达出来，但做不到，完全做不到。视线的最后，他看到的是陆燕则错愕的眼睛和慌乱的抬起来的手，视线陷入了一片黑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然然哦。是谁？谁在说话？温家然死死地皱着眉，脑中被各种各样仿佛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嘈杂声给淹没。他想要睁开眼睛，可眼皮像是被胶水粘上了一般，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没办法睁开。小朋友，告诉叔叔，你还看见了什么？温柔的声音还在追问。我看见了。脑海中属于孩童稚嫩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一个黑衣服的哥哥。温家然想要抓住那个声音，抓住那段记忆，但突如其来的眩晕让他自顾不暇，他的意识渐渐模糊，彻底滑入那无尽的黑暗中。另一边，陆燕则站在原地，他胸口剧烈的起伏着，眼神迷茫的看着四周。在他的视角里，只见原本精致的甜品店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迅速发生着变化，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扭曲变形，精致的米色墙壁开始变得脏污油腻，空气中属于甜品甜腻的香甜味逐渐变得充满油烟。嘈杂声、议论声吵得陆燕则头疼，他慢吞吞地眨了眨眼睛，眼前哪里还是什么甜品店，而是一间看上去有些破败的餐馆。此时已经不是饭点，按理说店内的人不算很多，但陆燕则却发现他的身边围了不少人，他们冲着他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而在他眼前是一个穿着围裙，手里拿着一个锅铲的中年男人。那啥，男人似乎有些害怕，离陆燕则距离不算很近，他谨慎地说：你没事吧？陆燕则眨了眨眼睛，视线逐渐恢复清明，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少年温热的触感似乎还在。
而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他的心跳逐渐恢复平稳，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和失落感涌上心头。果然，又是假的。不，现在已经不只是假的那么简单了。他的病似乎越来越严重了，这些幻觉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真实，让他几乎快要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假。陆燕则觉得他可能是要疯了。他深吸一口气，抬起头对着老板轻声道：“抱歉，我没事。”老板没有说话，倒是人群中有个大妈突然出声道：“小伙子，你刚才那一出怪吓人的，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这要是出个什么事。”就在刚刚，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面前这个黑发少年莫名其妙的走进来，做出了一系列自言自语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不是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可能……陆燕则摇了摇头：“我没事，就是有点累了，我能上去休息了吗？”陆母带着担忧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陆燕则的脸，他想要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挤出一抹笑：“当然可以啊，现在很晚了。他顿了一下：“你们好好休息。”陆燕则点了点头，沉默地向着楼上走去。他觉得好累啊，哪里都好累，不想说话，不想走楼梯，不想见到任何人，甚至不想呼吸。怎么呼吸也这么累啊？身体就像是被抽干了力气，只剩下一种空洞的疲惫感。带着这种奇怪的念头，陆燕则甚至没有洗澡，他一头躺倒在床上，将左手搭在自己的眼睛上，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黑暗让他感到了一种奇怪的安宁。而门外还是不放心的陆父陆母偷偷地跟了上来，其中陆母正将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地听着屋内的动静。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陆父轻轻拍了拍妻子的后背，凑到他耳边小声说：“孩子睡了吧？”陆母白了丈夫一眼，担忧地看着房门。他回来就不对劲。他虽然年近60，眼睛也有些花了，但他不会看错的。小子在外面哭了，他是哭完回来的。陆母的心都揪在了一起。经过了这些时间的事，他能感觉得到小子跟他们是有点隔阂的。当然，他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的缘故，可同样因为如此，反倒让陆母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孩子相处。如果是老二的话，此时此刻他已经破门而入了，但小泽不行，他们的关系还没有亲近到这种地步。他挫败地垂下了眼。老两口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陆燕泽的门外，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间内甚至连走动的声音都没有。陆母实在是忍不住了，她小心翼翼地扣响了房门。小泽，屋内没有回应，陆母将声音放得更柔了些：“是妈妈。”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终于屋内传来了走动的声音，紧接着房被打开，陆燕则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黑发，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两人。有事？又是这样，又是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陆母叹了口气，她向前走了2步，握住了他冰凉的手。她温柔地问道：“妈妈还是有点担心你，你今天回来？”“我没事。”他早就从大儿子那里知晓了一些事，知道小泽对那个妇人格很在意，再加上小泽性格向来冷淡，除了这个，他实在是想不出能让他变成这副模样的事情。陆燕则摇了摇头：“没有，他很好，不会跟我吵架的。”陆母，那是因为……他小心翼翼地试探，陆燕则的眼圈突然就红了。18岁的少年，习惯将一切都压在心底的少年，此时此刻面对着母亲温柔的目光，终于是忍不住了。陆母吓了一跳，她连忙伸出手想要安慰他，但还没等他开口，陆燕则突然抱住了他，他的身体在剧烈的颤抖，压抑已久的眼泪终于决堤而出，温热泪水落在了陆母的脖颈。“妈！”陆燕则的声音带上了哭腔，陆母的心都揪紧了，她紧紧地抱住陆燕则，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哽咽道：“乖，别怕，妈妈在这儿呢。”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看着小儿子这副模样，眼眶也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陆燕则没有说话，陆母心疼得厉害，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柔声道：“哭吧，哭吧，在妈妈面前不丢人的。”终于，少年的哽咽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将脸埋在陆母的怀里，声音沙哑地说：“他不见了。”陆母一愣，就听见陆燕则继续说：“明明刚刚还好好的，就是突然不见了，又不见了。”声音的最后甚至带着点咬牙切齿的恨意。陆母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大概懂了小儿子的意思，他是在说他那个妇人格。妇人格的消失对于他们，对于小泽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可看着这样的儿子，他只是用袖子温柔地擦拭着他脸上的眼泪，轻声道：“怎么会呢？你别着急，我们慢慢找好不好？”陆燕泽的动作一顿，他突然站了起来，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我们可以找到他。少年哭得泛红的眼睛看向了陆母：“我该怎么去找他？”不知道为什么，陆母突然觉得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望着小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与此同时，温家然简直要急死了，他被彻底困在了陆燕泽的身体里，没有人能看见他的样子，听见他的声音，他好像彻底成了一个幽灵。“不用着急。”系统小姐机械的声音传来，温家然硬生生的从里面听到一丝安慰的意味。“不着急。”他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你没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妈，他会出事的，只是一点小意外。”系统小姐冷酷无情地说：“等修复好，你就会跟以前一样，任务没完成，你没办法离开这里，我也没有办法。”温家然深吸一口气，脸上担忧的表情怎么也压不下去。“所以
这需要多久？最快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上午。温家然急得不行，但没办法，他在这里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他做不了任何事。他深吸了一口气，平复着急躁的心情。突然他意识到了一件更恐怖的事情，他扬声道：所以我们的世界在……他有些不敢想，但罕见的是，往日里对这个话题一直避如蛇蝎的系统突然给出了答案。你真的不知道吗？温家然一愣，你在说什么啊？系统突然沉默了下来，许久他说：你会知道的。就在这边乱作一团的时候，陆燕安那边也没好过多少。自从老二离开后，他便在酒店里心神不宁，恐惧让他完全无法做出单独去看王文翠尸体的事情。他脸色难看的坐在床上，双手止不住的打颤。王文翠怎么会死呢？他不应该死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办？怎么办？该怎么办？他有些神经质的啃着指甲，双眼无神的望着门口，就这么静静的坐了一夜，直到天亮。心脏隐隐约约有些刺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倒出来几个小颗粒，放进了嘴里。经过一晚上的思考，陆延安终于想通了，这件事本来就跟他没有关系，他没什么好怕的。他心里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从床上下来，双脚落地的一瞬间，他头一晕，身体晃了晃，险些坐在地上。等眩晕感渐渐散去，陆延安想了想，拨通了陆彦修的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让他错愕地瞪大了眼睛，陆延安甚至忍不住去看自己是不是打错了。没有，这就是老二的电话。怎么会呢？他苍白的手指慌乱地点开绿泡泡，发了一个消息过去，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几乎刺伤了他的眼睛。陆延安的脸色猛地阴沉了下去，他又尝试了联系陆彦之，得来的依旧是相同的结果。他好像被陆家人给彻底抛弃了。陆延安的眼圈都红了，明明早就该知道的，可还是不甘心。但现在没有办法了，他的视线缓缓落在了一个人名上，崔文周。陆延安有些厌恶地皱了皱眉，还是拨通了对方的电话。文周，陆延安细声细气地跟对方讲了王文翠的事，然后小声道：我有点害怕，你能不能来接我？电话那头只有男人清浅的呼吸声。好半天，陆延安听见对方笑了一声，好啊。陆延安小小的松了口气，他刚想要说自己现在的酒店位置，就听见崔文周漫不经心的声音：我现在就在门外，你把门打开就行。陆延安怔住了，他的手指紧紧地握住手机，手心里已经沁出了冷汗。他艰难地说道：文周，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电话那头的崔文周似乎是有些疑惑，他反问道：你觉得呢？陆延安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大脑在一瞬间变得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手机从他的手心中滑落，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电话被挂断。他惊恐地看向门口，下一秒敲门声起。陆延安艰难地一步步挪到门边，深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将门打开了一条缝，顺着缝隙向外看去，他看见了崔文周。高大的男人站在门口，冲着他笑眯眯地扬了扬手里的手机。陆延安下意识地想要关门，崔文周眼疾手快地将胳膊给伸了进来，门在他的胳膊上狠狠地夹了一下。崔文周了一声便往里挤。陆延安的心跳得飞快，他不敢直视崔文周的眼睛，只是盯着地面道：我不是故意的。崔文周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他很喜欢这个样子的陆延安，弱小、可怜又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脆弱，这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满足。他黏黏糊糊地凑了上去，一把抓住了陆延安的手。我知道的，没关系。陆延安强行忍住了将他甩开的冲动，低声道：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没有回应。他下意识地抬头对上了崔文周笑意不达眼底的眼睛，大手轻轻地摸上了他的脖颈。崔文周不答反问道：那安安，你在这里又是干什么呢？陆延安现在简直后悔死了，他就不应该去招惹崔文周，谁能想到平日里看上去很正常的人，熟悉了之后是这副样子的。他低着头小声道：我就是害怕，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崔文周放在他脖颈后面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就像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动物。对，就是这样。他兴奋地露出一抹笑，声音低沉而眷恋。害怕？那你为什么不找我？毕竟我才是安安名正言顺的。他一字一句道：男朋友吧。陆延安的眼底闪过一丝厌恶，但被他很快的掩了过去。他猛地甩开了崔文周的手，眼眶通红的愤怒道：我妈妈死了，你知道吗？你就非要在这个时候质问我吗？崔文周一愣，他下意识地举起双手，无奈道：好吧好吧，是我的错。他犹豫了一下补充道：那我们现在要……陆延安上前一步，他比崔文周低了一个头，此时此刻仰着头。陆彦泽一回来，他们还不是直接就将他给一脚踢开了。陆延安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一个人。凭什么？你是真的，我是假的？明明这个家里是我先来的，既然已经错了，为什么不能错到底呢？你就该在那个烂泥一样的家里沉到底，而不是爬出来抢走我的一切。陆彦安咽了口口水，他并不缺钱，这么多年来陆家人从来没有亏待过他，哪怕是陆彦泽回来之后，他们也没有在物质上苛待过他半分。即便是从陆家出来，他依旧可以过得很好，甚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过得滋润。可他就是不甘心，只是在家中看见陆彦泽的身影，听见他说话的声音，看着陆家人跟他说话的场景，
一切的一切都让陆延安觉得难以忍受。如果他能消失该有多好。陆延安被自己脑中阴暗的想法刺激的脸颊潮红，他看着崔文周，声音里带着点颤抖。我受不了了，文周，你能不能让他消失？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崔文周在听完他的话后，脸上带着笑意的表情猛地僵住了，他的嘴角一点点收起，直至面无表情。你说什么？陆延安不知道他怎么，但话已说出口，他硬着头皮道：我就是有点生气，爸爸妈妈现在都不理我，就连哥哥们也……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下巴便被崔文周给捏住了。崔文周看起来疑惑极了，他低头将陆延安的脸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面前的人确实是陆延安没有错，可是陆延安怎么会说出这种话？高大的男人眉头皱得死死的，心底无端的升起了一股无名火。他养的兔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永远单纯、善良又可怜兮兮的攀附着主人，而不是说出这种要让一个人消失的话。这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崔文周的脸彻底冷了下去，他松开了牵制住陆延安下巴的手，甚至将手在陆延安的衣服上蹭了蹭，才淡淡道：我可没有那个本事。他歪着头看着陆延安，那可是犯法的。陆延安，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崔文周态度的改变，但他现在不能跟他割席，被陆家分出去的他，要想再靠近那个圈子，只有崔文周和傅明堂两个人可以用，但傅明堂最近已经不怎么搭理他了，他不能在这个时候跟崔文周分开，所以他哽咽道：抱歉，我只是有些太生气了。崔文周看了他几眼，什么也没说。他转身搁这里。陆家，陆燕则不知道闹腾了多久，才在陆母的安抚下渐渐睡着，这让在他身体里的温家然松了口气。他不想看见陆燕泽这个样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温家然又在心中暗骂了自己一句，在黑暗中沉睡了许久的他，系统小姐有些卡壳。温家然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电流的声音。当然，完成任务后，宿主可以随时离开。温家然敏锐地发现了什么，他追问道：随时？那我要是不走呢？那会在任务完成的那个月的最后一天的0点被强行驱逐。温家然若有所思的没有说话，系统却罕见的主动说道：我以为你不会想走的，如果不是你将我困在这儿，我早走了。系统，他选择装死。温家然的世界恢复了寂静，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他缓缓地坐了下来，抱住了自己的膝盖。这些天来，他将陆燕泽的样子一点点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都是因为他，都是他的错。温家然有些难过，他用手背揉了揉眼睛。怎么才能让你不那么痛苦呢？他出神地望着前方，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耳边传来系统的提示音：修复完成。温家然眼睛一亮，他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去操控陆燕泽沉睡的身体。只见床上就连睡着都皱着眉的少年的手指轻轻动了动，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他慢吞吞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左右看了看，然而还不等他下一步动作，少年的眼神突然变了，原本有些迷茫的神情变得凶厉。他自己将自己的身体狠狠地摔回了床上。在温家然震惊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陆燕则用牙齿咬住一条红绳的一端，左手扯着绳子的另一端，动作迅速地在自己的右手上缠了好几圈。温家然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反应，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只手已经被牢牢地捆在床头的柜子上。他错愕地说：你干什么？陆燕则没有理他，他迅速地将另一端的绳子也固定好，身体有些扭曲的想要将自己的另一只手也绑在上面。可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他急得满头大汗，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荒唐的决定。温家然从始至终都没有挣扎，等到对方终于冷静下来后，他才试探性地说：那个，有话好好说，你不觉得现在这个场景有点诡异吗？要是有人进来的话。他话还没说完，就感受到身体的另一只手在陆燕泽的控制下，从枕头下掏出了一把小巧的匕首。他瞬间闭上了嘴，冰冷的匕首贴着他被捆住的那条胳膊上，并且有着向下滑动的趋势。温家然脑一抽，来了一句：你这是家暴。陆燕泽，他的动作瞬间停了下来，好半天，他手一松，匕首从他的手中滑落，轻轻地落在了床上。温家然小小的松了口气，他有些难受的扭了扭脖子，但下一秒，他的身体还是不受控制的动了起来。陆燕则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左手搭在了属于温家然的右手上，温热的肌肤相触下，他动作强硬地将自己的5根手指塞进了右手的指缝，十指相扣，他的左手和右手，陆燕泽和温家然，在此时此刻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陆燕泽终于说话了：你为什么又不见了？温家然一怔，他下意识地想要说什么，但他很快发现，除了右手，身体的其他部分似乎并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他听见陆燕泽淡淡地说：不，我不想听你解释了，你只需要听我说就好。他颠三倒四，自言自语：我在那里看见了你，不是现在这样，是有身体的你，你还跟我抱在了一起，但很快，那里的一切都变了，那是假的，再然后，你就不见了，我真的很害怕。然然，他低低地喊着这个名字，声音温柔而眷恋。你不能就这么离开我，为什么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也对我不公平。陆燕泽自说自话了许久，温家然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他小心翼翼地说：我没想走的，那是意外，不重要了。
陆燕泽顺着柜子上的镜子看见了自己此时此刻的样子，他像是被什么刺痛了一般，匆忙地移开了视线，随后面无表情地说：“如果你再消失，我就会死。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陆燕泽胸口憋闷得厉害，他垂下眼，掩饰住了自己泛红的眼角。你再消失，我就自杀。不，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改口道：“我就殉情。”温家然被他的脑回路彻底给惊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啊！”但下一秒，他感到自己唯一能控制的右手上传来了刺痛感，是陆燕泽。他一口咬上了自己的右手，力度之大，那里很快便渗出了血。温家然吃痛，忍不住了一声。陆燕泽的动作一僵，他犹豫了一下，松开了牙齿，随后轻轻地舔舐着被自己咬伤的伤口。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汹涌的感情将他彻底给淹没。陆燕泽甚至觉得自己对温家然产生了点恨。为什么只有我这么难过呢？为什么只有我这么痛苦？我们是一体的，我难过，你也应该难过；我痛苦，你也应该痛苦。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承受这一切？陆燕泽低低地喘息着，舍不得，怎么办？根本舍不得，舍不得他痛苦，舍不得他难过。昏暗的室内，少年突兀地落下了泪，灼热的泪水落在温家然吃痛的伤口上，刺痛之下，他听见陆燕泽带着哽咽的声音响起：“然然，不要背叛我，求你了，求免费小礼物，感谢。”陆燕泽很清楚自己对于温家然的感情来得太突然，就像是一场毫无预兆的暴雨，瞬间就将他整个人给淹没。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对一个人产生如此浓郁的情感，并且强烈到让他几乎无法自控。有时候陆燕泽自己也分不清这中间有多少是依赖，有多少是爱，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几乎是耗费了0.0001秒就想通了一切。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我落魄的时候爱我，所以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更爱我自己。由此诞生了温家然，所以他不爱我就是背叛我，他只能爱我。两人胡闹了一通，温家然好说歹说，终于让陆燕泽将他的手给放开了，只能控制一只手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残疾人，所以他下意识的想要缩回去，将身体的控制权完全让给陆燕泽。但很快他就发现陆燕泽竟然直接将身体交了出来，脑海中他的声音还带着刚哭完的沙哑：“我想看着你。”末了他还有些别扭的补充道：“这样你就走不掉了。”温家然：“行吧。”他低头看了看右手，因为捆绑得太紧，导致手腕上有一道清晰的红痕，甚至看上去已经有些红肿了。他伸手在上面轻轻地抹撒了一下，然后装作不满地嘟囔道：“你看看你，这不是挺好看的？”温家然震惊，温家然生气，他猛地一捶床，这要是让别人看见会怎么说？陆燕泽一怔，但下一秒他就突然兴奋起来，他想要将然然介绍给所有人，因为然然不见得。那天晚上他想了很多，他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然然生活在他的身体里，他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他现在拥有的一切社交圈都来源于他，这对然然不公平。他应该在这世上拥有更多的羁绊，这样他是不是就不会突然消失了？想到这点的陆燕泽突然说道：“我觉得不会有人在意这个的，不过要是真的有人问起来，你可以直接说是我弄的。”温家然语塞，这是能说出去的吗？恐怕他上一秒说出去，下一秒别人就要报警了。陆燕泽似乎意识到了温家然的不情愿，他想了想，语速飞快地说：“我们去改名字吧。”温家然，他怀疑自己听错了：“你不是才改过名字吗？”陆燕泽顿了一下，补充道：“但我现在觉得温家然这个名字更好听，我们可以将名字改成这个。”温家然突然沉默下来，陆燕泽不明所以，他觉得或许是自己说的不够直白，然然没有听懂他的意思，所以他补充道：“这样，以后这具身体就是你的。”他的声音小小的，语调轻轻的，带着蛊惑：“以后我来当你的富人格好不好？”温家然没有说话，他弯下腰去捡地上的球鞋，眼圈却悄无声息的红了。陆燕泽越说越兴奋：“对了，还有陈望，到时候改完名字之后，你可以先去找他自我介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应该也会相处的。”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他看见了一滴水珠掉落在了地面上，并且丝毫没有停顿的还在继续往下掉，那是温家然的眼泪。他一下子就慌了神：“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温家然的肩膀微微颤抖，他努力的想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泪水还是不争气的一颗接着一颗的往下落。他弯着腰，一只手拿着球鞋，就这么静悄悄的哭了起来。陆燕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犹豫了半天，才尝试操控身体的双手，温柔的抹去了温家然脸上的眼泪。但那还不够，他感受到了从温家然身上传来的一股深深地无法言喻的悲伤。他有些手足无措地说：“我惹你生气了吗？”罕见的，这次温家然回应了他。陆燕则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温家然已经吸了吸鼻子，一边给自己穿鞋一边说：“你惹我生气了，所以如果你还想我理你的话，刚才那些话就不要再说了。”陆燕则有些不甘心，他觉得自己刚才的提议非常好，所以他忍不住辩解道：“可是，陆燕则……”温家然这次的声音非常大，陆燕则一下子就闭上了嘴。这具身体是你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们都属于你，而我……他低声道：“我也属于你，所以
我永远不会去抢属于你的东西。刚才那些话让我很难过，如果你不想我难过的话，就不要再说了。陆彦泽此刻大脑一片空白，在意识空间里，他的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兴奋、激动、不知所措，乱七八糟的情绪在他的脑海中来回碰撞，最终这些情绪全部化为了一句话：我也属于你，我也属于你，我也属于你。这是他第一次从温家然的口中听见这句话，陆彦泽兴奋地咬住了舌尖。好办，温家然已经彻底意识到了陆彦泽身上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他执拗地将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的身上。他想要劝陆彦泽去看病，但他很清楚，这件事在陆彦泽听来无异于他想要自杀，陆彦泽不会同意的，他也不能逼着他去，那只会让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温家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尤其是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停留不了太久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夹杂在一起，让他难过得快死掉了。最后温家然自暴自弃地想，那就让陆彦泽得偿所愿吧，最起码在他走之前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这是他唯一能为他做的了。温家然穿好鞋站了起来，他垂下眼，睫毛不停地颤啊颤。陆彦泽，我们处对象吧。今天早上的陆家可以说是人员最齐全的时候，所有人都还没有离开家去做自己的事，陆父陆母正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在交谈着什么。陆彦修则围着陆彦之不停地转，直到对方忍无可忍的让他坐下安静一会儿，他才不情不愿的在餐桌上找了个位置坐下，然后往桌子上一趴，百无聊赖的望着楼梯口。所有人都在等陆彦泽下楼吃饭，这是陆母在昨天晚上突然告知的。他强制性的要求所有人以后每天必须都在家里吃饭，他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让小泽更快的融入这个家。当然，这个要求里陆彦泽是个例外，他可以随时选择不在家里吃，这是他拥有的特权。陆彦修是真的快饿死了，他有不吃晚饭的习惯，所以早上总是很早就吃饭了。可现在因为等陆彦泽，硬生生的让他饿了快1个小时，他将头埋在桌子上，叹了口气，不敢说，根本不敢说。他甚至连小声嘟囔都不敢，因为在陆家，陆母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而陆彦泽还是个病人，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惹麻烦，而且他的心中对陆彦泽是愧疚的，想道歉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算了算了，不就是饿一会儿吗？他陆彦修不会饿死。带着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陆彦修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他想要回房间拿点乐高来打发时间，一抬头就看见了从楼梯上走下来的陆彦泽。陆彦修眼睛一亮，他3两步便走到了楼梯口，仰着头去看从楼上走下来的陆彦泽，这不看不打紧，一看就察觉出了不对劲。往常一直冷着脸的黑发少年，此时此刻笑得满面春光，眼睛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愉悦和兴奋。陆彦修脚下动作一顿，他看着陆彦泽迟疑地说：你是？陆彦泽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早，二哥。陆彦修，他谨慎地后退了2步，如临大敌。你谁？陆彦泽心情好得很，不想搭理他，他乐呵呵地从陆彦修的身边走了过去。这边的动静很快吸引了另外3人，他们齐齐将目光望过来，结果最先看见的就是挤眉弄眼的陆彦修。陆彦之眉头一皱，老二，你干什么呢？挤眉弄眼的像什么样子？陆彦修，他觉得他大哥有点蠢了，这都看不出来他的意思。陆彦泽这个样子很明显是犯病了，带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陆彦修慢吞吞地挪到餐桌旁坐下，他时不时地偷瞄几眼陆彦泽，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个发现说出来。陆母也注意到了这点，他倒是没想那么多，只以为小儿子今天心情格外的好，因此忍不住问道：怎么了？今天这么高兴？陆彦泽就等着他们这么问呢。他蹭的一下子站了起来，神情郑重道：我要宣布一件事。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陆彦泽身上。陆彦泽深吸一口气，那个大哥的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他下意识地想要出声打断陆彦泽的话，可他刚出口一个你字，陆彦泽已经语速飞快地说：我谈恋爱了。轰隆！作为知晓一切的大哥来说，他只觉得脑袋嗡嗡地响，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格外荒诞。他深吸一口气，紧紧地攥着手里的勺子，才让自己没有表现的失态。陆彦修一脸懵逼地看着他的双胞胎弟弟，什么？他刚才说什么？他谈恋爱了？开玩笑的，他那个性格还能谈恋爱？那我怎么不能？可恶，被他比下去了。这边大哥二哥在那头脑风暴，另一边什么都不知道的陆父陆母倒是真的惊喜了。陆母的眼睛都亮了，他轻声道：真的吗？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陆彦泽点了点头，男孩子，对我很好，我很喜欢他。大哥越听越觉得日子好像没什么指望了，他生无可恋地看向了身旁的陆彦修，只见对方死死地望着陆彦泽，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看着让人有点。大哥拍了一下陆彦修的后背，对方猛地望过来，干什么？没事。陆彦之垂下眼去吃叉子上的面包，这下舒服了。餐桌那头的陆母已经站了起来，他笑着道：这是好事啊，我们小泽也是到了有喜欢人的年纪了，不过爸妈年纪大了，跟你们小年轻们凑不到一起去，你可以喊上你大哥二哥，你们年轻人一起出去玩玩，钱不是问题。陆彦泽点了点头，他扫视了一圈，最后视线落在了陆彦之的身上，
他愉悦地说：“好，不过大哥已经见过他了，不需要再介绍了。”霎时间，陆父陆母连带着陆彦修的目光都看向了陆彦之。陆父有些不满地说：“老大，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知道告诉我们一声？”陆彦之真说了你又不高兴。他有些头疼的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叹了口气：“抱歉，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你谈的对象是？”他斟酌了一下语言，缓缓道：“佳然吗？”震耳欲聋的沉默很快在餐桌上蔓延开来，只有陆彦泽愉悦的肯定的声音：“嗯。”陆彦修都懵了，他震惊的看着陆彦泽：“好家伙，这家伙玩这么大的吗？”陆父陆母脸上的笑意也僵住了，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陆彦泽继续说道：“他就在这里，你们要见见他吗？”温佳然，他在陆彦泽的脑海中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你干什么啊？”温佳然觉得自己尴尬的要窒息了。陆彦泽见状遗憾的叹了口气：“好吧，他还没有准备好，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让你们见面吧。”他说完坐了回去。陆家其余4人对视一眼，完了，他们的小儿子弟弟好像真的疯了。这顿饭吃的陆家人心不在焉，没滋没味的。陆母几次三番想要开口说什么，但看着陆彦泽高兴的那个劲，硬生生的将喉咙里的话给咽了回去。餐桌上的异样，就连平日里最没眼色的陆彦修都看得出来。他急匆匆的将盘子里的吃食给扒了个一干二净，便找了个由头要出门。临走前还特意拍了拍陆彦泽的肩膀：“兄弟，你瞄。”陆彦泽没搭理他，他又不是真的疯子，怎么会察觉不出来气氛的古怪呢？只是他不在了，他跟冉冉在一起的事，迟早要让其他人知道的。他们既然是他的家人，那就也是冉冉的家人，他们必须面对这个事情。陆彦泽一边漫不经心的吃饭，一边在心中跟温佳然说着话：“你真的不出来？”“绝不。”温佳然说的斩钉截铁。陆彦泽搞出来这么一出，已经让他尴尬的脚趾抓地了。他都不敢想陆家人此时此刻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可能已经盘算着怎么哄着陆彦泽去看医生了吧。“你是在怪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将这件事告诉他们了吗？”他这句话说的可怜，还不等温佳然回答，陆彦泽已经自顾自的说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高兴了。”温佳然受不了他这个可怜兮兮、患得患失的语气：“我没有生气。”“那就好。”陆彦垂眸掩饰住眼底的兴奋，他慢吞吞的说：“那我可以告诉陈旺吗？”温佳然，他咬牙道：“可以。”陆彦泽的嘴角上扬的弧度眼看就要抑制不住，他连忙用手捂住嘴，轻咳了一声。温佳然狐疑的说：“你是不是在偷笑？”“没有，怎么可能呢？”陆彦泽一边说，一边用叉子插起盘子里的红肠，试图转移话题：“你真的不出来吃吗？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温佳然，他犹犹豫豫了，别别扭扭了半天，还是坚守本心：“我不。”“好吧，那我不是太饱，给你留点空间，等会儿我们去外面吃。”“真的？”“当然。”“好。”温佳然高兴了。陆彦泽看上去也挺高兴的，他将手里的餐具放下，慢条斯理地说：“我吃饱了。”陆母的脸上勉强挤出一抹笑，他轻轻地说：“小泽，你等会儿是去上学校，还是……”其实陆母更想问的是陆彦泽的病情，明明昨天晚上还抱着他哭，说冉冉不见了，怎么一觉睡醒，冉冉不仅出现了，两人还成了那样的关系。他实在是想不通，只能将这一切归咎于小儿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治疗的事情不能再拖了。他这边心事重重，那边的陆彦泽已经摇了摇头，请了几天假，我等会儿要和冉冉去街上。他话还没说完，口袋里的手机已经响了起来。陆彦泽冲着陆母点了点头，然后走到一边接起了电话。喂，对面说话的人听上去年纪不大。您好，是陆彦泽先生吗？陆彦泽皱着眉将手机拿开看了看屏幕，是一个陌生电话。我是，有什么事吗？对方声音平缓地说。您好，陆先生，这里是市公安局，我们正在寻找王文翠女士的家属，请问您能提供一些帮助吗？陆彦泽冷声道：“不能。”电话那头的人卡壳了一下，陆家可以说是当地的豪门了，抱错孩子这件事在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就连他们警局都对此有所耳闻，所以他们才在联系不上王文翠的丈夫和其亲生子后找上了陆彦泽。经过他们的调查，这起案子有些复杂，初步的判定是溺亡，但通过监控视频，陆彦安被列为关键嫌疑人，目前下落不明，他们急需找到他以进行下一步调查。眼看着陆彦泽这么回答，打电话的小警官也顾不得什么了，他语气稍显急切地说：“陆先生，我理解您的情况，但目前王女士的遗体已经找到，而陆彦安先生作为重要嫌疑人，目前处于失联状态，我们需要尽快联系他的家属，以便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您能提供一些信息，哪怕是一点点线索，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陆彦泽有点烦，但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问道：“你是说这案子跟陆彦安有关？”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陆彦泽捏紧了手里的手机，沉声道：“我会过去一趟的。”挂断电话后，陆彦泽一回头就看见陆父陆母连带着陆彦之都默默地盯着他。他犹豫了一下，问道：“怎么了吗？”大哥想了想，率先问道：“你要去哪？”“警察局。”陆彦泽一边整理衣服一边随口说道：“他们说那起案子与陆彦安有关，我去看看。”陆母惊诧地瞪大了眼睛，最近这些日子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让他对陆彦安以往的看法彻底颠覆。
他看了一眼陆燕之，陆燕之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站了起来。我开车带你去。陆燕则奇怪说，家里不是有司机吗？陆燕之，他缓缓露出一个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微笑。大哥今天比较想亲自开车。好吧，要说这个家里，陆燕则最亲近谁？那恐怕只有大哥了，所以他几乎是没有犹豫的就同意了。刚好大哥心中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要借着这个独处的机会跟小泽好好谈谈。两人，哦不，确切的说是3个人，就这么心照不宣的上了路。一路上车内都比较安静，陆燕则沉迷于在脑中跟温家然说着话，丝毫没有要跟大哥讲话的意思。陆燕之则心事重重，时不时的通过后视镜扫一眼后座的陆燕泽，他将想要说的话在心中修改了一遍又一遍，斟酌了半天，车辆终于缓缓地停在了路边。他解开安全带，看向后座的弟弟，深吸一口气，轻声道：小泽，你和佳然的事。佳然2个字一出口，陆燕泽的脸色就冷了下去，他声音都冷淡了许多。大哥要是想说什么劝我的话，就不用说了，我是不会。他扭头看向车窗外，大哥停车的这个地方很有技巧，这里附近有一个公园，隔着车窗，陆燕泽可以很清楚看见公园里此时此刻已经有了不少晨练的人，看上去很热闹。可这些热闹并不属于他，只有温家然才是属于他的。大哥见状叹了口气，他不想给陆燕泽太大的压力，所以他扭过身子，一只手扶着方向盘，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缓地说：大哥不是那个意思，小泽，大哥真的只是想要了解一下你跟佳然的情况，毕竟……他想了想，还是将这句话说出了口，毕竟你们情况特殊，大哥还有爸妈，对这种事都不是很懂。他用词谨慎，但说完这句话半天都没听见陆燕泽有什么反应。他有些疑惑地回头看去，就见他的弟弟正死死地盯着窗外，脸上惨白。他吓了一跳，连忙从驾驶座探着身子过来，轻轻地拍了拍陆燕泽的肩膀：小泽，小泽。陆燕泽呼吸沉重，在他的注视下，外面的公园开始迅速的扭曲变形，一幢幢高楼从公园的地下破土而出。陆燕泽甚至看见了在大楼里上班的上班族，但这还没完，在他的眼睛眨动间，那些大楼又以极快的速度重新钻回了地下，公园里一如往常，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些画面在不断的切换，强烈的视觉冲击让陆燕泽能感受到自己急促的心跳，但他还记得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所以他下意识地用手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衣服，试图让自己看上去镇定一些。但下一秒，陆燕泽突然想到了什么，他眼睛一亮，连忙向着车内看去，但很快他就失望地收回了视线。车内空荡荡的，没有他想要看见的人。或许是因为他没有出去的原因，陆燕泽若有所思地打开了车门，他望着脚下犹如钢琴键一样不断弹上弹下的地面，犹豫了一下，还是缓缓地将脚伸了出去，试图迈出车门，但下一秒，一只手轻轻地按住了他的肩膀。陆燕泽愣了一下，他抬头看去，刺眼的阳光让他的眼睛不受控制地眨了眨，他看清了那个逆着光的身影，是大哥。对方表情看上去有些急切地说：小泽。陆燕泽没有回答，他看向了大哥的身后，那是一片绿意盎然、热闹非凡的公园，周围的一切在顷刻间恢复了正常。陆燕则听到了脑海内属于冉冉的声音：你怎么了？急促的心跳缓缓恢复正常，伸出去的脚重新收了回来。陆燕则轻声说：没什么。大哥欲言又止，但看着额头汗津津的陆燕泽，他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从副驾驶上抽出几张纸给陆燕泽擦汗。陆燕泽还有些没缓过神来，任由大哥的动作，自己望着车座出神。温家然又问了一遍：你怎么了？末了，他补充道：不要瞒着我，你现在是我的男朋友。男朋友3个字被他加了重音，或许是这3个字终于唤醒了陆燕泽的理智。他犹豫了半天，小心翼翼道：我看见了公园变成了大楼。温家然，他觉得自己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追问道：还有呢？你下车干什么？陆燕泽沉默了许久，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仿佛在自言自语一样的说：想见你。温家然怔住了，陆燕泽又重复了一遍：我想见你。他的手指微微蜷缩，带着点显而易见的紧张。上次我看见你了。温家然又想哭了，他揪着心在心里骂道：死系统，这就是你们修复的东西，合着只修复了我，没修复他是吧？系统小姐不敢说话，根本不敢说话。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明明数据显示一切正常，按理说他目前应该不会再看见另一个世界的东西了，可偏偏他还是看见了。他缓缓说道：这次修复确实已经完成了，可能还有些上次残留下来的影响，我解决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温家然此时此刻的心神都在陆燕泽身上，完全没有意识到系统小姐的语气似乎越来越不像个机器。陆燕泽还在说着是有身体的你，他话一说出口，生怕温家然对此误会什么，连忙补充道：当然，现在的你我也很喜欢。温家然，他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那股无力感让他几乎要崩溃。他咬了咬牙，突然强行控制了身体，在大哥惊悚的注视下，他缓缓地伸出手环绕住了自己。陆燕泽听见温家然带着点哽咽的声音：你现在可是我的男朋友，你必须喜欢我，不管我什么样你都要喜欢我，所以以后再遇见这种情况，你就待在原地不许动，哪也不许去，听见没有？
陆燕则犹豫了一下，她其实还是想看见有身体的冉冉，想触碰她，想抱着她，想亲吻她。可这都是现在没办法完成的，但她觉得她要是说出来的话，冉冉一定会生气，她不想让冉冉生气，所以她低声道：好，你保证。我保证。温家然这才稍稍的放下心，他松开了环住自己的手，一抬头就看见了默默盯着自己的大哥温家然、陆燕之。双方对视一眼，温家然讪讪的笑了笑，有些尴尬的说：哥。陆燕之面不改色的点了点头。家然，哈哈，哥真聪明。陆燕之没有再提刚才发生的事，他探了半个身子进车里，将刚才陆燕泽松开的安全带给他扣好。坐好，我们现在去警察局。做好这一切后，他关好后座的车门，向着驾驶座走去。陆燕之面无表情的想，他或许也要找个心理医生来给自己看看了。再这么下去，他也要顶不住了。直到车子发动，坐在后座的温家然都一动没动。主要是这车内的气氛太诡异了，两人都不说话，竟是连个音乐都没有。再加上温家然自己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上次见大哥的时候还能说是弟弟，可这次他跟陆燕则成了那种关系。如今单独面对大哥，温家然就有点坐不住了。好在陆燕之似乎透过后视镜看出了他的不自在，他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我记得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说过，你面对我的时候不用那么紧张。温家然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他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索性什么也没说。陆燕之见状又道：我听小泽说了你们的事，你们现在……他迟疑了一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温家然顺势接话道：跟他说的差不多。陆燕之，他试探性的说：那你是怎么想的？在陆燕之的记忆里，他跟家然相处过几次，但每次接触的时间都不长，他并不知道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毕竟他唯一一次了解两人感情的时候，还是因为陆燕泽生病发烧才说出来的。温家然会怎么想？他也喜欢小泽吗？在陆燕之看来，温家然就是小泽幻想中的另一个自己。他晃了晃脑袋，将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给忽略掉，跟在大哥的身后进了一间办公室。几人坐下，大哥这才问道：我听小泽说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的事。他皱着眉看了一眼身边的温家然，低声说：陆燕安怎么会跟这件事扯上关系的？那人笑了笑，确切地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王文翠的死他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只是……他压低了声音，凑到陆燕之跟前道：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这段视频我觉得你们还是要看一下的。温家然好奇的不行，他对这个原著中并没有死亡的人物突然死掉的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很快，一个笔记本电脑被那人拿了过来，他调出一段视频，那是一段监控视频。视频里最先出现的是王文翠，他坐在离案发地不远的地方，似乎是在喝酒。很快监控里出现了第二个人，陆燕安。他一路上都左看右看的，很明显是在找人，并且在确认了王文翠的位置后，快步的走了过来。两人简单的交谈了几句后，便一起移步到了案发地。那里是一条河，一条腥臭的飘满垃圾的河。视频大概是经过加速处理，可以看见两人站在河边，由最开始的谈话突然变成了争执，并且王文翠看上去情绪十分激动。短短几分钟过后，争执就变成了推拉，然后便是落水。但这个落水的对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落水的是陆燕安，并且从视频上看，他更像是被王文翠给推下去的。温家然惊诧之下，更是直接说出了口：怎么可能？那人叹了口气，事实上他确实不是被推下去的，别的角度的监控刚好照到他们吵架的地方。陆小，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改口：陆燕安是自己跳下去的，而且后他的任务，他是不是要回家了？温家然的心里堵得慌。电话那头的崔文周很明显不耐烦起来：你听见我说什么没有？所以呢？崔文周，他疑惑地拿开手机看了看上面的备注，的确是陆燕泽没错。于是他又将手机贴在耳边说道：我说陆燕安现在在我这儿，警察为什么在找他？他不肯跟我说实话。温家然很难搞懂崔文周的脑回路，他不答反问：你不就是想让他这样吗？崔文周那边久久没有说话，他居高临下的看了一眼坐在他对面战战兢兢的陆燕安，面无表情，眼底没有一丝情绪，口中却带着笑意说：我想你误会了，我是喜欢养宠物，但同时我也很讨厌看中的宠物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所以我有必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温家然拿着手机的手紧了紧，他镇定道：给我个地址，我明天亲自去告诉你，你直接电话里说不就行了？温家然声音冷了不少：你要是想知道，你按照我说的做。他心里也发虚，明明回家的机会近在咫尺，可是温家然却下意识的想要拖延时间。他甚至想过，如果1个月内他的任务没有完成的话，系统会做出什么样的惩罚呢？还是说会再给他1个月的时间呢？这些念头在他的脑海中反复盘旋，他知道这只是幻想，却还是忍不住抱有一丝期望。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让他觉得系统小姐似乎并不会伤害他。可现在一切的幻想都在这通电话后被终结。温家然看了看任务的倒计时，16天，哪怕他再拖下去也只有16天的时间。而他在昨天才刚刚承诺了陆燕泽跟他正式在一起。温家然的心里泛酸，但为了防止被陆燕泽看出异样，他的面上没有表露出一丝一毫。
电话那边很快传来的崔文周低低的咒骂声，随后一个地址报了过来，电话被挂断。崔文周烦躁地踹了一下床，坐在另一边的陆燕安吓了一跳，他连忙站了起来，粉白的脸上透着一股不正常的红晕，他似乎是在发烧。崔文周见状，强行将心里的火气压了下去，打电话吩咐人送退烧药上来。陆燕安眨了眨眼睛，得寸进尺地说：“囚禁也是犯法的。”囚禁？谁？你现在随时可以走。再说了，你生病了，身为男朋友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吗？崔文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陆燕安低头避开他的目光，他慢吞吞地走到了卧室门边。崔文周的目光一直落在他的后背上，让他心中发紧。就在他的手眼看着就要放在门把手上的时候，后面传来了巨大的摔东西的声音。他的呼吸乱了一瞬，回过头就看见男人面无表情的脸。走啊，你怎么不走了？陆燕安被吓得不敢再动，他紧紧地咬住嘴唇，有些惊恐地看着崔文周。然而很快，男人的神情就柔和下来，他缓缓走到陆燕安身边，伸手摸了摸她的头，低声道：“别怕，安安，只要你没有骗我，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的。”崔文周小时候还没有回到崔家的时候，妈妈带着他再嫁，继父虽然没有缺他吃缺他喝，但对他也不亲近，也没有人愿意跟他玩，于是妈妈给他买了2只兔子，那是他唯一的朋友。直到妈妈生病过世，不过1周的时间，那2只兔子便被继父给杀了炖肉。崔文周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晚上吃饭时候的场景，他一边吃一边吐，硬生生的将继父留给他的那碗肉给吃了干净。从此以后，养兔子似乎成了他的某种执念，他喜欢那种单纯的柔弱的东西依赖自己的感觉，而陆燕安似乎成了他心中那2只兔子的替代品。可是现在，崔文周猛然发现自己似乎上当了，那种边吃边吐的恶心感时隔这么多年再次涌上他的心头。他心里烦得厉害，又怕自己会不会冤枉了陆燕安，索性眼不见心不烦，长腿从陆燕安的身边跨过，从房间里走了出去。而另一边，陆燕则也不理解温家然为什么不在电话里说，但他只当是温家然讨厌崔文周，所以故意拖他一会儿，因此并没有开口问。他心里存着别的心思，在温家然跟着大哥要上车的时候，突然开口：“我们不跟他一起回去，好不好？”温家然动作一顿：“你想去哪？”“我想去找陈旺。”见然然不说话，陆燕则又贴心的补充道：“吃饭的时候你答应过我的。”温家然，他心里也正难受着，对于陆燕则的要求没有不答应的，反倒是陆燕之对此忧心忡忡。经过刚才路上的那一出，他实在是有些害怕这个弟弟单独出门，万一再犯病了呢？他这边正发愁，陆燕则已经有些不满起来，但他并不是分不出好赖的人，大哥这些天的所作所为，他也是看在眼里的，因此他只是有些遗憾地说：“算了算了，我们跟哥回去吧。陈旺的话，我跟他在手机上说也是一样的。”他说了半天，见温家然一直没有反应，便轻轻地唤他：“然然。”温家然如梦初醒，他猛地回过神来，似乎想通了什么，嘴角突然缓缓地勾起了一抹笑。陆燕泽，他轻声说道：“下一秒，陆燕泽只觉得眼前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那是温家然在跑，他跑得很快。而在他们的视线正前方，一束阳光穿过树梢洒在地上，就像是命运给他们铺就的金黄色的地毯。温家然毫不犹豫地朝着那边奔去，身后是陆燕之焦急的喊声，身前是他们的金色的未来。陆燕泽的心跳得飞快，风声从耳边呼啸而过，他听见温家然带着喘息的笑意的声音：“陆燕泽，等这件事过了，我们去旅游吧。突然发现我们上礼物榜了，太感动了，接着求免费的小礼物，嘿嘿。”陆燕泽一路晕晕乎乎的被温家然带着跑，他满脑子里都是然然说要跟他去旅游，旅游不就是度蜜月，度蜜月不就是结婚，结婚不就是证明他跟然然会在一起过一辈子。他越想越兴奋，温家然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大步的向前跑着，口袋里的手机在不停的震动，他不用想就知道会是谁打来的电话，可此时此刻他完全不想去接，就像是迟来的叛逆期。温家然将手机调成了静音，他们来到马路上，很快招到了一辆出租车，向着陈旺所在的地方驶去。说来也挺搞笑的，算上这一次，温家然也只来过这里2次，可这2次的心境却截然不同。上次来还有些害怕的他，这次已经可以目不斜视的大踏步的往里冲。离得老远，他就看见了陈旺，他正站在店前跟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说着话。他个子高，一眼就看见了路对面的温家然，他高兴地冲着他们挥了挥手，便快步走了过来。他走到温家然面前站定，先是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忍不住捶了一下温家然的肩膀，口中笑嘻嘻道：“来之前怎么也不说一声？”温家然是带着陆燕泽的愿望来的，可等他真的站在了陈旺面前的时候，鼓起的勇气像是被针扎破的气球，瞬间泄了气。他眼神躲闪，不敢直视陈旺的眼睛。那个陈旺，怎么了？陈旺狐疑的看着面前的人，他很少在陆燕泽的脸上看见这种犹犹豫豫的表情。他想了想，一挑眉，是不是那个叫什么陆燕安的又作妖了？他低声骂了一句，一撸袖子，露出了手臂上大块的肌肉。老大，我知道你现在在那里也为难，你就老实待着，全当不知道，我去替你收拾他。温家然见状，连忙抬起头，一把按住了陈旺。不是陆燕安的事，到底怎么了？你有什么话直说就行，咱们2个谁跟谁？
温家然知道不好再拖了，他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道：“我谈恋爱了。”陈旺身子一僵，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看着温家然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啊。温家然，陆彦泽，他忍不住反问道：“他这是什么反应？”温家然无奈地说：“我觉得他可能不太相信。”他想了想说道：“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更想听你亲口说出来，而不是我来说。”这是温家然早就想说的话，可偏偏陆彦泽似乎对让他亲口承认两人的关系有什么执念。温家然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让他不高兴，所以他顺从了这件事。但他始终觉得陈旺的意义对于陆彦泽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亲口告诉陈旺这件事。他一边想着，一边主动让出了身体。就在陆彦泽刚刚掌控身体的一瞬间，陈旺似乎终于反应过来，他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眼神格外复杂地看着面前的少年。陆彦泽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他微微侧了侧头，低声道：“旺哥，他说的都是真的，我谈恋爱了。”谈恋爱三个字就像是有某种魔力，他们从陆彦泽的舌尖滚过，就让他忍不住的笑。他嘴角带着笑，眼睛亮亮地看着陈旺，口中说出的是那个很久之前的称呼。这副与平时大相径庭的模样，让陈旺一时间有些恍惚，他甚至没有注意到陆彦泽的话多奇怪，思绪渐渐被拉到了很多年前。寒冷的冬日，瘦弱的小孩脱口而出的旺哥。是的，在很久以前，陆彦泽是叫陈旺旺哥的，不过那是一段很久远的往事了。陈旺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用力地拍了拍陆彦泽的肩膀，像是为了掩饰什么一样，飞快地眨了眨眼睛，语气感慨道：“好，你总算是苦尽甘来了，什么时候有空啊？你。”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慢，语调越来越轻，最后完全地闭上了嘴。陈旺突然反应过来了陆彦泽刚才的那句话，他望着对方脸上的笑，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所以他试探性地问道：“谁说的都是真的？”陆彦泽说的理直气壮：“温家然，我男朋友。”他说完又补充道：“刚才就是他跟你说的我们谈恋爱的事。”陈旺的大脑嗡嗡作响，他咬着牙，怔愣地看着陆彦泽半天，忽然转身就走。陆彦泽拽住他疑惑道：“你干什么去？”关门。陈旺面无表情地吐出两个字：“天杀的，他好好的一个兄弟，这才去了陆家多久，怎么就疯了呢？”他必须去给陆彦泽讨个说法。他力气大，但陆彦泽的力气更大，两人一时之间僵持在了原地。“你别冲动，你听我说。”陈旺现在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他用力地想要挣脱陆彦泽的手，嘴里骂骂咧咧道：“你别拦着我，我非要去问问这到底怎么回事。”陈旺，陆彦泽突然松开了手，陈旺一时不察，用力过猛，身体向前踉跄了好几步。他沉默地回头看去，在陆彦泽的身后不远处的巷子里，他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陈旺的瞳孔猛地一缩，他下意识地看向陆彦泽，想要告诉他自己看见的东西，但映入眼眶的是陆彦泽极其认真的脸。他注视着自己，郑重道：“我真的很喜欢他，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陈旺的心乱成一团，他忍不住又看了眼陆彦泽身后的人，视线这才逐渐落在了陆彦泽的脸上。“你确定？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很难让你接受，但是……”不。陈旺摇了摇头，他望着陆彦泽，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如果这会让你感到幸福的话，那么恋爱快乐。”陆彦泽的动作一顿，他怔愣地看着陈旺，瞳孔猛地放大。在他身后的男人眉心稍稍放松，似乎是松了一口气。陈旺没有理睬他，他看着陆彦泽，迟疑地说：“你说他叫什么？温家然是吧？”“温家然惊讶道：“大哥。”陆彦之这才点了点头，缓缓地向着他们走了过来。他跟陈旺之前是见过的，所以陆彦之冲他微微颔首示意后，便看向了温家然。他面无表情地将手伸进温家然的口袋里，摸出了手机。屏幕按开的一瞬间，上面弹出了10几个未接电话，来电的人都是同一个。饶是温家然也感受到了大哥此时濒临爆炸的情绪，他小心翼翼地与陈旺对视一眼，罕见的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大哥并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地将手机上的静音模式取消，然后又将手机放回了温家然的口袋里。做完这一切，他看向温家然，声音平稳地说道：“我很担心你。”温家然，他突然有些愧疚起来。陆彦之看着他的模样，心头的火越演越烈，但他向来不是个情绪外放的人，除了亲近之人，很少有人能看出来他发火的模样。就比如现在，陆彦之简直要气死了，但温家然与陆彦泽没一个人察觉出来，只是觉得大哥的声音似乎比平时提高了不少。“家然，你跟小泽现在这种情况，我不会限制你们的自由，我也没有权利这么做。但是……”镜片后的眼睛直视着温家然，他沉声道：“我觉得你们最起码要保持电话通畅。”温家然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惹得陈旺一连看了好几眼。要不是怕陆彦泽会生气，他甚至想找手机给他拍个照。陆彦之见他这个样子，心中的火气也渐渐散了个大半。他跟着他们两个人一路到了这里后，率先听见的就是小泽对陈旺谈的话。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心里猛地一揪，生怕他对面的那个男人说出些什么不好的话，刺激到他的弟弟。不过还好，他的弟弟交朋友的眼光还不错。此后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临近中午，陆彦之便带着陈旺和陆彦泽、温家然去吃了个饭，随后将陈旺给送了回去。
这才开车带着温家然两人回家。家里静悄悄的，也不知道大家是在午睡还是出门了。大哥疲惫的揉了揉眉心，简单的叮嘱了两句，便去书房忙工作去了。陆燕则和温家然本没有午睡的习惯，可昨天兴奋了大半夜，今天又起了个大早，兴奋劲过去后还真有点困，所以两人也回了房间。房间里静悄悄的，他们躺在床上，谁都没有说话。陆燕则觉得昨天到今天的一切就像是做了一场梦，现在安静下来，反而开始患得患失，这场梦是不是要醒了？于是他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的说：“然然。”好在温家然并没有睡，他轻轻的了一声，表示自己听见了。陆燕则高兴了，他眨了眨眼，突然控制着双手在自己的脸上胡乱的摸了摸，像只粘着主人的小狗。温家然的心里无端的蹦出了这句话，他颇觉惊悚的摇了摇头，将这个想法给挥散。可陆燕则的手还在作怪，搞得他睁不开眼睛。温家然想了想，索性将身体完全的给让了出去。陆燕则，他有些遗憾的放下了手，眨巴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人影。好半天，他小心翼翼的试探道：“然然，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在想我们去哪旅游的事。”温家然沉吟了一下，补充道：“或许可以喊上陈望。”他话音刚落，陆燕则噌的一下坐了起来。他惊诧地说：“我们度蜜月为什么要带着陈望？”“度蜜月？谁？你跟我吗？”温家然憋了半天，憋出来一句：“不是蜜月。”“怎么不是？”陆燕则有些委屈了，他执拗地说：“别人结婚后都会度蜜月的。”不等温家然说话，陆燕则又义正言辞地说：“我们现在虽然没办法结婚，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跟别人结婚了，所以我们现在跟结婚了没什么两样。”温家然，他算是明白了，这货什么都知道，就是故意搁这儿五角蛮缠，搁这儿装的。他生无可恋的叹了口气，语调平静地说：“那你现在是不是要喊我一声老公？”话题突然转到了这上面，陆燕则猛地怔住了，身体的异样几乎是在一瞬间就被他察觉，所以他顺势躺回了床上。天花板上的然然静静地盯着他，陆燕则的喉结滚动了两下，好半天，他艰难地说：“然然，好像那个了。”温家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好半天感应过来陆燕则到底是什么意思。陆燕则的声音低沉地说：“然然，帮帮我。”他能感觉得到脑海中少年的呼吸都乱了几分。“该怎么帮你？就像是上次我帮你那样。”陆燕则低低的笑。好半天，他感觉到自己的手似乎挪动了一下，这个发现让他兴奋地咬住了舌尖，他甚至是有些恶劣的想，这下温家然终于完完全全属于他了，他们密不可分，他们永不分离。偌大的房间内只有一个黑发少年躺在床上，他的脸颊泛红，眼睛却执拗地盯着头顶的天花板。他弓着腰，低低地喘着气，口中一遍一遍地喊着一个人的名字：“然然，然，温家然。”他在欲望的沉沦中一遍遍地确认着温家然对他的爱意。同样的，温家然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轻声回应着他：“我在。”“好的，医生。”在陆燕之带着小泽出去的这段时间里，陆父陆母也没闲着，几乎联系了凭着他们的人脉可以联系到的所有有关这方面的医生，并且试图给小泽安排一个全面的心理评估和治疗方案。大哥揉了揉太阳穴，看着桌上的资料，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医生的建议、治疗方法和可能的诊断。这些东西很重要，但面对小泽的情况，他还是觉得有些无从下手。尤其是小泽看上去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叫温家然的人格，可是这是不对的。他研究了相关的病情，发现他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很可能会出现第三个、第四个，并且可能会出现伤害自己的人格，那是所有人都不想看见的。所以小泽需要治疗。房门就在这个时候被叩响，陆燕之迟疑了一下道：“进。”随后房门被打开，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钻了进来，是陆燕泽。他弓着腰，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脚上甚至没有穿鞋，走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陆燕之看着他怪里怪气的模样，忍不住皱眉。小，他话刚出口，就见小泽猛地扭过身来，对着他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他立马猜出了现在这个人是谁，是那个性格相对活泼一点的人格，是温家然。温家然刚才看见他慢吞吞地踮着脚尖来到大哥书桌的另一侧，小心翼翼地坐了下去。陆燕之静静地注视着他，直到面前这个黑发黑眸的少年缓缓朝他露出了一个不好意思的笑来。他竟然有些恍惚，如果小泽从小就在家里长大，他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或许是陆燕安那样，不，他完全想象不到小泽会像陆燕安那样骄纵和爱哭。他大概会像老二跟温家然的融合体，阳光体贴，偶尔会对家里人发些无伤大雅的小脾气，或许还会跟老二打架。他被心里的想法给逗笑了，但紧接着涌上来的便是一股深深的无力感。陆燕之盯着对面的温家然，看着他低头在纸上写着什么。很快，那张纸被轻轻地推到了他的面前，上面写着一句话：让他去治病。陆燕之怔愣了一下，不可置信的又看了一遍，的确是这5个字没有错。他诧异的眨了眨眼睛。温家然在确认他看见自己写的字后，又将纸拽了回来，在下面补充道：他这样下去不行。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的写着，陆燕之几乎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他有些迟钝的想，面前的温家然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小泽真的去治病的话，他很可能会死，会消失，或者变成另外的什么人。
他目光深沉地看着面前的人，温家然有些疑惑地歪了歪头，他生怕陆燕之不理解自己的意思，所以他又在纸上补充道：“我要走了。”不行，不能这么说，他将走了2个字划掉，改成了消失。我要消失了，你们一定要给他治病。陆燕之垂眸看着面前的画，副人格积极地配合主人格治疗，这是好事，他在心中告诫着自己。一抬头，他却对上了一双黑黝黝的眼睛，那是一双漠然的、没有情绪的眼睛，那是陆燕泽的眼睛。陆燕之隐在镜片后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睁大了几分。坐在他对面的温家然不明所以，甚至还双手合十地拜了拜，一副祈求的模样。而在他脸上的表情与他的动作展现出来的情绪完全相反，他面无表情地盯着陆燕之。如此诡异的画面让陆燕之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他试图转移视线，可眼睛就是不受控制地看着陆燕泽的脸。温家然的动作停下了，他有些疑惑地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后，什么也没有。难道是自己的脸上有什么东西？不可能吧，他可是有仔细的洗完手后才来的。再说了，也不可能沾到脸上吧。温家然终于是忍不住了，他小声的用气音说道：“大哥。”陆燕之如梦初醒，他低头错过属于陆燕泽的视线，然后轻声道：“家然，我知道你是为了小泽好，但是这件事上家里人的想法跟你不同。”他完全违背本心的说：“你跟燕泽都是我弟弟，你们谁都不可以消失。”温家然，他错愕的瞪大了眼睛，此时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大哥好像真的被他们折磨疯了，不然他实在理解不了一个正常人为什么会拒绝给自己的弟弟治病。温家然迷茫的看着陆燕之，他张了张嘴，还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大哥已经将手指向了门口。他低声道：“你先回去吧。”温家然，他觉得自己要碎了，他磨磨蹭蹭的站起来，欲言又止，可惜大哥根本看都不看他一眼。温家然带着满腔心事，失魂落魄的向外走。刚走到门口，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急匆匆的又跑了回来，在一张全新的纸上认认真真的写了几个字：“对不起，上午我不应该给手机静音的。”他将纸递了过去，冲着陆燕之笑了笑。陆燕之，他看着面前脸上带着笑，眼睛却冷冰冰的少年，觉得后背汗毛直立。他能感觉得到小子现在不高兴，而且是很不高兴。陆燕之看着纸上的字，心情格外复杂。好半晌他才说道：“我没有生你的气。”温家然抿着唇笑了笑，噔噔噔的从屋里出去了。偌大的书房只剩下陆燕之，他拿出手机有些犹豫，父母年纪大了，要是告诉他们这些，只怕他们受不住。老二最近又神神叨叨的，早出晚归的，几乎看不见他的人影。陆燕之有些头疼的发现，他似乎没有地方可以诉说刚才发生的事。而另一边，温家然回到房间后，往床上一躺，做出一副还没睡醒的模样。他侧着身子，正准备闭上眼睛，却猛地从床头柜上的金属片上看见了自己的脸。他猛地怔住了，好半天，他听见陆燕泽轻飘飘的声音：“你在做什么？”陆燕泽醒来的时间并不算早，所以他没有看清楚然然究竟在跟大哥说些什么。但从大哥的反应可以看出，然然似乎又起了让他治病的心思。这个发现让陆燕泽有些焦躁。这个身体是他们共同的，他不可能永远睁着眼睛掌控这具身体，也不可能阻止然然跟家里的人相处。可是只要一想到然然似乎跟大哥有什么秘密，陆燕泽便觉得自己的情绪有些失控。但很快他就努力让自己冷静了下来，不能让然然察觉，他会害怕。他一遍一遍的在心中告诫自己，最终千言万语还是会成了一句质问：“你在做什么？”这话一出口，他便有些懊恼，不应该用这个语气跟然然说话的，他会害怕的。温家然会害怕吗？不，一点也不。他静静地注视着那块反光的金属片，在那上面，他可以清楚地看见陆燕泽的脸上缓缓地浮现出了一丝懊恼。好可爱！温家然突然觉得陆燕泽好可爱，明明自己很生气了，但又怕说话的语气吓着自己的样子好可爱。他忍不住笑了，喜欢到愿意跟他用同一具身体做那种事，这在以前他根本想都不敢想。可那是爱吗？温家然疑惑地眨了眨眼睛，好像是有的吧。他好像是突然降临在了他的身上，就像是某天早上他一觉睡醒，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在他的脸上，他在阳光的包裹下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突然爱上了陆燕泽，毫无道理，毫无原因，就是突然好爱他。可是他还是没有陆燕泽那么爱自己的去爱他。温家然有些难过的垂下眼，他做不到留在这里陪着他，尽管他已经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并且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可他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想要回家。所以他迫切的开始希望陆燕泽去治病，他刻意让自己不去想如果他离开后陆燕泽会怎么样。但他很清楚，如果他离开后陆燕泽一定会发疯，他或许会死掉。温家然，你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坏最坏的人了，你再一点点逼死他。温家然翻了个身，他茫然地望着头顶，夕阳的余晖透过半开的窗户，将头顶的天花板染成了淡淡的橙红色，而在其中他突然看见了自己。那是小时候顶多1、2岁的温家然，头顶的天花板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如同投影一般，他看见了一个破旧干净但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一个婴儿正躺在床上撕心裂肺地哭。小小的温家然在自己走路都走不稳的年纪，摇摇晃晃地挪到了婴儿的旁边，
那个婴儿看起来也就出生4、5个月的样子，小小的身子在不安地扭动着，眼泪鼻涕糊了满脸。小温佳然撅着屁股爬上了床，蓝色的眼睛与婴儿带着眼泪的黑色眼睛对视的一瞬间，婴儿停止了哭泣。于是小小的温佳然小心翼翼地递过去了一根手指，被婴儿的小手一把攥住，他的眼泪还在眼眶中打转，却缓缓地冲着温佳然露出了一个笑。你为什么不理我？陆彦泽的声音突然响起，天花板上的投影瞬间消散。温佳然眨了眨因为长时间睁着而有些干涩的眼睛，迟钝地问道：你刚说什么了？我说，陆彦泽的声音格外认真，你不许骗我，也不许瞒着我。温佳然恍恍惚惚地说了一句好，随后他在心中突然问系统，我以前见过陆彦泽吗？没有。系统小姐的声音很轻柔，可是我刚才……你没有见过他。系统小姐笃定地说。温佳然闭上嘴不吭声了。他见过陆彦泽，他以前一定见过陆彦泽。什么时候？完全想不起来。可是这里不是小说吗？温佳然，你没有见过陆彦泽。系统小姐的声音再次响起。温佳然茫然地瞪大了眼睛，刚才的一幕幕在飞快地从他的脑海中被删去。温佳然坐了起来，茫然地看了看四周，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他问陆彦泽，你刚才有看到什么吗？陆彦泽还在生着闷气，只当温佳然是问他刚才书房的事，他有些别扭地说，没有，我就听见你跟大哥在说话。好吧。温佳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纠正陆彦泽自己问的不是这个，反倒是陆彦泽见他不说话，还以为他生气了。我不是故意想偷听这个，但你知道的，我不可能控制自己什么时候会睡醒。陆彦泽很想让温佳然知道自己生气了，所以他明里暗里的补充道，或许下次你跟大哥说话前可以给我用点安眠药，但我也不确定到时候是身体睡着了还是我睡着了。温佳然笑眯眯的等他说完。好了，男朋友，不要生气了，下次不会瞒着你了。陆彦泽突兀的闭上了嘴，他感觉脸都要烧起来了，结果下一秒他就听见温佳然的声音，我答应了你不会瞒着你，所以陆彦泽，我现在直白的告诉你，你必须要去看病。陆彦泽刚刚升起的小甜蜜一下子就被浇了个透心凉，他冷声道，想都不要想，我不会去的。温佳然笑了笑，他低声，难道你不想跟我融为一体？陆彦泽，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听不懂话了。温佳然不等他说话，继续道，你去看病并不意味着我会消失，人格会融为一体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到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我会永远爱你，只能爱你。陆彦泽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温佳然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胸腔中的震动，他悄无声息的勾起了唇角。陆彦泽很明显被说动了，他迟疑的说，真的？当然。那……他拖长了声音，在温佳然的期待中，他突然冷冰冰的说，那你也想都不要想。温佳然。陆彦泽的声音低了下去，然，我早就跟你说过的，我研究过我们的情况，融合之后，你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那是个全新的人，哪怕他有我们的记忆又怎么样？他一边说着，一边执拗的用手盖住了温佳然的眼睛。一片黑暗中，温佳然听见他说，你又骗我，我再不信你的话了。温佳然的心不自觉的颤了颤，只有他知道，陆彦泽根本没有什么多重人格，所以也压根不存在什么融合不融合的。可是陆彦泽不知道，温佳然突然升起一股想要将一切都告诉他的冲动，他的眼睛颤了颤，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陆彦泽，如果我不是你的副人格呢？他话音刚落，嘴巴便不受控制的闭了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了。脑海中是陆彦泽低沉的声音响起，那你是什么？温佳然说不出来，陆彦泽沉默了一下，小声道，你是骗子。陆彦泽看上去对温佳然这次的行为很生气，一直到晚上吃饭之前，他都没有跟温佳然说过一句话。下楼吃饭的时候也是冷着一张脸。陆彦修不明所以的问大哥，不是谁又惹他了？陆彦之，他大概知道一点，只是这种事怎么说呢，算是别人之间的家事。他被自己的想法震惊到了，果然人还是需要压力的。陆彦之觉得自己的抗压能力越来越强了，所以他慢条斯理地说，可能跟家人吵架了吧。陆彦修，他听到这话的瞬间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大哥，又看了看温佳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随后他默默地将座椅离大哥挪开了一些，这个家里好像除了他已经没有正常人了，包括爸妈也是。只见陆彦泽的面前放着2盘截然不同的口味的食物，那是陆母特意交代人做的，一份是陆彦泽的，一份是温佳然的，这样不管过来吃饭的人是谁，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口味。陆彦泽坐在桌上迟迟没动筷子，就在温佳然以为他不想吃的时候，猝不及防的身体的控制权交到了他的手上，他有些懵。陆彦泽见状说了一句好吃，便不说话了。此后不管温佳然跟他说什么，他都一声不吭。温佳然没法子，默默地吃完饭上了楼，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他便收到了崔文周的狂轰乱炸，很明显1天1夜的等待已经到了他忍耐的极限。温佳然简单的跟他说了2句，便挂断了电话，收拾出了门。崔文周给的地址很偏，周围都没什么人家。温佳然脑子里下意识地浮现出一句话，还真是玩囚禁的好地方。他忍不住幻想了一下2人的形象，还是算了吧。等到了地方，
楼下的保镖应该是提前就得到过崔文州的通知，因此见到温家，然后几乎没有犹豫就将他们放了进去。温家然一路上楼，敲响了卧室的房门。房门很快被打开，是崔文州开的门。他的表情看上去很疲惫，像是一晚上都没有睡觉一样。温家然简单的跟他打了一声招呼进了屋，屋内烟气缭绕，也不知道他在这里抽了多久的烟。而在他身后，温家然看见了陆燕安，他坐在床的另一边，脸色越发的白，额头上也是汗津津的，看上去状态不是很好。他这是……没事，昨天发烧了，已经退烧了。崔文州简单的说一句，便把门给关上了。随后他问道：“现在可以说了吧？”温家然的目光落在陆燕安的身上，一字一句道：“王文翠是他害死的。”他话一出口，崔文州的表情就一点点的冷了下去。他沉声道：“他推下去的。”床上的陆燕安看上去反应格外强烈，他猛地站了起来，尖声道：“不是我做的，他自己要跳下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完，他看向崔文州，可怜兮兮地说：“文州，你要相信我，真的不是我推的。”闭嘴！崔文州暴躁地吼了一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却没有吸，只是夹在手心中，烟草的味道似乎可以安慰他的神经。他看上去平静了点。你接着说。确实不是他推的，但也因为他而死。温家然扭过头，不去看陆燕安惨白的脸。他跟王文翠起了争执，然后自己跳了水。王文翠去救他，然后救你自己都说了，是他自己跳的，关我什么事？陆燕安的脸上满是慌乱，他努力地为自己辩解着。崔文州盯着陆燕安的脸，那股咽不下吐不出的恶心感让他几乎想要作呕。一切的一切使他的太阳穴开始突突地跳，又胀又疼。直到此时，他才终于确信了一件事：陆燕安并不是他的兔子，他是一只虫，一只恶心的寄生在兔子的皮肉之下的寄生虫。他努力地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你把他带走吧。温家然，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崔文州。你让我带他走，不然呢？就这么2句话，完全可以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却拖了我一晚上。现在我一眼都不想看见他。你把他带走，随你怎么做。温家然都要气笑了。他刚要开口说话，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恭喜宿主完成最终任务，即将脱离本世界。10、9、8、7。幸好温家然来之前便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他深吸一口气，沉声道：我要留下。倒计时的声音顿住了。很快，系统小姐的声音响起：脱离世界倒计时1263630秒。温家然松了一口气。就在他愣神的这几秒里，陆燕安竟是从床的那边猛地跑了过来，在崔文州似笑非笑的眼神里，他急声道：带我走，我不想留在这里。温家然看着他因为急切而略显扭曲的脸，沉吟了一下，还是选择带他离开了这里。出了房子，他没有急着叫车，而是沿着马路慢吞吞地走。陆燕安看上去身体的确不好，他没走几步便气喘吁吁地放慢了速度。温家然问陆燕泽：你不想跟他说些什么吗？对方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很沉默，但对于温家然的问题还是硬邦邦地给了答案：没有。温家然叹了口气，他小声道：但是我有。他说完便猛地一转身，陆燕安的脚步顿住了。他看着陆燕泽，眼中带着憎恶。陆燕安。温家然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轻声问：我最开始一直搞不懂你到底想做什么。在我刚回家的时候，他们很疼你，甚至想让你留在家里。如果不是你3番5次的找我麻烦，说不定你现在还是陆家疼爱的小少爷。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陆燕安走过去。对方吓了一跳，连忙后退。温家然还在说：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你这个人就是这样，骨子里透出来的贪婪、妒忌和自私，这些东西让你没办法安分守己。不过现在不重要了，因为他一字一句道：你的好日到头了。陆燕安猛地抬头看过来，许久，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扭曲的笑来。他是自己要跳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哪怕警察找到我又怎样？最后还是要把我放了。亲子鉴定。温家然轻飘飘的声音一出，陆燕安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瞪大了眼睛看他。我已经将东西交给大哥了，家里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你以为你还能靠着陆家的钱过那衣食无忧、高高在上的生活？不。温家然冷酷地说：你的股权会被收回，银行卡会被冻结，就连你现在这个姓也会被改掉。他笑了笑：你知道的，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改掉这个名字。哦，对了，你之前的圈子也不可能再接纳你，陆燕安，你永远不可能回到之前的生活了。现在，他垂眸看着陆燕安，现在他都属于我。温家然让出了身体，陆燕则茫然地接管了一切，他的心砰砰砰地跳得厉害。温家然在他的脑中轻声道：把你想说的说出来。可我没什么好说的。陆燕则有些茫然地想过，他跟陆燕安有什么好说的？他很讨厌这个人，他不想理他，可脑海中温家然的声音坚定地说：不，你有什么？他怎么不知道？陆燕泽的嘴唇动了动，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对面的陆燕安已经濒临崩溃，他的眼睛红彤彤的，满是憎恶地看着陆燕泽：属于你，你有什么资格？你为什么能赢我？不过就是因为你血管里那管血，若是没有这个，你这辈子都只会是一滩烂泥，我会是你这辈子仰望的存在。可你就是没有。陆燕泽下意识地说道。陆燕安一下子卡壳了。陆燕泽语速飞快地说：就是这管血又怎样？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
陆燕则看着陆延安蒙住的表情，像是找到了什么乐趣。只要有这个，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不管他们心中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一定会接我回家。可你呢？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什么也不是。你想留下来，就只能讨巧卖乖，来换取他们的心软。陆延安，你跟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等级的。陆延安捂着胸口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知道陆燕则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以前的他在陆家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是陆父陆母偏心的对象，几乎骑在所有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当时的他讨厌死了陆燕修，明明他们是双胞胎，为什么陆燕修的身体那么好，他却拖着一副病殃殃的身体？都是陆燕修的错，他将自己的营养给吸走了，所以他频繁地找陆燕修的麻烦，明里暗里的让陆父陆母忽略陆燕修。可他最后发现，这些东西对陆燕修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他根本意识不到偏心，意识不到自己在整他，整日里乐呵呵地跟在自己屁股后，一副好哥哥的模样，蠢得要死。再后来，他发现了真相，他开始变得惶恐，变得不安。他开始接近那对所谓的亲生父母，明里暗里的将陆燕泽和自己的身份透露出去，暗示他们让陆燕泽消失。另一边又开始讨好自己一直看不上的陆燕修，因为他很清楚，一旦真相被揭露，能为他所用的只有陆燕修。明明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可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陆延安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但突如其来的眩晕让他重新跌坐了回去。陆燕泽，温家然。陆燕泽简直笑出了声，他蹲下身子，单手拍了拍陆延安的脸，胸口积攒了多年的郁气在此刻似乎突然有了释放。他愉悦地说，等着爸妈让你改名的消息吧，从今往后你会跟你那个好赌家暴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被人唾弃的笑话。还有，不要再让我听见你喊陆家人爸妈哥哥之类的话，那是我才能喊的称呼，你还不配。说完，他不顾陆延安铁青的脸，站了起来。陆燕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和轻松，压在心头的那块巨石终于在此刻被搬开。他眯着眼睛看着站在路边的少年，阳光洒在他的身上，带着一层柔和的光晕。蓝眼睛的少年冲着他笑眯眯地歪了歪头。陆燕则听见他轻柔温暖的声音：“新生快乐，陆燕则，求求免费小礼物，嘿嘿。”陆燕安最后是被救护车拉走的，他的身体真的很弱，又在温家然和陆燕则联手的刺激下直接犯病。好在他随身携带的有药，倒是撑到了救护车的到来，没有出什么大事。不过这事还是吓到了温家然，他想要替陆燕则出气，可不是想要陆燕则担上杀人犯的名头。两人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看着急救人员将陆燕安推进了急诊室，这才松了口气。将这件事简单的告诉给家里人后，他们便没有对这件事有太大的关注，只是听说在陆燕安没醒的时候，陆燕之去看过一次，并且给其缴纳了医药费，在其醒来后就一次也没去过了。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就是陆燕则原先的那个赌鬼养父，这个人扎在王文翠死了好几天的时候，还拿着陆延安之前给他的钱在牌桌上醉生梦死，直到钱被挥霍完了之后，才想起自己有个家。或许他回家的时候还想着怎么从陆延安的身上再要点钱出来，但他很快便收到了老婆死了，儿子住院的消息。他先是跑来陆家闹了一通，结果门都没进来就被保安扔了出去。这人渣还不死心，三天两头的来闹，挨了几次打后终于消停了。后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见从陆家这里讹诈不成，索性去了医院里闹，只将好不容易好转的陆延安气的又进了一次抢救室。那边闹得鸡飞狗跳，陆家却将这消息瞒得死死的，不想让陆燕则再知道这些糟心事。又因为那人渣这么一闹，陆家人简直对陆燕则的愧疚之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总之，陆燕则和温家然这2天过的日子可以说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就连老二也在家里的督促下，一看到陆燕则，脸上就露出一个自认为温柔和煦的笑来。只是那个笑怎么看怎么扭曲，直看得温家然毛骨悚然，好几次都险些崴了脚。至于陈旺，他现在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为了感谢他之前对陆燕则的帮助，大哥出资给他开了一家小超市。他终于摆脱了那条城中村，带着妈妈搬到了市区里。按照大哥的意思，原是想要资助他继续学业的，但被陈旺拒绝了。他辍学的早，上学的时候学习也不好，现在又过了这么多年，已经不打算回去上课了。他如今唯一的心愿就是将这家超市经营好，多赚点钱，给自己买套房子。所有人的生活都在一点点的变好。温家然与陆燕则的旅行也再次被提了出来。什么？你要去旅游？不行，我不允许。温家然刚把话说出口，陆彦修已经拍桌而起，他情绪激动到连桌上的其他人都忍不住侧目。陆府的脸瞬间沉了下去，他虽然也不赞同小泽的话，但彦修这孩子说话也太直了，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刺激到小泽怎么办？他沉声道：“你还有没有规矩了？”老二绷着脸倔强地说：“你不能去。”温家然，这家伙是不是又犯病了？陆彦泽也不耐烦了，他对于这趟旅行简直要期待死了。学校请了长假，昨天晚上更是研究攻略，研究的一宿没睡。他觉得然然脾气好，老二不怕他，索性自己出来，冷眼看了一眼老二：“我去不去要你管？”陆彦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突然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人真的不愧是双胞胎。陆彦修的嘴唇动了动，他嗫嚅着说：“我不管，反正你就是不能去，你就想去，过几天或者下个月再去也行啊。”陆母意识到了什么，他狐疑地看着陆彦修：“你是不是准备了什么东西？”“我才没有。”
陆彦修一下子愣住了，他支支吾吾了半天，不说话了。陆彦之知道他的性子，索性直接道：“你最近一直早出晚归的，是给小泽准备了什么惊喜？”陆彦修，他藏在桌下的手紧了又紧，紧张的连呼吸都粗重了不少。桌上的大家都没有说话，他们静静的等着陆彦修的回答。好半天，他终于别别扭扭的说：“对。”这下轮到陆彦泽震惊了，他双手环胸，从上到下的将陆彦修仔仔细细的打量了一番，疑惑道：“又不是过节，你要送我什么？大哥有吗？只送我？为什么？”他一连串的问题一出口，陆父陆母反倒是有些欣慰起来。陆彦泽在他们面前话一直不算太多，现在能问出来这个问题，实在是进步不少。陆彦修咬牙，一字一句道：“只送你。”他说完，见陆彦泽没什么反应，忍不住补充道：“你下个月再去不行吗？我这边马上就……”不行。陆彦泽终于回过神来，斩钉截铁的拒绝。他冷酷无情地说：“我跟然然已经订了明天的机票。”陆彦修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他精心准备了那么久，要是陆彦泽一眼没看见就走了，那他真的要气死了。他想了想，突然一脸郑重地将手搭在陆彦泽的肩膀上：“今晚就今晚，不需要耽误你太多事情了。”两双同样黑黝黝的眸子对上，好半天，陆彦泽闪躲地移开了视线。他轻声道：“好。”陆彦修瞬间松了一口气。他们各回各位就餐，用完饭后，陆彦修十分明显，理直气壮地让他走开，他要跟爸妈还有大哥讨论私人话题。陆彦泽、温家然，人在无语的时候是真的想笑。晚上，陆彦泽的房门被敲响，早就被陆彦修收买的大哥此时穿得格外正式，他笑眯眯地看着陆彦泽道：“老二让我来喊你。”陆彦泽挑了挑眉，他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跟在大哥的身后下了楼。外面的院子此时被布置得格外好看，到处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其中最瞩目的当属院子中间一个被鲜花堆满的桌子，在那张桌子的最中央摆放着一个蛋糕。那个蛋糕看上去并不像是陆家这样的人家会买的东西，它很小很简单，上面只是三三两两的放了几颗水果，其他的毫无特点。可它就是被陆彦修珍而重之的摆放在了鲜花的最中间。陆彦则轻飘飘地看了一眼，很快移开了视线。他的目光落在了长桌的尽头，穿着西装的陆彦修看上去格外紧张，他不停地在吸气呼气，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而在他身边，陆父陆母正围着他，笑容满面的不知道在叮嘱什么。陆彦泽，他心中的怪异感藏也藏不住了，好奇怪，怎么这么奇怪？尤其是他扭头看了一眼同样穿着正式站在自己身边笑眯眯的大哥。陆彦泽诡异的沉默了下来，直到他听见温家然颤巍巍的声音：“陆彦泽，你觉不觉得？”温家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犹豫了半天不说话了。陆彦泽，他好像突然懂了什么，脸一下子就黑了，转身就想走，但被大哥一下子给拽住了。他回头咬牙道：“干什么？你？”他的声音猛地顿住了，因为他看见陆彦修走了过来。他罕见的惊恐的后退了2步，下一秒，捧在手心里的木雕被陆彦修举在了他的眼前。那2个木雕雕刻的是同一个东西，婴儿。唯一不同的是，左边的木雕是2个抱在一起的婴儿，而右边是孤零零的一个。陆彦修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他轻声道：“这是我亲手做的。之前我想过很多种送你的礼物，可我觉得那些可以用钱买到的东西，你现在并不缺。”他顿了顿补充道：“我学了好久才做出来的，可能不是很好看。”陆彦修神情认真地指着手心里的木雕介绍着：“左边这个是我们2个，这应该是我们最开始的样子，而右边是你。”他并没有搞什么无聊的2选1的游戏，而是一股脑的将这2个小玩意儿都塞到了陆彦泽的手里。你摆与不摆，或者是2个都摆，都随便你。现在他们是你的了。陆彦泽依旧没说话，陆彦修也不恼，他郑重道：“对不起。”这次陆彦泽终于有了反应，他抬头看过去，这才发现陆彦修的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我之前对你说了很过分的话，做了很过分的事，真的很对不起。”陆彦泽刚想说话，却被陆彦修给打断了。“你不需要说话，你原不原谅我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告诉我，但是我还是要向你道歉。是从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念头的呢？”陆彦修有些茫然地想，他其实也不知道，或许是从知道这个弟弟生病的那天起，或许是知道了那个亲子鉴定的那天起，又或许是看见了那张照片的那天起。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排斥和偏见是多么的愚蠢和残忍。他开始后悔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那些事，可那些伤害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他要跟陆彦泽道歉。陆彦修突然意识到了这点，于是有了今天。温家然从始至终都在默默地听着，这是陆彦泽与他血亲之间的事情，与他无关。许久，陆彦泽轻声道：“好。”他将2个木雕塞进了口袋，从头到尾他也没有说原谅还是不原谅。但陆彦修还是松了一口气，他带着陆彦泽向着不远处的陆父陆母的身边走去，一边走一边解释道：“你别看那个蛋糕简单，它可好吃了，它是我吃过的唯一一次生日蛋糕，所以我想你应该也会喜欢的。”陆彦修每年生日的时候，家里人都会买蛋糕，但那都不是他想要的。那些花里胡哨甜的发腻的蛋糕是陆延安的口味，而每当他想要挑选第2个的时候，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所打断。他不在乎这些，
但那些蛋糕他也一口没有吃过。只有这个蛋糕是碰巧陆彦安临近生日的时候生病住了院，所以他终于挑选到了自己想要的蛋糕。它确实跟他想象中的一样好吃，所以陆彦泽跟他是双胞胎，他应该也会喜欢的吧。从始至终，陆彦泽脸上的表情都让人捉摸不透。他们刚走过去，陆父陆母连带着大哥便围了过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陆彦泽却觉得脑袋发懵，他不知所措地被他们拥在中间，心脏在不受控制的狂跳。天上突然放起了烟花，一朵接着一朵，绚烂的光芒在夜空中绽放。陆彦泽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他听不清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只记得他们将他簇拥在中间，拍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为什么要拍照片？他听见自己问，然后他听见然然说是全家福。陆彦泽，你有全家福了。陆彦泽紧紧地抿着唇，他突然向着屋内跑去，步伐急促，他几乎是一步两三个台阶地跑回了卧室，然后砰的一声，阳台上的窗户被推开。陆彦泽望着天空，远处是灿烂的烟花，楼下是笑容满面的亲人，身边是渴望已久的爱人。他的灵魂在此刻被一分为二，一半是陆彦泽，一半是温佳然。在烟花的喧嚣声中，他听见然然带着笑意的声音，男朋友，伸出手。他突然冷静了下来，并且伸出了手。温佳然操控着身体，带着爱怜与虔诚，轻轻地吻在了他被烟头烫伤的疤痕上。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上面，带着密密麻麻的痒。陆彦泽第一次从温佳然身上感受到如此强烈的爱意，过去的伤痛，此刻在爱人温柔的抚慰下变得那么不值一提。陆彦泽的手指都在跟着颤。温佳然笑着说，你有家了，从今往后的每一天，你都只会快乐，只会幸福。不会有那一天了，不会有哪一天比今天更让他感到快乐和幸福了。因为这一天，万家灯火前，他的神明终于为了他彻底降落在了人间。陆彦泽和温佳然是在早上6点出发的，那是一个很平常的早上。陆彦之向来有早起的习惯，他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摆弄手机，一抬头就看见了从楼上下来的陆彦泽。对方看上去心情很好，走路都带着轻快，身上除了一个小背包，什么也没带。看见自己的时候，他还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反应过来，低声喊了句大哥。陆彦之冲他笑了笑。这趟旅行是不被家里人看好的，在背着陆彦泽的时候，家里人已经聚在一起讨论了无数次，最终他们选择了相信陆彦泽。但这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的手机要保持通话正常，每天都向家里报平安。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看起来有点监视意味的提议被陆彦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且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反感的样子，甚至有点高兴。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但陆彦之还是感受到了。他冲着陆彦泽点了点头，对方的脚步顿了下，随后有些别扭地说了一句，那我先走了。说完，他向前走了几步，似乎被什么人给提醒了一样，又停下脚步，回头说了一句半个月后见。陆彦之秉持着一颗老父亲的心，竟然觉得他别扭的样子有点可爱，所以他笑眯眯地冲着对方点了点头，轻声道旅途愉快。陆彦泽的脸上明显带上了开心，他打开了门，却在步子迈出去后突然又停在了原地。陆彦之有些意外地看着他，却见对方缓缓扭过头来，他的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大哥。敏锐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会儿的弟弟不是陆彦泽，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再见。他听见对方这么说，所以他也回了一句再见。对方冲着他摆了摆手，这次没有停留。陆彦之看着对方上了车，很快消失在了视线里。陆彦泽和温佳然的第一站是一座南欧小镇，那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他们也是查了很多资料，才将第一站的目标设定在了那。那是一座被鲜花包裹着的小镇，家家户户、大街小巷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花香。陆彦泽其实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温佳然很喜欢，所以陆彦泽就也很喜欢。他们在这里住了2天，房东阿姨是一个很好的白人大妈，她也是第一个发现陆彦泽不对劲的人。那是一个晚上，她看着居住在自己这儿的小伙子从外面回来，他的脸上红扑扑的，带着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快乐。但很快，他的表情就变了。他看着那个小伙子慢条斯理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轻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的动作很轻柔，眼神里也带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温柔。那一瞬间，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明白。最后，他笑着说：“你看起来很爱他。”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却让那个小伙子一下子愣在了原地。他有些局促的搓了搓手，嘴巴张了张，最后只是礼貌的说了一句：“谢谢。”他冲他们笑了笑，目送着他们回了房间。陆彦泽回到房间，并没有立刻坐下，他站在门边站了许久，才轻咳一声，掩饰住了自己抑制不住的嘴角。修长的手指轻飘飘地点在了胸口，心跳在不受控制的乱跳，那是属于温佳然的心跳。他的眼神柔和下来，嘴角的笑意愈发明显。一个在心中积攒了多日的念头，终于在此刻喷涌而出。陆彦泽决定做点什么，他轻轻地在脑中喊了2声然然的名字，对方只是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然后就没了动静。他睡着了。也是，今天一天的身体几乎都是温佳然在操控，他精力充沛到陆彦泽都有些害怕他是不是玩疯了。
身体上的疲惫不足以抑制陆彦泽精神上的亢奋，他转身又出了门。第二天一早，温家然一觉醒来的时候，浑身上下的酸痛感让他忍不住叫了一声。他颇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结果胳膊抬起来的一瞬间，肌肉的酸痛还是让他龇了龇牙。他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时间，却不小心将一个相框碰掉了地上。温家然连忙下床去捡，那是那天晚上照的全家福。陆彦泽这次出来的时候将他也带来了，并且摆放在了床头。而在那张照片的旁边，一左一右放着2个不同造型、不同数量的木雕丑娃娃。温家然将东西摆好，踩着拖鞋去洗漱。洗漱台上放着一对牙刷，一黑一黄，一对不太像情侣牙刷的情侣牙刷，甚至还是陆彦泽特意找人定制的。通常情况下，这对牙刷的使用时间是错开的，陆彦泽在早上用黑色的，温家然在晚上用黄色的。因为温家然在早上通常睡不醒，像今天这种早起的情况已是十分罕见。他皱着脸开始刷牙，脑海中陆彦泽的声音突然响起：“很疼吗？”“一点都不疼。”温家然嘴硬，陆彦泽低低的笑了笑，他小声道：“我昨天都提醒你了，再那么蹦下去，明天的肌肉肯定酸痛的厉害。”温家然不理他，他动作迅速的刷完牙，然后对着镜子做了个飞吻的动作。陆彦泽一下子就慌了：“你做什么？”“早安吻。”温家然嘿嘿的笑，他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耳根悄无声息的红了个透。他走到桌边，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2个盒子，他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打开看看。温家然将那2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放着一对对戒，那是很普通的银戒，没有任何的装饰，只是纯粹的银色。温家然拿起其中一枚，举到眼前仔细端详，戒指的内侧刻着一串英文 ：“You are my missing heart， 你是我缺失的心脏。”温家然沉默了一下，他拿起另一枚去看，里面写着 ：“I love you， 我爱你。”没有浪漫的场地，没有华丽的词语，没有昂贵的戒指，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早上，一个少年对着另一个少年，拼尽全力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叮，脱离世界倒计时738015秒。他们离开那座小镇后，还去了很多地方。他们去看了大海，去玩了蹦极，去体验了滑翔伞，甚至还去某国体验了射击和开坦克。那2枚银色的戒指原是被分别戴在了左右手上，可后来在温家然的强烈要求下，其中一枚被一条红绳串着当成了项链。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温家然总是会让陆彦泽去拍一张照片，照片里黑发黑眸，笑得格外不自然的少年会刻意亮出手上和脖子上的2枚戒指。他不是个喜欢拍照的人，但也会乖乖的顺着温家然的意思去拍照，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和温家然的合照。最后一站，他们原是想要去看极光的，可是时间来不及了，那串数字已经快要走完了。所以在最后的时间里，温家然找了个理由，带着陆彦泽回了国。他不能将陆彦泽一个人丢在国外。陆彦泽似乎从温家然焦躁的情绪中感受到了什么，从出发起就一直顺着温家然的少年，在此时突然强硬地表述了自己不想回家的想法。他给出的理由是还没有玩够，所以不想回家。温家然想了想，小声道：“你还想去哪？爬山吧。”陆彦泽沉默了一下，说道：“这里有一座很高的山。”似乎是怕温家然不同意，他补充道：“山上面的风景很漂亮。”温家然垂眸，他盯着自己的脚上的鞋，好半天，低声道：“好。”他想，或许他的动作可以快一点，这样就可以赶在时间结束前将陆彦泽带回去。陆彦泽高兴了，他一边打了车往那边去，一边高兴地对温家然说：“我可以牵着你一起上山吗？”温家然，他想象了一下那个场面，诡异地陷入了沉默。陆彦泽可怜兮兮地垂着眼嘟囔：“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就算了，我不会逼你的。”温家然，这个在别人看起来有点冷漠的少年，在他面前撒娇卖可怜起来绝不手软。可偏偏温家然就吃这一套，他忙不迭地说道：“牵。”陆彦泽笑了，不过好在他并不是突发奇想，也并不是真的就对其他游客的视线毫不在意。他准备了一件卫衣，一件肚子上带着口袋，款式过时了很久的卫衣。看，陆彦泽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紧张。我们可以把手放进去。温家然愣了一下，在陆彦泽期待的视线中，他缓缓操控着右手伸进了那个口袋里。陆彦泽的手已经在那里等他了，2只手的手指在口袋中小心翼翼地触碰在了一起，带着灼热的温。如果说对视是人类不带情欲的精神接吻，那么牵手就是人类不带情色的精神相交。不知道是谁的呼吸先乱了一瞬，温家然的手指蜷缩着退了一下，但属于陆彦泽的那只手很快便追了上来，指尖对着指尖，他们的手在口袋中慢慢地纠缠在了一起。陆彦泽的手指轻轻地摩擦着温家然的手背，酥酥麻麻的痒，如同电流一般一直蔓延到2人的心底。温家然深吸了一口气，他觉得心脏简直要跳出来了。明明更亲密的事情他们都在一起做过，可是陆彦泽的呼吸声在耳边显得有些急促。他轻轻用手指在温家然的手背上画着小圈，随后温柔地与温家然十指相扣，2只手的掌心紧紧贴在一起的瞬间，属于同一具身体的温度却灼烧着2个人的灵魂。周围的一切仿佛在这一刻都消失了。温家然有些想哭，他红着眼，死死地将喉咙里的哽咽压了下去。而陆彦泽，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他们开始爬山，在外人看来，
这就是一个穿着黑衣服、双手插兜的冷漠少年。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口袋下是两只纠缠在一起的手，是孕育在一个身体里相互吸引的两个灵魂。一路上，陆彦泽走得很慢，慢到温家然好几次都忍不住出声催促。时间不够了，时间真的不够了。甚至到了后面，温家然强硬的想要掌控身体，却被陆彦泽死死的压制住。任谁都能看出来，此刻温家然的不对劲。可陆彦泽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直到他们就要到达山的最高峰的时候，陆彦泽突然轻声道：“还有多久？”温家然怔住了，他被陆彦泽牵着的手开始剧烈的颤抖。陆彦泽猛地吐出一口气，咬牙切齿道：“还有多久？”他的声音提高了不少，震得温家然脑袋嗡嗡作响。他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在两人的中间蔓延。陆彦泽拖着有些疲惫的身躯，温家然也哭了。他低声道：“30分钟。为什么？你不是说你属于我吗？你为什么总是要骗我？”眼泪一点点的滴落在石阶上，陆彦泽能感觉得到温家然似乎在说什么，可是他不想听。他一句句的质问道：“你这次又要去哪？你背叛了我，对不对？你明明说了不会骗我的。”最后他颤抖着声音问：“你还会回来吗？只要你还会回来，我……”陆彦泽渐渐的不说话了。他突然攒着一股劲从地上站了起来，步伐急促的向着观景台的边缘走去。在温家然慌乱的声音中，他突然冷静的说道：“如果你走，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呢？是从然然突然知晓家里第二天会办晚宴的时候开始，是从然然对陆彦安的一切都很感兴趣的时候开始，是从他知道傅明堂的表弟也叫温家然的时候开始，是从他在包间里看见了那双蓝眼睛一闪而过的时候开始。可他不敢想，不敢认，那太荒谬了。所以他执拗地将温家然当作是他灵魂的另一半，执拗地认为温家然的存在就是来爱他的，不管他是什么都好，只要他是来爱自己的就好。温家然想要什么都可以，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或者他的身体，什么都行，只要他不会离开自己。可是现在算什么？他还是要走。陆彦泽眼神空洞地望着山下，这座山真的很高，高到他完全看不见底。如果真的跳下去，大概不会很疼。他的脚向前挪动了一下，身体微微倾斜，仿佛被某种冲动驱使着。他能感受到心跳在耳边咚咚作响，好熟悉。这种轻飘飘的想要跳下去的感觉好熟悉，这种被绝望包裹着渴望解脱的感觉好熟悉。陆彦泽的手指紧紧地抓着温家然的手，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那种冲动却越来越强烈。不知不觉间，他的脚又向前挪动了几步，直到陆彦泽，是温家然的声音。他听见对方突然平静地说：“我现在还没有走，如果你跳了，我也会死。”脚步猛地顿住了。陆彦泽现在是真的没法子了。山风呼啸而过，他低声道：“你能不能不走？”不等温家然说话，陆彦会有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陆彦泽却没有回应，他有些怔愣地看着不远处的天空。在他的视线中，落日余晖下，橘红色的天空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像是一道属于天空的伤疤。这边风平浪静，伤疤的另一边却是电闪雷鸣，乌云不断地顺着那里飘到这边的世界。他们所在的这座山上很快便乌云密布，遮挡住了阳光，使得周围迅速开始变暗。闪电、惊雷、狂风接踵而来。陆彦泽站在山顶看着这一切，瞳孔猛地一缩。他喃喃地说：“然然，你……”陆彦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想了半天，艰难地说道：“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温家然不明所以，但现在这个时候，一切可以安抚到陆彦泽情绪的事情，他都愿意做，所以他小声道：“要下雨了。”陆彦泽的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又是幻觉。可是这个幻觉给他的感觉好真实，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可是，陆彦泽猛地闭上了眼，约莫几秒钟的时间，他缓缓睁开眼睛，天空上的那道伤口依然存在，可是有什么东西却在他闭眼的一瞬间发生了变化。他有些茫然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脚下，山不见了。此时此刻的他正站在一栋高楼上，天空中开始下起了大雨，雨滴砸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陆彦泽觉得自己好像彻底疯了，因为他竟然在楼下看见了好多自己认识的人，爸妈、大哥、二哥、陈旺，甚至还有陆彦安以及好多他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仰着头冲着他在喊着什么。不远处是呼啸而来的消防车。陆彦泽的呼吸越发沉重，他紧紧地攥着手，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那股强烈的不安感和熟悉的感觉却如影随形，紧紧地缠绕着他。到底才18岁啊！在这种六神无主的时候，陆彦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温家然。他颤抖着声音道：“然然，然然，你还在吗？”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温家然好像在一瞬间不见了。陆彦泽心里慌得厉害，他看着楼下，陈旺似乎对陆彦安动了手，但是没有人去管这件事。往常一直西装革履的大哥，此时仅仅穿着一件被大雨打湿的睡衣，金丝眼镜早就不知道被他扔到了那里。他看上去格外狼狈地冲着陆彦泽招手。救生气垫已经被铺好，砰的一声巨响，陆彦泽茫然地后头看去，
他身后的铁门被撞开，陆父陆母连带着2个消防员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他们冲着他在说些什么？他们在一起经历的那么多事情，真的存在吗？还是说，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温家然呢？一切都只是他的幻想，一个精神病的幻想。陆燕则茫然地看着楼下，死死抓着护栏的手缓缓地松开了，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走了一点，脚尖已经悬空，身体开始摇摇欲坠。他回头看了一眼，爸妈面带惊恐，2个消防员已经朝着这里跑来。陆燕则面无表情地扭过头，他突然平静了下来，像是受到了什么驱使，他松开手跳了下去。陆燕则一双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带着让人心惊的嘶哑嗓音响起。陆燕则抬头看去，他看见了一个人，一个立发蓝眼的少年，是温家然。他的脸憋得通红，湿哒哒的眼泪糊了满脸，额头上青筋暴起，他的双手死死地拽住陆燕则的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陆燕则正愣着说了一句：然然。陆燕则，你他妈的给我上来！出乎意料的，在他眼中性格一直很柔软的少年突然骂了一句脏话，他的胳膊因为在土地上的摩擦而开始向外渗血。等等，土地！陆燕则的心猛地一震，他下意识地看向了温家然的身后，紧接着他的瞳孔猛地一缩。什么高楼？什么消防车？不见了，统统不见了。他依旧是在那座山的观景台上，唯一不同的是，此刻的他正吊在观景台的边缘上，如果不是温家然死死地拉着自己的胳膊，他恐怕已经彻底掉了下去。陆燕则喘着气抬头去看他，少年的脸上不断的有水珠滑落，不知道是雨水还是眼泪。他的脸色苍白，紧紧地咬着唇，眼神却格外坚定，鲜血顺着他的胳膊缓缓地滑落到陆燕则的脸上，带着血液特有的腥味。陆燕则，求你了，你先上来好不好？我知道了，我真的知道了。你上来，我都告诉你，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温家然近乎绝望的恳求，他的心在此乱成一团，系统的倒计时在不断的减少，只剩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5分钟结束，他还没有将陆燕则拽上来，那么温家然不敢想了。他哽咽着，求你了，你上来好不好？陆燕则的他们的世界只有彼此间交缠的呼吸和心跳。陆燕则猛地用左手垫在温家然的后脑勺上，近乎是粗暴的将对方压在了地上。他先是温柔的亲吻了对方2下，但这还不够，强烈的欲望逼得他喘不过气。陆燕则的呼吸变得急促，他眼中强烈的占有欲让温家然有些难耐的移开了视线，手指轻轻划过温家然的脸颊，紧接着突然拽住了他的头发，带着轻微的刺痛感。温家然不受控制的扬起了头，以便陆燕则更深的去吻他。灼热的吻再次落下，带着一股急切的凶猛。不，这或许不是一个吻，更像是2头野兽在相互撕咬。温家然的嘴唇被咬得生疼，但下一秒他猛地翻身将陆燕则压了回去。他咬得更凶，淡淡的血腥味在2人的嘴里蔓延，雨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滑落，混合着彼此的体温，带着令人窒息的爱意。温家然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陆燕则，他颤抖着说：你刚才是不是又看到了什么东西？是不是？陆燕则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温家然的嘴唇上，他的嘴角还带着点不知道是他们2个人中谁的血。他轻轻的了一声，但紧接着温家然猛地拽住了他的头发，疼得他了一声，视线从嘴唇移到了温家然的眼睛。刚才的一切就像是他的一场梦。陆燕则在地上躺了许久，才缓缓站了起来。叮！他低头看去，原来是他脖子上戴着的那枚戒指。不知道什么时候绳子被拽断，随着他起身的动作掉在了地上。陆燕则突然红了眼，他的少年连戒指都没能带走。陆燕则下山比较晚，又浑浑噩噩的在街上走了半天，才想起来打车的事，因此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陆父陆母对他的突然到家，先是表达了惊喜，随后又有些疑惑。明明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他们还收到陆燕则在群里发的消息，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要回国的事情，但陆燕则表现得很正常。他笑了笑，平静地说：临时决定提前回来的，想给你们一个惊喜。陆母站起来的动作都顿了一下，这还是他第一次从陆燕则的口中听见这种话，他心里酸酸的又胀胀的，带着点微妙的暖意。陆母从桌上倒了一杯水递给陆燕则，陆燕则接过后咕咚咕咚几口便喝了个干净。温热的水触碰到嘴唇上的伤口，有些刺痛，但他并没有在意，反而对着陆母又笑了笑。陆母轻轻皱了皱眉，总觉得这个小儿子哪里怪怪的。他之前很少会在他们面前一直笑。他仔细地盯着陆燕则的脸，发现他除了嘴唇上似乎有点小伤口以外，并没有什么异样。最终他将一切归咎于自己疑心太重，所以他只是温柔地问道：小泽，你的嘴怎么了？陆燕则摇了摇头，他语气轻松地说：没事，妈，爬山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牙齿碰到了。他一边说一边展示了自己手心里的擦伤。陆母担忧的不行，着急着让人去找药酒，被陆燕则拒绝了。他的视线安安静静地落在了楼梯上，手里的杯子差点滑落，但又下意识地握紧了。陆母下意识地看过去，那里什么都没有。他有些奇怪地问：怎么了？没事。陆燕则回过神来，他将手里的杯子放在桌上，然后轻声道：我有点累了。啊对对，瞧我都忘了，
你在外面这么多天，肯定累坏了，快上去休息吧。你两个哥哥今早上还念叨你呢，明天咱们一家好好聚聚。陆燕泽微微颔首，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楼梯，随后他缓缓地朝着那边走了过去。他走上楼，推开卧室门走了进去，里面的一切都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陆燕泽没有说话，他掏出了一支笔，开始在笔记本上做笔记，但那人不依不饶，甚至直接用手捂住了他的书。陆燕泽皱眉抬头看去，穿着小熊卫衣的蓝眼睛少年正气鼓鼓地看着他，他整个人几乎都是趴在桌子上的，两只手死死地捂着陆燕泽的书。见陆燕泽看过来，他又重复了一遍：你为什么一直不理我？陆燕泽抿着唇，依旧没有理他。少年不耐烦了，他愤怒地一拍桌子：我生气了。陆燕泽捏着笔的手一抖，笔尖在纸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划痕。他终于将目光落在了少年的身上。是温家然？不，他不是。陆燕泽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他面无表情地开口：我为什么要理你？温家然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说，少年蓝色的眼睛猛地睁大，不敢置信地看着他。陆燕泽抿着嘴盯着他，最终还是率先低头避开了他的视线。对方一直没有动静，好半天，他听到了低低的啜泣声。陆燕泽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不受控制地看过去，只见那双蓝眼睛里此时噙满了眼泪，正不受控制地往外掉。他吸着鼻子，脸上带着委屈，哭得好可怜。陆燕泽咬着牙，低下头，努力地想要用书本上的文字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可是没用，一点用都没有。温家然的啜泣声越来越大，陆燕泽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终于在对方边哭边说着：我好爱你啊，陆燕泽，我真的好爱你啊。陆燕泽终于忍不住了，他猛地抬起头，手里的东西被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发出一声巨响。在温家然怔愣的视线中，陆燕泽咬牙切齿道：你到底想怎么样？温家然显然是被吓到了，他连哭都忘了，只是呆呆地看着陆燕泽，好半天他才小声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爱你。强烈的痛苦让陆燕泽的手开始抖，他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他听见自己说：好，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突如其来的光亮让温家然不受控制地眨了眨眼睛，生理性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有些迷茫地看了看四周，突然觉得好累，像是从一场漫长的梦境中醒来。温家然轻轻摇了摇头：妈，我没事。他的声音里带着虚弱，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温母简直心疼坏了，她轻轻擦去温家然脸上的泪水：你爸爸正因为你要留在学校的那个短信生气呢，结果就收到了学校打过来的电话，说你在寝室出事了，爸爸妈妈简直要吓死了。温家然眯着眼去看他，有些心虚，他小声道：对不起。温母摇了摇头：傻孩子，只要你没事就好，你爸爸也是担心你，现在你最重要是好好休息。温家然藏在被子下的手抓握了两下，发现手心里空荡荡的，他有些失落地垂下眼，小声道：睡了多久？2天，整整2天。温母说完叹了口气，他还想要说什么，房门被人打开，有2个人一边说话一边走了进来。温家然扭着头看过去，然后愣住了，是傅明堂和林然。2人手里提着东西，正一边说话一边往这边来。林然率先看清楚床上人的状态，他的眼猛地一亮，也顾不得和傅明堂说话了，快步走了过来。他眼睛亮亮地看着温家然：你醒了？温家然冲着他笑了笑，然后疑惑地看着他的身后，表哥怎么也来了？傅明堂冲着温母点了点头，然后走到温家然身边坐下。他歪了歪头，突然伸手摸了摸温家然的额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人都吓死了，我妈走不开，就让我来看看。你都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发烧了。他叹了口气，声音温柔地说：不过还好，现在退烧了。温家然看着他的脸，总是会想到另一个世界的傅明堂。他轻咳一声，垂下眼不去看他。他们这边说着话，温母已经起身离开了房间。温家然在林然的搀扶下缓缓坐了起来，他有些急切地问：你怎么样？现在能坐吗？要不要再躺一会儿？我没事。温家然一边说着，一边还想要掀开被子下床，结果手刚动弹了便被傅明堂按住了。他一脸认真地说：听话。温家然，他竭力掩饰住心里的不适应，讪讪地笑了笑不动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可是他又没有病，怎么可能会做这么真实的梦呢？温家然不受控制地开始在纸上写下陆燕泽的名字，他甚至尝试着将陆燕泽画出来，可是他实在是不是画画的那块料，画出来的陆燕泽个个歪瓜裂枣，惨不忍睹。温家然，他默默地放弃了这个决定，只专注于写下陆燕泽的名字。写满陆燕泽名字的纸越来越多，很快便有了厚厚的一沓。在这期间，除了林然问了一嘴，其余人就好像对这个行为见怪不怪，甚至没有人问过他陆燕泽是谁。这让温家然心中的怪异感越来越严重。就在他忍不住想要发问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可以去学校了。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早上，温家然终于离开了这座房子。在学校的日子一如既往，白天上学，晚上回家，2点一线，从未有过改变。而在这平淡的日子里，温家然的心中隐隐约约开始担忧起来。已经回来好些日子了，
可是他再也没有看见过世界融合的迹象。之前信誓旦旦的对陆彦泽的保证，在此刻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如果是他猜错了，世界根本不会融合，那他该怎么办？陆彦泽该怎么办？他一定会很生气，很难过。温家然，陆彦泽没有说错，你真的就是个骗子，不仅骗了他，还骗了自己。温家然觉得自己简直要窒息了，他开始发了疯一样的在网络上寻找记忆里的那本小说和与其有关的一切，可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找不到，一切就像是他的臆想。直到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躺在床上百无聊赖摆弄着手机的温家然突然意识到了一件让他毛骨悚然的事情。他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面露惊恐地望着自己的卧室门。他真的回到家了吗？那为什么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并且在那之后从来没有去过医院复查过？一个昏迷了2天的人，难道不应该是在医院吗？温家然被自己的想法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悄无声息地下了床，打开了门。屋外静悄悄的，此时已是半夜，他爸妈向来睡得早，按理说这个时间点早就已经睡了。温家然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黑暗中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了父母的房门前，里面隐隐约约能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温家然觉得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他轻轻地将耳朵贴在了门上。这孩子的病势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学实在不行，先休学1年吧。说话的是什么病？什么越来越严重？是说自己之前晕倒的事情了吗？一个不可置信的念头在他的心头缓缓升起。温家然惊惧地盯着父母的卧室门，就像是在看什么洪水猛兽，他的心越跳越快，扭头就要跑。然而就在这时，房门被人打开，妈妈惊讶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然然，然然，你怎么了？温家然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什么都不想听，什么也都听不进去。世界在此刻崩塌，温家然凭借着本能仓皇地向着外面跑去。一定是哪里出错了，对，一定是哪里出错了。生病？这怎么可能？他明明跟陆彦泽。温家然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身后是妈妈焦急的喊声，以及爸爸从屋内冲出来的声音：然然，你等等，你别跑那么快。温家然的脚步却越来越慢，他突然站在了原地，爸爸已经冲了过来，紧紧地搂住他的肩，与他一般无二的蓝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家然的脸。他语气轻缓地说：怎么了？许是温家然脸上的表情太过于难看，温父想了想又补充道：没关系的，告诉爸爸不要怕。温家然脸色苍白，强烈的不安感让他难受的反胃，他突然伸出手拽住了爸爸的手，满是期待地说：爸，你知道陆彦泽吗？温爸的身体猛地僵住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奇怪，嘴唇蠕动了几下，却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反倒是一旁的温妈突然凑了过来，她用纸巾温柔地给温家然擦着汗，嘴里柔声细语地说：当然知道啊，那是我们然然谈的对象嘛，是个好孩子，他现在在外面上学呢。然然生病的时候，他还给妈妈打过电话呢。他说的坚定，温家然却觉得天旋地转。他颤抖着说：妈，你说什么？温妈轻轻拍了拍他的手，眼睛里满是温柔。怎么了？温家然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天他才轻声道：你真的认识陆彦泽？当然啊，然然，你别胡思乱想，他上次打电话说是学校里有什么事。温家然没有说话，他努力的深呼吸着，竭力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到平静，可是做不到，根本做不到。胸口像是有一团火在烧，他整个人的情绪都在爆发的边缘，随时都有可能会失控。可是这样会吓到爸妈的。温家然紧紧地闭上眼睛，可下一秒，他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出陆彦泽的脸，那些开心的、难过的、痛苦的、纠结的，每一个瞬间如同电影般在他的眼前回放，那么的真实。温家然觉得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他有些痛苦地弓着腰，双手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头发。父母似乎是不敢再刺激他一样，站在他的旁边，一下接一下地抚摸着他的后背。温父将自己的手强硬地塞进了温家然拽着头发的手里，他轻声地哄着：抓爸的，好孩子，没事啊，没事的。好半天，不知道过了多久，温家然终于缓缓地平静了下来。温父温母见状，连忙扶着他往房间里走。温家然如同游魂一般任他们动作，身体和大脑此刻像是截然不同的2个个体，眼前的一切都像是加上了一层柔和的滤镜。他的身体在动，他的脚在动，可他的大脑里却一片空白，茫然无措的情绪将他紧紧地包裹。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要做什么，只能机械地跟着父母回到了房间。温母给他倒了一杯温水，哄着他喝。温家然接过水杯喝了2口，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脸上的表情变得温和。妈，我没事了，你们先出去吧。温母还想要说什么，但被温父拽了一下，两人忧心忡忡地走了出去。温家然坐在床上，他的视线缓缓地落在了房间里的摄像头上，他知道在另一边父母一定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可是他什么也顾不得了。他突然站了起来，来到了屋内唯一的一个镜子前，镜子里的少年看上去憔悴的厉害。温家然突然苦中作乐地想，他怎么好意思劝陆去治病的呢？明明有病的是他才对。之后的几天，温家然都没有去上学。被这件事这么一刺激之后，他逐渐将之前发现的疑点给抛之脑后。
窝在卧室里，深度且专注地思考着一个问题：他真的是精神病吗？有关陆彦泽的一切，真的都只是他的幻想吗？还是说，世界已经……温家然有点想不起来了。他用手挡住了眼睛，眼泪不受控制地往外流，顺着脸颊滑落，湿透了他的枕头。许久，温家然轻轻地吐出一口气，他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件事：陆彦泽，她的男朋友，或许真的只是他想象出来的。不，温家然突然坐了起来，他还是不相信一切都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他扭头看向一片漆黑的窗外，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缓缓升起：如果自己没病的话，会不会这里才是假的呢？他重新躺了回去，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屋内的摄像头，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他要休息。此后几天，温家然一直都表现得很正常，温父温母紧绷的情绪终于缓缓放松下来。他们似乎跟林然和傅明堂说了什么，这两人明显往温家跑的频率增加了，并且在一个晚上，温家然在征求了父母的同意后，跟着两人上了街。一路上，两人都努力的想要逗温家然开心，但他实在是兴致缺缺。温家然心里就存着事儿，自从怀疑这个世界是假的之后，他就一直想要找证据来证明，可他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这里的一切都很正常，除了他。林然跟傅明堂看他这个样子，两人担忧的交换了一个眼神，但还是努力想让气氛活跃起来。林然想了想，突然拽住了温家然的胳膊，温家然顺势停下了脚步，他疑惑地看着对方，就见对方笑了笑：家然，那不是你最喜欢吃的甜品店吗？我们去买点甜品吃吧。温家然无所谓的点了点头。三人朝着那边走去，眼看着就到了门口。傅明堂突然道：哎，那里好像新开了一家冰淇淋，冉冉，你先去吧，我跟林然去买个冰淇淋。他语气轻松，嘴角带着笑。林然想了想，竟是真的跟着傅明堂离开了，留下温家然一个人站在甜品店的门口。温家然皱了皱眉，他这会儿其实并不想吃甜品，但他还是推开了门。门口的风铃传来清脆的声响，似乎是因为晚上的缘故，店员正坐在吧台，单手支着头，昏昏欲睡。温家然没有叫醒他，店里甜腻的香味还真让他有些胃口大开。但同时，温家然注意到，他最想吃的那个甜品的柜台前有个人正站在那，似乎是在挑选着什么，心中无端升起一丝异样。他强忍着低头摆弄了两下手机，那股异样感，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对方却一直没有说话。就在温家然松开手，想要将背对着自己的陆彦泽扭过来的时候，对方转了过来，他的脸色苍白的吓人，鼻尖还带着点汗珠，眼神却异常灼热的将温家然重新拥入到了怀中。他的下巴轻轻地搭在温家然的头顶，温家然的身体却陡然僵住了，因为他听见对方说，竟然是真的。这次一股寒意顺着他的后背蔓延全身，温家然的身体开始颤抖，呼吸急促的想要挣脱对方的怀抱，腰间的手却突兀的收紧，温家然被对方紧紧的抱住，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肌肤上，却让温家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脑袋发晕，眼前发黑，完全不知道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但下一秒，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透过甜品店的橱窗，他看见了一脸平静的陆彦泽。他站在外面，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家然的脸。今天是冉冉离开的第37天，也是陆彦泽接受治疗的第35天。老实说，那天晚上陆彦泽提出要治病的时候，陆彦之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这小子肯定是跟家人吵架了。但很快，他就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治病爱，这可比吵架严重的多，难不成两人分手了？陆彦之坐在副驾驶上，默默的头脑风暴。另一边的陆彦修已经凑过去大咧咧的道：我早就想问了，你怎么突然要治病了？这段时间效果怎么样？陆彦泽抚摸着手上的戒指，凉凉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陆彦修，他真的要好奇死了，但又不敢直接问陆彦泽、温家然的事情。万一他这一问，陆彦泽突然又决定不治病了，那他岂不是成了全家的罪人了？他忍了又忍，急得整个人在车上都快坐不住了，连带着陆彦之都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好几次。陆彦泽觉得没眼看，陆彦泽眼睁睁地看着车窗上的冉冉消失后，这才轻声道：不用，我没事。陆彦之沉默了一下，无奈道：好吧，不过你要是哪里觉得不对劲，一定要告诉我们。陆彦之见他不想多说的样子，也不好再说，默默地闭上了嘴巴。反倒是陆彦修坐在另一边，视线从车窗移到陆彦泽的脸上，再从陆彦泽的脸上移到车窗上，他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嘴巴张了张，最终什么也没说。车辆正常行驶着，好半天，陆彦之突然意识到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温家然似乎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他上一次见对方还是在小泽他们两个打算去旅游的时候，当时对方跟他说了句什么来着？陆彦之突然愣住了，他想起来了，当时温家然说的是再见。那一瞬间，所有的疑惑似乎在此刻被解开。陆彦之终于知道为什么陆彦泽只肯治疗幻视幻听，却死活不肯去治疗人格分裂。或许他根本不需要治疗，因为温家然已经消失了。陆彦之突然想到了那天在书房里的情形，少年在纸上郑重地写下的那几个字：我要消失了，你们一定要给他治病。
一个人格真的可以决定自己的出现和消失吗？陆彦之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他对此一无所知。可副人格的消失本应该是件好事，可陆彦之却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堵。但他只是垂下眼，什么也没说。就在他想得出神的时候，陆彦则突然出声道：“停车！”司机适时的踩了刹车，车子缓缓停下。陆彦修奇怪的看着他，怎么了？却见陆彦泽眼中带着惊喜的盯着车窗外。陆彦修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就见不远处矗立着一家甜品店。他好奇地说：“你要买东西吗？”陆彦泽简单的应了一声，便打开车门下了车，朝着那边大步而去。陆彦修连忙也跟着下了车，他趴到副驾驶的窗户前，急促地丢下一句：“我看着他。”便急匆匆地跟在陆彦泽的身后。陆彦泽此刻是真的惊喜过头了，他知道这家甜品店，这是他跟然然第一次真正有接触的地方。原来不知不觉间，这里竟然已经融合进了他的世界。陆彦泽心中升起一股重游旧地的感觉。他走到店门前，伸手去推门，门口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但是门却纹丝不动。他有些奇怪地加大了力度。咦，里面原来有人挨，这门是不是坏了？你真想买东西的话，咱们让他们帮忙开下门。陆彦修说着说着，突然闭了嘴。他怎么觉得里面那个背对着他们抱着人的身影有些眼熟呢？他忍不住想要凑近一些，却被陆彦泽猛地拽住了。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带着急切。你说什么？里面有2个人？对啊，怎么了？陆彦修的话音落下，却突然站在原地没了动静。周围的一切在此时似乎陷入了静止。风铃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温家然怔怔地看着橱窗外的陆彦泽，他脑袋晕乎乎的。为什么会有2个陆彦泽？腰上温热的手是那么的真实，可不知道为什么，温家然总觉得窗外的那个陆彦泽似乎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人。他皱了皱眉，试图挣脱腰上的怀抱，但那双手却紧紧地顾着他，不让他离开。温家然保持着这个姿势，望向窗外的陆彦泽，两人隔着玻璃对视。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抱住温家然的陆彦泽似乎是不满足于温家然的分神，他按住温家然的后脑勺，一点一点地将他压回了怀里。但紧接着，整个甜品店都开始闪烁起来，光影交错间，温家然眼睁睁地看着抱着自己的陆彦泽，身体在一点点地化为光点，震惊战胜了理智。温家然仓皇地捧住了他的脸，但是没有用，他什么都阻止不了。在这个陆彦泽消失的最后一秒，温家然看见的是他错愕的眼睛和慌乱地抬起来的手。闪烁停止，周围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甜品店静悄悄的，吧台前支着头睡觉的店员似乎睡得更沉了，他整个都趴在桌子上，将脸埋进胳膊里。温家然的呼吸都重了几分，他呆愣地站在原地，直到橱窗上传来轻微的敲打声。他似有所感地看过去，就看见站在外面的陆彦泽脸上罕见地带着急切。他快走几步，将自己凑得离橱窗更近，然后他缓缓地从衣领下掏出了一枚戒指，戒指被红绳系着，一直戴在陆彦泽的脖子上。就像是那天晚对方没有一点反应，温家然没有尝试第2下，因为他大概明白了为什么陆彦泽只是站在橱窗外静静地看着他。这里的门打不开，他们并不在同一个时空，这就是原因。温家然垂眸看了一眼脚下，他脸上面无表情，但很快他就笑着抬起头，然后快走几步，同样走到了橱窗前，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陆彦泽。在陆彦泽怔愣的视线里，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掌心贴在了橱窗上。陆彦泽似乎说了些什么，但因为玻璃的原因，他完全听不见，所以他只是笑着盯住陆彦泽的脸。陆彦泽很快反应过来，他的视线从橱窗上的掌心缓缓移动到了温家然的脸上，那双蓝色的眼睛带着笑意，静静地看着他，就像是先前车上的影子。但陆彦泽知道，这次不是假的，这次是真的属于他的然然。下一秒，他将手掌心同样贴了过去，隔着冰冷的玻璃，他们的掌心紧紧地贴合在一起。陆彦泽觉得人真的是一种很贪心的生物，在没见到温家然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他。可当他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他又不满足于手掌只能触碰到冰冷的玻璃，他想要触碰到他，他想要拥抱到他，他想要爱他。陆彦泽的目光穿透玻璃，紧紧地盯着温家然，心中涌起的强烈的触动让他不受控制地抬手亲吻了一下自己指尖，带着温柔与眷恋，他将裹挟着浓烈爱意的吻的指尖印在了玻璃上。温家然瞳孔地震，心脏不受控制地开始狂跳，脸颊上微微泛起了一抹红晕。好半天，他轻轻地用同样的动作将指尖贴在了玻璃上，覆盖着陆彦泽的吻。此时此刻，两人隔着玻璃，掌心相贴，指尖这是又不想买了。他觉得这个弟弟越来越奇怪了，但他什么也没说，快走2步跟在对方的身后。但很快，他又迟疑地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还是觉得刚才的那个人好眼熟啊，会是谁呢？没有人知道温家然刚才经历了什么。就在那么一瞬间，他的大脑突然一阵刺痛，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记忆深处松动了一些，一些画面在他的脑海中飞速地出现。他看到了之前在天花板上的投影，他看到了还是婴儿的陆彦泽，那些被系统删掉的记忆，那些被遗忘的瞬间，如同潮水般涌了过来。温家然的呼吸变得急促，
他慌乱地看着橱窗的边缘似乎开始出现水雾，心中强烈的不安让他迫切地想要给陆彦泽留下一句话。太阳穴的刺痛让他紧紧重复了几遍，等我2个字就几乎耗费了他大半的力气。不过看陆彦泽的表情，他应该是看清了自己在说什么。温家然心中松了一口气，直到橱窗被水雾全部覆盖，陆彦泽的脸再也看不见，他才跌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努力地平复着急促的心跳。店里打盹的店员吓了一跳，他连忙走过来犹豫了一下，想要搀扶温家然起来，被温家然拒绝。他在地上坐了有1分钟左右，才缓缓地站了起来。脑中的投影明确地告诉他，他一定是见过陆彦泽的，可是想不起来，他完全想不起来。温家然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心，他礼貌地对身旁有些担忧的店员轻声道：“谢谢。”对方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什么。这时，傅明堂和林然已经一手一个冰淇淋的走了进来。傅明堂的手里拿了2个，看样子是给温家然也买了一个。傅明堂笑了笑，将手里的冰淇淋递给温家然，然后视线在屋内转了一圈，最终落在了温家然身上。他轻声道：“见到你喜欢的甜品了吗？”“没有，我不是很想吃。”温家然下意识地回道，但他猛地住了口。他抬眼看着傅明堂，他的表哥一直都是温和的样子，与平时并无二样，可是他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他想多了吗？温家然盯着他的眼睛，沉声道：“你什么意思？”傅明堂疑惑地眨了眨眼睛：“你不是最喜欢吃这家的甜品吗？我就是问问，怎么了？”温家然也不去，不是他想吃冰淇淋的吗？怎么又不吃了？温家然没有回他，他目光沉沉地望着傅明堂的背影，随即收回视线：“我不想买了，我们也走吧。”林然不知道这2兄弟怎么回事，只得默默地跟在温家然的身后离开了这家甜品店。傅明堂站在路灯下等着他们，昏黄的灯光打在他的身上，在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他的手里夹着一根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很是显眼。看见他们过来，他熟练地将烟头掐灭，冲着他们招手。温家然却猛地停下了脚步，他的表哥是不会抽烟的。3人打了一辆车回家，温家然和傅明堂一左一右地坐着，林然夹在中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明明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现在这2人突然谁也不搭理谁了？林然，行吧，那我也不说话了。3人沉默地到了温家，一进屋，温家然便迫不及待地往房间里去，一路上的担惊受怕让他后背出了一身冷汗。见到陆彦泽的喜悦，此时被他死死地压在心底。他不知道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很确定刚才在甜品店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只能是表哥有问题。他这么想着，还不忘顺手拽着林然。然而就在他即将进屋的那一瞬间，傅明堂突然在他身后说道：“然然。”林然和温家然同时回头，傅明堂卡咳了一下，他轻咳一声又道：“温家然。”林然讪讪地笑了笑，傅明堂的声音里带着明晃晃的笑意，他轻声道：“我今天真的只是想问问你，有没有见到自己想见的东西，没有别的意思，你不用这么害怕。”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林然完全搞不懂什么意思，但是温家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他没有说话。傅明堂同样闭上了嘴，他的目光落在温家然的脸上，表情有些奇怪。温家然觉得自己好像疯了，他竟然在这个人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慈爱。他眨了眨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些，对方已经适时地低下了头。他娴熟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烟，在触及到温家然的视线时顿了一下，随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将烟塞了回去。抱歉，习惯了。他目光温柔地看着温家然，今晚做个好梦。说完，他转过身背对着他们，走进了在温家属于自己的房间。林然摸了摸鼻子，奇怪地看着温家然：“你表哥今晚怎么神神叨叨的？你俩怎么了？”“为什么？”林然震惊地问。但温家然已经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了，推着林然就往房间里去。卧室门被砰的一声关上。林然对跟温家然睡一起的事情并不排斥，说起来他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你睡在我家一天，我睡在你家一天。当时的大人们还戏称他们2个上辈子就是兄弟，所以这辈子生在了不同的人家，却还是那么要好。但随着他们长大，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少。如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个屋子里睡过觉了，更别提一张床了。从甜品店到现在，林然一直都觉得哪里怪怪的。此时屋内只剩下了他们2个，他神情郑重地拉着温家然道：“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要我留下？”温家然沉默了一下，他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有点多，我有点害怕，想有个伴。”他一边说着，一边弯腰将掉落在地上写着陆彦泽名字的纸捡了起来。林然见状微微皱了皱眉，但他什么也没说。直到2人都洗过澡，躺在床上，他突然听见温家然悠悠地问道：“林然，你不觉得我把一个不存在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很奇怪吗？”“不奇怪啊，又不是1次2次。”林然的声音戛然而止，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温家然，含含糊糊道：“家然，很晚了，早点休息吧，我有点困了。”温家然望着头顶，从林然回避的态度中，他终于明白了什么，所以他轻声道：“林然，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林然没有回答，他沉默着，就像是真的睡着了一样。温家然没有逼问他，他同样的侧过身子，背对着林然，然后轻声道：“
我那天到底睡了多久？林然一下子愣住了，他不喜欢用这3个字来称呼自己最好的朋友，但是事实如此。他垂下眼，避开了温家然的视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可是我总觉得你这次醒来后状态好了很多，几乎没有犯病的症状，所以我们不应该瞒着你，就像是你想象出来的那个男朋友。叔叔阿姨一直叮嘱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不要说漏嘴，就说那个什么陆彦泽去上学了。他小声说着，语气里多了点抱怨的意思。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每次生病都是因为他。温家然原本非要林然住在这儿，本身就存了想要从他的口中知道点东西的意思，可当林然将真相铺在他眼前的时候，还是让他忍不住站立。林然吓了一跳，他慌乱地按住温家然颤抖的肩膀，急声道：怎么了？怎么了？都怪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我现在去找叔叔阿姨带你去医院。他说着话就要转身就想要下床，但他刚起身便被温家然紧紧地抱住了。别去，我没事了。温家然一边将半信半疑的林然按在床上，一边深呼吸了2下。或许在之前他真的产生过自己是个精神病的想法，可从甜品店出来后，他无比确信那就是陆彦泽，活生生的真实存在这个世界上的陆彦泽。后面行为怪异的表哥更是让他加深了这个想法，他不可能是精神病，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从头到尾根本没有生过病。究竟是什么让他的家人朋友都以为他有病了？温家然看向林然，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坚定。林然，我不管你信不什么哥哥。小林然对此很不高兴，他觉得温家然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可他竟然背着自己认识了新的人。小家然眨了眨眼睛，他察觉出来了林然的小情绪，所以伸手拍了拍林然的胳膊，小声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才告诉你的哦，你不要告诉别人。最好的朋友？小林然高兴了，他仰着下巴道：那当然，我的嘴最严实了。你上次偷吃零食的事我谁都没有说。小家然，好吧好吧，反正现在卧室里也没有别人。他晃了晃脑袋，凑到林然耳边嘀嘀咕咕：我也是刚认识他，他好厉害的，还会自己做饭。哇，对于小孩子来说，做饭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小林然忍不住问：真的吗？小家然猛点头，他还说等他学会了，以后会给做好多好多好吃的。就是他犹犹豫豫地说道，就是他个子比我矮。他此话一出，小林然毫不客气地指着温家然笑：那你肯定是上当了，他是弟弟才对。是哥哥，他亲口说的，年龄比我大，比你个子矮，就是弟弟。哥哥，弟弟。故事的最后，2个小孩吵得不可开交，一个闹着要回家，一个抿着嘴哭着抹眼泪。温家的2个大人不明所以，但还是连夜将林然送了回去。结果没2天，2人就和好了。林然从回忆里回过神来，心情颇为复杂的看着温家然。他也是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在那天晚上之前的温家然就已经生病了。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听了家然的话，保守了那个秘密，以至于差不多1年后，家然的病情才被温家的2个大人知晓。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都是林然心中的一个坎。他的手紧了紧，有些不自在的推了温家然一把，含含糊糊的说：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温家然半信半疑的躺了回去，他轻声道：林然，我是说真的，我真的没有病。林然没有说话，真的有陆彦泽这个人，不过他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林然，他都有点害怕了。他想了想，伸手默默地将床的手机攥在了手里。温家然还在说：不过没关系，我们的世界就快要融合到一起了，到时候我一定要带着他来见你们。林然只听到温家然说要带人来见他们，他忍不住问道：什么？温家然又重复了一遍，林然依旧没听清，他犹豫了一下，也不问了，胡乱的点了点头：好，好。他这副敷衍的样子，温家然熟悉得很，但他还是愉悦的补充了一句：你等着吧，我一定把他从另一个世界带来见你。林然，不是很想见，谢谢。他默默地裹紧了被子，真该睡觉了。好吧。温家然不说话了，突然获知这么多的信息，让他的精神十分亢奋。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身旁的林然早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房间里只有对方清浅的呼吸。温家然觉得自己现在很奇怪，一个正常人在得知这一切事情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是惊疑，是害怕，可他现在却只觉得兴奋。温家然翻了个身，出神地望着自己眼前的地面。10几年前啊，原来他病了10几年了吗？那是不是说明他跟陆彦泽其实是竹马？温家然是彻底睡不着了。这会儿的陆彦泽在干什么呢？他那里也是晚上吗？他会想自己吗？应该会的吧。温家然觉得自己现在就有点想他，他就这么保持着这个动作发呆，好半天，他突然将自己的手十指相扣放在了脸旁边的枕头上，就像是他之前在陆彦泽身体里那样做的一样。一只手是你，一只手是我。亲爱的，原来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所有突如其来的熟悉感都是我们遗忘的久别重逢。一直到后半夜，温家然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他应该是个小孩，周围的一切家具都显得格外的大。他的视角正跟着行动的身体缓缓地来到了客厅。在客厅的角落里，他看见了一个黑发黑眸的小孩，
直觉告诉他，这是小时候的陆彦泽。他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奇怪的是，明明是在温暖的室内，可是他的头上衣服上落满了雪花，并且没有任何融化的迹象。温家然感觉到自己朝着对方跑了过去，亲亲热热地凑到那个小孩旁边说着话。然而下一秒，他眼前一黑，在睁开眼时，视线陡然拔高，就像是从某个大人的视角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看见了自己，小小的一团，正蹲在客厅的角落里，对着空无一人的墙角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时不时的还露出一个讨好的笑。许久，他听见妈妈冷静的声音：“家然，你在跟谁说话？求求小礼物。”温家然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林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床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温家然一个人。梦中的场景太过于清晰，以至于他的后背出了一层冷汗，黏腻的不行。温家然索性去洗个澡。等他出来的时候，林然已经回来了，他手里提着早餐，笑眯眯的冲他扬了扬手：“包子。”温家然有些奇怪的看了他一眼，轻声道：“家里没人做饭吗？”在他的印象里，他们家一直都有2个专门做饭的阿姨，并且已经在他们家工作了最起码7、8年了，平时对自己是极好的。林然耸了耸肩：“你在胡说些什么？温姨又不会做饭。”温家然穿衣服的动作顿了一下：“我是说做饭的阿姨们。”林然不说话了，他默默地站在原地看着温家然，直到对方将衣服穿好，才小心翼翼地问：“阿姨们只负责午餐晚餐，早餐一直都不做的呀？家然，你是不是又……”他没有将话说完，但是温家然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经过昨天一天的洗礼，他现在对于这种记忆错乱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温家然笑了笑，随口道：“可能我记错了吧。”他边说边从林然的手里接过包子，3、2口的便下了肚。林然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直等到他吃完，这才连忙将手里的豆浆也递了过去。温家然摇了摇头，他在洗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接下来要做的事。他轻轻拍了拍林然的肩膀：“我吃饱了，你吃吧。”他说完便往卧室外走，被林然一把拉住：“你干什么去？”温父温母一大早的便去了医院，临走前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看好家然。温家然，他无奈地说：“我不出门，我去找表哥。”林然这才松开手，看着温家然出了卧室。他看着手里的豆浆，自己吸了一口。这2兄弟还真奇怪，昨天那副样子，今天又一大早就巴巴的去找。温家然站在傅明堂的房间门口，他深吸了几口气，做足了心理准备，这才轻轻敲响了房门。几乎是他手落在门上的一瞬间，门便被人从里面打开。傅明堂身上的穿着还是昨天那一身，头发略显凌乱。他看着温家然微微一笑：“然然，有事吗？”温家然愣了一下，但紧接着他神情认真地看着傅明堂：“你究竟是谁？”傅明堂的表情变得担忧起来，他伸手摸了摸温家然的额头，轻声道：“也没发烧啊，怎么连表哥都不认识了呢？”温家然没有说话，他静静地注视着傅明堂演戏。傅明堂柔和的神情逐渐变得尴尬起来，他讪讪地放下手，轻咳一声：“这就有点没意思了。你昨天表现得那么明显，我还以为你不想装下去了。”温家然蓝色的眼睛里逐渐荡漾出了点点笑意。他想，不管面前的这个傅明堂究竟是谁，他都应该不会伤害自己。我还以为你昨天晚上就会忍不住来问我的。温家然没有接话，他看了一眼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林然，忽然伸手将傅明堂推进了屋内，自己也跟着钻了进去。卧室门被关上，温家然低声道：“我已经想明白了，这里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但它不是我之前的那个世界。”哦，傅明堂眼神复杂的看着温家然，随即轻轻的点了点头：“你继续说。”在我的记忆里，房间里的监控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被去掉，而在这里一直到现在，房间里还有监控。而且温家然重重的点了点头。傅明堂也没说话，他突然用手在温家然的眼前晃了一下，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淡蓝的天空突然被红光铺满，就像是天空燃起来一场大火，将一切都染成了血红色。世界被火焰吞噬，周围的建筑似乎拥有了重印，就像是有很多个世界同时存在，它们相互纠缠交错，形成了一幅诡异又奇特的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温家然的大脑一阵眩晕，视野中的一切都开始晃动起来，这让他有些站不稳，所以他下意识地抓住了傅明堂的手。傅明堂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背。温家然微微喘着气，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在天空上，一左一右2个裂缝同时出现，裂缝中温家然隐隐约约看见了2座城市，他们在裂缝中相互映照。不只是这样，温家然突然有一种感觉，他们似乎已经脱离了裂缝的屏障，正朝着他所在的世界缓缓逼近。强烈的压迫感让温家然说不出话，他愣愣地看着天空中的2条裂缝，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涌上心头。他看向傅明堂：“这是什么？”傅明堂的声音轻柔而缓慢，给足了温家然冷静的时间。这上面的是你跟陆彦泽的世界。温家然茫然地退后了几步：“我不明白，我一直以为是世界融合会促成我跟陆彦泽的见面，可现在……”他看着傅明堂：“世界是为了我们相见再融合。”傅明堂笑了起来，他耀眼的金发在火红色的天空下衬托得格外夺目。他望着天空轻声道：“你说的没错，冉冉。”他回过头来，2双颜色相差不多的眼睛注视着对方。傅明堂动作轻柔地摸着温家然的脸，
这个世界是为了你们而编织的奇迹。温家然来不及奇怪，一个更荒谬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升起。他突然睁大了眼睛，喃喃道：如果这里真的是平行世界的话，那这里的一切都属于平行时空的我，也就是说，跟陆彦泽青梅竹马的是平行世界的我。傅明堂，他特意凹的造型，冥思苦想了一晚上的话，在此时的温家然面前简直像个新兵蛋。但他并没有生气，他的脸上露出一个无奈的笑来。不，这里不是平行世界。温家然的动作顿住了。按照你们的说法，这里更像是一本同人小说，一个专门为了你和陆小泽创造的同人小说。傅明堂的声音里竟然带着点宠溺。在你到来之前，这里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而在你降临的那一瞬间，世界才开始运转。冉冉，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温家然的嘴唇动了动，一句话也说不出。傅明堂继续道：这里的一切都与你生活的那个世界一模一样，当然或许有那么一丁点小纰漏，但那不重要。等到3个世界完全融合的时候，时间会自动修正一切。所以他有些好笑地说，你不用担心跟陆彦泽青梅竹马的另有其人，那就是你。温家然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觉得脸颊耳朵都烧得厉害，忍不住用手轻轻捏了捏耳垂，嘴里嘟囔着，可是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忆，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而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傅明堂叹了口气，冉冉，你会想起来一切的。他转身望向阳台的一侧，伸手在空中挥了挥，风感受到了他的指使，他呼啸着吹了过来，阳台上的花被刮得枝叶尽断。温家然被刮得睁不开眼睛，他的视线在一点点变黑，他意识到傅明堂回头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他的眼睛几乎弯成了月牙。温家然的视线逐渐模糊，但他依旧紧紧地盯着傅明堂那双带着点怜惜的眼睛。视线的最后，他听见对方说叮。温家然讶然地瞪大了眼睛，他很熟悉这个声音，这是系统小姐的声音。温家作为经商世家，一直不温不火的过了这么多年，却在这一代横空出世了一个温明玉。他凭借着超高的商业头脑，硬生生地将温家带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高度。他更是曾公开表示，只要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家族的事业中，这辈子都不会成婚，却不曾想没几年就被一个外国男人给缠上了。两人纠缠了好几年，最终以对方入赘落下帷幕。婚后没几年，两人便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温家然。两人对这个宝贝儿子疼爱有加，视若至宝。温家然也不负众望，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展现出了聪慧的才能和懂事的性格。可一切都在他6岁那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冉冉，外面冷，你别乱跑，小心感冒了。爸爸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你乖乖听阿姨的话，好不好？温明玉笑眯眯地摸了摸小豆丁的脸蛋，温声细语地嘱咐着。小家然乖乖点头，目送着父母远去。等到他们的身影一消失，他便连忙跑回屋内，搬来了一个小凳子，放在了柜子旁边，然后踩着小凳子，艰难地从柜子里面掏出来一盒饼干。他的脸因为兴奋变得红扑扑的。小家人鬼鬼祟祟地四下看了看，没有看见带自己的保姆阿姨。他心中 yes 了一声，抱着饼干就往院子里的温室跑去。温明玉喜欢花，所以家里特意建了一个温室。温家人平日里也很喜欢去那里玩，但是今天不同，因为他有了别的小秘密。他在那里养了一个人。那盒饼干对于一个6岁的小孩来说有些过于大了，温家然只能2只手紧紧地将他搂在怀里，一路上累得气喘吁吁。但当他走进温室，看到了角落里的人后，只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捧着饼干，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角落里正坐着一个比他矮一点的小孩，小孩面前的地上放着一个碗，碗里是水煮面条，里面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放，只是简单的用水将面条煮熟。温家然皱了皱眉，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难吃的面条，但从小的家教让今年的冬天似乎格外的冷。6岁的王艳本应该是上学前班的年纪，却因为家里2个大人的不作为，导致他没有学可以上。家里没有暖气，他小手小脸冻得通红。爸爸妈妈从昨天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留下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不过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他跳下床跺了跺脚，企图让身体暖和起来。然后他打开冰箱，在里面翻了翻，仅仅找出来一小袋面条。他艰难地站在小凳子上，接了一点水，然后将面条放入锅里煮熟。盐袋里面没有盐了，妈妈说她回来的时候会买回来，可是王艳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她小心翼翼地用牙将盐袋彻底撕开，将粘在袋子上的盐粒一点点刮下来，放进锅里。那么一点点盐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不过这已经让王艳很知足了。等到面条煮好，他将它盛到碗里，看着比自己高的桌子犯了难。以前吃饭的时候他是有高凳子坐的，可那个凳子前几天被爸爸打他的时候摔坏了，小凳子又太矮，坐上去根本够不到桌子。他想了想，索性将碗放在了地上，自己也坐在旁边，耐心地等着面条放凉，时不时的还瞄一眼门口，就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就在这时，他的视线里凭空出现了一个小孩。这么冷的天，那小孩只穿了薄薄的长衣长袖，柔软蓬松的头发随着他的动作来回，肉乎乎的脸蛋上是一双蓝色的像宝石一样的眼睛。他怀里抱着什么东西，整个人累得气喘吁吁，脸颊通红。王艳不是第一次见他了，半个月前他就是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里，然后没过多久又突然的消失。王艳当时吓坏了，他躲在角落里，
等到对方消失后，才连忙跑出去，想要寻找可靠的大人，但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了一个老乞丐。老乞丐其实不能说是乞丐，他在这里是有房子的，可是他无儿无女，老了之后就喜欢往外面的墙角一坐，望着人来人往，日出日落。但他很喜欢王艳，时不时的会给王艳买些吃的喝的，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也让王艳能填饱肚子。老乞丐拉着他的手，在他家里转了一圈，最后笃定道：“你家里闹鬼了。”王艳身子一僵，眼泪都要吓出来了，但他还是强撑着，努力憋着眼泪。那怎么办？老乞丐眼睛滴溜溜的转了一圈。你家里没有大人，你又是个小孩，不如先去我家住几天，过几天再回来，那鬼估计就走了。王艳不想去，老乞丐不爱干净，家里脏兮兮的，还有一股臭味，而且他的脑海中无端浮现出了那小为什么会在我家。王艳死死的攥着手，没有说话。胡说，这个小孩胡说，这里明明是他的家，才不是他的家。他心里有些不高兴，但还是按照爷爷的意思，不去理这个作乱的小鬼。结果那小孩反倒是没脸没皮的凑过来，围着他打转，好半天。他听见他说：“你是没有家吗？”王艳没有回答，他低着头，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安静，想要让这个小孩知难而退。但对方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柔软的小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脸颊，暖乎乎的温度直接渗到了他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王艳突然觉得有些难过。他是有家的，虽然这里破了点，但他就是有家的。他凭什么说自己没有家？就像是突如其来的自卑，还不能将情绪掩饰得很好的小孩，突然伸手拍开了另一个小孩的手。他撇过头不看他，但下一秒，一双暖乎乎的小手突然捧住了他的脸，蓝汪汪的大眼睛就这么好奇地看着他。然后他听见对方说：“我叫温佳然，你叫什么名字？”他愣在了原地。王艳有些手足无措起来，他觉得自己应该要说些什么，但他牢记着乞丐爷爷的话，死死地咬着下唇不说话。那个叫温佳然的小孩也不恼，他歪着头看着他：“没关系，你可以住在这里，我不会告诉爸爸妈妈的。”他话音刚落，就像是听到有人喊他一样，急匆匆的高声说了一声“好”，然后便对着王艳小声道：“这是我们的小秘密。”说完，他就向着门外跑去，在身体接触到门的一瞬间，他就这么消失了，就像是现在突然出现一样。王艳已经对温佳然的出现见怪不怪了，他饿坏了，捧着那只带着一点点咸味的面条，急匆匆的下了路。他还想去洗碗，但温佳然的哭声实在是有些刺耳。他也是个小孩，可他从来没有这么哭过。温佳然都这么大了，竟然还哭，羞羞脸。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烦躁地停下了脚步。王艳回头看着他，忍着脾气，轻声道：“你是谁？”末了他又补充一句：“你到底是谁？”地上的小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听见他的问题，他一下子止住了哭声，蓝汪汪的眼睛里噙着泪，一脸委屈地说：“我是冉冉，王艳。”他当然知道他叫冉冉，可他想问的不是这个，他想要知道他到底是鬼还是小神仙，为什么要一直缠着他不放？但最后他还是轻轻叹了口气，朝着温佳然走了过去。他蹲在地上，将对方的手心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下，伤口只是轻微的擦伤，血珠渗出来了一点点，但在温佳然眼里，这简直是天大的事。他撇着嘴不敢看。王艳想了想，撕了一张干净的纸，小心地给温佳然擦拭着伤口。他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但是他家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消毒。伤口有些疼，温佳然忍不住往后缩手，但王艳死死地拽着他，不让他动。等他将伤，什么意思啊？他要供奉我？为什么？难道不是自己一直在养他吗？温佳然的大脑已经要转不过来了。等到对方的身影从他家的花坛后面再次出现，他手里的碗已经不见了。温佳然瞪大了眼睛，他连忙爬了起来。要是让他妈知道有人用他浇花的水去洗碗，他妈肯定会生气的。他也顾不得王艳了，急匆匆地从他身边跑过去。可等他跑到水那里，却傻了眼，那里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温佳然，你把碗放哪了？王艳，桌子上啊。桌子。温佳然四处看了看，这里到处都是他妈妈的宝贝，哪里有桌子呢？他刚想开口问，就见那黑发小孩又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本书，他趴在地上，认认真真的用粉笔头在地上写着什么东西。小孩子疑心大，忘性也大，他很快便抛开了心中的疑问，凑过去看他在写什么。他在写1、2、3、4。老实说，他的字写的有点难看，他自觉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大孩子了，忍不住也趴在对方身边，拿着粉笔学着他的样子写字。只是这字嘛，温佳然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慌乱的用手将自己写的字擦掉，对上对方的视线强壮镇定。我就是不习惯用粉笔写字，你给我一支铅笔，我一定写的比这个好。王艳觉得他笨笨的，有点可爱，但他还是摇了摇头，我没有铅笔。温佳然一下子哑了，他用手捂住嘴巴，小心翼翼的去看对方的脸，见对方一脸平静，他这才缓缓松了口气。但很快，温佳然就想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对方一直住在他家里，那是不是也没有上过学呢？怪不得他要偷偷的拿着粉笔练字。温佳然觉得他好可怜，他挪着小屁股，一点点的凑到对方身边，趴到他耳边小声说，我教你好不好？王艳的动作一顿，他疑惑的扭头去看温佳然。
老师说我学的可快了，我上完学回来可以教你。不过，他眨了眨眼睛，慢吞吞地说：“你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王艳发现了一件事，他的小神仙好像并不打算走。他垂下眼睛，密而长的睫毛轻轻颤了颤。王艳，我叫王艳。此后整整1年，温家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但他觉得王艳一定是有自己的理由，所以他尊重了他的决定。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他们相识的第2个冬天迎来了终结。王艳家的屋顶被雪给压塌了，爸妈没在家，他又进不去，无家可归的他只能艰难地从倒塌的房子里拽出来了一条脏兮兮的被子。他用被子裹着全身，瑟缩地躲在了院子里一个棚子底下。棚子四面漏风，寒风夹杂着大雪呼呼地刮。王艳的身上、头发上很快落满了雪，他能感受到自己的身子在剧烈的颤抖。寒冷的天气和长久以来营养不良的身体让他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迷迷糊糊中，他看见了他的小神仙。以往一出房门就会消失的温家然，竟然突然出现在了他家的院子里。他果然真的是神仙。明明在大雪里，可是他的身上头发上竟然没有一点雪花。他像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大雪一样，脸上带着意外的兴奋往他身边凑。王艳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他觉得自己现在应该是发烧了，还是离温家然远一点比较好，别传染给他。哦，对了，神仙也会生病吗？他意识有些不清醒。而温家然，他现在是真的很兴奋，这还是他第一次见王艳出现在除了温室以外的地方。不过他现在待在他家的客厅里，很容易被爸妈发现，或许可以让他藏在自己的卧室里。说干就干，温家然兴冲冲地跑到王艳的身边，嘀嘀咕咕地说着自己的想法。结果还没等他听到王艳的回答，率先响起来的却是妈妈的声音：“家然，你在跟谁说话？”温家然吓了一跳，他连忙站了起来，伸手将王艳护在身后。妈妈，这个哥哥他很可怜的，你不要赶他走好不好？奇怪的是，妈妈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她看着温家然，突然软了声音：“然然，你先过来。”王艳眼睁睁地看着然然挡在他面前，跟一个他完全看不见的人在对话。然然喊那个人妈妈，然然的妈妈要来接他回去了吗？那他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了然然了？他心中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恐惧，本就烧得昏昏沉沉的大脑，在这一刻突然爆发出了难以想象的勇气。他抖着声音说：“别走，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他的声音很小，但还是让温家然听见了。他犹豫了一下，不顾母亲的反对，转头跑了回来，温暖的小手轻轻拉住了王艳的手。他小声道：“你别怕，我不走。”王艳紧紧地握住温家然的手，他的手凉得吓人。温家然忍不住瑟缩了一下，但却被王艳误以为他还是要走。不过才7岁的小孩突然就哭了，他哭起来不是温家然那种嚎啕大哭的哭法，而是安安静静的掉眼泪，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悄无声息地从眼眶中滑落，落在他那苍白干裂的嘴唇上。他努力地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但还是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温家然吓坏了，他伸出小手，胡乱地在王艳的脸上抹着眼泪：“别哭，你别哭，我不会走的，我真的不会走的。”王艳哭得打嗝，她眼睛里含满了泪，所以有些看不清温家然的脸。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小神先不跟着妈妈回家的话，那他要住在哪里呢？住在他家，可是他家现在已经没有了，他被大雪压塌了。他越想越委屈，就在温家然手足无措的时候，他突然抽泣着说：“你还是回家吧。”温家然，他疑惑地歪了歪头：“这里就是我家啊。”王艳听见这番话，心里更难过了。然然都已经把他这里当家了，结果这破房子这么不争气，说塌就塌了。他小声道：“房子塌了，我们没有地方住了。”温家然怔愣地看了看自己家的大屋顶，没塌啊。还不等他说话，王艳突然眼一闭，一副置生死于不顾的样子道：“然然，你让你妈妈把我也带走吧。”“呜，我不怕死了。”温家然，他看着对方通红的脸，终于想明白了，小哥哥这是生病了。他轻轻地拍了拍王艳的手，扭头跑到妈妈身边，仰着头：“妈妈，哥哥生病了，我们要送他去医院。”温母，他不信邪的又将那个地方看了看，依旧什么都没有。他深吸一口气，冲着温家然笑了笑：“然然，你先跟妈妈来。”可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孩子在这时却突然犯了浑，他焦急地在地上跺了跺脚，他真的生病了，要去医院。然然，温母突然蹲下身子，眼睛看着温家然，她柔声细语道：“妈妈知道你很担心哥哥，但是外面很冷，你先回房间里换件厚一点的衣服，然后妈妈带你和哥哥去医院好不好？”温家然点了点头，他有些担忧的回头看了一眼王艳，噔噔噔的跑回了房间找衣服去了。温母独自站在原地，她心里慌得厉害，但面上却丝毫没有显现出来，反而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给了丈夫。简单的说了一下儿子的情况后，温父对此很是重视，夫妻2个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打算带温家然去医院看病。而王艳，她眼睁睁地看着温家然突然扭头就跑，然后消失在了空气中。她有些绝望地想，小神仙不想带她走了，她自己走了。她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王家的情况其实已经被不少人发现了，但住在这里的人大都不乐意管这些闲事，也没想过这塌了的房子里还有个小娃娃。
他们充其量也就是站在门外看了看，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还是出门遛弯的老乞丐发现了这情况，他急匆匆的跑进来，一眼就看见了在院子里冻得瑟瑟发抖的王艳。此时的小孩已经将被子衣服脱了个干净，就这么光溜溜的待在院子里。老乞丐吓了一跳，连忙将身上的破棉袄脱下来给王艳包裹起来。没成想小孩嘴里还迷迷糊糊的说着热。哎呦，你这小祖宗啊！老乞丐年纪大了，背还有点驼，他动作吃力的将王艳抱了起来，缓慢的走出了这个院子。他身上也没有多少的钱，顶多也就能带着这孩子去一趟小诊所。可看着怀里一直嘟囔着热的小孩，老乞丐咬了咬牙，将他小心翼翼的放在墙角，自己回家里拿钱去了。等到温家然换了衣服出来后，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站在门口的妈妈。妈妈也换了一件大衣，正站在门口等他。他心里担忧王艳的事，连忙跑过去握住妈妈的一根手指。妈妈，我们现在就走吧。温母点了点头，她温和地说，好，你去喊哥哥吧。温家然下意识地往温母身后看，结果发现那里空无一人，他迷茫地眨了眨眼睛。他还生着病呢，怎么能乱跑呢？他突然向着屋外跑去，温母吓了一跳，连忙跟在后面。小孩子个子小，跑得也快，很快就将踩着高跟鞋的温母甩在身后。他冲进了温室，里面很安静。温家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在里面转了一圈，空无一人。等到温母赶到的时候，温家然已经从温室里跑出来了。他眼圈红红的看着妈妈，小声道，哥哥，哥哥不见了。温母的心止不住的往下沉，但她还是温柔的将温家然抱了起来，轻柔的给他擦着眼泪，哄他，哥哥可能是有点事，然然，你先跟妈妈去医院，我们帮哥哥买点药好不好？然然哽咽着，稀里糊涂的点了点头。温母早就已经让司机把车里的空调开得暖乎乎的，她带着然然上车，车辆朝着医院疾驰而去。温父早就在医院门口等着了，等接到他们娘俩，他心疼的从温母的怀里将然然接了过去。出于对妻子的信任，他从来没有质疑过妻子的决定。而温母作为一个活了30多年的无神论者，他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儿子可能生病了。他让温父这边约着医生，另一边尽可能的不去刺激到然然，甚至还顺着他的话让他带着哥哥一起去。他不想让儿子意识到他所看到的哥哥很有可能只是他的想象，毕竟他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万一儿子真的是心理上的疾病，他担心自己贸然说出来会刺激到他，导致病情加重。夫妻两个对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医生是一个很和蔼的中年男人，他看向然然，笑眯眯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温家然不明白，不是说要给王艳抓药吗？为什么把他带到医生这里来了？他猛猛地看向身后的爸爸妈妈，温父温母冲着他的点了点头。于是温家然收回视线，他坐在椅子上，乖乖地说，我叫然然哦。医生低头在纸上写了什么，他温柔的嗓音还在继续追问，小朋友，告诉叔叔，你还看见了什么？小孩子本能地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他迟疑地开口，我看见了。他看向医生叔叔，对方脸上鼓励般的神情让他还是慢吞吞地说道，一个黑衣服的哥哥。从医院出来，夫妻俩心事重重，对于儿子的病，医生也不敢贸然下决断，只说疑似儿童精神分裂症，具体的还要根据后续具体诊断。但仅仅这样就已经让温父温母心如刀割，两人怎么也想不到，每天都高高兴兴的儿子竟然会得这种病。夫妻两个纠结的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最终还是下定决心瞒着温家然，在家里的各个地方都安装上了监控。他们需要通过监控来了解儿子平时是否有异常举动，而温家然对此一无所知。他每天一放学便习惯性的往温室跑，可是那里已经没有他想见到的人了，所以他很快便从里面失落的走了出来。连着一周他都没有做出什么异样的行为，温母甚至开始怀疑上次是不是自己弄错的时候。然然的行为再次变得奇怪起来，他在房间里乖乖的写着作业，突然像是看见了什么一样，连鞋子都顾不上穿，激动的从房间里一溜烟的跑到了大门口。但紧接着他脸上的表情猛地僵住了，整个人不受控制一般的向后猛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表情惊恐的仰着头，似乎在说些什么。然后他说着说着突然就哭了起来。温母从监控上看到这一幕，简直心都要碎了。她急匆匆的从公司往家里赶去。王艳这次病足足在医院里住了1星期的院，期间那对夫妻来过2次，骂骂咧咧的交了2笔钱后就又消失了。可那点钱又怎么够住院呢？在医院的每一天都可谓是在烧钱，还是老乞丐拿出了自己的棺材本给垫上的。他也没有背着王艳的意思，直说自己无儿无女，王艳有爹妈却跟没有一样，倒不如认他当个爷爷，以后长大了要孝敬他。王艳没有说话，他黑黝黝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老乞丐。他在说谎。王艳默默地想，老乞丐的年纪很大了，而且身子骨也不算太好，去年还因为生病差点一命呜呼，而他现在才7岁，老乞丐都不一定能活到他长大。他有些难过的想，他等不到自己孝敬他的。但王艳还是乖乖的点了点头。他开口道，爷爷。老乞丐高兴坏了，布满后茧的手重重的拍了拍王艳的脑袋，只把他拍得脑袋晕晕的。他给王艳办理了出院，祖孙2个慢吞吞的从医院离开。王艳心里存着是他对那个家并没有什么期待的，可是他想，万一然然回来了呢？他那天被妈妈带走了，万一偷偷跑回来了，发现自己不在家，会不会很难过？会不会再也不回来了？他心里有些慌，
只顾着盯着地面想，一时不察，与一个小男孩撞了个正着。那是个很漂亮的小孩，穿着十分精致，脚上还蹬着一双小皮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而且他的皮肤很白，就像是从来没出过屋子，没见过太阳一样的苍白，白的甚至让王艳觉得他有点吓人。你干什么？小孩尖锐的声音响起，王艳下意识地抬头轻声道：对不起，是他撞到了对方，本来就是自己的错。但那小孩在看见他的脸后一下子愣住了，他疑惑地喊了一声二哥，但很快他就看清了王艳身上破破烂烂的衣服和他旁边的老头，他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乍一看他还真的跟他二哥有点像，但仔细看看又觉得两人完全不一样。这小孩瘦的脸都凹进去了，丑死了。一想到被这种人撞到了，他就浑身不自在，不知道是什么心理在作祟，他猛地推了王艳一把。王艳身子晃了一下，没有动，反倒是对面动手的小孩被弹了回去，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显然是没反应过来，正愣地对上了王艳的视线，下一秒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王艳吓了一跳，他身旁的老乞丐反应更快，他一把攥着王艳的手，快步地朝着医院大门走去。乖乖，这小孩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少爷，那可不是他们这种人能招惹的，趁着对方身边没大人，还是赶紧溜吧。王艳被攥着手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不知道为什么，一股强烈的冲动让他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见了一对夫妻急匆匆地将地上的小孩扶了起来，表情焦急地拉着他上上下下的看，嘴里说着安安安安，怎么了？而在他们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少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帕子，仔仔细细地给哭嚎着的小孩擦着脸。他心里突然酸得厉害，他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他。王艳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他垂下眼，握紧了老乞丐的手，不再去看身后。陆燕之顺着正在向父母告状的弟弟的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看见一老一少两个背影消失在了人海里。他淡淡的收回了视线。王艳回到家的时候，罕见的发现爸妈竟然都在家里的院子里站着，还有几个人似乎是在修他们的房子。不过想想也是，今年的冬天还有那么长，房子肯定是要修的，爸爸妈妈总不至于让他住在大街上吧。他心里又隐隐的有些高兴起来，只要房子盖好了，然然回来的时候就有地方住了。老乞丐只将王艳送到了门口，他跟王家那对夫妻向来不是很对付，三人一碰面便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吵架。现在这小孩才刚出院，他不想让他看见他跟他爸妈吵架的样子，影响不好。他轻轻推了一下王艳的后背，王艳顺势进了院子，他只站在门口偷偷的往里面张望。爸爸看上去脸色很难看，有点凶，这个时候凑过去很容易挨打。他赶紧转移视线，看向了妈妈。妈妈站在一边，头发乱乱的，嘴角也破了，看上去像是被人打了，肯定是爸爸干的，他都见过好几次爸爸打妈妈了。王艳有些不高兴，他不喜欢看见爸爸打妈妈，因为爸爸不打妈妈的时候，妈妈有时候还会抱抱他，但是如果爸爸打妈妈的话，妈妈就会让他过去，然后拧他腰上的肉，疼得他眼泪都要下来了。眼见着这两人都不像是心情很好的样子，王艳站在门口不敢进去了，反倒是楼上写作业的温家然一眼就看见了自家大门口站着的小孩，他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是王艳艳。面对消失这么久又突然出现的朋友，他连鞋子都没顾得上穿，急匆匆地从楼上跑下去，就朝着王艳的方向扑。王艳并没有注意到温家然，因为他听到了爷爷在他身后喊他，他扭头走了出去。老乞丐拍了拍他的肩膀，粗糙的大手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来2个硬币。他将硬币塞到王艳的手里，笑了笑，你刚生了一场大病，身子亏了，要好好补补，拿着这钱去买鸡蛋吃。他说完像是想到了什么，连忙补充道，别买面条啊，那玩意儿没什么营养，而且要去买生鸡蛋，回来自己煮，别人煮熟的要1块呢，我可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吃。王艳握紧了手里的硬币，他看着老乞丐脸上的皱纹，小声的了一声，行了，回去吧。老乞丐挥了挥手，他不再去看王艳，将手背在身后回家去了。王艳垂下眼，盯着手心里的2块钱，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进口袋里，这才向着院子内走去。没成想他刚跨过门槛，就与温家然撞了个正着。他心心念念的小孩此时此刻就站在他的对面。王艳下意识愣了一下，但很快巨大的兴奋让他来不及思考，便朝着温家然快步走了过去。但温家然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高兴，对方小脸涨得通红，表情惊恐地看着他，更是在他试图接近他的时候，匆忙地向后退了2步，结果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王艳迟疑地停下了脚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同样的，他并不想让爸爸妈妈看见自己，于是他弓着腰，利用院子里的杂物遮挡住自己的身形，小心翼翼地朝着温家然所在的方向又走了几步。温家然简直要吓死了，他眼睁睁地看着王艳在自己的眼前突然消失，没一会儿又突然出现。他脑袋里一片空白，仰着头看着王艳，好半天，他哆哆嗦嗦道：“你是死了吗？”王艳，他站在原地，认真地说：“我没死。”温家然不信，他小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衣服，甚至不敢去看王艳的脸。“我让妈妈带你去治病，可你突然不见了。”说到最后，他的声音里都带上了哭腔。“你是不是变成鬼了？现在要来带我走？”王艳不想让温家然哭，他有些急切地说：“我真没有死，然然，
他表情坚定地说：“我要是变成鬼了，一定不会出现在你面前的。”然然那么胆小，看见鬼一定会很害怕。如果自己真的变成鬼了，他才不会出现在对方面前。他应该会偷偷藏起来，就像是现在躲着爸爸妈妈一样躲着他，然后偷偷的看他。温家然不哭了，他小声道：“真的，真的，不信你可以摸摸我的手。”王艳说完才发觉他的小手冻得冰凉，他连忙改了口：“不对，是肚子，你可以摸摸我的肚子，是热的。”他弓着腰有些难受，索性盘着腿坐在了地上，冲着温家然招手：“你过来。”温家然站了起来，犹犹豫豫地走了过去。王艳将衣服掀开一个小口子，笑眯眯地看着温家然：“你摸。”冬天的寒风往他衣服里面灌，王艳冻得打了个哆嗦，但他面上没有任何异样，只是专注地看着温家然。温家然深吸一口气，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伸进王艳的衣服里，小手摸上了她的肚子，软软的，热热的，真的不是鬼爱。温家然将手收了回来，顺带着将王艳的衣服拉下去，还轻轻地拍了拍。他学着对方的样子坐在地上，凑过去小声道：“可是你刚才为什么会……怎么了？消失啊？你刚才在我家院子里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就像鬼一样。”王艳怔住了，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家的院子，一个念头在他脑中飞速闪过，他来不及抓住他，只能慌乱地抓住了然然的手。然然，你说这里是你家？对啊。温家然奇怪地看着他，还疑惑地摸了摸王艳的脸。你都在我家住了1年了，怎么现在才问？王艳直勾勾地看着温家然，他小声道：“你家长什么样的？”温家然想了想：“我家可大了，有好多房间，还有大花园，还有……”他还要往下说，却被王艳捂住了嘴巴。对方表情认真地看着他：“可是然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家，我一直住在我自己家，而且……”他垂下眼小声道：“我看见的是你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两个小孩都被现在的情况给搞懵了，这种事情对于才7岁的他们来说，简直是太刺激了。温家然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看的动画片。故事里拯救世界的主角往往都需要一个非同一般的开场，难道他和王艳就是？他激动的脸都红了。王艳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他没有看过几部动画片，完全不知道温家然的脑袋瓜子里面在想些什么。他歪了歪头，也跟着傻乐起来。冬日的寒风里，两个鼻尖冻得通红的小孩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对方，就这么笑出声来。只是还不等他们乐够，温母已经赶回了家里。他干脆利落地将温家然从地上拽了起来，蹲在地上轻轻地给他拍去裤子的灰尘。他没有问温家然在干什么，反倒是儿子一脸兴奋地告诉他，他可能要去拯救世界了。温母，他心里有些难受，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牵着温家然的手向着屋内走去。温家然下意识地回头想要跟王艳说一声，但他想到了妈妈的存在，所以他强忍着没有说话，只是冲着王艳眨了眨眼睛。王艳看不见他的动作，在温母触碰到温家然的瞬间，温家然就整个从他的眼前消失了。他低下头，若有所思。他想得出神，丝毫没有注意到爸爸已经朝着这边走了过来。王父现在20多岁的年纪，年轻气盛，脾气暴躁的厉害，见到王艳便皱了皱眉，抬脚就踢了踢小孩的屁股。小崽子，回来了也不知道进去帮忙，坐在这儿偷懒，我看你是皮又痒了。王艳被踢得向前歪了一下，但他很快便反应过来，动作迅速地站了起来，不等爸爸的手落下来，他快步向着院子内跑了过去。王父了一声，没去管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自顾自地点着，美滋滋地靠着墙角抽了起来。此后一连几天，两个小孩凑在一起，终于将这其中缘由给弄清楚了。那就是他们分别待在自己的家里，却能看见对方，但是家里的其他人看不见，并且一旦有其他人触碰到他们，那么在另一个人的眼里，他就瞬间消失了。王艳的父母对他不是很关心，所以一直没能发现他的异样。但是温父温母可就不一样了，两个人看着儿子越来越严重的病症，愁得整晚睡不着觉。温家然不是没有跟他们坦白过实情，但是没有人相信过他说的话。爸爸妈妈和医生在他面前都一副相信的样子，然后转头就又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起来，被温家然撞见过好几次，久而久之，他也就不在父母跟前说有关王艳的事情了。太阳东升西落，四季交替轮换，转眼就是10年。在这10年间，温父温母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能治好儿子的病，因此对温家然的管控越来越严格。但这期间，他们也不是没有发现过其他异样，比如儿子除了在家里犯病外，在外面一直都很正常。在温家然小学3、4年级的时候，他们就起了搬家的心思，可搬走没几天，温家然又哭又闹，不管怎么哄都没有用，甚至还大半夜的从新家跑回来，这让不信鬼神的温母都开始怀疑儿子是不是撞邪了。于是求医问药变成了求仙拜佛，可是依旧没有用。而且随着温家然的渐渐长大，他对这些事越来越反感。夫妻两个想了想，不在儿子面前念叨着治病的事情了。而温家然和王艳也在不知不觉间长到了18岁，岁月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成长的痕迹，两个小屁孩终于长成了青涩的少年。王艳最近有心事，温家然十分确信自己的判断，往日里对自己知无不言的他，这些时日总是会不自觉地走神。他是不是背着自己有了新朋友？这明明是件高兴的事，
可还是让温家然心里有些不舒服。他有些气闷地趴在桌子上发呆，而王艳则坐在他旁边，神情认真地写着作业。他悄悄地趴在胳膊上看他。18岁的王艳生的一副好相貌，浓密的黑发下是同样颜色的一双眼睛，五官分明，面容冷淡。往下，即便是穿着校服，也遮挡不住对方宽肩斩腰的身材。温家然看着看着，心里突然有些不自在起来。按理说他比王艳还要大一点，结果对方率先长到了1.8米。作弊，他肯定是作弊。温家然故意重重地哼了一声，扭过了头，不去看他。王艳听到动静，回头看了一眼，他的视线落在了少年的茂密蓬松的头发上。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他默默地垂下眼，什么也没说。他最近确实有心事。就在前几天，一个男人找上了他，自称是他的大哥，并且向他出示了一份亲子鉴定，鉴定上明确地指出他的亲生父母另有其人，而且看那人的穿着，应该是很有钱的那种。这让他心中既期待又害怕，甚至有些自卑。早在几年前，他刚刚初中毕业，父母就突然断了他的生活费，但他从来没有在然然面前说过这些事，依靠着一个朋友的资助，和他在外面找了些兼职，日子勉强过得去。他在泥潭里待久了，结果突然有人告诉他，他本不应该在这里的。那家人看上去很有钱，他们会喜欢自己吗？这句话在王艳的脑海中回荡了好几天。好在对方并没有将他逼得太紧，在得到王艳想要考虑几天的回答后，对方给他留下了一张银行卡，并且言辞恳切地表示，父母十分希望他能回去，这次只是怕人太多吓到他，所以才没有过来，并且询问了王艳可不可以给他拍一张照片带回去。王艳同意了，但他还是没有想好要不要回去。他想得出神，后背却突然被人用手指点了点。他抬头看去，就见温家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少年有些别扭地扭过头，眼睛左看右看，就是不去看他，嘴里嘟囔着，假期还有好几天呢，不用这么拼，这么晚了，我都困了，我要睡觉，你赶紧去洗澡，不然不许靠近我。好吧。王艳放下了手中的笔，他轻轻地将写满了温家然名字的作业本合上。自从8岁那年，温家然偶然发现王艳在他自己卧室的时候，会出现在自己家里的另一间卧室里，他就兴奋央求着父母换了房间。自此，他们明明在不同的时空里，睡在不同的卧室里，躺在不同的床上，可在彼此的视线里，他们同床共枕。这么多年过去，即便是他们已经长大，可就像是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小心思，也像是彼此之间的心照不宣，他们谁也没有提出过换房间的事情。等王艳洗漱完出来，温家然已经睡着了。他安静地躺在床的另一侧，那双迷人的蓝色眼睛微微闭合，长而卷的睫毛轻轻颤动。很难想象一个男生竟然会有这么长的睫毛，但是他们在温家然的脸上并不显得突兀。王艳安安静静地站在床头，居高临下的视线轻飘飘地落在温家然的脸上。温家